史以来最安宁的一觉了吧？视线的边缘逐渐变黑变模糊，体感的温度逐渐变冷。宋今朝闭上眼，看到头了，再加把劲儿。可是倏地，耳边传来女人痛苦的叫喊声，鼻尖浓烈的血腥味让宋今朝心生不安。喊叫声戛然而止，紧接着婴儿微弱的哭声响起。宋今朝脑子里的记忆颠倒旋转，他恍然睁大眼睛环顾四周，斑驳的泥墙和屋内简陋的摆设，宋今朝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穿越。稳婆抱着孩子走出房间，是个男娃，这孩子他娘大出血，已经没气儿了。两个孩子连忙跑进房间。宋今朝从隔壁房间走进正屋，躺在床上的妇人是这具身体的母亲，趴在床边的两个小孩是原主异母同胞的弟弟妹妹。宋老太抱着襁褓里的婴儿走进来，难过的眼神中掠过一丝惊喜。今朝，你醒了，身体怎么样啊？阿婆，我没事。原主昨日挖野菜时被毒蛇咬伤，昏倒在山脚，被村里路过的妇人背回来，请了郎中，说救不回来了，让准备后事。原主的母亲不愿意放弃，硬是让郎中开药。他在床边守了一夜，害怕女儿死了。谁知啊，祸不单行，2个时辰前，宋家大郎和二郎抬着原主亲爹的尸首从西宁城回来，双重打击导致宋母早产，一家人忙去请稳婆，而混乱间，原主终究没熬过蛇毒，躺在隔壁房间不声不响地死了。听见说话声，脸上挂着鼻涕眼泪的宋启明和宋诗雪转过头，像是一下子找到了依靠。他们跑过来抓住宋今朝的衣服，把脸埋在他的身上。阿姐，我们没有娘。在同一天失去双亲，对10岁的孩子来说是不小的打击。宋今朝无父无母，从小在孤儿院长大，从来没有感受过亲情，而面对2个孩子的依赖，心里却生出了几分想要保护他们的感触。阿姐，不怕，有阿姐在。上辈子自己也曾羡慕过同学有父母亲人，现在一下子多了3个弟弟妹妹，这种感觉好像也不错。宋老太望着3人，再低头看向怀里的婴儿。稳婆说了，这个孩子难养活，三郎和他媳妇又死了，以后这日子可怎么活呀？他将孩子递给宋今朝，把弟弟抱着，带启明和石雪出去，我和你2个伯娘要帮你娘收拾一下。天气炎热，宋三郎的尸体还在院子里放着，宋老爹担心臭掉，决定今天将人下葬。宋今朝掂了掂手中的孩子，他是学医的，正常情况下8个月的男婴应该有4到5斤重，可这个孩子最多只有3斤。用草席将尸体裹住，放进用木板拼凑出的薄棺中，抬到村后的山脚下安葬。山脚下已经挖好了2个崭新的木坑，宋大郎和宋二郎等人将棺木抬到坑里。宋今朝抱着幼弟，带着宋启明和宋诗雪跪在墓坑前，听着旁边凄惨的哭声，不禁流出了几滴眼泪。埋好后，将2块泛黑的木板插进土里，上面是用铁棍凿出的简陋碑文：你先带弟弟妹妹回家。宋老爹朝着宋今朝吩咐一句后，便闷不吭声地朝老屋走去。宋大郎和宋二郎对视一眼后，连忙带上妻子跟上，剩下4个孩子
总得有个处理的办法。宋金钊注视着宋家人离开，宋启明和宋诗雪紧张不安地抓住了他的手，轻声唤道：阿姐，走，阿姐带你们回家。宋家老屋里，宋老爹面色严肃，沉重地望着两个儿子。三郎一家还有4个孩子，你们是他们的伯父，一家养2个。哎呦爹呀，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啊，药祖顿顿吃不饱，一下子多出2张嘴，那哪里养得起呀？爹，你和婆婆跟着大哥住，日日能帮衬。我家本就有3个孩子，再多2个，我实在是照不过来。真要养，我家就养金钊，大哥家孩子少，应该多养1个。宋大婶扭过头瞪着妯娌：金钊今年14岁，过2年就能嫁人，需要你怎么照顾啊？你要是养金钊，就必须把老幺一起带回去照顾。不行，刚出生的孩子离不得身，需要人时刻照顾。早产儿身体本就不好，若是不幸夭折，外人还以为是我们照顾的不好。本婆都说了，就算能养大，日后啊也是汤药不离口，这得花多少银子呀？我家养不起。你也知道要寸步不离的照顾啊。金钊年龄最大，正好能照顾老幺，他们2个必须一起。哎呀，金钊过2年就要嫁人了，最多只能照顾2年，能成什么事儿啊？宋老爹听着大儿子和二儿子一家在自己面前争吵不休，心中烦躁的同时更是为难。刚出生的孩子的确不好照顾，还是个身体不好的。他粗声决定：金钊已经懂事能干活，以后嫁人还有聘礼，养金钊就必须带老幺一起，你们自己选。宋老爹！就在两房犹豫不决的时候，门外传来呼喊声。宋二郎起身走出屋子，看到来人，惊讶地停在原地。站在院子门口的是村里的富户赵老爷，还有住在村头的宋大牛夫妇2人。赵老爷看见人都在堂屋坐着，抬腿走进来，找你们阿爹有事谈。堂屋里的宋老爹起身相迎，其他人忙让出凳子让客人坐下。今天家中有许多事情要处理，赵老爷，你们过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赵老爷沉声开口：我想过继你家三郎刚出生的儿子。屋内众人震惊地看向他。宋老爹思索片刻后说道：赵老爷有所不知，那孩子是早产的，文婆说容易早夭，就算能养大，身体也不好。身体不好不打紧，只要是算命的说今日辰时出生的男娃能旺我，让我妻也生下一儿子。所有人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怪不得要过继宋三郎的孩子了。孩子是三郎的血脉，过继出去，我怕我家三郎会怪我。爹，孩子身体弱，留在家里8成会早夭，还不如过继给赵老爷，至少以后吃喝不愁，还有银子看病买药。爹，二弟说的有理，相信三弟九泉之下也不想孩子死了。宋老爹拧紧了眉头，一时间陷入两难。他想再考虑考虑，于是便开始问坐在一旁不说话的宋大牛夫妇：大牛啊，你过来又是有什么事啊？宋叔，三郎夫妇去世留下4个孩子，现在家家户户日子都过得拮据，我知道你家不好照顾，所以想让诗雪给我家石头当童养媳，如何？一直坐在旁边沉默的宋老太不确定地问道：石头的病好了？宋大牛的儿子前些天感染了风寒，一直没好，已经有7天没下床了。郎中来了几次，吃药也不见好，我们就想着办场婚事冲冲喜。诗雪乖巧懂事，我和大牛也喜欢。等石头病好了，2个孩子长大，一定能把日子过好。
宋老太无措地看向宋老爹，对方的拳头紧了又松，松了又紧。自己要是前脚把孙子过继给别人，后脚再把孙女送出去给别人当童养媳冲喜，三郎和他媳妇儿啊，怕不是要从梦里爬出来，指着自己的鼻子骂冷血。不行，过继可以考虑，童养媳就算了。若是石头好不了，失血岂不是小小年纪就要变成寡妇？我家还有老二，若是石头的病好不了，那失血就是我家老二的媳妇。大牛媳妇儿耐心地在旁边劝说：女娃早晚是要嫁人，早几年晚几年都一样。你们放心，失血若是嫁过来，我一定把她当亲女儿一样照顾。赵老爷没想到宋大牛夫妇也是想要宋家的孩子，还好啊，不是同一个。若是他们能成，自己也一定能得偿所愿。你们分家已久，日子向来过得差，现在突然多出4张嘴，与其勉强养着拮据过活，还不如送给别人，肯定比留在家里过得好。宋大郎见自己老爹还在犹豫不决，在二弟的眼神催促下说道：爹，女孩养大也要嫁人，大牛家孩子比我们少，三弟还有启明这个血脉，老幺过继也没关系。只要你们愿意，我出20两银子。宋大牛夫妇对视了一眼，跟着开口：失血的聘礼我们可以给3两银子。不算多，哎，可也不少。宋家村嫁女儿收聘礼也就1两银子左右，因为是冲喜，他们咬咬牙愿意给多点儿。爹呀，你得赶紧做决定啊！今朝他们还在家里等你。宋二郎焦急地给宋老爹使眼色。哼哼，你们养不起孩子，可也别耽误他们去过好日子。要是真的早夭，孩子的爹娘不得从阴曹地府爬出来，埋怨你们害死了他们的孩子？宋老爹瞳孔紧缩，眼皮颤抖地低下头，喉咙堵得慌，一股凉意从脚底窜到心口，使他浑身发冷。老婆子，去把金昭和启明叫来。宋老太眼眶微湿，终究是亲孙子亲孙女，他哪里舍得呀？走到老三家，宋金昭正小心翼翼地喂幼弟喝米汤。他深吸了一口气，勉强勾起嘴角，走进去说：金昭，你带上启明跟我去老屋，把孩子给我。失血不用去吗？不用，你阿爷只让你和启明过去。宋金昭摸摸宋失血的脸蛋儿，叮嘱道：看好门，在家里等阿姐，我们很快就回来。宋失血不安地点点头。在去老屋的路上，宋老太依依不舍地注视着刚出生的小孙子。过继出去后啊，别说抱了，就连见一面恐怕都难。宋金昭发现他在悄悄地抹眼泪儿，心里的疑惑更盛了。就算对方很疼爱这个刚出生才见了几面的小孙子，也不至于抱在手上就哭啊。走进堂屋，看到里面坐着陌生人，其中一个穿着绸缎的男人一直用眼睛扫宋老太手里的孩子。金昭啊，你是三房的长女，年龄最大。启明，你是三房的长子，以后要担起三房的重担。阿爷现在有件事要告诉你们。老幺身体弱，文婆说来养活。赵老爷没有儿女，算命的说老幺望赵家子嗣，所以想过继他。家里穷，养不起太多孩子。失血嫁到你们大牛叔家，给石头冲喜，当童养媳。他们家孩子少，能吃饱，不会挨饿。你和金昭跟着我和你阿婆留在大房。阿爷，失血和弟弟特别乖，家里没钱，我就少吃点，我会努力干活，求求你不要把他们送走。宋老爹和宋老太眼眶发热，不忍看他。宋金昭咬紧牙关，弯腰抹掉宋启明眼眶里的泪水，安慰道：
别哭，阿姐不会把诗雪和弟弟送人，我们一家人永远不会分开。他扫视宋家人的脸，口吻坚定且强硬。我不同意，诗雪不能给别人当童养媳，二弟也不能过继。爹娘已逝，我身为长姐，自然会照顾好弟弟妹妹，不劳他人费心。你胡说八道些什么？赵家有钱，老幺是个病秧子，留在家里只有等死的份儿。你别耽误你弟弟到人家过好日子。宋金钊锐利的目光带着刀锋扫向宋二老，转过头上下打量赵老爷。大腹便便，气色空虚，家里肯定不止一个女人，都40了还没子嗣，怕是生不出来。赵老爷听信算命之人所言，认为过继我弟弟就能生一个儿子，可要是生不出来，谁知你会不会迁怒我弟弟？就算最后生出来了，你有了亲儿子，我弟弟一个养子，在赵家还有容身之处吗？到时肯定会嫌他身体不好，天天都要喝药花银子，不是亲生的，谁还会管他的死活？幼弟的命是我阿娘用性命换回来的，他是我亲弟弟，是阿娘和阿爹的儿子，我不想等他长大成人后只能跪别人家列祖列宗前，连一声名正言顺的爹娘都不能喊。苦命的三郎啊，你怎么就这么狠心的去了？留下几个孩子苦苦无依呀。阿爹在世时常说希望我们姐妹二人长大以后能嫁给心爱之人共度余生，就像阿爹和阿娘一样，父母不在，长姐为母，我绝不会让她在不谙世事的年纪去冲喜给别人当童养媳，舍亲不孝。若真的做了，无颜面对王父王母。你一个女娃，你怎么照顾3个孩子啊？到时候吃不上饭，那怕不是要饿死？我已经长大，可以干活，家里有田，只要肯干就饿不死。那老幺呢？谁来照顾？我和诗雪长大了，可以帮阿姐照顾弟弟。你以后总是要嫁人，到时候他们怎么办啊？宋金钊走到宋老太面前，将醒来的幼弟抱回来。在启明成家之前，我不会嫁人。阿爹和2位伯伯早已分家，如若有一日真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我就算上街乞讨，也绝不会拖累你们。宋大郎和宋二郎被讽刺的脸庞僵硬，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宋老爹浑身一震，你们也都听到了，过继冲喜之事，我就当从未听见过。你们可以走了。赵老爷干脆利落地起身朝外走，都是一个村的，宋家人不愿意，他也不会强迫，把关系闹僵。宋大牛夫妇见赵老爷都走了，自己只好离开。屋内陷入诡异般的寂静。阿爷、阿婆，我先带大弟二弟回去，诗雪一个人在家里，我担心她会害怕。宋老爹连忙起身喊：等等！他走到宋金钊的面前，从怀里掏出1两银子，放到他的手心里。这是新雅赔偿你阿爹去世的抚恤银子，你收好。金钊啊，你记住，就算分了家，你们4个也是阿爷和阿婆的孙子孙女，遇到难处尽管过来，有我和你阿婆一口吃的，就绝不会让你们饿死。宋金钊握紧银子，重重地点了一下头。阿爷放心，我能照顾好家里。宋金钊等人离开后，宋二郎开口道：爹，不是我们不想养，实在是家里太穷，这都是命啊。宋大郎见过继不成，加上宋金钊刚才一番话，心里已然妥协了。爹，我看金钊是真的长大了，启明也懂事，或许他们真的能照顾好自己。我们先看看，要是实在不行，就按照之前商量的，2家各养2个。宋老爹没说话，垂着头一声不吭地转身回到房间。
宋诗雪心中的不安，在看到宋金钊和宋启明回来时，立刻就散了。阿姐，宋启明眼眶酸涩的盯着冲出来的胞妹，他才不要让妹妹走，永远不要。宋金钊将幼弟放到小房间的床上，对着宋启明兄妹叮嘱：阿姐要去收拾爹娘房间，你们在这儿守着弟弟。好。宋启明和宋诗雪听话的点头，将屋子整理了一遍，看到藏在枕头下面的小木盒，打开后里面有几十枚铜钱，一共78文，这是家中仅有的银钱了。摆在厨房角落的竹篓里装的全是素，橱柜里还剩一点细粮白米，只够婴儿喝2天米汤。晚上，宋金钊躺在床上，望着窗外的月亮发呆。明天得去城里多买点细粮回来，再找找有没有医馆愿意收自己做学徒。自己的医术可以独立看诊开药，可若是师出无名，这里又有谁会相信一个14岁的女孩会治病救人？总得找个出处让人信服。阿姐，我和哥哥想跟你一起睡。宋金钊坐起身，拍了拍炕，来，上来。睡觉，阿姐会保护你们的。话音刚落，他忽然想到一件事，坐起来看向身旁的幼弟。小弟还没有起名字。宋启明和宋诗雪爬起来，一脸懵懂。阿娘识字啊，我们的名字都是阿娘取的。就叫宋安好，平平安安，一世顺遂。宋诗雪眉眼弯弯，阿姐取名字和阿娘一样好听。次日，晨光照进院子，宋金钊目不转睛地盯着宋诗雪为宋安好喝米糊。每次呢，只喂勺尖一点，慢慢喝，不要让他呛到。呛到之后就立刻停下，翻过身，用手顺气，像这样。昨日半夜阿姐喂的时候，我都看着，已经学会了。阿姐放心出门，我和妹妹能照顾好弟弟。要出门去哪里呀？宋老太挎着篮子走进来，刚好在门口听到3人在说话。宋金钊起身开口：我要去城里买些细粮和布料，再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赚钱的活计。不方便带安好，所以让启明和诗雪照顾。安好是阿姐给弟弟取的名字，宋安好。阿婆，是不是特别好听？宋老太愣在原地，孙子的名字应该让爹娘来取，再不济也是祖父，怎么能让还没长大的孩子来取啊？可一想到以后三房就是大孙女当家，他嘴唇张张合合，终究是把到了嘴边的话给咽了下去。阿婆过来是有什么事情吗？宋老太从篮子里把陶罐拿出来放到桌上。你阿爷一晚上没睡好，担心你们，大清早就催着我过来看看。宋金钊看了一眼陶罐，里面装的是素熬成的粗粥。阿爷阿婆不用担心，家里暂时什么也不缺，启明和诗雪都很懂事能干。宋老太点头，出门早点回来，不该买的东西不要买，田里的粮食还没收，可千万不能大手大脚。今天我在家里给你守着，也教教诗雪怎么带孩子，你放心出门。谢谢阿婆。宋金钊话音落下后思索一瞬，招手让宋启明过来。启明是男子汉，记得要保护好弟弟妹妹哦。宋启明用力点头。宋家村离西宁城很近，走路只需要1个时辰便可到达了。他打听到西宁城内一共有4家医馆药铺，便朝着医术最好的何家医馆找过去。走进医馆，姑娘要买什么药？可有方子？药童见来人是10几岁的姑娘，态度十分温和。哦，我不是来买药的，你们这儿招不招药童啊？我略懂一些医药，想寻一位医术高明的大夫拜师。姑娘莫不是在开玩笑？天底下哪有女子学医的？病人不分男女，医者自然也可以不分男女。
自古以来男主外女主内，女子就应该在家里相夫教子，更别说女人给男人看病了。你们医馆大夫难道从来不给女子看病？叶明，何事吵闹？一个留着长胡须的老者掀开布帘从里面走出来。师父，这位姑娘想拜您为师学习医术，徒儿说女子不能行医，她还不高兴了。哦，姑娘怎么会想到要学医呀？这位应该就是这医馆中的坐堂郎中了。小时候看过一本介绍药材的医书，从此便有了兴趣。如今家中突遭变故，就想着出来找份活养家糊口。何大夫了然颔首，变故想必是家中父母双亡，否则不会不阻拦。养家糊口说明还有年幼的兄弟姐妹需要养活，也是可怜呐。只是姑娘，医者收徒需要跟在身边学习数十年，且同吃同住，回不了家。你一个女子实在是不方便呢。想必你家中还有亲人需要照顾，当学徒没有工钱，养不了家，也糊不了口。老夫收徒要求8、9岁最是，你的年龄也不合适。第二家医馆门口，伙计挥手驱赶宋金钊。出去出去出去，这世上就没有女子给人看病的。第三家，只能白天待在铺里，就没见过求人拜师还要求这么多。你要是能当大夫，我怕不是能当太医了。最后一家药安堂，一个姑娘整天在外面抛头露面，我们药安堂的名声宝贵得很，从来不招女子。宋金钊站在大街上，脚边刚被人泼过水。刘烈父稍等，我去叫我们掌柜。宋金钊看向声音传过来的方向，是一家名叫石有记酒楼。站在门口的男人一只手抓着2只野鸡，另一只手拎着一只灰毛兔子。人被带进酒楼，等出来时已经2手空空，只看到他谨慎地将沉甸甸的钱袋放进衣领里。宋金钊转右眼珠走进酒楼。客官吃点什么？小二，你们这里收野物吗？伙计低头，见他2手空空，也没有东西要卖。当然收，姑娘家里有野物要卖。哦，我阿爹明日要上山，以前都是猎了自家吃，现在想卖。就是不知道你们这里都收哪些野物？野鸡野兔，不过这些价格便宜。去年有人猎到1头雄鹿，卖了足足70两银子，只要是能吃，我们酒楼都要。从酒楼出来后，他先去粮铺买了5斤大米，接着去布庄挑了一匹柔软的棉布。买好东西后，火速出城往家赶。阿姐回来了！听到脚步声，兄妹2人高兴地跑出来迎接。宋老太见他回来，就开始夸赞：你娘把师雪教的既能干又聪明，安好在她手上特别乖。宋诗雪仰着头，双眼亮晶晶地望着宋金钊。诗雪真厉害。小姑娘听到长姐夸赞，咧开嘴角，心里乐开了花了。下午叮嘱好弟妹，宋金钊便背上竹篓，拿起斧头往山上走。宋金钊用斧头将细竹砍断，从中间劈成2半，一半做弓，一半做箭，将麻绳搓细了做弦，一把简易的弓箭便做好了。草丛中猛然炸开一声嘎吱，声音短促而尖锐，一只野鸡受惊从草丛里飞出来。宋金钊迅速地抬弓搭箭，竹箭飞出去射中野鸡，野鸡掉在地上没死，瘸着爪子想要逃跑。宋金钊跑过去将野鸡捉住，自己基地护卫队神枪手的威名那不是假的，百发百中，从来就没掉过10环。1个半时辰后，竹篓里满满当当的装着2只山鸡和3只野兔。这个时间已经来不及去城里了，他打算明天赶早去酒楼卖。回到家，望着从竹篓里拿出来的山鸡和野兔，宋启明和宋诗雪呆呆愣愣地站在原地。哥哥，是肉！
阿姐，这些都是你抓的？家里已经好几个月没吃过肉了，就连鸡蛋都没尝过。对，阿姐决定以后上山打猎养你们。宋金钊走到水缸前想要洗手，发现原本只剩缸底一点水的水缸现在是满的。你们去水井打水了？我哥失血提不动，是大伯挑的水。二伯没来？没有。厨房里，宋诗雪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用手触碰毛茸茸的兔耳朵，好软。宋金钊见两个孩子一边看猎物一边咽口水，犹豫几瞬后说道：等7日校期过去，阿姐烧兔肉给你们吃。阿姐把他们拿去城里卖钱吧。弟弟身体不好，以后要吃好多药。我和妹妹不喜欢吃肉。对，不喜欢吃肉。阿姐抓兔子很厉害的，以后家里不缺肉吃。啊，真的吗？那当然了，否则怎么能一上山就抓住这么多？隔天一早，宋金钊背着竹篓里的野鸡野兔往西宁城赶。伙计看到宋金钊背着竹篓进来，觉得眼熟。大哥，一共2只山鸡，3只野兔，都还活着呢。麻烦您问问掌柜，能卖多少钱？姑娘稍等片刻，我去喊掌柜。没等一会儿，伙计领着一个穿深绿色缎袍、年纪大概在40岁左右的男人从后厨走出来。野鸡70文一只，野兔呢100文一只，这2只白兔可以多给10文钱。多谢掌柜。姑娘，之后若是还有猎物要卖，可全部送过来。只要价格合适，我肯定先卖给您。刚进院门，宋金钊就听到了婴儿的哭声，他连忙放下竹篓跑进屋，看到宋诗雪正满头大汗地抱着宋安好在哄。宋启明围在旁边急得团团转。阿姐，不知道怎么回事，弟弟一直哭，怎么都哄不好。半个时辰前才喂过米汤，尿布也是干的。宋金钊将孩子接过来检查，肚子微凸，是腹胀了，慢慢地用手去顺。宋诗雪见弟弟在长姐手里慢慢停止哭泣，松口气的同时又很自责，是自己做的不够好，弟弟才会一直哭。没事儿，就是米糊在肚子里消化不了，他胀着难受。那怎么办？要是有母乳就好了。土蛋的阿娘1个月前刚给他生了一个妹妹，他家肯定有奶。宋金钊眼睛一亮，立刻站起来。土蛋家在哪儿？近吗？就在阿爷家往前走一小会儿。宋金钊将孩子放在床上，叮嘱宋诗雪守着，拿起钱袋子让宋启明带路。刚走到院门口，就看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坐在院子里编竹片。土蛋阿爷，土蛋阿娘在家吗？是金钊丫头呀，快坐。说话的妇人从厨房走出来，背上用布条绑着孩子。阿婶儿，我今天过来是想买您的奶水给我二弟喝。土蛋阿娘嘴唇张大，能塞下一颗鹌鹑蛋。白天要喝奶的时候，我让诗雪把我弟抱过来，晚上不喝，一天给您2文钱，您看行不？哎呀，就几口奶不需要钱，你们直接把孩子抱过来。也是可怜呢，一出生就没了娘，一口奶都没吃过，还是个早产儿，身体不好。宋金钊从钱袋子里拿出了10个铜板，推到桌上。不是偶尔1-2次，这一天4、5回，要是不给钱，哪好意思抱过来呢？我先付5日，您看行不行？行，你们尽管抱过来。将喂奶的事情处理好之后，宋金钊再次背着竹篓上山打猎。下午回到家时，水缸已经被宋大郎挑满了，把昨天买的布料拿出来裁剪。自己不会做衣服，但原主会呀。按照记忆里做衣服的方法，将布料裁好后开始缝。听说今朝去宋春家买母乳给老幺喝，一天给2文钱。我担心他们手上的银钱撑不了多久。夏日闷热，
宋老爹正坐在屋檐下用芭蕉扇扇风乘凉呢。等过些日子，地里的庄稼收了，今朝他们吃不了那么多，肯定要卖掉一些。今年的粮税可以免除3担，也能多出不少银子。生撑到明年秋收，应该没问题。正在缝衣服的宋老太太心情变得低落。与宋金钊家隔着2户人家的宋蜡黄家，此刻正借着月光在屋内吵闹呢。现在不去要，等他们把钱花光了，1文钱都要不回来。三郎和他媳妇才死2天，现在上门要债和逼死几个孩子有什么区别呀？这村里人要是知道了，该怎么看我们呢？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要是不上门去要，时间长了他不认怎么办呀？有欠条怎么会赖账？等秋收后你再上门，现在绝对不行。看着宋金钊连续几天早上都进城，宋蜡黄媳妇逐渐是坐不住了，再次提起上门要债的事情。钱可以秋收之后再还，但必须上门提醒金钊，要不然他不清楚每天进城花钱。上门提醒也行，你态度好些，别逼着他们还。宋老爹还活着呢，几个孩子要是真还不起，他们肯定不会见死不救。都要把孩子过继冲洗卖钱了，还能有多少情分？宋蜡黄哑然，连续几天上山，宋金钊或多或少次次没空过手。7天校期过去，今天他特意从城里杂货铺买了香料回来做红烧鸡，天天野菜冬瓜，自己早就馋肉了。正要烧水拔毛，蜡黄媳妇儿手上拿着把菠菜就进来了。婶子怎么来了？家里菠菜刚长出来，摘点送过来给你们尝尝。谢谢婶子。宋启明听到长姐应下后，拿起篮子上前把菠菜接过来。谢谢阿婶。金钊你阿娘去世的时候有没有交代过什么呀？我阿娘生产的时候，我中了蛇毒还没醒，醒来之后，阿娘已经去世了。宋蜡黄媳妇心一沉，果然是这样。她从怀里掏出借条。是这样，几个月前你阿娘朝我家借了2两银子，婶子今天过来不是来找你要钱的，只是想让你知道有这件事儿，别忘记了。宋金钊接过借条。婶子，我阿娘走得急，没来得及交代，我这就把银子还给您。见他转身就要进屋，蜡黄媳妇儿连忙阻止。不用，婶子今天过来只是告诉你这件事，钱可以等秋收之后再还。这2天我上山打猎赚了些银钱，之前不知道家里欠了债，现在知道了肯定得还，这一直背着，我心里也不安稳。看到他真的进屋拿钱，蜡黄媳妇儿看一眼盆里的野鸡，抬头将信将疑地问宋启明：这野鸡是你阿姐自己捉的？对，阿姐说校期过了要烧鸡给我们吃，本来是要送到城里一起卖掉的。宋金钊拿着1两银子和10串铜钱走出来。婶子您数数，看钱对不对？不用数，婶子相信你。山上的野物不好捉，身上有危险，还是少去为好。宋金钊将借条接过，塞进口袋里。小时候刀疤叔教过我打猎，阿娘说山里危险，一直不让我去。可现在家里这个情况，也没有别的法子了。蜡黄媳妇颔首，怪不得要独自养活弟弟妹妹呢，原来是有本事在身上的。等他离开后，宋启明担忧地问道：阿姐，家里是不是又没钱了？还有700多文，阿姐明日一早就进山，争取多抓一些猎物。幸好这几天卖猎物赚了1两多，要不然都还不起债。宋蜡黄回到家后，他媳妇儿立刻就把事情告诉了他。是我误会金钊了，这孩子挺厉害的。野鸡刚下锅，宋老爹就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听说你每天上山打猎去城里卖？宋金钊点头，
宋老爹见村里人说的是真的，立刻就急了：以后不准去，山上多危险！你要是出了事，我100年后都没脸去阴曹地府见你阿爹。阿爷您放心，我就在外面转悠，遇不着危险。家里又不是没有粮食吃，等秋收后多余的还能拉到城里卖钱，省着点你们姐弟4个吃到明年肯定够。宋金钊往锅里加水，盖上锅盖，目光对上宋老爹的眼睛：阿爷，我不想让启明他们每天省着吃饭，半夜肚子饿得咕咕响，只能忍着。我也不想一套衣服穿好几年，全是补丁了还要补。我更不想以后生病连医药费也拿不出来。安好身体不好，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的是。要是只守着1亩3分地，以后真到了看病花钱的时候，你让我眼睁睁看他病死。我想要过好日子，而不是每天吃糠咽菜，整天为了银钱发愁。宋老爹呆愣在原地，很想说谁家日子不是这么过的。宋老爹心情沉重地闭上眼睛，又睁开。山里危险，以前不是没人被野兽咬死。深山千万不要进去，就在外面转悠，万事一定要小心。宋金钊见他听进去妥协了，用力点头让他放心。一只4斤重的野鸡烧出来满满2大盘，厨房里满是红烧鸡的香味儿。启明，来，把这碗鸡送去大伯家里。宋启明端着碗跑进老屋院门时，宋大婶正端着一盘野菜放到饭桌上。大伯娘，这是阿姐让我送过来给你们吃的。宋老爹和宋老太从屋子里走出来，看着满满一碗红烧鸡，宋老爹连忙把碗捧起来，让宋启明端回去。拿回去，阿爷不缺肉吃，你们顾好自己。宋启明举起手躲开了。家里还有好多够我们自己吃的了，我先走了。看着孙子快速逃走的背影，宋老爹这心里头又酸又涩。房门口，宋二婶冷眼瞧着宋启明手上空空，小跑着经过自家门口，重重地将院门给关上。只送给大房，他只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哎呀，爹娘在大哥家。哼，坐在同一张饭桌上，大哥大嫂怎么可能不吃？说到底还是我们吃亏，23两银子就这样没了，什么都没捞着。这件事以后不要再提，村里人的闲言闲语你又不是没听见，都在说我和大哥无情无义，连爹娘都被骂了。我们没得吃也就罢了，你也不想想你儿子已经有多久没吃过肉，瘦的衣服都大了。二房夫妇一共生了2个女儿1个儿子，大女儿宋来娣今年9岁，二女儿宋盼娣8岁，小儿子宋耀祖只有7岁。没分家之前，家里没钱出不起聘礼，宋三郎娶妻没给聘礼，所以他年纪最小，反而成家最早。宋金钊出生早，是3房的长女，也是宋家9个孩子中年龄最大的。宋耀祖眼巴巴地撒娇道：爹，我想吃肉。耀祖，你去找启明玩。宋耀祖马上端着碗跑出门。阿昭姐，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坐在饭桌旁边的3人扭头看去，端着碗的宋耀祖着急忙慌地跑进来，视线直直地看向饭桌，目的性很强。他看到盘子里还有2块鸡，喉咙滚动，手中的碗已经搭上桌沿了。阿昭姐，我想吃鸡。孙金钊猜到人是谁派来的，夹起一块鸡腿肉放进了宋耀祖的碗里，剩下一块夹给了宋诗雪。吃吧。宋耀祖没嫌少，大口将鸡肉吃掉，没过瘾，盯着空碗。阿昭姐，没有了吗？全都吃完了。阿昭姐，我阿娘说你给大伯家送了肉，为什么我家没有啊？这些天大伯一直帮我们家挑水，阿爷阿婆又住大伯家里，我送肉过去，既是孝顺，也是感谢他们帮我挑水。
你想吃肉，应该找你爹娘，让他们买。宋二婶儿蹲在门口张望，看到儿子回来，碗里是空的，皱眉问道：“没吃到鸡？”“吃到了。”宋二婶儿抢过碗闻了闻，的确有红烧鸡的香味儿。“怎么不装一碗回来给我和你阿爹吃啊？”“我过去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快吃完了，我就吃到一块肉。”“饿死鬼投胎！一整只鸡一顿就吃光了，也不怕撑死。”“阿娘，我还想吃肉，你明天去买。”宋二婶儿眼珠子瞪得像牛眼一样大。“买肉不要银子呀，家里哪有钱呐？”“你声音小点儿，要是被人听到，还以为我们惦记小辈儿的东西呢。”宋二婶儿气呼呼地转过身，对着厨房，眼白因怒意而泛红。“宋金钊能抓野鸡给家里吃，你们两个就晓得吃白饭，一点都不知道为爹娘分忧。”厨房里，宋来弟和宋盼弟的肩膀紧紧贴在一起，两人一声不吭，嘴巴闭得紧紧的，仿佛早已习惯平白无故的被骂了。一早上山的宋金钊在抓到一只野鸡后，小半个时辰没再看见其他猎物的身影。连续多日在外围打猎，就连小松鼠看见他都避之不及，害怕下一秒丢了小命。试着朝里走，穿过一条小溪，头顶的大树矮了许多，藤条在树干上互相缠绕，地上的泥土湿度变大，鼻尖的水汽味越来越重，四周阴森森的。宋金钊转身打算原路返回，余光扫过右侧，一朵菌菇映入眼帘。走近了俯身查看，是一朵全开伞的鸡枞菌，伞面有半个手掌大。不远处一朵朵小巧可爱的鸡枞菌站立在泥土里，每种菌菇采上一些。宋金钊背着满满一竹篓蘑菇下山，李掌柜的看着竹筐里的菌菇，让宋金钊倒出来，发现里面竟然没有毒蘑菇。“宋姑娘能识的蘑菇有没有毒？”“小时候经常吃，所以认得。”李掌柜颔首，压下嘴角的笑意。“这些蘑菇我们酒楼都收。”他指着鸡枞菌和干巴菌说道：“这两种每斤20文钱，剩下的每斤10文。若是晒干，价格翻2倍。”“不知酒楼每日能收多少斤？”“新鲜的一竹篓足矣，若是干的，越多越好。但你得保证采的蘑菇没有毒。”“掌柜放心，没吃过不认识的我也不会采。”伙计望着宋金钊的背影，疑惑地侧过身。“掌柜，收干蘑菇干嘛？”“现在运河通了，这些干蘑菇能通过水路快速运往南方。公家以前找人采蘑菇，不是被毒虫蛇蚁咬了，就是遇到野兽。后来只敢在农户手里收一些零碎的，剁成菜在酒楼里卖，成不了气候。宋姑娘的阿爹是猎户，整日在山林里钻，这门生意或许能做起来。”院子里，宋启明蹲在地上，用稻草清理蘑菇根部的泥土。“阿姐，我明天和你一起去山上采蘑菇卖钱。”“石雪一个人照顾安好，我不放心。”宋启明目光朝右侧地去，宋诗雪朝他眨眨眼，接着便说道：“阿姐，二弟很乖，我一个人就可以照顾，你就让哥哥跟着一起去吧，多采点就能多卖钱。”“我是男子汉，要帮阿姐一起养活弟弟妹妹。阿姐，你就让我跟着去吧，好不好？”“好，明日你跟我一起上山。”黄昏时，宋金钊把从山上采的艾叶、苍竹和菖蒲研磨成末，再往里加雄黄粉制作成香囊，交给宋启明。“明天上山的时候挂在腰间，蛇纹虫蚁就不会靠近，否则会咬你一身包的。”宋启明好奇地盯着手里的香囊。“啊，阿姐怎么会知道这些啊？”“哦，小时候跟阿爹阿娘去城里的时候，在书铺看到一本介绍药材的书，从书上面学的。”“啊，阿姐真厉害，不像我和诗雪，阿娘嫌我们笨，从来都不教我们识字，
你和诗雪一点也不笨，是因为家里没钱，买不起笔墨纸砚，所以阿娘才没教你们。你要是想学，等过段时间，阿姐去城里买书，回来教你们。宋启明刚要展开笑颜，下一秒又摇头拒绝。买书要花好多的钱，我还是不学了。阿姐教你花不了多少银钱，必须得学，否则会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以后被人坑了怎么办？那我明天多采点蘑菇，把买书的钱挣回来。带宋启明一起上山，脚程变慢许多。太阳都要到头顶了，两人才抵达昨日发现姬宗俊的地方。宋金钊认真叮嘱：就在旁边采，不要走远了，山上全是树，容易迷路。宋启明听话的点点头，看着满地的蘑菇，迫不及待地开始弯腰采。宋金钊背起竹篓，将装满蘑菇的麻袋提在手上。走，回家。走出矮树林，两人深呼吸一口气。宋启明敏锐地发现这不是他们上山的路，眨眨眼没出声，选择跟上。1刻钟之后，宋金钊在地上发现了野兔的粪便，周围的脚印杂乱无章。阿姐要在这里挖一个陷阱，你把竹篓放下，在一旁休息一会儿。天采完蘑菇下山，宋启明远远瞧见用来遮掩陷阱的树叶散落在四周，黑漆漆的洞口露了出来。他连忙跑过去查看，一只白色的小山羊蜷缩在坑底。阿姐，是一只小山羊。阿姐，我们真的要把它杀了吗？宋金钊侧头看一眼羊腿上的伤口，一点擦伤，能活。先不杀，养起来，等长大再杀。将陷阱重新伪装好之后，宋启明满心欢喜地抱起小羊崽回家。两人回到家，在院子里忙活。没过多久，就看见宋诗雪抱着宋安好回来，旁边还跟着土蛋的阿娘。金钊，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宋金钊起身将人请进屋子。土蛋阿娘在凳子上坐立不安，甚至不敢直视宋金钊的眼睛。婶子有话可以直说。赵老爷从隔壁村过继了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想请我去他家当乳娘。我明日就要去赵家上工了，你弟弟我就喂不了了。赵老爷开的工钱实在是高，我不好拒绝。这是昨天你让诗雪带给我的10文钱。站在门外的宋启明将手里的仙草扔在地上，冲进来朝土蛋阿娘大声控诉：阿婶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宋金钊将桌上的铜板收走8文，剩下2文还回去。这是今日的奶钱，我们银货两起，婶子也不用觉得亏欠。这些天多谢您帮忙为安好。他终究没有收下那2文钱，临走时扔下一句：隔壁村肯定有刚生产的妇人，你们可以问问赵老爷的孩子是从哪家过继的，他家阿娘肯定有母乳。听见声音，宋金钊走进里屋，一眼瞧见宋安好正躺在床上蹬腿儿，嘴巴笑成爱心状，可爱的要化了。院子里小山羊细弱的喵叫声连续不断，好似在呼唤什么。幼崽掉进陷阱，母山羊一定还没走远，没有母乳，那就喝羊奶。老屋院子里的宋老爹正在清理农具，抬头就瞧见宋金钊走进来。阿爷，我晚上要进山，启明诗雪年纪小，我担心他们夜里害怕，想让阿婆到我家住一晚。天黑上山最危险，你去干嘛呀？屋内宋大婶停下手里的活，竖起耳朵。赵老爷请土蛋阿娘去府里当乳娘，安好以后就没有奶喝了。今天有只小山羊掉进我挖的陷阱里，我想把母山羊抓回来，挤羊奶给安好喝。等天亮再上山抓，不急于一晚上。再过一晚上，我怕他走远找不到。哎呀，天黑你一个人上山我不放心，让你大伯陪你一起去。不用，附近我很熟，不会有危险。宋老爹坚持不同意，扭头就喊大儿子出来。宋大郎慢悠悠地从屋子里走出来，眼神游移不定。爹，天黑山里全是豺狼虎豹，太危险了。没出息，金钊都不怕，你怕什么？赶紧去。宋大郎无奈去柴房拿刀，
回来时注意到宋金钊两手空空。你不带武器？宋金钊见他不情不愿，脚步松散，真遇到危险，怕不是个拖油瓶子。他扭头看向宋老爹，发现他此刻的眼神如百年深潭，沉淀了太多的光阴了。意识到此事没有回转的余地，宋金钊只好点头答应带上宋大郎。才上山，他就开始打退堂鼓了。大侄女，这里阴森森的，我们还是回去吧。宋金钊转身看他，大伯，安静点，别说话，声音在晚上太明显，会把野兽吸引过来。来到白天设置的陷阱旁，宋金钊俯身，右脸贴在地面上，寻找母羊的脚印儿。沿着脚印儿离开的方向，宋金钊一步步地朝深山走去。宋大郎握紧了手里的柴刀，逼不得已跟上去。不远处传来肉体碰撞发出的闷哼声，伴随着嘶哑的呜咽声，好似嘴里含着什么东西不愿意放开。宋金钊眼底闪过一抹暗色，握紧斧头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急速跑去，可千万别是自己想的那样啊！金钊，金钊！快速穿过树林，一片长满野草和灌木丛的坡地映入眼帘。骤然出现的火光令正在撕咬猎物的花豹松了嘴，凶狠的眼神直挺挺地朝宋金钊射过来，像是要吃了他。健硕的母羊趁机用头猛撞过去，想让花豹将嘴里的小山羊吐出来。花豹身体扭转90度，松嘴一口咬上母羊的脖子。倒在地上的山羊幼崽一动不动，不知是死是活。担心母山羊被咬死，宋金钊拎着斧头冲上去。宋大郎后脚赶到，拉都没拉住。他面色发白，惊恐地望着满嘴是血的花豹，柴刀砰的一声掉在地上，两腿发软，瘫倒在地。花豹看见宋金钊冲上来攻击自己，后腿一蹬，用力地朝他扑过来。宋金钊仰面倒下，后脚跟在地上划出了一道笔直的沟壑，举起斧头横着劈进了花豹的腹部，顺滑地割出了一道1米长的口子。宋金钊转身看向母羊，宋大郎见花豹被宋金钊杀死，才敢从地上爬起来。母羊发出凄惨的哀鸣。宋金钊毫不费力地将母羊的4个蹄子抓在手里，捡起地上花豹的尸体扛在右肩，眼神示意宋大郎去捡小山羊的尸体。宋大郎满头大汗地跟在他屁股后面，感觉自己刚才死过一回又复活了。宋老太听见屋外有声音，起床走到门口，发现是有人在拍打院门。谁呀？娘，是我和金钊。宋老太把院门打开，惊恐地往后倒退了2步，被吓得嗓子发不出声音来。宋金钊浑身是血，扛在肩上的花豹血肉模糊，好似看见了凶杀现场，令人不寒而栗。宋金钊将母羊放进羊圈里，宋老太才回过神儿。这是你们杀的？不是我，是金钊杀的。哎呦，我去烧水给你们洗一洗。收拾好一切回到老屋，宋大郎仰头倒在床上，宋金钊斩杀花豹的画面在他脑子里迟迟消散不掉。被吵醒的宋大婶问道：抓到母羊了？何止一头母羊啊！金钊还杀了一头豹子，足有1丈长，那豹腿比我脑袋还粗呢，一斧头就被他砍死了。那豹子尸体就在三郎家院子里呢，不信你明天自己去看。宋大婶天没亮就兴冲冲地跑到了宋金钊家，没在院子里看见花豹。宋启明捧着陶盆走到水缸边淘米，隐约看见一个人在院子里头转悠，下意识地出声喊道：谁在那里啊？是我，大伯娘你都不认识了？对不起啊，大伯娘，天太黑了，我没有看清楚。你阿姐呢？阿姐怕豹子肉坏掉，天没亮就去城里了。石有记伙计起早刚开门。大哥，掌柜在吗？在，掌柜还没起，我现在就去叫。伙计侧身就要进去喊人，却因为太紧张导致双腿顺拐，被门槛绊了一跤。他捂着冒血的鼻子踉踉跄跄地爬起来。
一个10几岁的姑娘怎么敢扛，怎么能扛呢？这可是花豹啊，会吃人的。被叫醒的李掌柜太阳穴发胀，烦躁地朝门口大吼：一大清早喊什么喊的，滚！伙计没走，双手做出喇叭状，声音变得更大了。掌柜，宋姑娘背来一头花豹要卖，就在楼下等你。什么豹子？房门被人用力地从里面打开，对上伙计激动的双眼，他胸口一震，将人推开，噔噔噔地快速下楼。看到放在酒楼门口的豹子，李掌柜脸上笑开了花，忙让宋金钊抬去后院。半夜杀的，死了不到3个时辰。李掌柜颔首满意，吩咐伙计去拿杆秤。157斤。李掌柜拿起算盘，手指快速地在珠串上飞动。豹子肉没多少人吃，每斤我给30文钱，一共是4两710文，加上皮毛和头颅，我愿意出30两银子，再加5两银子。这张皮这么完整，肯定有人愿意出大价钱。李掌柜见他眼神坚定，回手瞥向地上巨大的豹身，咬咬牙：哎呀，再加3两，一共33两。称重的时候我都没有去掉毛皮的重量。行，就33两。李掌柜眉头舒展，笑意染上面颊，麻溜地转身去拿钱。宋金钊将银子放进钱袋收好。这2天采的蘑菇都在家里晒，过几天我一并拿过来。真的？大概多少斤呢？现在只有100多斤，过2天应该会更多。李掌柜眉开眼笑，自己算是赌对了，得赶紧告诉东家。伙计满眼羡慕地望着宋金钊大步流星离开的背影。李掌柜转身吩咐：去大师傅家里把人叫过来，得赶紧把豹子皮剥了。这姑娘力气这么大，她阿爹一定更厉害。李掌柜脚步微顿，回想起几次见宋金钊他的穿衣打扮，很明显家里穷。难道这些猎物都是他打的？怎么可能？她是个姑娘。李掌柜一脚踹出去。你还好意思说？你连个姑娘都比不上。走出酒楼，宋金钊望着大街上稀疏的人影，他掉头往西宁城最热闹的中心街道走去。幸运的是，他找到布庄的时候，正巧看见伙计把门板拆下来往里面搬。昨天半夜从宋老太嘴里知道宋金钊杀了一只花豹，吃早饭的时候从大儿媳的嘴里听到宋金钊一早去了西宁城。宋老爹也没心情去河边砍柴了，他守在村后不停地前后转悠，有很多细节想要知道。不知等了多久，远远瞧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拎着大包小包出现在路口转弯处。宋老爹立刻从树墩上起身，脚步轻快地迎上去，见东西多便要伸手帮忙。重不重啊？把东西给我。宋老爹接过大孙女递过来的包袱，边走边问：卖的顺不顺利啊？有没有人为难你啊？卖给了石有基的掌柜，他开的价钱很公道，我之前猎到的山鸡和野兔都是他收的。宋老爹放心了。卖了多少银子？家里钱还缺不缺？加上皮毛和豹子头，一共卖了33两。把钱收好，该花的不用省，但不该花的可千万得省。将人送到家后，宋老爹站在用竹子搭建的羊圈旁，看了好半天才离开。宋启明和宋诗雪望着一桌子新布料，那眼睛瞪得溜圆。家里从来没有买过这么多布，颜色还这么好看，他们从来都没穿过。阿姐，我一定快点把衣服都做好。不着急，阿姐陪你一起做。阿姐，今天还上山采蘑菇吗？有钱真好，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今天不上山，阿姐要在家里教你们怎么挤羊奶。不用太用力，否则会捏疼母羊，她就会用蹄子踢你们。宋启明和宋诗雪听话的点头，把话记在心里。捏了一会儿之后，宋金钊让他们2个轮流上手。
洗出来之后不能直接喝，要先煮开了，加入和羊奶一样多的温水煮沸，然后放凉变温才能喂。但记得不能一直喝羊奶，米汤也要交替喂，要不然肚子消化不了。宋诗雪像看星星一样的看着宋金钊。阿姐好厉害，什么都懂。诗雪把阿姐说的全部记住，以后也会变得和我一样厉害。临近午时，宋金钊把死掉的小山羊拿到河边清洗干净，斩下一半，路过老屋时送给大房。宋永年和宋巧娘看见宋金钊进来，阿昭姐，你阿爹和阿爷阿婆他们呢？阿爹阿爷他们去田里给稻子浇水了。宋金钊神情停滞，自己穿过来后，家里的10亩田还没去看过，不知道里面种的庄稼长得怎么样了。宋老爹回到家时，发现2个孩子堵在厨房门口，不知道在看什么。怎么了？肚子饿了？阿昭姐刚刚送了羊肉过来，说是给阿爹的。宋大郎眉头上扬，立刻闯进厨房。这是昨天晚上我和金钊去山上捉的，阿爹厉不厉害？宋老爹冷哼了一声，哼，你要是真能抓到，下午就上山再抓一只回来。这不是已经有肉了吗？用盐腌起来能吃好几个月呢，不用上山。在场3个成年人抿嘴无语，懒得再瞧他。宋二婶想去老屋薅个南瓜，结果发现他们在吃肉，回到家当场摔了篮子，冲宋二郎发脾气。今朝一定又给老吴送肉了。我去老三家看看。我也去。刚走到门口，2人就闻到了烤羊肉的香味儿，2人的脸色更黑了。进门后，宋二婶看到3个孩子围着烤全羊坐在一起，心中很是不平。她掐着嗓子高声喊：哎呦喂，捉到羊也不知道送点给你们二伯尝尝，就知道自己躲着吃独食。宋金钊毫不客气地反驳：家里的肉不够我和启明、诗雪3个人吃，实在挪不出多余的送给二伯。那是大伯应得的，昨天半夜上山抓羊，大伯和我一起去的，我怎好不分给他？你们好端端的晚上上山干嘛呀？多危险呐！宋启明抢在宋金钊的面前解释道：弟弟没有奶喝，阿姐没办法才要抓母羊回来给弟弟喂羊奶。此时院子角落里的小羊正好喵叫了一声。宋二婶眼睛一亮，几步跑过去，指着小山羊说：这不还有一只小的吗？宋启明瞳孔放大，急了，他火速跑到小山羊前面，阻止宋二婶靠近。他还小，要等他长大后才能吃。那日在老屋，二伯和二婶嫌我和弟弟妹妹们是累赘，宁愿过继冲喜嫁出去，都不愿给口饭吃。这些天也从未上门看过我们，更别说帮忙。没想到今天第一次上门，就是来要东西的。哎呀，二伯不是这个意思，你二婶误以为你送肉给你大伯不给我们，所以才不高兴。就因为我和你二婶心里有你们，看到你偏心大哥，所以才会伤心嘛。大伯天天帮我们挑水，我不偏心他偏心谁？二伯说你心里有我们，怎么从没上门问过我们有没有粮食吃？几个弟弟妹妹过得好不好？脸都没露过，怕不是早把我们几个侄子侄女儿给忘干净了。宋二郎夫妇被堵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尴尬地站在原地，想马上走。阿昭姐，宋耀祖出现在院门后面，一双眼睛闪着小灯泡。阿昭姐，能不能给我吃一点啊？那天回去我叫阿娘买肉，她说没钱，还把我骂了一顿。割下一块半个拳头大小的羊腿肉，放到宋耀祖递来的碗里头。只能省出这一点给你，带回家吧，再多我们就不够吃了。我吃完再回去。宋二郎见状，牵住妻子的手，讪笑道：既然是误会，我跟你二婶就回去了。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随时来找我，二伯马上就过来。宋耀祖把碗里的肉吃掉后，舔了舔嘴唇。谢谢阿昭姐，
你做的烤羊肉真好吃，我先回去了。宋耀祖刚回到家，宋二婶一把揪住他的耳朵：“那么一大块肉，都不知道让我吃一口。你是我儿子，得孝顺我。”阿娘，等，我本来想再要一块回来给你吃的，谁知道阿昭姐会不给。哎呦，没想到宋金钊这么有本事，看来以后得和他们把关系处得好一点。宋二郎坐在一旁埋怨：“哎呀，大哥去挑水也不告诉我，害我被金钊冷嘲热讽。以前也不知道这丫头口齿这么伶俐呀。”大哥肯定是故意的，知道金钊有本事，就上赶着去给他帮忙，就是为了要肉。你明天也去挑水，等他下次猎到，趁机要点儿。哎，这接下来几天田里要浇水，我每天累得动弹不了。等田里浇完空下来，我再去给他挑。吃过饭后，宋金钊和宋启明去了田里，看见很多村民正在用木桶从河里挑水倒进田里。找到自家田，发现泥土有些干燥，可稻子还有不到1个月就能成熟收割了，现在还需要浇水吗？他有些摸不准，找到宋老爹询问。最近几天天气越来越热，老天爷不下雨，不浇水，影响收成。宋金钊沉默片刻后，转身带着宋启明回家拿水桶和扁担去了。他负责挑过来，宋启明负责把水倒进田里。头顶的太阳晒得人满头大汗，草帽能隔绝照到脸上的阳光，却隔绝不了热气。宋老爹望着姐弟二人片刻不停地忙活，心疼地朝宋大郎说道：“哎呀，动作快点，赶紧把家里的浇完去给金钊帮忙。”宋家3房的田地呀，都连在一块儿，有什么动静，另外2房立刻就能知道。另一边的宋二婶伸手捅了捅宋二郎的胳膊：“哎，爹和大哥去老三家帮忙的时候，你也去，别落了下风。”宋二郎苦着脸，腰酸的不行啊。哎呀，不用你催，爹到时候肯定会叫我。吃完早饭，跟我上山采蘑菇。不浇水了吗？不浇了，把时间耗在田里，还不如上山采蘑菇呢。少收就少收，不管了。宋启明点头，比起地里的粮食，他更心疼阿姐受伤。上午宋老爹浇水的时候，发现2人不在，心里咕咚一声，不会是嫌累不想干了吧？迟迟没看见人，宋老爹想问问怎么回事。中午进门后，你阿姐呢？阿姐和哥哥上山采蘑菇去了。哎，这么多蘑菇还不够吃啊！这些蘑菇要是送到城里去卖，阿姐说采蘑菇赚的钱比给田里浇水多，所以不浇水了。这也没多少，能卖几个钱呢？2竹筛顶多10斤重。宋诗雪把人带进房间，指着摆在角落里的4个麻袋说道：“里面装的全是蘑菇。”宋老爹走过去，解开麻袋上的绳子，打开后每个袋子里装的蘑菇种类都不一样，至少得有上百斤。这么多从哪里采的？想到宋金钊不在家，他决定晚上再过来一趟。下午，宋金钊2人满载而归。下山时还在陷阱里发现了一只灰毛野兔，足足有4斤重呢。宋老爹过来的时候，他正在做饭，院子里弥漫着麻辣兔丁的香味儿。山上外围的蘑菇没那么多，你是不是去山里面采了？阿爷，你放心，有我在不会有危险。不浇水，每亩得少收7、8斤粮食，7亩就是50多斤，能卖半两银子。这些蘑菇能卖多少钱呢？新鲜的每斤10文20文，晒干的更贵。我已经和酒楼掌柜说好了，我采多少他收多少。宋老爹震惊地瞪大了眼睛，脸上表情僵住了。1斤10文20文，这么贵的吗？宋金钊见宋老爹一直发呆不说话，这是被刺激了？阿爷，今天晚上你和阿婆来家里吃饭。宋老爹回过神，摇头拒绝。不用，我回家吃。宋金钊将他按坐在板凳上。下山的时候，陷阱里有只兔子，就在锅里烧着呢。
我们几个也吃不完，剩到明天吃就不新鲜了。他扭头对正在给宋安好换尿布的宋启明吩咐道：“去大伯家里把阿婆叫过来吃饭。”我马上就去。跑进院子时，宋老太正在和宋大婶一起洗菜呢。你怎么来了？你阿爷呢？阿爷在我家，阿姐让我过来叫阿婆去我家吃饭。宋启明搂住宋老太的胳膊，将她拖走。哎呀，阿婆，快走，饭马上就要做好了。宋老爹和宋老太看着碗里雪白的大米饭，愣了好半天都没敢下嘴。这么吃不得穷死啊！这粮食不是这么吃的呀。煮饭的时候可以往里面加一半粗素，不用全煮大米。用素煮饭太粗糙，容易饿嗓子。宋老爹将嘴里绵软的米饭咽下去。白米的价格是粗粒的2倍，过日子得节省。赚钱就是用来花的，启明他们现在正在长身体，就应该多吃些好的。阿爷，你们快吃啊，麻辣兔丁凉就不好吃了。宋金钊见2个老人不怎么吃肉，就一直给他们夹菜。结束的时候，二老的肚子吃得圆鼓鼓的。碗放下，宋金钊朝宋老爹说：“阿爷，我想在院子里挖一口井，村里有人能做吗？”好端端的挖井干什么呀？今天早上你大伯没过来给你们挑水啊？挑了，就是有些不够用。天气一热，一天需要洗2次澡，水缸里面的水中午用完了。我下午去村里的井里挑了2趟，觉得距离有些远，家里天天都要用水，还是在院子里挖一口比较方便。宋老太不高兴地开口：“一天洗1次澡就够了，用不着洗2次。中午睡觉不洗澡，身上全是汗，洗被褥更费劲。中午睡觉躺地上就行了。”他们全是这么干的。躺地上不舒服，院子里有水井，我放点肉也不怕坏，迟早都是要挖的。挖井需要找井匠，我们村没有。过2天我去隔壁村把人喊过来。宋金钊点头，转身从厨房端出一碗早就盛好的兔肉。大伯天天帮忙挑水，实在辛苦，我特意留了一小碗兔肉给他，阿婆带回去给永年他们分分。你刚才怎么不让启明把他们叫过来一起吃呢？昨天二伯和二伯娘来过，说我只送肉给老乌，说我偏心。宋启明从小房间里把头伸出来。二婶还骂我们吃独食呢，要把羊圈里的小羊给抢走。宋老爹走的时候脸是黑的，宋老太捧着碗骂骂咧咧：“肯定是二郎媳妇撺掇的，没娶她之前，二郎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回老屋呢，要路过宋二郎家，听到里面宋二婶正在骂宋来弟饭煮少了，宋老爹拦住了想要冲进去教训二儿媳妇的宋老太：“别去了，他护着自己小家也没错，闻到你一身肉味，还不知道会炒成什么样子。”宋老太看一眼手上的碗，恶狠狠地说：“反正没他们的份，想白吃肉，做梦。”隔天浇水的时候，他当着2个人的面说：“今朝和启明去山上采蘑菇卖钱，没时间浇水，你们动作快点，早点干完，一起把三郎家剩下的6亩田给浇了。”好。宋大郎没觉得有什么问题，果断应下了。宋二郎眉头抽抽，为难的小声抱怨：“是今朝自己都不浇。”他早就做好了要帮忙的准备了，可听到宋金钊自己都不挑，心里就变得有点不情愿了。宋老爹瞪眼，一想到他干的事儿，胸口就恼火：“那是你侄女，别说浇6亩地，浇60亩都不算多。你要是不浇，以后就别认我这个爹。”“哎呦，阿爹，我又没说不浇。”宋二婶挑水过来，不知道刚才发生了啥事儿。等回到家才知道，宋金钊不打算浇水，而是去山上采蘑菇去了。他睁大眼睛问道：“哎，你有没有问蘑菇能卖多少钱呢？”
蘑菇能卖多少钱？肯定是金钊嫌挑水累不想干。宋二婶沉默不语。连续上山5天，宋金钊望着堆在房间角落里的麻袋，再不拿走都没地方下脚了。明天不上山，我去城里把蘑菇卖了。这么多蘑菇怎么运到城里啊？可以用板车拖，阿爷家就有。我去借。天色昏暗，到了大伯家，看到院子里只有2个小孩，宋金钊眉头微皱。你们阿爹阿娘呢？他们和阿爷阿婆一起去田里浇水，还没有回来。你们待在家里不要乱跑，我叫他们回来。远远瞧见6个人影，宋金钊停下脚步，眯着眼睛仔细看，那个位置好像是自家的田。走近后，宋金钊确定了，他们就是给自家的稻田浇水呢。原本干涸的稻田，此刻是一汪春水，带着一丝清凉。阿爷，你们这是？宋老爹抬起胳膊，抹掉下巴上的汗珠子。你大伯二伯他们现在家里没事做，干脆帮你把地交来。耷拉着肩膀，满脸怨气的宋二郎撇撇嘴，还不是被逼的？大热天的，谁想干呢？剩下1亩，明天上午就能交完。你来这里干什么呀？明天我要去城里把蘑菇卖掉，想借家里板车用一下。板车就在家里呢，你晚上就拖回去吧。入城后，宋金钊直奔石油记酒楼，熟悉的伙计瞧见后连忙去叫掌柜的。东西这么多，肯定是掌柜想要的干蘑菇来了。掌柜的，宋姑娘来卖蘑菇了。李掌柜谨慎地抬起头看向前方，眼神中带着恭敬和谦卑。李子恩弯如柳叶般的眉眼飘向门外。是你说的宋姑娘？算时间，正好是今天来送蘑菇。本公子倒是要瞧瞧，她到底是怎样一位女子。那头花豹的皮毛如今就在李府榻上摆着呢，他怎么也不相信猎到他的是一位14岁的姑娘。宋金钊将板车拖进后院卸货，正在招呼大厨验货的伙计双脚急刹，快速低下头，小声道：少爷。从身后走出来的李掌柜暂停脚步后立刻介绍道：宋姑娘，这是我家少爷，昨日刚从安阳府过来。厨子走过来俯身道：少爷，这些蘑菇已经检查完毕，没有问题。采蘑菇不易，宋姑娘辛苦了。贵酒楼给的价格很高，值得辛苦。过些天，关外的菌菇会越来越少，西宁城入冬早，冬季漫长。我想请宋姑娘带人去滇云采蘑菇，路上的费用我李家全包了。宋金钊诧异地看向他，带去的人无论采到多少蘑菇，宋姑娘都能分3成，这已经是我能开出的最高价钱。我不是嫌钱少，滇云距离西宁城太远，这一来一回加上采蘑菇的时间，2、3个月不能归家，我不放心家中弟妹。多谢李公子好意了。李子安蹙眉，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靠谱的，偏偏还不愿意。还请掌柜赶紧结算，今日家里有事，我得赶紧回去。李掌柜偷瞄了一眼李子恩，见对方点头，这才让厨子和伙计开始称重。12个麻袋一共542斤，蘑菇的价格不一样，分开算好，一共21两390文钱。拿到钱，宋金钊朝李子恩和李掌柜说：7日后我会再送一批过来，数量肯定没这回多，可能也是今年最后一批。宋姑娘真的不再考虑考虑，这么好的机会以后可就没了。能辨别蘑菇的人有很多，李公子可以试着去找别人，我实在不方便出远门。望着他离开的背影，李子恩神色莫名。派人跟上，看看他家在哪里。他不愿意，不代表他爹娘不愿意。休息1天不用带娃的宋诗雪看到宋金钊买了这么多东西回来，兴冲冲地跑出来迎接。阿姐，这些东西都是用卖蘑菇的钱买的吗？
宋金钊扬唇莞尔一笑，从怀里拿出钱袋递给宋诗雪。对，而且还剩好多钱。宋诗雪解开钱袋子，看见里面白花花的一堆银子，吃惊的张大嘴巴，惊喜极了。中午三人吃的是宋金钊从城里带回来的包子。吃完后，宋金钊将另外放置的15个肉包放进篮子里，交给宋启明。还记得每家送几个？宋启明点头，一边扳指头一边回答：大伯家4个人浇水，给10个；二伯家2个人浇水，给5个。还有，请他们晚上到家里来吃饭。启明记性真好，去吧。挑了一上午水，终于是把地浇完的宋二郎和宋二婶一回家就瘫倒在床上了。公公也太偏心了吧！凭什么金钊自己不干，却让我们干呢？收完粮食又不分我们。宋二婶闭着眼睛骂骂咧咧：你少说2句啊！干一样的活就因为你一直在抱怨，阿爹瞪了我好几次。宋二婶一屁股爬起，宋盼弟吓了一跳，手里装满水的茶碗晃动2下，差点洒了。茶都端不稳，我养你有什么用啊？宋来弟不顾宋二婶脸上生气的表情，大声说道：阿爹，茶来了。眼皮睁不开的宋二郎嗓子渴，浑身热乎乎的，需要降温，起身接过凉茶一饮而尽。出去吧，我和你阿娘需要休息，做好午饭再叫我们起来。阿爹阿娘好好休息，我们马上去做。两人刚闭上眼睛，正要睡着，宋耀祖一把推开门，咚咚咚的跑进来，大喊：阿爹阿娘，启明来了。他来干什么？阿昭姐让他过来送包子。躺在床上的两人就像鲤鱼打滚，扑腾着尾巴从床上爬起来，两眼放光的确认道：真的是包子啊！宋耀祖嘴馋的舔了舔嘴唇。哦，大姐已经去厨房拿碗了。宋二郎从房间跑出来的时候，宋启明正在把篮子里的肉包子往盘子里放，看到他们出来，扬声开口：二伯二伯娘，阿姐让我过来送包子，还让你们晚上带弟弟妹妹去我家吃饭。你阿姐上午去了城里？阿姐去城里卖了蘑菇，还买了好多菜回来，说晚上要请客。篮子里怎么还有那么多包子？是要送到你大伯家去的吗？哦，对。给他们的怎么多一些？大伯家有阿爷阿婆4个人帮忙，给10个包子。二伯母和二伯是2个人，所以给5个包子。宋二婶一听大房有10个，心里愈发不平。可是你大伯家只有6个人，我家有5个，不够吃。宋启明眨眨眼，阿姐就是这么说的呀。宋二郎眼疾手快的从篮子里多拿走了2个肉包子。晚上人多啊，记得让你阿姐多煮点饭。宋启明看着已经被宋二郎塞进嘴里的包子，嘴巴张张合合，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前往老屋的路上，他脑子里乱成一团浆糊，觉得有点委屈。这点小事自己都做不好，阿姐会不会觉得自己没用呢？心思不在路上的宋启明进门时差点被门槛给绊倒，身体左摇右晃，好不容易才站稳。正在洗衣服的宋大婶听到动静，抬起头：启明，大伯娘，阿姐让我过来送包子。从厨房走出来的宋老太掀开白布：怎么买这么多包子呀？哎呦，这得花多少钱呐？阿姐特意多买让我送过来，还让你们晚上去我家吃饭，二伯家也去。你阿姐花钱大手大脚，买这么多包子，还不如称半斤肉来的划算呢。宋大婶正要开口感谢，注意到宋启明泛红的眼尾，关心地问：眼睛怎么红了？是不是刚才进门的时候摔疼了？我用手撑住了，没摔倒。就是我出门的时候，阿姐装了15个包子，特意叮嘱过给大伯家10个，二伯家5个。
可我刚刚去二伯家的时候，二伯说他们吃不饱，就抢走了2个。我怕阿姐怪我没做好。刚从河边回来的宋老爹停在门口，心里头有火呀。站在旁边的宋大郎脸色也不好，连2个包子都要抢，二弟也太不像话了。宋老爹深吸一口气，感到无比丢脸。哎呀，小事儿，就当我阿爷和阿婆一人多给了你二伯1个。天热，赶紧回去，告诉你阿姐，田都已经浇完了，让她放心。石有记酒楼3楼上等房内，李掌柜手中的杯子滑落在地，眉头高高扬起，吃惊地盯着站在面前的伙计。你是说宋姑娘父母皆已去世？后厨伙计用力点头，心里对宋金钊既佩服又怜悯。小的一路尾随宋姑娘到了城外20里处的宋家村，在破旧的院子里看到3个孩子，其中1个尚在襁褓之中。小的打听一番之后才知道，宋姑娘的阿爹20多天前修建运河的时候被石头砸死了，他娘得知消息以后也早产去世了。据村子里的人说，宋姑娘的叔伯本来打算把她妹妹嫁出去，给同村的孩子冲喜，就连刚出生的幼弟都要过继给外人，是宋姑娘坚持不同意才没得逞。李子恩坐在上位沉默不语，他没想到宋金钊的家世会这么惨，难怪不愿意出远门呢。少爷，还要让他去电云吗？如此情况可以说是寸步难行了。罢了，如此境况，他根本不可能离家。正在为晚上请客备菜的宋金钊对石有记酒楼里发生的事情浑然不知。太阳刚开始下山，宋老太就带着宋大婶还有宋永年兄妹先过来了。两人走进厨房，看到地上有肉有鸡，撸袖子的手停顿了一下。宋老太把木盆里的五花肉拎起来，对着宋金钊说：这肉得有3斤重，搁半斤晚上吃，剩下的用盐腌起来，你们留着慢慢吃。阿婆，10几个人半斤肉，1人2口就没了，这是我特意买回来晚上做的。这也太多了，哪有人家一顿吃2、3斤肉的？这几天大家挑水浇田，累瘦了不少。这顿饭呢，是我的心意。如若招待不周，以后可没脸再请大伯二伯帮忙了。宋大婶满意的勾起嘴角，有大侄女这句话，他们这几天呢算是没白忙活。3人在厨房里忙活，小房间里，宋永年和宋巧娘捧着羊奶舍不得喝。宋诗雪满眼期待地望着2人。阿姐特意往里面加了蜂蜜，可甜啦。想到晚上来的孩子多，宋金钊特意煮了1锅羊奶。真羡慕安好，每天都能喝到这么好喝的羊奶，一点怪味都没有。安好喝的羊奶不能加蜂蜜，没味道，一点都不好喝。眼前多了2个陌生人，宋安好的眼珠子转得飞快，看谁都觉得稀奇。二房一家5口是跟着宋老爹和宋大郎一起过来的。宋二婶进门后直奔厨房，看到已经有好几道肉菜做好了，馋得直流口水呀。她假模假样的坐到灶台前往里加柴。哎呀，大嫂过来帮忙也不知道叫我一声，害得我都来晚了。端着盘子的宋老太冷哼一声：哼，你要是有心，就能想到今朝一个人会忙不过来，还好意思踩着饭点过来。还不是这几天挑水把我累坏了，一睡就是1下午，没注意到时辰。小小的厨房塞不下4个人，宋大婶也懒得跟妯娌掰扯，转身离开厨房，抱着宋安好在院子里头转悠。宋耀祖大口大口的喝羊奶，喝完后抬头问宋启明：还有吗？我还想喝一碗。还有，我去给你盛。在哪里啊？我自己去盛。宋诗雪指着隔壁房间：就在外面奶桌上。宋耀祖快速闪到隔壁，看到宋二郎手里端着砂锅，胡须上还沾着羊奶，惊呼道：阿爹，你怎么把羊奶全都喝完了？
你能喝，我当然也能喝呀。别说啊，怪甜的。宋来帝听到外面的说话声，立刻开始催促宋盼帝：“赶紧喝，喝快点！”宋盼帝捧起碗，飞快地将剩下的半碗羊奶喝完，像是生怕有人抢他的。宋耀祖气鼓鼓地回到房间，见他们二人碗里头空荡荡的，泄气地坐在凳子上。早知道啊，自己就应该喝得再快点儿。宋老爹在院子外面听见了这场闹剧，捂着脸指责宋二郎：“你一个大人，好意思和孩子抢喝呢？”“哎呦爹，本来就没剩几口。”靠近房间门口的宋启明咬紧嘴唇，眼神犹疑不定。二伯说谎，明明还剩下小半锅呢。摆好饭菜，宋老爹正准备说两句话，宋二婶的筷子就已经戳进了最大的那块红烧肉了。宋老太冷脸用筷子敲打他的手背：“没规矩，你公爹还没动筷呢，主人都还没讲话你就先吃了。”“哎呦，娘，我饿得肚子疼，再不吃菜就要凉了。”宋老爹面无表情地瞟了宋二郎一眼：“今朝为了这顿饭花了多少心思，你们也都看见了。以后别做点事儿就唧唧歪歪个不停，一家人就得相互帮衬，尤其是你们这些长辈。”宋二郎好奇地询问：“今朝卖蘑菇真的能赚钱？”“比在城里做苦力赚得多，一斤干蘑菇价格低的能卖20文钱，就是时间短，山里蘑菇到9月就不长了。”宋二婶眼帘微颤：“这么好的事情，你可不能忘记我们这些穷亲戚。下次上山把你二伯也带上。”宋老爹问道：“山里危险，你就不怕二郎出事？”“有今朝在，怕什么啊？真有危险，启明也不会上去。”宋启明把头从碗里抬起来：“有危险，我第一次上山的时候差点被毒蛇咬死了，还好阿姐在旁边一斧头把毒蛇的头给砍掉了。”“后山的蘑菇已经差不多采完了，明日我准备去北山，大伯二伯若想一起，一早可以过来，但我只有一个人，顾不上太多，危险肯定是有的。”“今朝说的对，你们得自己想好。”宋二婶欲言又止，她想要钱，可也不想自己男人出事儿啊。宋大郎和宋大婶对视了一眼，决定晚上回家商量。既然明天要采蘑菇，挖井的事得推迟2天，光有井匠还不够，还得有人帮忙挖。蘑菇再过几天就结束了，到时候再挖。厨房里，阿姐，明天真的要带大伯和二伯一起上山吗？你不想他们去？他们之前想把诗雪和安好送人。爹娘在世的时候，宁愿自己饿着，也要省下一口给我们吃。你觉得是为什么？宋启明回想起从前的日子，忍不住红了眼眶。我们是爹娘生的，他们疼我，舍不得我们吃苦。那他们对堂弟堂妹呢？宋启明想了想，缓慢摇头。自蒙在眼前的黑布被掀开了一条缝。没我们好。如果有年和耀祖要抢你和诗雪东西，爹娘会怎么做？阿爹阿娘不会让他们抢。你只有一块肉，你会舍得分给有年和耀祖吃吗？不舍得，但我会分给阿姐和诗雪吃。那如果你有1盘肉呢？可以分一点儿。大伯和二伯若像赵老爷一样有钱，你觉得他们还会不会愿意养我们？有钱，他们应该会养我们。所以不是他们太狠心，而是负担重，走投无路。人人都会有私心，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挑水很累，可阿爷还是带着大伯和二伯把剩余6亩田浇完了，就连大伯娘和二伯娘也在帮忙，这已经够好了。他们帮我们挑水，我们请他们吃饭，带他们上山采蘑菇。下回遇到困难，他们才会主动帮我们，心里不会有怨言。要相互帮忙，有来有往，不能吃亏，要不然
心里会不舒服，闷闷的。没错，就是这个道理。阿姐，我记住了。老屋里，你真的要去啊？北山村里人没去过，我不放心。你不是想给永年和巧娘做一身新衣裳吗？采到蘑菇卖了就有银子买了。有金钊在，遇到危险也不怕，他能杀 BOSS。再厉害，之前还不是差点被毒蛇咬死？郎中都说要准备后事了。好了，不会有事的，爹也会去。二房，都说山里危险，你非让我去干嘛去？要去你去，我才不去呢。有金钊在，他还能真让你死了不成？跟着赚钱都不会，我去你也得去。20文钱1斤的蘑菇去哪里找啊？采的越多越赚钱。哎呦，日子过得好好的，你非让我去送死啊？好个屁，饭都吃不饱。东方天色渐渐发白，老吴养的大公鸡叫得一声比一声大。宋老爹和宋大郎拿上镰刀往宋金钊家走，路过二房时，发现宋二郎和宋二婶正在屋里头吵架呢。爹，要不要叫二弟啊？大哥和公爹都去，你不去像什么样子？赶紧出门。你不是说你也去吗？大嫂都没去，我去干嘛呀？我要在家照顾孩子。拖拖拉拉还走不走？宋二郎苦着脸跟上。到半山腰时，宋金钊让他们系上香囊，将配好的药粉撒满全身。药草和雄黄能刺激蚊虫蛇蚁，走路动作幅度不要太大，防止药粉加速掉落。哇，好难闻呐！宋金钊砍下一根木棍，在前面开路。不难闻怎么刺激毒物？跟紧了。五人爬过后山后，进入北山山脚。松针铺在地上，遍地的颜色各异的菌类，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越漂亮的蘑菇越有毒，除了我给你看的那3种蘑菇，其他全都不要碰。不要距离我太远，否则遇到危险来不及救你们。宋老爹和宋大郎握紧了手里的镰刀，用力点头。宋老爹3人常年劳作，熟练后眼睛就跟装了定位器似的，发现蘑菇的速度越来越快。将周围的蘑菇采完后，宋金钊带人穿过眼前这片林子，往土壤更加潮湿的方向走去。宋老爹顺着流水的方向看去，村尾小河的上游绕过后山，没想到在这里还有一条分岔。一抹灰色的身影从河对岸的灌木丛里窜了出来，像闪电一样朝前方奔去。宋金钊眯起眼睛，是一头狼。顺着狼奔的方向望去，一群野猪受惊的正在逃窜呢。宋二郎睁大眼睛，是。宋大郎飞快地捂住了他的嘴，眉眼凝起。别发出声音，距离这么近，被狼发现岂不危险？是狼。才第1天上山就遇到了狼，自己就不应该上来。不止一头。狼群已经将野猪群包围了，正在奋起撕咬。宋启明害怕地牵住宋金钊垂在身侧的手，心中恐惧，注意力都没办法集中了。一滴冷汗从宋老爹鬓角落下，他喉咙发紧。赶紧走。等一下，前面有鸡枞窝。宋金钊停下脚步，指着右前方说道：哎呦，别管鸡枞窝了，赶紧逃命！等狼群追上了，我们就完蛋了。他们已经抓到了猎物，短时间内不会再捕猎，而且刚才他也没发现我们。我们可以回后山采呀。后山已经被我和启明采完了。哎呦，爹！山里到处都是野兽，上回那头花豹就是在后山遇见的，去哪儿都一样。继续采。傍晚回家的路上，宋二郎脚步飞快。明天我不去山上了啊！宋金钊对此早有预料，从下午开始他就没安分过，不停地催促要走。阿爷大伯，
你们呢？宋大郎询问宋金钊：“你明天还去北山吗？”“今天没采完的地方，明天需要继续采。”“我去。”宋老爹见大儿子要去，便出声附和：“我也去。”隔天清晨，无论宋二婶怎么催促，宋二郎就趴在床上不起来。你是没看见呐，那么多狼嘴上全是口水，一口咬下去，半截身子都没了。那公爹和大哥怎么还去啊？他们不要命，我要命。院子里，他们正在将晒干的蘑菇装袋，明天就是和李掌柜约定的最后一批交货时间了。李掌柜清早起来就在酒楼门口转悠，算时间人差不多应该到了。宋姑娘，李掌柜，这是我阿爷、大伯和二伯，这回的蘑菇是我们一起上山采的，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后厨检查后称重算钱，宋二郎激动地握紧手里的4两银子，他1年都赚不了这么多钱。宋老爹深呼一口气，抬头看向远处正在和李掌柜说话的大孙女，真不能小看女娃呀，本事竟这样大。哎，就一只烧鸡，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李掌柜坚持将油纸包塞到了宋金钊的手里，他一早特地吩咐后厨多做了一只，只等他过来呢。离开酒楼后，宋大郎去布庄买料子，宋二郎盯着宋金钊手上还冒着热气的烧鸡流口水。宋老爹揪住了他的耳朵：“去拖板车，回家。”“爹，我去买几个肉包带回去。”宋老爹默默叹气，扭头询问宋金钊是否马上回家。“我还有事，就不一起了。”转弯来到街道末尾，他走进一家书肆，店的书庸见进来的是位姑娘，留在原地问他要买什么。“我要2套纸墨笔砚、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各要2本。”“是要给家里的孩子启蒙？”宋金钊颔首：“笔墨纸砚最便宜的一套只要50文钱，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手抄版各30文钱一本，印刷版100文钱一本。”“有好些的吗？”“这套要100文。”宋金钊看完后决定买贵的。“就要这个2套哦，只再多帮我拿50张。”“我们书肆里的手抄书啊，都是城内各个私塾里的学子亲手抄写的，印刷版是从安阳府运来的，西宁城没有哪家书肆比得上我们。”宋金钊把手抄版递给书庸：“我要手抄的。”手抄书字迹更能看出笔锋。宋二郎回到家，将银子交给妻子。宋二婶握着4两银子，两眼发怔啊！早知道这么赚钱，就应该早点去。宋二郎嘴里咀嚼着肉包子，我之前忙着挑水，哪有空啊？5天挣了4两银子，这不比种庄稼挣钱呐？要我说，还是金钊聪明，让我们挑水，他去挣大钱。他买蘑菇赚了多少钱呢？石油记的掌柜啊，单独把他叫过去结的账，还送了他一只手机。他和启明2个人采，应该有10两银子。都怪你中间歇了1天，要不然就有5两银子了。哪里那么好赚呢？山上都是野兽，我差点丢掉小命。宋二婶还是觉得心疼，这么赚钱的法子就干了几天，亏大了。蘑菇卖出去了，宋老爹第2天便从隔壁村找来井匠开始挖井。宋金钊盯着逐渐成型的井口：“井台修高一些，家里有孩子，太低不注意容易掉下去。”宋大郎指着旁边一圈：“就像村里的井口一样，在旁边修一圈围栏，孩子就不会掉进去了。”“围栏不坚固，还是用砖砌，再在上面装一个井轱辘，方便提水上来。”“哟，那得多花200文钱呢。”“可以，麻烦帮我修得牢固一些。”旁边拿着锄头的宋二郎，此刻除了羡慕他不用每天跑村里的水井挑水之外，还有些丧气。本想着蘑菇采完后
自己就能天天给三房挑水，3天2头的有肉吃。没想到宋金钊第2天就要打井，挑水的活大房干不了了，自己也没捞着，真是倒霉透了。笔要握直，慢慢来，不要急。宋启明嘟起嘴唇，将纸上的墨迹吹干，举起笔，眼神中装着期待。阿姐，我写好了。写得不错，非常棒。笔画一笔成形，没有描写的痕迹，虽不具线条风骨，却胜在清晰板正。短短几天能练成这样，足见有天赋。假以时日，肯定能写得一手好字儿。这是在做什么呀？宋老太进门看到他们把桌子搬到了院子里，好奇地走过来。宋启明抬手，开心地炫耀：“阿婆，阿姐在教我们写字呢。”宋老太望着桌上的笔墨纸砚，第一反应是：买这些花了不少钱吧？村长的小孙子宋高丽就在西宁城的私塾里头读书，每个月要花1两银子在笔墨纸砚上。宋金钊莞尔一笑：“是不便宜，值得就行。明天晚上到你大伯家吃饭，所有人都去。”宋金钊掀开眼皮，瞳孔透着疑惑。宋老太见状解释道：“明天是中秋节。”宋安好已经出生40多天了，满月酒还没办呢。回到老屋，宋老太盘腿坐在炕上，神色有异：“我刚才过去的时候，金钊正在教启明和诗雪写字呢。”“怎么教啊？”“正正经经把桌子搬到院子里，摆上笔墨纸砚，一笔一画的写。桌子上还有书，想必花了不少钱。”“三郎媳妇识字，今朝是他教的。”“村长家的小孙子宋高丽读了3年书，光银子花出去几10两，到现在都没考上童生。我就是觉得没什么用，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还是下田种地的苦命啊。”“今朝这段时间应该挣了不少，村里人谁家不想让孩子读书，还不是供不起。他想教，就让他教吧。”“真要学，启明一个就够了。诗雪是个女娃，读书又没用，什么东西都买2份，多浪费银子呀。”“谁说女娃没用？今朝就特别有出息。”“诗雪和今朝不一样，她是个性子弱的。”隔天太阳刚下山，宋金钊就带着3个弟弟妹妹来到老屋吃饭。宋大婶望着他们端过来的砂锅羊奶和蒜苗炒肉片，脸上满意极了。她一边把东西接过来，一边热情地寒暄道：“来就来，带什么东西啊？”宋启明和宋诗雪在院子里和宋永年他们玩，房间里的宋老爹抱着宋安好逗弄：“这孩子养得真好啊！至今为止没有生过病，或许长大后身体也能和正常人一样健康。”诗雪很细心，我和启明不在家的时候，她把安好照顾得很好。阿爷，前些日子太忙了，忘记安好满月的日子了，我准备过2天给他补办一个满月酒。这是喜事儿，你打算哪天办？我让你阿婆和2个伯娘去帮忙。后天，再晚到秋收了，大家都会很忙。宋二婶提着篮子进门，看见院子里的4个孩子都穿着新衣裳，眼底的笑容逐渐变淡。走进厨房，宋老太看见他篮子里装的是野菜和杂粮团子，心里别扭。宋金钊将他抱回来，放在自己腿上哄。想到昨天宋老太说的事情，宋老爹开口问道：“你教启明读书写字，是打算让他考科举？”“是有这个想法，能走科举路子最好，就算考不上，多读些书，对他也是有好处的。”“镇上也有一家私塾，教书的是个童生老爷，1年暑休只收2两银子。启明若是真想读书，可以先送到镇上。”“我再想想。”举办满月酒的当天早上，宋金钊握着削尖的长木棍来到河边。正在洗衣服的妇人看到后，用洗衣棒捣宋大婶的手臂。
是你侄女金昭啊。啊，是金昭。这是在干嘛？怎么下河了？他扔掉手里的衣服跑过去。金昭，金昭！宋大婶急切地伸手招呼他上来。好了，水又深又急，赶紧上来。我不到中间去，中午的满月酒还差2条鱼。宋大婶怕他被水冲走了，担心的太阳穴突突直跳。鱼哪里是那么好抓的？河里的鹅卵石上全是青苔，便划一跤栽进河里。一缕阳光照在河面上，波光粼粼，泛起点点霞光。宋金昭眼神一凛，右臂骤然绷紧，手中的木棍如长剑般的快速刺进水中，水花四溅，被戳中肚子的鲤鱼剧烈的挣扎着，鱼尾打在木棍上啪啪作响。宋大婶目瞪口呆地看着被木棍刺中的大鲤鱼，比手臂还长呢，至少得有5、6斤重。宋金昭将鲤鱼从木棍上取下来，扔到河岸边的草地上。1刻钟之后，宋金昭提着2条鲤鱼往家走。梨花，没想到你家金昭捉鱼也这样厉害呀！也就那样，这孩子胆大。早知道自己刚才就不应该过去，金昭肯定在心里嘲笑自己。快到中午的时候，宋大郎和宋二郎分别把家里的桌椅板凳抬过来。宋老爹请来村里的长辈给宋安好落胎发，剃下的胎发用红纸包好，放在床头辟邪。稳婆望着襁褓里正在笑的孩子，嘴上止不住的夸赞：哎呦，这孩子养得真好，比足月生的长得还结实。宋老太将宋安好放进木盆里，用柏枝蘸水给他擦身体，同时嘴上念叨着：喜儿喜的家门旺，猪满圈来谷满仓，寓意着家族人丁兴旺、五谷丰登的美好祈愿。众人眼神扫过桌上的清蒸鱼、五花肉片、红鸡蛋、糯米圆子，这样好的席面在村里绝对是头一份。家里有适龄儿子的村民笑着问宋老爹：金昭今年14岁，还没定亲吧？金昭年纪还小，不着急嫁人。隔壁女眷桌上，村长媳妇低头和旁边的村妇窃窃私语。大牛媳妇说过，宋金昭保证在他弟弟成家之前不嫁人。哎呀，可惜了，多好的姑娘啊！收拾好桌椅板凳离开前，宋老爹单独把宋金昭叫到面前。等你16岁的时候，在村里找个赘婿，等启明成家后再分家。阿爷，在启明成家之前，我绝不会嫁人，我没空，也没那个心思。哎，过2年你若是改变了主意，随时告诉阿爷你的亲事，阿爷一定帮你找个好的。真的不用。成熟的稻田一眼望去，就像赤金色的海浪。宋金昭弯腰站在田里，手里的镰刀在稻杆根部一勾一拉，汗如雨珠顺着脖子滑进了衣领里。宋启明见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发呆，出声道：阿姐，快点割！阿爷说过2天可能会下雨，我们要赶在下雨前把田里的稻子和粟都收完晒好。一直忙到晚上太阳落山了，还要用板车把稻子运回家脱粒。阿爷，白天干，晚上还要干，太累了，我想请人给稻谷脱粒。不行，请人不得花银子，你干不了就放在家里，等我和你大伯他们忙完就去帮你。等你们脱完，得等到什么时候呀？不是说过2天就要下雨吗？到时候来不及脱粒晒干，发霉了怎么办？那就后半夜去你家，6个人一起干，1个半时辰就干完了。阿爷，一天11个时辰不休息，会把身体累垮的，省下的钱还不够买药吃呢。就忙几天，秋收结束后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休息。走在回家的路上，宋金昭决定过了今晚，明天就请人。宋老爹生气就生气呗，过几天自然就消了。路过村长家，听见牛叫声，他扭头往左看，
村长媳妇正在用鞭子抽打水牛的脊背呢。院子里，水牛正拉着石滚在稻杆上走来走去呢。稻粒哗哗落下，效率比人力高太多了，还不用亲自动手。宋金钊想到家里的母羊，牛可以拉石滚，羊当然也可以了，就是费力些。牲畜有了，还缺了个石滚。要转身来到老屋，宋老爹以为他还想请人呢，蹙着眉头摆手。吃完饭我们就过去，先把你家稻穗拖完。阿爷，我不是来说这个的，村里有没有人家有空闲的石滚？你问这个干嘛？你家有没有牛？没有牛，但我有羊呀，现在就缺一个石滚。老鬼家有石滚，就是不知道还在不在。没过一会儿，宋老爹带着宋大郎和宋金钊来到宋老鬼家。院子里4个人手臂上下甩动，稻穗在木桶上砸得啪啪响。老鬼，你家石滚还在不在呀？宋大郎出声打招呼，宋金钊跟着点头唤道：鬼爷爷好。宋老鬼指着墙边：就在那儿，不过木头架子已经烂了。宋老爹走过去，弯腰检查。宋老鬼家的牛前年生病死了，现在呢就剩下一个光秃秃的石柱子。架子好做，你把石滚借我用用。你要这个干什么呀？你家又没有牛。我大孙女家里有头野山羊，他们累得身体受不了，想着用羊拉试试。拿去吧，不过这个重，不好运。没事，我先回去弄几根粗木棍，绑上绳子拖回去。半个时辰后，宋金钊望着院子里用力拉着石滚的母羊，重重地松了一口气呀，总算是可以不用手拖了。别让羊在稻子里拉屎。正在赶羊的宋启明用力地点了点头。哎，阿爷放心，他刚拉过。宋二郎知道这件事后，想把羊和石滚借过去。宋老爹当场将人斥责一顿。那是安好的口粮，把他累垮了，你去哪里弄羊奶回来？2天后，宋老爹带着大房、二房夫妇一起给3房帮忙。宋金钊和宋启明割得慢，还剩下3亩水田、3亩旱地。8个人用了1天半的时间，将剩下的稻谷和粗粟全部都收完了。早上醒来后，天气闷闷的，宋老爹跑过来喊宋金钊：李正来了，你带上启明去村长家。蓄着长胡须的李正坐在凳子上，桌上摆着税布。7亩水田共收稻谷7担86斤，3亩旱地收粟3担。按照朝廷今年的税法，你们家需要缴纳粮税稻谷1担65斤，粟72斤。考虑到宋三瑶姚毅死亡，朝廷免你家3担粮税。今年的粮税你们就不用交了，不会写字的在这里按个手印。剩下能抵扣的粮税，明年还能用吗？李正见他是认真的，吹胡子瞪眼儿，语调加重，拖着长尾巴。不能，只怪你家今年收的粮食不够多。那能给我阿爷、大伯、二伯家用吗？你们已经分家，户籍不在一处，抵不了。宋金钊拿起毛笔蘸墨递给宋启明。李正惊讶地抬眼看向他。你会写字？宋启明在空白处写下宋启明3个字，仰起头自豪地回答：会啊，我阿姐教过我。李正指着旁边的空白处：你弟弟还没成年，你最年长，这里也要签字。宋金钊接过笔，在旁边写下宋金钊3个字，比宋启明写的好看。上午录完了税部，等明天阿姐上城里把粮食卖了，后天带你们上街买东西。安好呢？带他一起去。太好了，我们可以去城里了。子时过半，一道惨白的闪电劈开乌云遮顶的黑夜，天边炸亮，随即雷声响彻云霄。被吵醒的宋启明起身坐在床上，认真地听着屋外的风声雨声。
他用手摸了一下额头，湿湿的，抬头看向屋顶，头上正在滴水呢。他睡意全无，麻溜地跑出了房间。宋金钊见他急急忙忙地跑出来，问道：怎么了？是不是被雷声吓到了？房顶漏水，滴到床上了。什么？宋金钊正要将宋安好放下，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在头顶炸响，整个屋顶都在晃动。大风把小房间屋顶上的稻草掀了个精光，留下了一个大洞。阿姐！宋诗雪发出惊恐的尖叫声，鞋都来不及穿，连滚带爬的从炕上跳下来，跑出房间。雨水打在脸上，宋启明端着木盆愣在原地，这么大的窟窿咋接呀？阿姐，粮食要湿了。宋金钊把孩子交给宋启明，拉过宋诗雪，将人一起塞到饭桌下面。蹲在里面，不要出来。宋启明双膝跪地，身体弓趴在桌子下面，担心地喊他。宋金钊将2个房间中间的房门关上，用手拉住把手，不让风把门吹开，出声安抚2个孩子：没事啊，别出来。大风持续了整整半个时辰才变小，雨一直在下。天亮雨停后，宋金钊站在院子里，望着一半坍塌的土墙和厨房，说不出话来。宋启明握紧宋金钊的手，想哭哭不出来。阿姐，现在怎么办？宋金钊咬紧牙关，沉口气：我们去大伯家。3人带着宋安好走进老屋，宋大郎和宋大婶儿正拿着扫把清理院子呢。坐在门口乘凉的宋老爹见3人头发凌乱，张口问道：这是怎么了？阿爷，我家粮食全被水淹了。昨天晚上刮大风下雨，屋顶上稻草被掀飞了一半，雨水灌进来打湿了粮食，墙倒了2面，厨房也塌了。宋老太嘴巴张着说不出话来，宋大郎和宋大婶儿像木头桩子似的杵在原地，脑子里头一片空白。咋会这样呢？宋老爹反应过来后，立刻对宋老太说道：马上煮生姜水给他们驱寒。大郎啊，你跟我过去看看。望着坍塌的房屋，狰狞的骨架露在外面，都不知道该怎么修。宋老爹阴沉着脸，双手颓废地扒了麻袋里的稻谷。早知道昨天就应该拖到城里卖了。现在湿成这样，就算晒干了再卖，价格也要低很多。若是不出太阳晒不干，最糟糕的情况就是烂掉。今天应该能出来太阳。宋老爹抬头看了一眼东方，紧蹙的眉头并未松开。去叫二郎过来，把粮食都搬到老屋晒，再看看房子怎么修。阿爷，这房子太旧，修好了也撑不了几年。我想盖新房。确定要盖新的？冬天更冷，我怕到时候下大雪把房顶给压塌。1间房6两银子，2间房就是12两，你卖蘑菇的钱得全掏进去。阿爷，我钱够，必须得盖新的。行，阿爷去找村里人帮忙，明天就开始盖。老屋内，宋二郎和宋二婶看着被水淹透的稻谷直摇头，咋就这么倒霉呢？偏偏在这个时候房子塌了。下午我和你大伯二伯先把地基清理出来，房子你想怎么盖？中间并排盖3间房，中间是堂屋，两边各一个房间，贴着墙角再盖一个茅房，往东边盖一个厨房，西边再盖2间房，后院再挖一个地窖前面里弄一个大一些的羊圈，后面还能用来放柴火，整个院子用墙围起来。盖2间房1个堂屋就行了，1间房6两银子，按照你这样建，没30两银子盖不好。启明和诗雪已经长大了，一人需要1间房，还有安好，等他长大后肯定要单独住1间，家里面有4个房间，以后住不下，索性这回全部建好。我和启明前段时间采蘑菇卖了30多两银子，够建房子。
加上之前卖花报的33两，等房子盖完还能剩下30两银子，不算多。之后的想办法再挣。宋老太在旁边劝诫道：“不能全花完，你得留钱过日子。稻谷还能卖钱，真到没钱的时候，我再进山打猎。”秋收结束，村里人都闲着，我下午多叫些人帮忙，抓紧时间开始动工，争取半个月建好。谢谢阿爷。下午，宋老爹叫人帮忙，宋大郎正带着村里人制作土坯砖呢。哎，阿爷，我想青砖建房子，围墙可以用土坯砖。用青砖那得花多少钱呢？30两银子根本不够。没事儿，我之前卖花报的钱还没花完呢，先挪出来建房子用。房子只要能住，没必要花这么多钱。把银子留在手里，万一有什么急事，不至于走投无路。启明去私塾读书也要花钱。明年才送，这段时间我还可以赚钱，我就想住得好些。哎，钱哪有那么好挣？房子就是遮风挡雨的地方，村里人住的都是土坯房，不也好好的？谁不想住青砖房？那是因为没钱才住土坯。赵家的房子用的就是青砖，这都已经多少年了，看着就和新的一样。哎，罢了罢了，日子是你自己过，我去砖窑买砖去。土大二爹宋石根捧着碗坐在青砖上，向宋老爹打听：“听说金州建房子的钱是卖蘑菇赚的，是不是真的？”宋老爹移开眼睛，开始打马虎眼：“卖蘑菇能赚什么钱呢？都是今朝上山打猎赚的。安好刚出生的时候没奶吃，今朝去山上抓母羊的时候，杀了一头花豹，卖给酒楼存了些银子。”啥？今朝能杀花豹？刀疤把自己所有的本事都交给了今朝，我这孙女本事大得很。那豹子要吃母羊，他愣是一点伤都没受，把豹子头给砍了下来。哎呦，你好福气！你家三郎留下的几个孩子，以后日子不用愁了。这孩子年纪太小，大手大脚我都要愁死了。有点钱非得盖青砖房，我劝了几次都不听。孩子什么都想要最好的，你让他把钱给你管着不就行了？三房现在是今朝当家，我一个长辈怎么好去管孩子赚的钱？大不了给他拖着，不够就让大郎二郎借钱给他，亲侄女他们肯定得帮忙。不到5天，堂屋和并排的2间房就已经盖好了。宋老爹掰着手指，在手心里算这些天花出去的钱，青砖加上瓦片已经用掉了32两银子。他找到宋金钊商量：“你和诗雪住一间，等安好长大，让他跟启明住。青砖房现在够你们4个人住，剩下的用土坯砖建，你觉得怎么样？”宋金钊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又掏出20两银子递给他。宋老爹握着银子，无奈的又去砖窑了。历时工期10天，新房子彻底完工。宋二婶拉着宋大婶在屋里头转悠了一圈，从茅房看到柴房，那眼睛里头都是羡慕。哎呦，我什么时候能住上这样好的房子呀？等二弟有今朝这样的本事，你或许就能住上了。宋老太看房的时候咧着嘴，边笑边埋怨：“建这么好的房子多浪费呀！安好还没长大呢。”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宋二婶眼睛一亮，立刻找到宋金钊：“安好现在用不上西边这间房，能不能让耀祖搬过来住几年呢？等你二伯以后建了新房子，再让他搬回去。”你家3间房刚好够住，想住青砖房，拿10两银子给金钊。宋二婶立刻变成了哑巴，自己要是有钱，何必住别人家的房子呢？实际上啊，和宋老爹愁的一样。办完乔迁酒后，宋金钊的手上真的没钱了。想到采蘑菇时在北山河对岸看到的野猪和鹿群，他打算
干一把大的。宋金钊来到西宁城的铁匠铺子里，想买一副趁手的弓箭。姑娘来此有何事？我想买一把弓，再要一个匕首。这些都是最近制作的弓箭，穿肉而过，锋利无比。宋金钊拿起桌上的弓，拉开试了试，还不错，应该能射杀野猪。这个多少钱？一张弓2两银子，单支箭15文。宋金钊眨眨眼，拿起摆在架子上的匕首，刀刃处光的反射十分刺眼，一看就特别的锋利。那这个呢？1两银子。我买一把弓一把匕首，能不能送我10支箭？最多送5支。5支箭不够用，9支行不行？最多6支。宋金钊深呼一口气，脸色故作煎熬状。8支，下次我还来你家买。孙游历犹豫了1秒后，转头看向正在炉子旁打铁的孙铁山。最多送7支，单支箭15文钱，7支就是105文，再多就要亏本了。宋金钊看出他是做主的，点头应下。行，7支就7支，我要自己挑。随便挑，我家的箭每支都能一箭破空，入木3分，不锋利的都会回炉重造。寅时3刻，屋外的天儿还是黑的。宋启明和宋诗雪满脸不放心的目送宋金钊出门。哥哥，建房子是不是用了很多钱？阿爷和阿婆说建房子花了几10两银子，把家里的钱都花光了。抵达北山时，天色已经开始变亮了。宋金钊站在20米高的悬崖上，距离不远处的山涧还有100多米，得找个地方先下去。双手抱住树干，斜踩在树皮上，一步一步地往下爬。跨过山涧，蹲在石头上，不远处有3只梅花鹿正在低头吃草，附近没发现狼群。宋金钊静静地趴在原地，直到一头雄鹿进入弓箭的射程范围之内，他拉满长弓，飞箭离弦的一瞬间，破空声响起。雄鹿已然来不及反应了，箭头深深地刺进了他的脖子，鲜血喷涌而出。他一手擒住鹿腿儿，紧接着一把锋利的匕首狠狠刺进雄鹿的心口，3秒便没了声息。背起鹿爬上岩石，用力将它扔到对岸。血腥味儿会吸引周围活动的大型食肉动物，得赶紧走，否则容易有危险。一声低沉浑厚的虎叫声从身后传来，转过脖子回头看，是一头成年巨虎，正朝宋金钊所在的方向跑过来。宋金钊快速的助跑，跳到对岸，背起雄鹿朝胡杨树所在的位置狂奔而去。他背着雄鹿一路下山，从小路往西宁城赶。守在城门口的兵卒眼眸扩张，诧异之色溢满了整个眼眶。又是他！之前那头花豹已经足够惊人了，现在又猎杀了一头雄鹿，这姑娘啊，不仅有本事，还不要命啊！哎呀，赶快拿碗来接鹿血呀！李掌柜见鹿血流了一路，心疼的要死。1斤鹿血半两黄金，宋金钊从北山一路走过来，花了2个时辰。鹿血啊，早就流干了，黏糊糊的血粘在衣服上，令人作呕。宋金钊朝李掌柜问道：“有热水吗？我想洗个澡。”李掌柜立刻招呼伙计去准备。楼上房间，在后厨帮忙的婆子捧着一套新衣服敲门：“姑娘，掌柜让我来送衣服。”进来。姑娘，衣服放在这里，掌柜在后院等你。啊，我知道了，你先出去。李掌柜见他洗好过来，直接比出4根手指说道：“40两银子，我全包了。”这头雄性梅花鹿有200斤重，40两银子太少，至少也得60两。哎呦，要是鹿血还在，别说60两，70两我都愿意给。现在1碗鹿血都没取出来，价格可不得大打折扣。我猎这头鹿的时候遇到一只老虎，命都差点没了，40两银子不够买我这命。若是你能猎杀一只老虎，别说60两，
至少得卖100两银子。李掌柜也太看得起我了，那老虎小腿比我腰还粗，一看就是森林之王，猎杀它我怕丢了小命。那还是性命要紧，既然猎到这头鹿实在不容易，那就50两银子，这已经是我能出到的最高价了。宋金钊神色纠结，正要多说两句，后厨的伙计端着一碗牛肉面放到他面前。猜你肯定没吃饭，今天送来一头牛，我特意留了半斤，晚上当下酒菜，都在这碗里了。50两就50两，再给我装10个包子带回去。行，10个包子才几十文，李掌柜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咬一口牛肉没有烂，宋金钊嫌弃道：这牛肉怎么这么老啊？石有记的大厨手艺不该这样啊。就是因为太老，官府才能批准宰杀。健壮的耕牛不能杀，这头牛在锅里熬着卖了1天都没煮烂。太阳开始落山，宋启明抱着宋安好和宋诗雪一起站在通往后山的小路上，望向远处的目光里充满了担忧和着急。这都1天了，阿姐怎么还没回来？砍柴回来的宋老爹见他们还站在这里，问道：今朝还没回来呀？我刚从家里过来，阿姐还没回去。宋大郎转念一想，惊恐道：这不会遇到狼群了吧？我要阿姐，阿爷带我去山上。宋老爹瞪眼剜了宋大郎一眼，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些干嘛呀？简直就是在添乱。哎呀，别哭别哭啊，你阿姐能杀豹子，就算遇到狼群也能打得过。豹子只有1只，可狼群有好多只。打猎要花很长时间，或许今朝走别的路去城里卖猎物赚钱去了，等会儿就会回来。宋老爹好不容易才将他们哄回家，自己回到老屋，把柴一放就开始坐立不安。后半夜上山，这都傍晚了，不会真去北山了吧？爹，要不要去找村长喊人去山上找今朝啊？再等等，我去村口看看。正在给宋安好喂奶的宋启明想追放不开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跑出了院子。从田埂挖野菜回来的宋二婶刚好撞上，一问才知道是宋金钊没回来。他急急忙忙地跑回家，一脚踢在了宋二郎的小腿上。哎呀，今朝昨天晚上上山打猎，到现在都还没回来，嗜血急疯了。不会是遇到狼群了吧？他们肯定是从北山游过来了。你去大房问问，要不要上山找人？宋二郎思索片刻后，下炕穿鞋出门。再危险也不能连尸首都找不回来呀。宋诗雪守在路口，半天没见人影，难过的蹲在地上，双手抱住膝盖流眼泪。宋金钊转弯后，瞧见远处有个小孩蹲在地上。哟，怎么了？啊？谁欺负你了？阿姐，你怎么才回来？阿姐去城里了，所以回来有些晚。你之前去城里中午就回来了，现在都快晚上了。听到说话声，从院子里跑出来的宋老爹悬着的心呀，终于放了下来。他双手叉腰，又气又担心。哎呀，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启明和嗜血眼巴巴的在路口等了你一下午。哎，三郎啊，你怎么就走得这么早？留下几个孩子孤零零的，没人照顾。他转身望向宋老太，声音沙哑：老婆子，要不你去老三家住吧。宋金钊晚上没做饭，吃的是从酒楼带回来的包子。三人正吃着呢，宋老爹带着宋老太上门了。我想让你阿婆搬过来住，方便照顾你们。宋金钊望向宋老爹和宋老太：今年我不打算再上山打猎，就在家里陪启明他们。哎，既然这样，你阿婆就不用过来了。你这孩子，知道北山有狼群，还非要往那里跑，
看把启明和诗雪担心成什么样子，眼睛都哭肿了。有了钱，宋金钊打算明天带宋启明和宋诗雪去西宁城逛街买东西，一早将宋安好喂好，把煮好的羊奶灌进水壶里带上。四人走出院子，迎面宋老太和宋大婶儿带着宋永年和宋巧娘过来了。宋老太见三人穿的衣服都是最近新做的，便问道：这是要出门？宋金钊见他们挎着篮子，明显也是一副要出门的样子。我带启明和诗雪上城里逛逛。宋老太五官飞扬，伸手把宋安好接过去。今天法安寺山下有庙会，正好一起去上香，求佛祖保佑你们。宋金钊眨眨眼，自己还没去过庙会呢。他低头问两个孩子：想去吗？宋启明和宋诗雪欣喜的连连点头，像小鸡啄米似的。那就去庙会。路过二房时，宋二婶匆匆忙忙的推着宋耀祖从院子里头出来。庙会上有便宜的料子，这次我得多买点儿。二伯娘，来弟和盼弟不去吗？他们要在家里干活儿，没时间去。宋金钊瞄了一眼木盆里的脏衣服，开口说道：衣服什么时候都能洗，人多热闹，带他们一起去。诗雪，去叫两个妹妹出来。宋诗雪立刻松开宋巧娘的手，冲进院子。来弟盼弟，我们去逛庙会。宋来弟迫不及待地拉上宋盼弟出来。我就怕孩子太多，不好照顾。嗨，这简单。启明，你是哥哥，要保护妹妹，别让他们乱跑。阿姐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他们离开我的眼睛。宋金钊扑哧一声笑出来，这话听着有点现代霸道总裁那味儿。庙会上人多，别乱跑，把手都牵起来。前面宋二婶已经被摊子上的东西看花了眼了，就连宋耀祖都被他扔给了宋来弟。宋老太见他东看西瞅的不往前走，拽住衣袖把人拉回来。先去上香，等下山再买。宋金钊跪在蒲团上，仰望盘腿坐在莲花上的佛祖，他双手合十，将香举过额前叩拜，心中默念：求佛祖保佑我家人身体健康，无病无灾，一日顺遂，永远开心快乐。宋启明和宋诗雪跟着宋金钊一起磕头，嘴里嘟嘟囔囔的，不知道许了什么愿望。宋老太说完心里话后，又把宋安好放在蒲团上，磕了3个响头。佛祖菩萨，求你保佑这个孩子平安长大，千万别生病，一定要壮得跟头牛才行。回到庙会，宋诗雪馋嘴的盯着摊贩插在稻草棒子上的糖葫芦。阿姐，我想吃糖葫芦。宋金钊走到糖葫芦的摊贩前。多少钱一串？摊贩看见一下子围过来好几个孩子，高兴地回答：嘿嘿，3文钱一串。正牵着宋二婶手在糕饼摊前咽口水的宋耀祖立刻松开手，往宋金钊的身边挤。干嘛去啊？宋二婶察觉到自己的手被松开，立刻回过头，视线追过去，发现他跑到了宋金钊的身边才放心。宋金钊见宋耀祖过来，数了数人头，对摊贩说道：要8串糖葫芦。抱着宋安好走过来的宋老太正好听见了，连忙阻止：哎，买这么多干嘛？买一串，一人吃一个尝尝味儿就行了。1颗哪够吃啊？好不容易来一次庙会，想吃什么就买。你就是手松，买个4串，2个人吃1串也够了。宋金钊将糖葫芦分给7个孩子，剩下1串自己吃。没事儿，吃不完可以带回去。宋大婶见状，当即就要掏钱还给宋金钊。哎，不用，就当我这个长姐请他们。宋大婶见宋金钊是真没打算收，这才把钱收回去。站在不远处的宋二婶心里乐开了花了，大房2串，自家有3串。她走到宋盼弟的边上：哎呀，给
给阿娘吃一口。宋盼帝手指一僵，一旦给出去，自己就一颗都吃不到了。宋来帝眼神示意妹妹把糖葫芦交出去，下一秒牵起她绕到宋今朝的左手边，他把自己的糖葫芦递到了宋盼帝的嘴边。那快咬！他们得赶紧在阿娘吃完前把手上的糖葫芦吃完，否则剩下这一串也会被要走。逛到庙会末端，宋今朝惊奇地发现有人在这里摆了一个书摊儿，就是没什么生意，摊子前空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读了一段时间的书的宋启明和宋诗雪兴冲冲地跑过去看，渐渐的两人的眉头皱得越来越紧。宋启明泄气地抬头，阿姐，有好多字我都不认识。你才学2个月，肯定有字不认识，等再学2年就会读了。宋诗雪好奇地翻开一摞堆在一起的书。阿姐，这个字怎么读啊？药，这个字毒药。翻回枫叶，百草图，这是一本介绍药材的书。宋诗雪恍然大悟，是能治病的药吗？宋今朝颔首，目光落在书堆之中，伸手将压在下面的一本医书抽出来，是古代的医书，一共3本。老板，就只有这3本医书吗？就只有这3本，很多年前留下来的。你若是想买呢，我给你算便宜点。一直放在床底下都生虫了，要不是这次庙会摆摊卖画本找箱子，都想不起来家里还有这些书。3本一共多少钱？给50文就行。刚付完钱，宋永年牵着宋巧娘跑过来。阿婆说要回去了。回到宋家村时，正是气温最高的时候。宋二郎躺倒在竹椅上，见一大三小回来，当即起身开始指责：你们怎么现在才回来呀？我砍了一上午柴，回到家连口热饭都没有，都饿死不用吃饭呐。今朝和大嫂坚持在外面吃，连娘都同意了，我能有什么办法？有没有给我带？没带，馄饨带回来都坨了。他扭头吩咐宋来弟：去给你阿爹煮碗粥。嘿，你倒舍得，4碗馄饨要32文钱。没，我就下了2碗。来弟他们没吃？总不能光站在旁边看着娘和今朝他们都在，岂不是有些丢脸啊？分了2个，后来今朝请他们喝糖水，之前还吃了糖葫芦，幸好我带他们一起去了，否则呀，连屁都捞不着。真是大方啊。入秋后，宋今朝开始带着宋启明去河滩上捡柴。两人刚从河滩上回来不久，宋大郎和宋二郎便拖着一把车柴过来了。柴火的事情呢，就交给我和你大伯啊，你们在家好好休息。宋大郎默默搬柴，嘴上说的好听，要不是爹上门去喊，8辈子都等不到他主动帮忙。宋腊黄家，腊黄媳妇儿见宋今朝过来，连忙从屋子里头出来。鸡笼在后面，我带你们过去。宋今朝今天是过来买母鸡的，这些都是今年夏天孵出来的新鸡，每天都会下蛋，偶尔还能下2个呢。腊黄媳妇儿站在鸡窝边上介绍道。宋诗雪指着一只黄毛肚子大的母鸡：阿姐，要这个。娘说过，这种鸡会下蛋。来，一人挑3只，多出2只，冬天杀了吃。宋启明和宋诗雪双双点头。阿姐不去山上打猎，家里没有鸡吃，只能买。6只肥嘟嘟的母鸡被腊黄婶儿装进笼子里，兄妹2人抬着鸡笼往家走。秋风越来越冷了，正在往冬天要来的趋势发展。宋今朝捧着医书坐在堂屋的炕上。启明，阿姐想让你明年上城里私塾念书。啊？为什么要去城里读书？阿姐不能教。阿姐想让你考科举，以后当官。像高丽一样，他阿爷就想让他当大官。如果你能考上秀才，
以后家种田就不用交粮税，再遇到徭役也可以不去。读书入仕是改变命运最好的办法。要不是因为徭役，阿爹就不会死。如果我不考科举，会不会像阿爹一样，就连安好长大后也是？可是高丽去城里读书，白天都不在家。我要是去读书，家里就没人帮阿姐干活了。你要是能考上进士入朝为官，就可以买许多仆人服侍我和诗雪。就像赵老爷那样，躺在家里不干活，就有粮食主动送上门。你哥要是能考上进士，日子呀只会比赵老爷舒服千百倍。我愿意考科举，我一定要当大官，让阿姐你们过上好日子。等明年开春了，阿姐上城里打听一下，哪家私塾里先生学问最好。这段时间呢，你要在家里把字练好，把千字文和三字经背得滚瓜烂熟，要不然到时候先生考你，你答不上来，不收你就完了。宋启明用力点头，立刻拿起笔开始练，表情比之前还要严肃认真。诗雪，你不是对这几本医书感兴趣吗？从今天开始，阿姐带你学医，以后可以当大夫。像村里的赤脚郎中，你要是能学好，会比村里的赤脚郎中还要厉害。吹进敞开大门的何家医馆，一个年轻姑娘背着竹篓走进来。正在理药的叶明抬头望去，这不是嚷嚷着要拜师学医的那个姑娘吗？这张纸上所有药材都给我来半两。将所有的药材抓好后，担心对方只知道皮毛，他还叮嘱了一大堆用药的禁忌。从何家医馆出来后，宋金钊又去了书铺。有没有好一些的诗集？这本诗集里每首诗的作者都富有盛名，读书人人手一本。宋金钊翻开书籍，瞧着还不错。哎，你们这里有没有医书？有，但都是些普通的，知识很浅薄。宋金钊找到几本医书翻开，最后只买了2本关于药理和人体针灸的医书。从书肆出来后，他买了10斤猪肉，虽然家里有腌好的腊肉和干兔，既然进城了，总得买点新鲜的带回去吃吧。窗外的雪下得很大，堂屋的门响了。大伯娘，宋大婶儿撑着一把伞站在门外。明天是冬至，鸭婆让我过来瞧瞧。宋家村冬至，家家户户都要祭拜祖先，因为原主的爹娘今年才过世，明日宋家人需要去坟上上坟。进屋后，宋启明从炕上爬下来，盛了一碗红枣羊奶，端给宋大婶喝。宋大婶抿了一口，感觉整个身体都暖和了。你阿爷说明日巳时去你爹娘墓前祭拜，接着就去我家吃饭，天了晚上又下雪，就不必过去了。昨天包了白菜猪肉馅饺子，这是上午杀的鸡，还有纸钱和米酒，都是入冬前去西宁城买的。明天早上我再准备几个饭团子，是不是就可以了？已经够好的了，你爹娘在世的时候都没吃过这些好东西呢。现在还有猪肉卖吗？你昨天去城里啦？是下雪前最后一次去城里买的，没吃完雪就开始下了，我就把剩下的冻在院子里了。隔天巳时，宋家人将刚刚上坟用的祭品端回老屋开始做饭。宋二婶高高兴兴地在厨房忙活。哎呦，还是金钊家伙食好，这么肥的母鸡都舍得杀，留着下蛋多好呀。那是金钊他们孝顺，不像你和二郎，逢年过节都空着手，我一根鸡毛都没瞧见过。家里穷，我哪里舍得杀鸡吃呀？宋大婶在灶台底下用脚提醒他不要再说话了，有的吃还堵不住嘴。眼看着还有几日就要过年了，宋金钊盯上了河里的鲜鱼，河面被冰冻住，他用铁锥在上面钻出了2个洞，将自制的渔网系在竹竿上放入水中。阿姐，这样真的能捕到鱼吗？等一下你就知道了。过了一会儿，他将渔网拉上来，重量很重，上鱼了。
望着一地的鲜鱼，一个木桶是根本装不下的。阿姐，好多的鱼啊！将木桶装满后，望着才装了不到1/3的鲜鱼，宋金钊心里有了想法。启明，你去大伯家里叫他们把板车拖过来。宋启明快速往村子里跑去。宋金钊将渔网清理干净后，重新选了一块地方继续钻洞。阿爷！正在屋里烤火的宋大郎听到声音，打开门，被脚步没刹住的宋启明扑了个满怀。哎呀，跑这么快干嘛呀？小心滑倒！宋老爹走过来，用手将宋启明的帽子上的冰花打掉。宋启明望着宋老爹说道：阿爷，阿姐在河里捕鱼，让你们把板车拖过去。哎呀，这大冬天捕什么鱼呀？冻都冻死了。宋老爹问道：你阿姐抓到鱼了吗？捕到了好多呢，一个木桶都装不下。你去二郎家把他叫过来，一起拖板车。来到二房，宋二郎边穿衣服边抱怨：雪这么厚，怎么拖得动板车呀？废话这么多，金钊让你去你就去。宋金钊第2网鱼才拉上来，宋老爹就带着宋大郎和宋二郎过来了。阿姐，阿爷他们来了。宋二郎瞧见满地泛光的黑色鱼鳞，松开正在推板车的手就冲了过来。我的个乖乖，这是把整条河的鱼都捉完了。马上就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想食鱼，我想把这些鱼运到城里卖掉。宋二郎脑袋一僵，啊，原来不是给他们吃的呀。宋老爹的嘴角扯到脸上，打从心底里佩服大孙女既能干又聪明。大冬天鲜鱼稀罕，肯定能卖不少钱。时间不早了，赶紧把这些鱼放到板车上，我们马上去城里。板车肯定装不满，我再下一网。最后板车被装得满满的，幸好鱼都被冻住了，否则肯定早就跳出来了。守门的兵卒瞧见一板车的鲜鱼，眼睛噌的一下变得雪亮。雪天入城，每人交3文钱入城费，板车算10个人头。官爷，去年入城好像没这规矩啊。兵卒双手抱胸，大雪天给你开门，不交辛苦费就想进去呀？做梦！一车鱼呢，怎么着也得分一半啊！宋金钊抬起头，红润的脸蛋从毛茸茸的围领中露出来。城门一直开着，我们来不来你都得站岗。谁给你的胆子敢私下收百姓的钱？哎，别说话。宋大郎和宋二郎害怕的拉扯宋金钊的手臂。这小姑娘长得挺好看的啊！哎，你送半车鱼到我家去，本官爷就大人不计小人过，饶了你。哎，军爷，我孙女儿不懂事，我去给您送鱼。宋老爹心中懊悔极了，早知道就在村里头便宜卖了，总好过现在惹到麻烦。滚开！我要的亲自送。穿土美色的兵卒气愤极了，挥动长枪朝宋老爹劈过去。哎呦呵，几个贱民也敢跟小爷作对，找死！一抹利剑划过瞳孔，宋金钊火速扒开挡在自己身前的宋老爹，握住长枪往后一拽的同时，抬腿用力的踹出去。挥手间，板车上的铁锥被宋金钊紧紧的握在手里。宋老爹三人目瞪口呆的望着和兵卒打得不相上下的宋金钊，感到自豪的同时又惊恐，闯下了塌天大祸呀！如疾风骤雨般的凌乱的马蹄声从远处传来，宋大郎回头望去，只见一支骑兵浩浩荡荡的正往城门口袭来。金钊，快走，别打了！秦过远远的瞧见有人在城门口打斗。何人在此处闹事？民女宋金钊，我没有闹事，而是自卫。将军，休要背着贱民欺骗，小人不过是上前例行检查，就被他殴打至此，贱民该死。宋老爹连忙跪在地上求饶。哎，将军，
不关草民孙女的事啊，求大人饶命啊！民女乃是宋家村村民，今日和阿爷与2位叔伯拖了一车鲜鱼，想进城中售卖，结果到城门口被这4位军爷索要入城费，每人3文钱，板车要收30文。我来往城中数次，从未被收过银钱，所以不愿缴纳。他们便要求我将板车上半数鲜鱼白送到他家，还对我言语举动行流氓之态。一时情急，这才不得已出手反抗，还望将军明察。他说的话是不是真的？兵卒哪里敢承认呢？将军休要听着贱女口口之言。我就是一个平头老百姓，你要是不欺负我，我怎么会平白无故与官斗？将军，我侄女说的句句属实，要是说假话，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将军呀，他就是看我侄女长得漂亮，抢走半车鱼不算，还非得让他亲自送。哎呀，清清白白的姑娘，这是要逼死人呐！躲在城门内巷口张望的刘烈夫见形势有利，火速跑出来，跪在地上喊冤：将军，草民刚才入城时被这几位军爷抢走了2只野兔，还请将军为草民做主。4名兵卒脸色煞白，见秦过看他们的眼神像是要吃人，惊骇地低下头。兔子呢？在门铺。将军，兔子找到了。不一会儿，秦过的下属便提着2只白兔回来了。秦过深呼一口气，感觉自己脸都被丢光了，军中怎么就出了这样的败类呢？1人60军棍，打完扔到敢死营。哎呀，将军饶命！将军饶命啊！秦过的视线在宋金钊身上停留，10几岁的姑娘能将4个大男人掀翻在地。你的武功是在哪里学的？村里过世军户教我的。这鱼卖多少钱1斤？15文。看来不用我自己费劲去卖了。秦过从怀里掏出一个钱袋，扔给了宋金钊。我都要了，把板车拖到县衙。宋金钊接过钱袋打开，里面目测不少于40两银子。多谢将军，我马上拖过去。马蹄溅起的血水洒在路边，秦过带人先一步入城奔去。你怎么胆子这么大，敢和官府作对？西宁城县太爷在外素有贤名，之前的守城兵卒从未刁难过百姓，他对此事一定毫不知情。这4个人不是我对手，就算刚才将军没来，这样他们也不敢把事闹大，何惧之有？金钊，刚才那位将军给了你多少银子？赶紧过来推车，把鱼送过去。到县衙后，站在门口的衙役指着板车命令道：从后门走，前门板车上不去。大冬天能有一口鲜鱼吃，幸好今天执勤，否则就要错过了。到府衙后门后，出来搬鱼的兵卒见到宋金钊，诧异地睁大眼睛，没想到卖鱼的是他。宋金钊认出他是之前守城的兵卒，顺嘴打听道：哎，官爷怎么不在城门站岗？这是升官了？哪里是升官？最近朔北贼子不安分，边关13城的城墙都被惊雷军接手了，这些天日日巡逻，可把我们累个半死。这是要打仗了？听说没多少人，想必是游走在2国边关的盗贼，成不了气候。不过近些天还是少出门为好，尤其是不要去云中城。回家时，宋老爹他们的脚步比来时快上4、5倍，恨不得一步跨到家里，再也不出来了。当年朔北贼子猖狂的时候，你年纪还小，记不住事。每到冬季，他们都要洗劫边关附近的村落，1粒米都不剩。没了粮食，很多村民熬不过冬天，只能饿死，凄惨得很。我们村里也被洗劫过。西宁城前面有云中城和寒崖城挡着，大部分贼子过不来。 6年前有7个贼子逃窜到云桥镇，
被抓住的时候已经杀了7户人家了，听说眼珠子都被挖出来了。将板车拖到院子里，宋老爹拉过宋金钊，叮嘱道：这些天别出村子，虽说有惊雷军在，难免不会有人像6年前那样。宋金钊见他表情严肃，微微点了一下头。他从钱袋里掏出银子，递给宋老爹和宋大郎3人。来，这是辛苦费，谢谢阿爷帮我把鱼拖进城里。你已经送过鱼，银子就不用给了。宋二郎不管宋老爹推拒的动作，麻溜的把钱亲自揣到了口袋里。下次有这种事儿记得找我，你二伯娘肯定已经把鱼做好了，我先回家吃饭了啊。宋老爹望着他火速离开的背影啊，胸口堵得慌。给你2个饽饽就行，阿爷不要。宋老大压抑着内心的激动，跑一趟能挣2两银子，发财了。宋二郎回到家后立刻将门反锁，正在切萝卜的宋二婶见他一副闯了祸的模样，停下手里的菜刀。怎么了？你怎么这么慌啊？不跑快点，我怕阿爹让我把银子还给金钊。卖鱼金钊给你钱了？2两银子，跑一趟我就得了2两银子。爹不让我们收，还好我跑得快。哎呦，我就猜到去帮忙会有好处，你还坐懒怕冷，不愿意去，差点这银子就没了。宋金钊回到家后，一下午都在督促宋启明读书。开春我就送你去私塾读书，一定要好好念，争取年后就考上秀才。阿姐，是出什么事了吗？宋高丽考童生考了3年都没考上，秀才更难。明年开春进私塾，到后年才1年多。没事儿，阿姐就是担心一旦打仗了，宽父把你抓走当兵。哥哥过完年才11岁，是阿姐想多了。晚上我们吃鱼锅子。除夕前一夜，平静的宋家村被一声慌乱的呼喊打破。哎呀，朔北贼子侵略云中城附近的华家村，烧杀抢掠，死了好几百人呢。土蛋阿娘在赵老爷家当乳娘，今年赚了不少工钱。前天放假，想着去西宁城多买些年货回来过个好年。谁知在城里听到了朔北贼子掠夺了华家村的消息。城里到处都有人在说，那些贼子是朔北国兵卒假扮的，估计要打仗了。惊雷军呢？他们没去把那些贼人杀了？你怎么知道惊雷军来了？前几天去城里卖鱼的时候撞见了惊雷军，领头的大将军骑在高头大马上，那威风凛凛，一看就很厉害。哎呀，惊雷军到的时候人都被杀光了，那些贼子先一步逃走了。这个年宋家村村民们过的是心惊胆战，直到正月初10，将军秦过带领惊雷军一举剿灭掠杀华家村的朔北贼子，整个西宁城才开始热闹起来。宋二郎翘着腿坐在老屋的饭桌旁。听说呀，那些朔北贼子根本不是朔北兵卒假扮的，他们都是山贼，专干打家劫舍这些坏事儿，想祸水东引才散播的谣言。幸好是假的，真怕打仗啊。元宵节过后，宋金钊去了一趟铁匠铺。能不能定制铁器？什么铁器？那这是弓弩和绣箭图纸，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做出来。孙游丽拿到图纸后，站在原地看了半天，最后抬起头对宋金钊说道：姑娘稍等，我去叫一下我阿爹。这是姑娘画的啊。宋金钊盯着他露在外面的腿，皮肉腐烂泛红，是烫伤。对，我想多做3个，需要多少银子？哎呀，这弓弩和绣箭我从未做过，看图纸上要求十分精细，还得用上好的铁矿，起码得20两银子。多长时间可以做好？至少1个月，得先付2两银子定金。宋金钊交完钱后，
扫过对方腿上的伤口。药膏涂太多会不透气，导致皮肤容易溃烂，在伤口上浅浅涂一层即可，每日清理换药，会好得快一些。姑娘懂医？略懂。药膏是药安堂的大夫做的，说是特制的，治疗烫伤效果特别好，就得涂厚点。大夫总不会说假话吧？宋今朝挑眉，走近，弯腰嗅了嗅药膏的成分，眼底闪过一丝惊讶，直起身朝着两人说道：这药膏开的不对，你们可以拿它去另外3家医馆问问，针对烫伤作用非常小，还会减慢伤口痊愈的进度，就是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医术不清。宋今朝离开后，孙游丽盯着伤口仔细看。之前不觉得，现在看来，涂了3天药怎么还是这样？伤口不疼，可能是烫得太严重，天气冷不容易好。等晚上关门时，阿爹，我们再去其他医馆看看，我心里总是不放心。两人来到何家医馆。烫伤几天了？3天。将伤口上的灰色药膏清理干净，露出新鲜的伤口，黄水很多。不疼吗？涂了药膏就不疼。何大夫用手指沾了一点药膏，在鼻尖闻了闻。没多大问题，可能是药性太浅，所以恢复得慢些。我重开一副药给你，1天换2次，7日伤口就能结痂。孙游丽似懂非懂的颔首，拿着新开的药膏，背着孙铁山离开了。叶明望着坐在椅子上低头不动的何大夫，轻声唤道：师傅，近几年你师伯的行事越来越荒唐。叶明，等来日你可以独立行医时，一定要记住，医者当以治病救人、悬壶济世为天命，切勿贪图名利，为了一己之私，罔顾病人的痛苦，害人害己呀。师傅，师伯开的药膏有问题。他加入了过量的泡桐叶用来止痛，同时减少了黄连、地榆和紫草的分量，往里面加了一些对伤口无用的药材。虽然不会对伤口造成伤害，却大大减慢了恢复的时间。原本半月就能好，用了这副药膏，恐怕得1个多月才能痊愈。一过元宵，天气却没有丝毫要转暖的趋势，一场大雪下来，反而变得比年前还要冷。宋蜡黄一家正在用柴火加高院墙。村委栓柱家昨天晚上进了好几头狼，院子里的鸡鸭全都被咬死拖走了，留下一地鸡毛鸭毛。他儿子到现在还在做噩梦嘞。半夜我也听到了狼叫声，声音特别恐怖。这是山上找不到吃的，下山来吃人了。胡说八道些什么？家里的牲畜全都抓起来放进屋里藏起来，千万别杀，狼能闻着血腥味找过来。村长，杀不杀狼都要来，雪下了这么多天，他们在山上找不到吃的，可不得下来祸害我们。宋家老屋，宋大郎正在磨菜刀。肯定是上次看到的那群狼，他们从北山过来了。宋老爹起身开门朝外走。我去金昭家看看，他们院子里有2头羊，要是被发现，狼群肯定第一个冲进去。听见敲门声，宋金昭打开堂屋的门，去院门口开门。阿爷，昨天晚上狼群袭击了村委栓柱家，我担心他们今晚还会过来。你把这2头羊关进西屋去，还有鸡窝里的鸡也关进去，门和窗户都关好，无论外面发生什么，都千万别出来。阿爷，院墙这么高，狼跳不进来，就算他们真的进来了，我也能躲在屋里射杀他。阿爷知道你有本事，可再有本事，双拳也难敌4手。万事当心，千万不能冒险。你得想着家里还有启明他们。
窗外的雪还在下，一群深灰色的身影从后山沿着小路冲下来，重物倒塌的声音骤然响起，将宋金钊从睡梦中惊醒。宋启明犹如诈尸一般的瞬间睁开了眼睛，出声唤道：阿姐！2声狼叫在院外响起，盖住安好的耳朵，别让他听见。外面一声炸响，下一秒求救声响起。老头子，阿爹，救命！快来人啊！这隔壁出事了，他迅速拿起角落里的火把，朝房间里大喊：启明，快出来锁门，把门锁上，我不喊你别开。将火把点燃，宋金钊几步跃上院墙。阿姐！宋启明睁大了眼睛，他没关门，反而转身跑到堂屋后面，拿起斧头站在门口严阵以待。宋金钊站在墙头上，将隔壁院子里的情况看得是一清二楚。一头野狼在院子里头转悠，另外2头将年迈的宋大田从屋子里头拖出来。宋金钊指节扣住一支箭，朝着狼眼射去。被射中眼睛的野狼在空中翻滚，摔倒在地上。咬住宋大田的2头狼见自己的同伴被袭击了，果断松开嘴，分别朝着宋水生和宋金钊扑过来。2支箭一前一后射中了狼眼和狼肚，正中心脏。宋水生爬着冲到他阿爹面前，不远处传来一声声狼嚎，距离越来越近。记住，用火把护身。他将放在围墙上的火把扔给宋水生，自己沿着围墙来到院门正面。一双双黄绿色的眼睛在黑夜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刺眼，伴随着低吼的狼叫声，令人心生恐惧。远处一束束火把亮起，像一条逐渐变长的火龙，越靠越近。在那边，在大田家。浩浩荡荡的村民举着火把，拿着锄头斧子朝这边涌过来。宋金钊拉弓射箭，对准他们的眼睛和肚子。村长宋满仓带着村民赶到，随着一声狼王的吼叫，狼群转身朝后山的方向逃去。宋大郎看向站在围墙上举弓射箭的宋金钊，只感觉他浑身杀气。死人了？田爷爷受了伤，还活着。众人冲进隔壁院子，看着躺在地上的3具狼尸，惊恐万分呐，被吓傻了。宋金钊转身跳下围墙，从西屋找出治疗外伤的金疮药。宋诗雪抱着宋安好从屋里走出来，宋金钊打开院门。狼已经走了，你们2个回屋睡觉，别冻着了。挤开拥挤的人群，让开。宋水生抬起头，下意识地往旁边退了一步，掀开按住伤口的衣服，出血量不大。省这些。宋金钊将药粉撒在伤口上，用衣服将伤口系紧。等宋大田没有了生命的危险，宋满仓询问宋金钊：那些狼会不会再来呀？死了5头狼，对他们的损失很大。在确保能将我们全部杀了之前，他们应该不会再下山袭击我们。围在门口没走的村民们松了一口气，若是再来呀，谁知道倒霉的又会是哪户人家呀？天刚亮，宋水生就带着他媳妇儿提着2只鸡来到宋金钊家。昨天晚上多谢你出手相助，要不然我阿爹肯定不行了。不用，顺手的事情。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这2只鸡给启明他们补补身体啊。昨天晚上肯定吓到了，伤口太深，一时半会儿好不了。我再给你们拿些药。他从西屋又拿了一瓶金疮药出来，交给了宋水生。每天换2次，半个月伤口应该能长好。家里的金疮药是宋金钊过年的时候带宋诗雪一起做的。宋满仓带着宋石根来找宋金钊，2人笑得有点不自然。金钊，昨天晚上死掉的5头狼现在就放在祠堂里，你看怎么处理比较好呢？有2头最后是水生叔用棍子敲死的，给我3张狼皮，再加10斤狼肉，其他的村里看着办。好，我让人把皮剥了给你送过来。村里啊，好些人家过年都没沾到荤腥，正好啊，家家户户都分一点。
剩下的2张狼皮被村长交给了宋水生，村里人只分了肉。宋二郎和宋二婶坐在堂屋里向宋金钊抱怨，700斤狼肉本来都应该是你的，现在就分到了10斤，你大伯家也才20斤。金钊呀，要不你去找村长说，多分点肉给我们呐。狼肉太柴了，启明和诗雪都不喜欢吃，家里剩下的二伯带回去吃吧。宋金钊将厨房里剩下的肉拿出来递给宋二婶。宋二郎和宋二婶兴高采烈地提着9斤狼肉回去了，也没再计较村长给的少。狼群当真没有再来，村里渐渐变得平静。宋金钊进城来到铁匠铺，拿做好的绣剑和弓弩。折叠弓弩上的机关做下来太费劲了，中间失败了一次。好在最后啊，我用铁皮包住2头木头，才没让它断开。这20支绣剑呢，是送给姑娘的。宋金钊扫了一眼他腿上的红色印记。去医馆看了？哎呀，何大夫没有明说，不过我大概猜到了，多谢姑娘提醒。小事儿，医者仁心，我看不下去罢了。将绣剑和弓弩用黑布包好，放进竹篓里。宋金钊来到书肆，打听西宁城里都有哪些私塾。要说西宁城的私塾啊，可就多了。南街的郑家私塾，东街的刘家私塾，西街的王家私塾，东边还有2家同生开的小私塾。那最好的是哪几家？郑家私塾、刘家私塾和王家私塾都不错。3家哪家考上的学生最多？那肯定是王家私塾，教书的是王举人，私塾里还请了一个袁秀才，城里好些人家的孩子都在那里读书。毕竟另外2家都只有1个教书先生，还都是秀才功名。那位王举人性情如何？可有喜欢的东西？王举人喜欢收富贵人家的孩子，从来不收穷人。每年束修要交10两银子，逢年过节的施礼都要挑最好的。听说送的礼不好，便不会好好教，还会给有钱人家的孩子开小灶，很是看人下菜碟。另外2家呢？郑秀才和刘秀才都不错，秀才没有举人学问好，通过院士的人寥寥无几。大多数考上童生后，要么转到王家私塾，要么放弃读书找个活干，一辈子也就跟我差不多。离开书肆后，他又去酒楼茶馆里打听了一圈，说法都和书庸讲的差不多。经过慎重考虑，宋金钊最终选定了郑家私塾。打听到这位郑秀才喜欢喝茶，隔天上午，宋金钊便带着宋启明提着茶叶、猪肉、芹菜、龙眼干等礼物上门拜访。堂屋内，可读过什么书啊？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名诗300首也读过几篇。可会背？会背《三字经》和《千字文》。将《千字文》背给我听。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越往后，郑秀才的眉眼间的神情越惊讶，没有一丝拖沓结巴，太熟了。资父弑君，曰言与敬。停下，可会写字？会写。月儿，拿笔墨过来。一个比宋金钊大2岁的女子从侧屋走出来。宋启明蘸墨停顿片刻后，在纸上写下了名诗300首的第1首诗。郑秀才盯着纸上的诗句，笔画字字有力，刚健柔美。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家里读书的？去年9月。我有个学生也是宋家村人，不知你们是否相识？听闻我们村村长的孙子宋高丽就在城里读书，难道是郑先生的学生？是那孩子，3月初1带着束修来入学，辰时上课，切勿迟到。多谢先生。回去的路上，宋金钊眼里尽是愉悦。运气不错，没想到宋高丽也在郑秀才私塾里读书。阿姐，我上下学是不是可以搭村长家的牛车啊？郑秀才收启明了。收了，让3月初1去上学。启明啊，机会难得，
你阿姐为了让你读书费了不少心思，你可得好好念，争取早日考个功名回来。我一定会好好念书，让阿姐和妹妹过上有人服侍的好日子。房间里，宋大婶神色失落地望着蹲在角落里打陀螺的宋永年。宋高丽就在郑秀才私塾里读书，我想让启明上下学，坐村长家里牛车。哎呀，这事儿好办，村里人也经常搭他们的牛车，去一趟城里1文钱，只要给钱就行。启明年纪小，难免需要大壮叔多照应。我想提些东西，上村长家里打个招呼，把事儿给定下来。走，我带你们过去。三人离开后，宋大郎走进房间，宋大婶忍不住朝他开口了：“你说，我们要不要也送永年去私塾读书啊？1年书需6两银子，我们哪儿出得起呀？家里现在存了些钱，今年种田采蘑菇还能存10几两，够永年去读书。今年还要再生一个儿子，把钱都花在永年身上，其他孩子怎么办？爹娘手里还有银子，可以拿些出来给永年读书。爹娘手里的钱是他们的养老钱，给永年读书，二弟肯定会闹。宋高丽读了3年都没考上，我看今朝也就是图新鲜，要不了多久就会放弃。宋大婶不说话了。村长家，宋满仓惊讶地看向宋启明：“启明要去城里读书啊？”昨天我带他去郑秀才家里拜访，让他3月初1去私塾上学。今朝要干活，家里还有2个小的需要照顾，所以我们想让启明早晚搭你们的牛车，一来一回给2文钱。就是这孩子年纪小，难免需要大壮多照顾。哎呀，这都是小事儿，以后他们就是同窗了，平常就应该多走动。事情办完离开后，宋大壮打趣道：“宋永年不读书，反倒是丧父丧母的宋启明，宋老爹家也是奇怪。”那要看是谁出钱了。宋老爹3个儿子早已经分家了，说到底还是宋金钊有本事，供得起宋启明。那日李正在的时候，2个孩子就已经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宋家3房怕是要起来呀。以后接送你费点心，让高丽和启明多相处相处。宋大牛家院外的路上，大病初愈的石头好奇地问宋耀祖：“启明要去城里读书，你是不是也要去？”我比启宁哥哥年纪小，我现在还不用读书呢。他转身跑回家，把手里的炒豆分给宋二婶：“阿娘，等我长到11岁，是不是也可以像启明哥哥一样去城里读书啊？”“对，等过2年，阿娘也送你去读书。”躺在床上装没事人的宋二郎瞬间爬起，沉默地望着母子2人：“说什么胡话呀？我们哪有钱供耀祖读书啊？”“我们没有钱，爹娘有钱啊。他们种田多出来的粮食都补贴给了大哥大嫂，去年采蘑菇也赚了好几两银子。你我要是不想，等以后他们走了，就全是大房的了。我们就耀祖1个儿子，也不打算再生。难道你想让他处处落别人一筹，正好趁这个机会让爹娘掏钱？”“已经分家了，我就怕大哥不答应。”“这有何难的？启明去城里读书，我就不信大嫂心里没想法。只要他敢送永年去读书，我们就去老屋找爹娘要钱。”“那要是大哥不提怎么办？你话说得太早，到时候要是不送，耀祖肯定会难过，说不定还会怪我们。”“反正耀祖比永年小2岁，我们等得起，大房不一定等得起。你这2天多和爹娘走动，别让他们瞒着我们，偷偷送永年去读书就成。”宋二郎呼口气，心里头想法是千头万绪的。哎呀，耀祖脑瓜机灵，只要能考上，以后村里人都得喊你一声老爷，多有面子呀！
沉浸在喜悦当中的宋老爹还不知道自己的钱袋子已经被2个儿子和儿媳给盯上了。以后家里事情忙不过来，随时到老屋来找阿爷和阿婆。安好身体的亏虚已经养回来了，不用再像以前一样在家里不能出门，出门我就把他们都带上。隔天，宋大婶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遇到了宋大壮的媳妇儿，想了想，他答话：高丽在私塾念书1年要花多少银子呀？1年数修6两，加上七七八八其他费用，差不多12两。昨天你公爹和金钊来我家说，启明要去城里读书，可把我给惊着了。金钊这丫头啊，不仅有本事，对弟妹还好。启明他爹在世时候都没说要把孩子送到私塾读，金钊却做到了。哎呀，可惜呀，就是晚了几年，11岁才上学堂，等考上了还不知道要几岁呢。11岁晚了，书得从小读。我家高丽入学的时候，先生就说他晚了，别人家孩子都是6岁入学，我家高丽8岁才开始进学堂，足足晚了2年，到现在都没有考上童生呢。我要送永年去私塾读书。房间里，宋大婶语气坚定地对宋大郎说：你怎么还没放弃啊？都说了家里没钱。我们可以换一家私塾啊，城里有的私塾1年才收3两银子束绣，我们省着点肯定够。那是童生老爷开的私塾，读一辈子都考不上秀才。可以先读1年，再去好的私塾读书啊，到时候进度就能快点啊。那就等明年再去读。大壮媳妇说了，孩子越小读书越好。永年已经晚了好几年，再晚1年真的就没用了。读书能有几个能考上啊？到时候还得下地干活，反正都已经晚了，大不了再生一个儿子培养小的，永年长大后还能帮忙。不行，先来后到，永年必须得读。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还没你侄女有远见呢？吵什么呀？大老远的就听见你们在吵架。宋老太闲聊回来，我想让永年去私塾读书，大郎就是不同意。宋老爹出现在门口，能读书是好事，可1年12银子的开销，你打算怎么挤出来？去年采蘑菇卖鱼存的钱够交今年的束绣，之前存了一些，卖粮食也有2两银子进账，够他1年花销。读1年书就见底了，明年怎么办？读1年就不读，还不如从来没有开始过。平常吃喝哪样不要花钱？去年过年，大郎说还想再要一个儿子，不生了。爹，永年是你亲孙子，你肯定也想让他有一个好的前途。启明能去城里读书，他去不了，你让他心里怎么想？我闹这些还不是为了孩子？哎呀，别哭了，那就按你说的，先送永年去童生老爷的私塾里开蒙，等来年再看。阿娘，饭做好了没有啊？我饿了。宋永年和宋巧娘拿着草蛐蛐从外面跑进来。念就要念好的，让永年也去郑秀才的私塾，多出来的束绣我给你阿娘出。躲在门口偷听的宋二婶心中暗自窃喜，转身往家跑去，得赶紧把耀祖读书的事情定下来。谢谢爹，这银子就算我和梨花借你们的。一家人有什么借不借的？我和你阿娘年纪越来越大，你们还得自己多努力。宋大郎望着突然上门的弟弟和弟媳，内心生出了几分不安。宋二郎猛地跪在宋老爹的面前，哀嚎道：爹啊，我想送耀祖去私塾读书，家里钱不够啊，能不能接济我们一点啊？宋大婶害怕即将到手的一半束修没了，出声说道：耀祖才8岁，钱不够可以过2年再读，
8岁上学太晚。大壮媳妇说，孩子6岁就应该进学堂了。宋大婶瞳孔紧缩，她是偷听了还是自己去问的？爹娘可不能偏心啊，永年有的耀祖也必须有。分家的时候，家里东西分得清清楚楚，都过了这么多年，你们怎么好意思再让爹娘出钱供耀祖读书啊？哟，大嫂要是这么说，就让爹娘跟我们二房住，免得便宜都被你们占了，反倒是我们不孝顺。宋大郎盯着弟弟，严肃开口：老祖宗的规矩，爹娘跟长子住，你让爹娘搬过去，是想让村里人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不孝顺的。大哥若是孝顺，分家的时候家产就应该分3份，那才叫照顾爹娘养爹娘。现在他们独得1份，还不都补贴给了你？都别吵了，一家给3两银子束修，1年就是9两，我和你娘没那么多钱。启明读书，今朝供得起，他们家不用给钱。老婆子，去把今朝叫来。宋老太默默地下炕去3房叫人。宋今朝被叫过来的时候是一头雾水，宋老爹朝他招手，拍拍身旁：扫到阿爷身边来。分家时，我和你二婆自己留了10亩地，本来想着等我们2个死了之后给大房5亩，剩下5亩你们2房均分。有年和耀祖要读书，你大伯二伯供不起，让我和你阿婆补贴3两银子，给了他们启明应该也要有，可我们实在没那么多钱。阿爷，我不缺这3两银子，你们自己留着养老。深山危险，你赚的每1文钱都是用性命在冒险。去城里卖鱼被官兵欺辱，你也毫不退让，还不都是为了赚钱，让启明他们过好日子？你爹娘已经没了，阿爷不能再让你们受委屈。今天你2个伯伯和伯娘都在，我做主把4亩水田先分给你们。宋二郎立刻追问：那我呢？我只补贴2个孩子3年束修，3年后剩下6亩田，大房得4亩，二房得2亩。今天把字据写下来，明日我和今朝便去县衙过户。凭什么我比大哥少啊？就凭等我和你娘老了动不了的时候，要你大哥大嫂照顾养活。爹娘的意思是，以后养老和我们二房再没关系。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到了年纪给他娶媳妇儿。你生孩子的时候照顾你坐月子，孩子带不过来，我没少帮忙。分家的时候，田地房子一样不落，老了就说没关系，你良心被狗吃了。没娶你之前，二郎乖巧听话，把你娶进门后，他就变了，肯定是你私下撺掇的。宋老爹冷冷地扫了宋二郎一眼：有没有关系要看你们孝不孝顺，我总不能拿着碗去你们二房门口要饭。那就按照爹说的来，4亩田我没意见。宋二郎勉强地笑着应付宋老爹：怎么会呢？大哥要是不给爹娘吃饭，我肯定给。拿到银子后的第2天，宋大郎和宋二郎都带着孩子去了郑秀才家拜师。宋老爹和宋今朝来到县衙，把田契交给负责登记的小丽。麻烦官爷把这4亩田改到我孙女的名下，有这4亩田当嫁妆，就算你晚些嫁人，霍家也会高看你一眼。宋今朝捏紧了手中的田契，原来阿爷是这么打算的。之前一直都是嘴上说说，这次落到了实地上。郑秀才望着眼前一个字儿都不认识的宋永年和宋耀祖，读书不是一蹴而就，需要长年累月的积累。孩子的年龄有些大了，若是家中富裕，也不会拖到现在。
还请先生将小儿收下，他一定会勤学苦读，不白费先生的教导。先生放心啊，耀祖从小就聪明，肯定能读好书，才不会像村长的孙子一样，都3年了还考不上。宋老爹的3个孙子全都要去私塾读书，这个消息就像是长了翅膀似的，在村里快速传播。宋大壮心情复杂，每月能赚180文钱是好，可村里多了3个孩子读书，若是他们考上，高丽没考上，岂不丢人？过后盯着手指长的水稻苗，宋老爹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我还以为你不会育苗过来教你呢，没想到你都育好了。以前看阿爹弄过，我就会了。从牛车上下来，宋启明一路小跑，脚步轻快的像踩了筋斗云。阿姐，这是先生给我的新书，从明天开始我就能在经馆上课了。宋金钊翻开孟子，上面的小楷细若文足，比现代的印刷机印出来的还要整洁工整。这是郑先生写的？是先生夸我学得快，奖励给我的。那你可得好好学啊，别辜负了先生的期望。宋启明用力点头，宝贝似的将书搬到房间的桌子上，小心放好后跑出来，坐在灶前帮宋金钊烧火。阿姐，家里的柴火快用完了，等过几天放春假，我们再去河滩上捡。明天我带诗雪去田埂上挖药材，会顺便捡些柴回来。一场春雨过后，各种野草野菜疯了似的从地里头钻出来，田埂上到处都能瞧得见拎着篮子挖野菜的村妇。宋诗雪小心翼翼地将一颗野菊花连根带土地挖出来，放进篮子里。从河里洗衣服回来的宋老太见宋金钊抱着孩子，怎么把安好也带出来了？那带他出来闻闻新鲜空气，一个人坐竹篓里能玩上一上午呢。不插秧，我和你大伯娘都闲在家里。你和诗雪出来挖野菜的时候，就把安好送过来，我帮你照顾。蜡黄婶匆匆忙忙从田埂后面爬上来，眼睛四处扫射，猛地朝一个方向冲过去。哎呀，九婶啊，你怎么还在这里挖野菜？你家石根出事了。我家石根怎么了？你家石根在半山腰砍柴，撞见了熊瞎子，被人发现的时候昏迷不醒，正往家抬呢。那我家土蛋儿呢？什么土蛋儿？土蛋儿和他爹一起去砍柴了。啊，没看到土蛋儿啊，就只有你家石根儿。九姑婆两眼一翻，倒在地上。宋金钊立刻冲过去掐人中。九姑婆醒来后，一把推开众人，脚步踉跄着往村子里冲。宋老太把宋安好还给宋金钊，立刻追了上去。宋金钊背起竹篓，招呼宋诗雪回家。回去看看。宋石根家已经围了很多村民，看到院中的场景，带安好回家。石根啊，你想想啊，别丢下阿爹呀！大夫来了，大夫来了！柳郎中背着药箱跑进院子。哎呀，没救了，准备后事吧。九姑婶几乎要哭晕在地上了，急忙从赵家赶回来的土蛋阿娘进门就听到了这犹如五雷轰顶一般的话语。儿子在哪儿啊？你快告诉我儿子在哪儿！宋春佝偻着身躯，缓缓抬起头，脸上已满是泪痕。大夫，求你救救他，让他醒过来说句话也是好的呀。伤成这样，别说醒过来，一盏茶的时间都熬不了啊。让我来。宋金钊已然判断出他救不了宋石根。你个女娃子在说什么胡话？人都要死了，你要干嘛？可以用银针刺激他大脑，如果意志足够坚定，或许能够短暂清醒过来。这样的医术没人能做到，刺不好当场就毙命。我可以，他活不了多久，
不如冒险一试，至少能知道涂丹是生是死。郎中都说不行，今朝说的话是不是真的？我看不行。不一定，上次宋大田的腿被狼咬了，就是宋今朝治好的。院子里的村民议论纷纷，宋春语气沉重地开口道：今朝你来，我信你。宋今朝将宋石根的双腿抬高45度，增加回心血量，用银针封住他出血的手臂和胸口，接着将银针刺入他脑干的中部，用手指持续用力按压他的人中穴，刺激神经反射。宋今朝眉头紧蹙，朝宋春和涂大阿娘说道：大声喊他名字，刺激他。宋石根，你再不行，你儿子就要死了，涂大要死了。儿子，你快醒醒啊！涂大等着你救命呢，你得救救你儿子，你得救救他呀！当宋今朝将银针拔出来的时候，涂大，快跑，快上去救涂大！宋今朝神情一凛，立刻用银针封住他头顶的穴道。宋石根缓缓睁开眼睛，涂大在山上的树上，我让他爬上去，千万别下来，救救涂大，救救我儿子！胸口的血顺着银针喷出来，宋今朝按住他的肩膀，呵斥道：别动！求求你救救我儿子！我引开熊的时候就见他待在树上哭，救他！涂大阿娘听到后反过来跪在宋今朝的面前，不停地磕头。今朝，你有本事，你一定能救涂大。我错了，我不该为了钱不给安好喂奶，求你原谅我。只要你肯上山，我以后当牛做马的报答你呀！宋今朝连忙蹲下，不让他磕头。他比自己大个几十岁呢，受不起。今朝丫头啊，我家就涂大这么一个孙子，要是他没了，这个家也就散了。宋今朝能猎杀花豹，一人能杀5头狼，他要是能上山，我们肯定能打过熊瞎子。今朝，救人要紧，我去拿弓箭。涂大阿娘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我也去。你去只会给我拖后腿。今朝，我跟你去。我也去。宋大郎咽了咽口水，见三人快速往外走，握紧拳头一咬牙。等我也去。大壮，你马上回家，拿刀跟今朝一起上山救人。涂蛋是乡亲们从小看着长大的，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不能放弃。敢救人的就一起上山，人多力量大，碰到熊瞎子就杀。在村长的号召下，不少人开始回家拿武器。宋今朝将袖剑绑在手臂上，拿起弓弩和匕首朝外走。宋世雪担心地走出屋子。村里人多去，不会有事，在家里等我，阿姐马上回来。看着地上被熊爪扒出来的爪痕，嫩绿色的青草上沾着血珠，宋石根就从这里逃下山的。沿着踪迹一路往上，孩子的哭声从远处传过来。眼前的场景令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双腿发软，站不住脚。一头棕熊正在和一头猛虎打架。涂大见有人来救自己，当即就要从树上下来。别下来，给我在树上待着！身后众人转身就跑，再不跑就没命了。侄女，要不跑吧？晚了。老虎已经朝他们跑过来了。宋今朝抬手，5支袖箭齐发，弓弩蓄力，想把棕熊先下走。杀过2头狼的宋水生举起锄头，用力地砸向棕熊的头颅。宋大郎见宋今朝从自己身前掠过去，独自鏖战老虎，当机立断，握紧了锄头，冲上去和宋水生一起打棕熊。跑出100米的村民见4人不仅不逃，还已经和棕熊老虎打起来了，犹豫了几秒后，咬紧牙关转身跑回去帮忙。宋今朝拽住老虎的尾巴，
使出浑身的力气将他摔倒在地上。弓弩蓄势待发，射出去的箭刺中老虎最柔软脆弱的腹部。宋金钊果断射出了一箭，趁着老虎躲避的功夫，迅速抽出匕首扑了上去。站在树杈上的土蛋儿望着地上的乱战，被吓得是两眼发直，哭都哭不出来。刀锋刺进老虎的脖子，鲜血喷涌而出。宋金钊迅速用箭射老虎的眼睛。另一边，面对棕熊压倒性的力量，13个人围着他用锄头砸，用斧子劈。棕熊张开满是尖牙的利嘴，一掌拍在宋大郎的肩膀上，骨头清晰的错位声响起。宋水生眼疾手快地将人给撞开，两人踉跄地滚进灌木丛里。宋腊黄和宋大壮连忙用锄头打棕熊的眼睛。随着老虎的剧烈运动，脖子上的血越流越多，大量失血导致他的行动开始变慢。宋金钊看准时机，抓住匕首朝他的肚子用力刺入，刀锋刺入内脏，顺时针360度旋转，将虎肚搅了个天翻地覆。抬头见宋腊黄倒在地上，村民正在连连后退，他拔出匕首飞快冲过去，骑上棕熊的背上就是一刀。从沟里爬出来的宋水生朝众人大喊：打他的腿，别让他抬腿！宋金钊牢牢攥住棕熊皮，不断地拔出匕首又刺入，一刀比一刀深。19岁的宋丰收用斧头砍他的头，棕熊发现危险，立刻扭头想要躲开。宋金钊飞身而下，一脚踹在他的后脑上。棕熊头颅往前扑，直直地撞在了宋丰收的斧头上，腥臭的熊血浇了他一脸呢。只剩一口气的棕熊举起前爪，用力地拍向宋丰收的头。傻愣着发什么呆？宋金钊扯住他的手臂，将人扔出了3米远，双手抓住熊头，用力一扭，咔嚓一声脆响，关节脱落，像干柴被猛烈折断。棕熊的头颅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倒在地上，众人待在原地，这是死了？所有人才终于松了一口气。下来！土蛋儿四肢发软的沿着树干往下爬，把尸体抬起来，马上下山。哎呦，他们下来了！宋老鬼指着前方高喊，7、8个年纪大的村民当即围了上来，他们多数为上山之人的父辈。土蛋儿！娘！土蛋儿哭着扑向母亲的怀抱。宋老爹见宋金钊衣服破了，脸色染上一层担忧。受伤了？老虎爪子划破了衣服，没伤到肉。宋大郎捂着肩膀，一瘸一拐地从后面走出来。爹，受伤的是我。宋金钊走过来，按他的肩膀。痛吗？这样呢？没刚才痛了。关节移位了。宋大郎刚要开口询问严不严重，肩膀骤然发疼。哎呦，我手要断了！宋金钊松开他的手臂。别喊了，还痛不痛？不疼了啊！这几天不要干重活，在家好好休息。宋老爹一脸困惑。这些你都是从哪里学的？刀疤叔教我的，我还看了医书。村长宋满仓盯着被抬下来的一熊一虎。你们杀的？老虎是金钊杀的，熊瞎子是我们一起杀的。金钊和丰收立了大功。宋腊黄在路上来回踱步，见宋金钊下来，立刻上前说道：肉放久了不新鲜，要不我们马上去城里把它们卖了？宋金钊的目光扫过跟着上山的13人，点头应下。宋满仓点了7个没受伤的，跟宋金钊一起进城。李掌柜眼睛睁得凸出来。这么多人等着呢，李掌柜，赶紧称重算钱吧。这头老虎100两银子，棕熊80两。我出190两。马百川跑着从人群里挤出来。宋姑娘，在下姓马，名百川，乃是停云楼的掌柜，我愿意出190两银子。
有你什么事？宋姑娘已经决定把棕熊和老虎卖给我了。我可没听见宋姑娘这么说，好东西自然是价高者得。我早就听闻宋姑娘腿脚功夫惊人，今日一见，果然非同凡响啊。190两，我也出190两。马百川瞪着李掌柜，县太爷在停云楼订了厢房，你就当卖我个面子，把这些让与我吧。这张虎皮我家老爷惦记了好几年，不能让。宋金钊见两人争执不休，开口道：今天这东西不是我一个人的，谁开的价格高，我就卖给谁。191两，192两，193两，194两。两人你来我往，都不敢贸然加太多钱。马百川沉口气，将李掌柜拉到一旁，小声说道：再这么争执下去，你我都吃亏。看在县太爷的面子上，把棕熊让给我，晚上的宴席还缺一道蒸熊掌呢。行。宋姑娘，你把这头棕熊卖给我，我出90两银子。这头老虎我出105两。宋腊黄拼命朝宋大壮使眼色，赶快卖吧。宋大壮轻微摇头，眯起眼神示意让宋金钊决定。各价5两银子，你们拖走。李掌柜拧眉为难。马百川先一步掏出银票和银两，递给宋金钊。成交。以后再有好东西，宋姑娘记着想着点我停云楼啊，我开的价格绝对比石有记高。好，就110两。拿到银子后，宋金钊将95两递给了宋大壮。卖老虎的钱归我，棕熊的钱我就不分了，你们13个人自个儿商量，谁拿多少。杀老虎我们一点都没帮忙，本来就不用分，卖棕熊的钱你也应该得一份。此事因宋石根而起，他家死了人，你们要是坚持分给我，就拿5两银子给土蛋家吧。行，把你的那份给土蛋家。回到村里，上山的13个人全去了村长家，最后他们给了土蛋家6两银子，宋丰收拿了8两银子，其他人均分，受伤的人额外得了半两银子医药费。宋二郎知道宋大郎分了7两银子，气得在家里跳脚。早知道我也去了。去什么去？听到山上有熊瞎子，恨不得团成一个球躲到床底下去。自己嫁给他呀，简直就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那可是耀祖1年的束修啊。宋大壮傍晚去接孩子，晚了2刻钟，等他到的时候，发现宋永年和宋耀祖还没出来。宋启明解释道：今天他们背书没背出来，被先生留堂了。就在村民都以为事情过去了的时候，当天晚上山里再次传出狼嚎声。早上，宋金钊把宋启明送到村长家。最近让村里人不要上山，山里不安分。哎呀，今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以前在外围根本看不到豺狼虎豹，在半山腰撞上更是不可能啊。应该是山里野兽争地盘被赶出来。去年入冬前，我在北山看见一头死虎，比昨天杀的那头还要大。驾！一行20人的队伍快马驶入了云中城，在将军府等候多时的秦过弯腰低头，恭敬地行礼道：下官拜见秦国公。秦将军不必多礼。近日朔北情形如何？从年关开始，朔北兵卒假冒莽寇，频频侵犯我国边关，还趁乱偷袭了2个村落。下官带领惊雷军把人抓获以后，发现他们使用的刀剑上刻有朔北官府的印记，这才知道他们不是盗贼莽寇，而是朔北兵卒假扮的。议事厅里坐满了各级将领，见楚留云进来，纷纷起身行礼。在发现那些人不是莽寇后，秦过立刻写了奏折，让人加急送往京城。如今边关13城的防御工事准备得如何？粮草可还充足？秦过皱了皱眉头。前年旱灾，颗粒无收，朝廷下令开仓放粮，
粮仓里的粮食全都用完了。去年虽是丰收年，可也才入库不到3成。下官已经让各府县衙催促商户从南方购买粮食，还未曾有成效。众人商议到了天黑才散。屋檐下，一个穿着窄袖腹裤，胸前带着一块护心镜的少年出现在了转角处。这是下官犬子允谦，对边关十分熟悉。若是国公爷不嫌弃，出门时可把他带上指路。拜见国公爷。早就听文令公子年纪轻轻便秀丽沙场，今日一见，果然颇有秦将军年轻时的风范。国公爷谬赞。云中城华家村内，华家村只有23人侥幸活下来，他们家破人亡，寒冬腊月靠乞讨为生。开春县衙赊借他们稻种之后，才回来料理农事。楚留云指着村后远处的群山，人就是从那个方向逃走的。山里地形复杂，我爹带领惊雷军在山中搜寻了5天5夜才找到他们的踪迹。楚留云收起了地形图，交给了秦允谦。走，我们去西宁城。日头正毒，石有记的伙计却顾不上喝水，不停地在门口吆喝。楚留云和秦允谦骑马入城，目光掠过城门处站岗的兵卒和城墙上稀稀拉拉的人影。怎么就这点人？大军都在寒鸦城和云中城驻守，其他城池只有县衙的衙役。现在城墙上的100人是我爹临时调过来的。怎会如此？据我所知，边关13城每座城池有500守军。国公爷有所不知，前几年朝廷下发给边关的军饷年年递减，我爹上书朝廷后，兵部说边关安稳，有惊雷军驻守即可，把原先各城的守军都裁撤了。是3年前裁撤的吗？不仅是各城守军，就连惊雷军40岁以上的兵卒都被解散回乡，军营少了近2成人。2位贵客进来歇歇脚，我们酒楼后院有上好的草料。他们这里的烧鸡味道一绝，现在正是午时，国公爷要不要先进去吃饭？楚留云轻点下巴，将缰绳递给伙计，朝里走去。伙计接过缰绳，脚步微顿。什么国公爷？有大官来西宁城了。进去后，他卑躬屈膝地朝着2人说道：“2位客官请上楼，楼上有厢房。”不用，就坐下面。宋姑娘，是又猎到什么好货了？见宋金钊出现在门口，伙计满脸热情地迎上去。没有猎物，我这回是来买东西的，麻烦帮我打包1只烧鸡和馋花兔。烧鸡还有，可这馋花兔已经断货好几天了，开春后没人来卖兔子，我们掌柜也正为这事发愁呢。一个猎户都没来，就连刘烈夫都已经1个半月没来了。那就打包2只烧鸡，分他装。刘烈夫难道出事了？还是也碰上硬茬子，不敢上山了？坐在窗边的楚留云目光扫过宋金钊。边关的女子和京城大不一样，说起话来干脆利落，倒像男子一般。秦允谦扭头看去，边关女子性格的确比京城爽朗一些，但也不全是这样。自己也是第一次见。宋金钊察觉到有人盯着自己，双眸迅速锁定坐在窗边的2个男人。宋姑娘，你的烧鸡好了。宋金钊接过烧鸡，转身离开了石有记。秦允谦屏住呼吸，这姑娘有点冷。不是冷，是警觉。你我要是再多看上几眼，他就要把插在后腰上的匕首拿出来对着我们了。秦允谦错愕，匕首自己刚才没瞧见呀。正巧伙计过来上菜，秦允谦叫住人，好奇地问道：小二，刚才买烧鸡的姑娘是哪家的？宋姑娘不住在城内，她家住城外。别看她长得瘦瘦小小的，但力大无穷，一拳能打死1头老虎。小二，你骗人的吧？怎么可能有姑娘能打死老虎？她才几岁？嘿，客官别不信，你们在这城里打听打听，10日前宋姑娘亲自带着猎到的老虎和棕熊到城里卖，我们石有记买了老虎，停云楼买了棕熊，县太爷请城中商户吃饭用的就是那头熊的熊掌。
像宋姑娘这样厉害的姑娘，娶回家就是当正妻也是母老虎，要是当妾室，肯定闹得婆家翻天地覆。我看两位公子也不是她的对手。没想到西宁城还有如此厉害的姑娘，和京城娴静温柔的大家闺秀，简直天壤之别。边关穷苦，自然不能跟京城相比。大家闺秀若是在此处，恐怕都不敢出门。什么玩意儿，还嫌弃？就你这瘦不拉几的模样，还不够宋姑娘一只手打的。我怎么感觉小二的表情好像不太对？他怕我们两个是纨绔子弟，惦记上人家姑娘强掳回去当妾室。我看着像坏人吗？见到一个女的就要掳回去当妾室。宋金钊不知酒楼里发生的事情，宋诗雪弯腰蹲在菜园子里给药田拔草。阿姐，田野里的药材我们都采过了，树上还有好多药材没有找到。宋金钊正在调配解暑的饮品方子，打算等天气热起来去码头卖。那些药材都长在山上，现在不能上去。等过段时间，阿姐上山看看，挖一些药材回来给你种。那还是不要去了，山上有老虎。总不能因为害怕就一直躲着，靠山吃山。等天气暖和一些，山中的野兽就不会在外面待着，就都往山里面跑了。县衙，西宁城的县太爷顶着乌纱帽，匆忙地从室内走出来，拱手扑腾一声跪倒在地。秦国公大驾光临，下官有失远迎。张大人不必拘礼，起来吧。张远宗起身擦了擦鬓角上的汗，怎么没人告诉自己庆国公到了边关呢？张大人，县衙有衙役多少人？站堂行刑加上护卫、巡查缉捕，还有牢房看守，一共83人。本官听闻张大人前几日在停云楼宴请城内商户，是否是为了捐款买粮之事？秦将军特意派人前来传令，下官为了让商户捐款，多次派人上门都空手而归，只好将所有人请到一处，亲自前去游说。宴请的费用是下官自掏腰包，绝对没有用县衙的钱。本官不是这个意思，本官是想问事情的进展如何。城中一共有13家商户捐了款，一共筹集到粮款7800两银子，就等其他府衙的粮款一到，便可一同派人去南方购粮。宋诗雪盯着平底锅上透明的白色凉皮儿，咽了咽口水。阿姐，要做多少张面皮啊？很快，马上就好。去码头摆摊儿，光有药引不够，还得有主食。他思来想去，觉得卖凉皮儿、凉面最简单了。面糊弄完后，宋金钊先拌了一碗凉皮儿，递给了宋诗雪。来，尝尝味道怎么样？好吃啊，特别好吃啊。井水不够冰，才拿出来一会儿就不凉了。要是能往里面加点冰块就好了。这个时候怎么可能有冰？现在就已经很好喝了。宋金钊再喝一口，味道还是不行。现在天气还没那么热，真到了夏天，从家运到西宁城，冷水都要变温水了。气温一高，凉皮儿、凉面还容易坏，得想办法弄到冰块。他找时间去石有记打听。现在还没到夏天，宋姑娘买冰干什么？李掌柜疑惑地问道。天气越来越热，我想要在城里摆摊卖绿豆粥，加点冰块不容易坏。李掌柜嘴角抽搐，像看傻子一样盯着他。他不会以为夏天的冰块就像冬天一样在河里随处可见吧？冰块5文钱一斤，宋姑娘一碗绿豆粥得卖多少钱才能把本钱收回来？你说什么？5文钱一斤？一块冰砖30斤，150文钱。冬天藏入冰窖，到夏天最炎热的时候才取出来用。酒楼的冰窖没有东家的命令不能开，西宁城只有我们和听云楼2家酒楼夏日会用冰，自己都不够，更别说卖给别人。宋金钊走在街边，低头思考，是自己想差了。这里连烟花都没有，又怎么会有人想到用硝石制冰呢？宋诗雪见宋金钊回到家后，就一直望着后山的方向，
以为他想上山了。阿姐，去山上采药，能不能带我一起啊？等阿姐把山上情况摸清楚了，再带你去。得确定野兽有没有回到深山里。宋金钊想的不是采药，而是进山找蝙蝠和鸟类生活的洞穴，那里可能会有消食。宋启明傍晚回来，看到宋金钊正在石头上磨箭头和匕首。阿姐要上山。阿姐说要摸一摸山里的情况，总不能因为害怕一直不上去。我过2天准备去山上，可能4、5天回不来，我让阿婆住过来照顾你们。靠近外围的山峰肯定不会有溶洞，得往最深处去才行。怎么去了这么久？去北山1日就能归。阿姐要去哪里啊？你们放心，我这次进去不会打猎，就算遇到豺狼虎豹也会避开，不会和他们冲突。阿姐进山不是为了采药，是去找能把水变成冰块的东西。城里冰块太贵，买来冰镇实在不划算，所以我想自己做。什么东西能把水变成冰啊？除了冬天结冰，还能有什么办法？等我把东西找回来，你们就清楚了。这件事情谁也不能告诉，就连阿爷也不行。若是有人问起来，就说我进山是为打猎和药材。早上将宋启明送去村长家，宋金钊便去了老屋。阿爷，我明日一早要进山，需要4、5天时间，能不能让阿婆去我家里住几天，帮我照顾一下启明他们？怎么要去这么久啊？我想摸摸山里情况，总不能一直不打猎。6月还要上山采蘑菇，不摸清楚我不放心带人上去。这次往里去一些，我还想挖些药材回来种后院里。你就不能歇歇？手上有那么些银子，在家里待几年都不怕。坐吃山空怎么行？等启明考到童生资格去府城考试，一路上花销不知要有多少，更别说以后。启明才去4书，现世至少3年后，你这么着急干什么？未雨绸缪总是好的，这事儿我已经和2个孩子打过招呼了，您只管让阿婆去住就行。隔日屋外蒙蒙亮，宋老太便来到了宋金钊家。这是家里钥匙，师学手中也有一把。这是橱柜钥匙，这几日的菜我都买好了，阿婆只管放手去做，到饭点可以把阿爷叫过来一起吃。阿姐，万事小心，记得早点回来。放心，最多5天。进山之后，宋金钊径直往山里走，翻过4座山都没有看到熟悉的地貌特征，连绵起伏的山峰很像原始森林，若不是一路都有做记号，他真怕回来的时候找不到。连着翻过数座山，他最终找到了地下河的入口。随着他进入洞穴，所幸没走多远，他就在洞壁渗水带下方发现了皮壳状的白色沉淀。装满1麻袋硝石放进竹篓中后，宋金钊背起竹篓离开了洞穴。宋金钊沿着记号回来的脚步比去时快了不少，马蹄踩在落叶上发出沙沙声。秦允谦绕开一棵又一棵的树。国公爷，山里全是树，地还不平，带着军队穿山而过，比绕路花的时间还要长。骑马不方便，那就牵着马走。精灵军大半兵力驻守在寒崖城和云中城之间，若是敌军想绕开云中城，就必须穿山而过。之前逃进山林的朔北贼子很有可能也是这么想的。山里摸不清方向，一不小心就会迷路，多走几次，提前摸清楚就不会。走了2个时辰，2人刚坐下歇脚，秦允谦瞄到一处划痕，他俯身仔细查看，这里有一个记号，是用石头划出来的。这是什么图案？我从未瞧见过。我也没见过。楚留云脑子里灵光一闪，出声道：这会不会是朔北特有的图案？在这里等，他们或许还会回来。国公爷，朔北贼子袭击华家村之事已经过去了4个月，就算有漏网之鱼，恐怕也早就逃走了。守在这里也是白费功夫啊。可这记号边缘粗糙，分明就是近几天才刻的。
他们很有可能始终躲在山里摸索地形，为攻打东赵国做准备。狼叫声惊起了一片鸟雀，宋金钊就近爬上一棵大树。随着狼叫声逐渐靠近，一阵慌乱的脚步声引起了宋金钊的注意力。分开跑，3日后西宁城外破庙会合。他们不是东赵国人。7、8头野狼朝着其中一个人逃跑的方向追去，宋金钊跳下树，朝另一个方向跟了上去。见身后没有狼群跟上来，古纳河放慢脚步，走到河边俯身喝水。好饮几口后，他在河边的大石头前坐下，从怀里掏出了一个春饼充饥。隐藏在树丛后面的宋金钊见他将一张棕黄色的兽皮铺在石头上，认真端详。距离太远，他看不清兽皮上写了什么。正当他举起弓箭朝对方射击的时候，一双凶狠的眼睛出现在对面的灌木丛中，是北山那头雌虎。他怎么到这里来了？宋金钊屏住呼吸，放下弓弩，快速地爬上了身边的大树。谁？古纳河听到声音，警惕地抬起头四处张望。雌虎从灌木丛中窜出来，将古纳河扑倒，猩红的牙齿一口将他的脖子撕碎。宋金钊撇开头，用手捂住嘴巴，强忍住喉咙里的恶心。等声音消失，宋金钊看过去的时候，河边的鹅卵石上只剩一具光秃秃的残骸。宋金钊从树上下来，走到骨头旁边，捡起被撕成2半的兽皮图，上面画有城池和山林的图案，意识这是周围的地形图。他将兽皮收好，塞进竹篓里。前面还剩7座山就能到宋家村了，天黑赶路，晚上应该能到。双耳微动，宋金钊的眼底闪过一抹厉色。转身。秦允谦手持长剑，对着宋金钊的后背高声呵斥，袖剑从袖口滑到手心儿。宋金钊转身的一瞬间，抬起手臂，按动机关的手指骤然停住，是酒楼里那2个富家子弟。秦允谦盯着他的脸，错愕出声：宋姑娘，你认识我？听石有记的小二说过。宋姑娘站在这里干嘛？这个记号和你有关系？这是我进山留的记号，代表第8座山。这个呢？第7座山。你家住哪里？西宁城外宋家村。从这里往东到宋家村确实有7座山。在下以为这些记号是朔北贼子留下的，误会了姑娘，还请姑娘担待。你们是什么人？怎会想到肃北贼子？还是先不要暴露身份为好。啊，我们是军营里的兵卒，乃美多留心血。身上穿的衣服没个几10两银子下不来，手上长剑更是绝非凡品。他们2个绝对不是无名小卒。想到竹篓里的兽皮地图和令牌，宋金钊问道：千雷军统帅秦过将军，你们认识吗？姑娘何出此言？秦过是我爹，在下秦允谦。怪不得你的眼睛长得和他有些像。我刚才从旁边那座山下来的时候，碰到3个朔北人，这个是其中一人身上的东西，应该对你们有用。他们被狼群追杀，分开逃走时约定3日后在西宁城外破庙会合，你们可以过去守株待兔。秦允谦接过兽皮还未打开，楚留云就将令牌先抢了过去。这是朔北校尉府的令牌，宋姑娘，是有令牌的人呢。死的不能再死，被老虎猎狗啃的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了。那另外2个人往哪个方向跑了？一西一南，往南逃的那人被7、8头野狼追着，也不知是死是活。国公爷，看来他们真的打算走山路。宋金钊的目光落在楚留云的身上，这么年轻的国公爷啊，瞧着也才20出头。宋金钊背着竹篓往后山的方向走，秦允谦和楚留云一左一右牵马跟在旁边。此时3人才下山。宋老太听到喊声出来开门，见2个陌生男子和孙女站在一起。金钊，他们是？在山中遇到的官爷，他们等一会儿就走。阿姐，你终于回来了。别碰，我身上脏。
匆忙洗个脸，他走到案桌前，画下逃走的朔北贼子的画像，交给楚留云。你们抓到人会有奖赏吗？宋姑娘想要什么赏赐？宋金钊歪头看向留在院门外面的2匹骏马。我想1匹马。抓到人，我送姑娘2匹。宋老太盯着骑马离开的2人，将院门关上后追问道：金钊，画像上是什么人呢？人还没有抓住，不能说。窗外的阳光十分刺眼。宋老太见他醒了，立刻问道：中午想吃什么？我去做。清淡些都行，谢谢阿婆。那就煮蔬菜粥。你几天没好好吃饭，喝粥最好。不是说去山上打猎挖药材吗？怎么什么都没带回来？竹筐里全是白沙呀。石头也能用来入药，我找了好久才找到。石头还能吃？可以做成药膏外用，内服有忌讳，吃太多对身体不好。哎，也不知道你们姐妹俩随了谁的性子，竟然想要当郎中。失学守着后院那些药材，比伺候庄稼还要用心呐。吃完饭，宋老太便收拾东西回老屋去了。阿姐，这些小石头怎么把水变成冰块？宋金钊将陶罐装满水煮沸，现在硝石杂质太多了，得先提纯。将硝石放入煮沸的开水中，溶解后过滤掉泥沙。去端个小板凳过来，坐在旁边。现在我们来制冰。宋金钊用木盆装满井水，将它放在饱和的硝石溶液中，静置1刻钟之后，水面开始慢慢结冰。阿姐，它真的结冰了。硝石呢可以重复使用，等到太阳把水晒干，剩下的就是硝石。这加了冰块的乌梅冰糖茶味道就对了。阿姐，我们什么时候去城里卖凉皮和乌梅冰糖茶？再过2天，每天用板车拖太累，等我弄到牛车或马车再出摊。楚留云和秦允谦拿着画像，带人在西宁城外的破庙附近埋伏了3天，终于把饥肠辘辘的朔北贼子给抓到了。还有1个人呢。被压在地上的朔北贼子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楚留云眼中不满，朝秦允谦吩咐：你带人继续在这里守着，其他人跟本官把人押回去。经过1晚上的严刑拷打，对方把事情全部吐了出来。侥幸逃脱的3人全是朔北国校尉府的暗探，在破庙守了1天1夜，留下人回来禀告的秦允谦说道：已经过去了4天，那个人可能来不了了。宋姑娘说过，其中1个人被狼群追杀，估计死在山上了。这个人从西边过来，你多带些人上山，往南搜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天，宋金钊正在田里除草，村长宋满仓甩着衣袖跑过来大喊：金钊丫头，金钊丫头！衙门来人了，说你立了功要赏赐你，已经到你家门口了。看来这是抓到人了，是不是还带2匹马？哎呀，衙役驾着马车过来的，还牵着1匹马。等他们来到宋金钊家，正好听到衙役拿着贴文宣读：据查，宋家女郎宋金钊协助捉拿朔北贼子有功，特赏赐骏马2匹，马车1架。围观的村民目瞪口呆，这是金雷军刚退下来的战马，比集市上卖的家养马不知道要好多少倍。秦小将军知道宋姑娘家有2个孩子，特意让人做好车架一并送过来。那2个人都抓着了？抓到了1个，剩下1个秦小将军已经带兵上山。国公爷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看来没有抓到，应该是被狼群追杀那个朔北探子，8成人已经死了。多谢官爷费心跑一趟，进屋喝杯茶再走。宋姑娘能发现朔北贼子的踪迹，对西宁城来说才是大功一件。今日县衙事情多，我还要赶回去复命，就不多待了。将衙役送走后，村民立刻挤满了宋金钊家的院子，
宋满仓死死地盯住宋金钊手上的贴文。金钊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可得和我好好讲讲。哦，也不是什么大事，我前几天上山采药，正好撞见几个朔北贼子，就把消息告诉了官府的人。这山里怎么会有朔北贼人？他们不是都被惊雷军杀死了吗？估计是侥幸逃脱了几个，现在好在人都已经被抓住了。宋满仓一脸欣慰地盯着宋金钊。哎呀，能在县太爷面前露脸，哎，这可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儿。这帖文呐，你可得好好保存，最好张贴起来，挂在堂屋中间，谁来都能一眼瞧见。哎呀，可惜是个女娃呀，否则就能把帖文挂在祠堂里了。等村长离开后，宋家6人激动地围上来，脸上像抹了胭脂似的。1匹马能卖50两银子，2匹就是100两，哇，这下发财了。战马的价格更贵，肯定不止100两。家里有马车，就不用再花钱坐村长家的牛车。以后金钊可以驾马车送启明他们去城里读书啊。宋金钊将贴文收好，望向2人问道：大伯二伯会驾马车吗？宋大郎和宋二郎齐齐摇头，他们连马都没碰过，怎么可能会驾呢？我教你们，若是以后我没空，大伯二伯就可以接送3个孩子。你放心，我们一定努力学。对。宋大郎在旁边用力点头。4月底的清晨，气温还有点冷，3个孩子在马车里坐着，宋大郎和宋二郎半边屁股坐在车架边上，被宋金钊提溜着耳朵教。就这样连着7天，宋大郎和宋二郎总算是把马车给学会了。遮天蔽日的深山老林里，秦允谦带人找了整整7天。少将军，估计那个人已经被野兽啃得连骨头都不剩了，否则怎么会找了这么多天还没找到？继续找，就算是一根骨头我们也得带回去。见不到尸首，心里总觉得隐隐不安。宋金钊驾着马车前往西宁城码头摆摊儿。披着擦汗巾的脚夫见桌子上全是他没见过的东西，凑过来问道：哎，姑娘，你这卖的是什么吃食啊？这是乌梅冰糖茶，能清热解暑，热的时候喝上一杯，神清气爽。这是酸辣味的凉皮和凉面，冰冰凉凉，面皮劲道，保管你吃了1碗还想再吃1碗。哎，多少钱呢？乌梅冰糖茶5文钱一杯，凉皮凉面6文钱一碗，加鸡肉的是8文钱一碗。一杯茶5文钱，这也太贵了。我这茶是加了乌梅、山楂、甘草等好几种清热解暑的药材一起煮的，还往里面加了冰糖、冰块啊，不信你摸摸，是不是特别冰？脚夫用手指碰了一下竹筒壁，触手冰凉，瞧着颜色也好看，闻着有股淡淡的酸甜味儿。算了，给我来1碗不加肉的凉面，我先尝尝味道。好的，稍等片刻。辣椒多少？是不是葱？随着筷子快速在陶盆里搅拌，很快一碗根根分明、颜色搭配清爽的凉面出现在了宋金钊的手上。吃完后，他盯着竹篮里从来没见过的凉皮儿，咬咬牙。再给我来1份加鸡肉的凉皮儿，多放点辣椒。哎，好嘞。1碗凉皮儿下肚，脚夫痛心疾首的捂着空了的钱袋走了。陆陆续续又来了几位客人，听到乌梅冰糖茶要5文钱一杯，纷纷摇头，只买凉面和凉皮儿。无论宋金钊怎么推销，他们宁愿到旁边摊子上买2文钱一杯的凉茶，都不愿意买他的乌梅冰糖茶。等没人的时候，守着茶桶的大娘见他1杯都没卖出去，忍不住说道：小姑娘，他们一天只赚70文钱，你1杯茶加1碗凉面就要花10几文钱，还不能续，没人舍得买，你得降价。可是我的茶材料贵，成本高，总不能做亏本的买卖。哎，你要是不降价呀，就只能把这1桶茶拖回去自己喝了。
就在他打算收拾东西走人的时候，一个丫鬟出现在了宋金钊的面前。这里面是加了冰？宋金钊抬起头，不远处几个奴仆簇拥着一位身穿红色织金牡丹长裙的女子，她正在用手帕擦脖子上的汗，目光时不时地往这边看，明显是渴了。对，里面加了冰，这是乌梅冰糖茶，能清热解暑。知道价钱后，丫鬟一点没犹豫，直接买了一杯端过去，递给站在不远处的那位女子。没过多久，她又跑回来买了一杯。宋金钊盯着一行人离去，果断收摊驾车回家。客户群体不对，等多久都不会有人买。回到家，阿姐，是一杯都没卖出去吗？我自己喝了一杯。乌梅冰糖茶这么好喝，怎么会没人买啊？客人嫌贵。那为什么不能卖便宜点？卖便宜了，等我明天再去摆摊，他们就会觉得不划算，认为我偷工减料。可是今天一杯都卖不出去，明天就有人愿意买了吗？所以我准备改良配方，直接卖乌梅汤加冰块，把成本降下来，应该就会有人买了。或者再换个有钱人多的地方摆摊儿。傍晚，宋启明回来知道后说道：去码头摆摊没有危险，一天赚600文，就算不卖茶水，1个月也能挣18两银子，这已经很好了。刚开始卖大家图新鲜，等吃厌了，生意就会变差。我再想想其他办法。第二天，宋金钊多准备了1倍的凉皮和凉面。来的最早的还是那个脚夫。哎，大哥，乌梅汤3文钱一碗，要不要来一杯？降价了？昨天那个不好卖，我改了配方。给我来一碗加鸡丝的凉面和一杯乌梅汤。突然有一个男人带着7、8个人冲到了摊位面前大喊：就是这儿，他卖的凉面可比汤面好吃多了。哎，姑娘，给我来一碗凉面，多放一些花生米。宋金钊瞟了一眼男人，他也是昨天的老顾客。多谢大哥照顾生意，我给你多弄2勺。新花样加上味道好，只用了1个半时辰，所有的东西都卖光了。宋金钊没回家，而是去了西宁城最热闹繁华的街道。宋金钊在一个卖糖葫芦、糖人的摊位上买了3串糖葫芦，一边拿钱一边问道：店家，你们在这里摆摊每天要交多少钱摊位费？每个摊位的价钱都不一样，我这个摊位小，1个月这个数。他比出了1个巴掌。50文钱？嗨，想什么呢？50文钱连门槛都摸不到，500文。那个大一些的呢？总不下于这个数，具体你得到县衙去问。他驾车来到县衙门口，看到前天去宋家村给自己颁赏的赵捕快在门口站岗。宋姑娘来此有何事？我想去户房问问中街摊位怎么租。中街的摊位一向紧凑，很少有空出来的。我带你去户房找书吏。走进县衙，梁书吏，这是协助庆国公捉拿朔北探子有功的宋姑娘。原来是宋姑娘啊，久仰大名。梁书吏，我想要在中街租一个摊位，不知道有没有地方。这中街摊位下个月的契书都已经签完了。下个月行不行啊？6月底会空出来一批。下个月就是7月了，那个时候天气最热。行，我想要一个路人最多的摊位。宋姑娘摆摊卖什么东西啊？吃食。7月天气炎热，卖吃食怕是生意不会太好。没事儿，我卖的东西天气越热越有人买。那我先带您过去看看，瞧见哪个中意再回来签契书。宋金钊也正有此意。来到中街，梁书吏把6月底空出来的摊位一一指给他看。像这些摊位都可以租，至少得租1个月，中间不租也不会退钱。最后，宋金钊选了一个距离庭云楼50米处的摊位，摊位后面还能再摆一张桌子，让客人坐着吃。这个月租多少？ 2两银子。
好像有点贵。卖糖葫芦旁边的小摊和这个差不多大，1个月只要1两银子。这个位置在中间，后面还能放桌椅，靠近街尾的地方便宜，租金能少1半。夏天热，街上人没有现在多，能便宜些吗？1年4季都是这个价，县衙就靠这点租金补贴呢，少1文都不行。既然衙门这么穷，为什么不在其他街道多摆些摊位？姑娘有所不知啊，这西宁城地处边关，朝廷有令，边关13城内通往县衙、驿馆、粮仓等地的道路必须时刻畅通无阻，所以除了中街之外，其他街道都不能摆摊。哦，原来如此。两人回到县衙，正要将契书定下来，屋外传来一阵喧哗。秦允谦整个人像是在沙地里滚过一样，发散着一股浓浓的汗馊味儿。宋金钊隔着10米远都能闻到。梁淑丽伸长了脖子朝外看，走了10几天，终于回来了，也不知道有没有把人抓到啊。宋金钊拿着盖好章的契书走出县衙大门，侧过身靠到赵捕快旁边。剩下那个朔北探子找到了吗？秦小将军带人把山翻了个跟头，一根骨头都没找到。让画师照着这张画像画100张，给我贴满西宁城、云中城和寒崖城的大街小巷，只要朔北探子还活着，就不能让他逃出边关。外面的拍门声越来越大，宋诗雪抱着孩子走到院子门口，朝关着的大门喊着：谁在外面？是我，柳郎中。宋诗雪听见后，透过门缝朝外看，对上熟悉的脸，是柳郎中。他刚打开门，你长姐呢？阿姐去城里还没回来。什么？哎呀，她什么时候回来呀？应该是快回来了。柳郎中找我阿姐有什么事儿？隔壁村有个病人，我想让你阿姐帮忙。就在二人僵持之时，马车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宋诗雪激动地伸出手，阿姐回来了。哎呀，宋姑娘，隔壁村有个男人被斧头砍伤了大腿，血流不止啊，你能不能过去止血呀？砍得有多深？柳郎中用手攥住一个指节的长度。大概这么深。流了多少血？没流多少血，我家就在旁边，当时我就过去了，用纱布一直按着。宋金钊拿好药箱，让柳郎中和宋诗雪上车，路过老屋，把孩子丢给宋老太照顾。柳郎中推开众人，领着宋金钊进屋，他把银针递给他：你给他止血，就像那天在宋师根家一样。宋金钊见他把烧红的火烙拿过来了，惊诧地睁大了眼睛。你不会要用火烙烧焦他血管吧？烧灼法你没学过？使用烧灼法伤口容易感染，无法完全愈合，会经常复发，以后走路也会有障碍。可是这么深的伤口能保住命就已经万幸了，难道你还有别的方法？宋金钊点头，对站在旁边的人说道：按住他，别让他乱动。听宋姑娘的。宋金钊先用酒将伤口快速地冲洗了2遍，紧接着从药箱里拿出处理好的丝线，伤口被迅速缝合好。7天不要动，防止伤口裂开。宋金钊离开的时候，柳郎中整个人都是晕着的。宋姑娘啊，这些都是谁教你的？半年前我在山里遇到一位走访郎中，他说他不久将离开人世，一生医术后继无人，非要收我做徒弟，前后教了我1个月。不过缝合的时候用的都是山里动物，这是我第一次用针线给人缝合伤口。不知那位神医现在何处，是死是生啊？他已经去世了。柳郎中目送马车离开。柳叔，你怎么了？学了大半辈子医术，最后比不过一个10几岁的姑娘，柳叔心里难受啊。
他医术比你好，你可以拜他为师啊，以后医术也会变得这么厉害。那怎么行啊？我一把年纪比他不知道要大多少岁。我师傅要是知道我拜一个10几岁的姑娘为师，非得从棺材里爬出来，敲我脑袋不行。马车上，血淋淋的伤口，针线从肉里面穿来穿去，怕吗？一点也不怕，就像缝衣服一样。我想试试。明天阿姐带你上山采药，抓只兔子回来让你试试。明天不摆摊了吗？吃多了也会厌。从明天开始分量减半，我卖完早些回来。郑家私塾经管。哎，今天怎么回事？先生怎么老是叫你起来？我也不知道，中午吃饭的时候，先生一直在看我。傍晚散学时，留下，到堂屋找我。宋启明缓缓将书袋放下，紧张地咬紧内唇，跟在了郑秀才的身后出去。对面门馆，被罚站背书的宋耀祖伸长了脖子。听高丽说，经管每天布置的课业又多又难，启明哥肯定没做完，马上就要挨骂了。你赶紧背，先生说背不完不让你回家。我阿爹肯定已经在外面等我们了。堂屋案桌前，宋启明双手背在身后，心跳砰砰直跳。这是你写的？对。这些你应该还没学到才对，都在家自学了？先生送我的4书5经，学生已经熟读完，背了大半，再过半月就能全部背下来。都背到哪里了？背给我听听。敬之，天为显思，命不易哉。1刻钟之后，郑秀才的脑子已经没有刚开始那么镇定了。原本我是想让你3年后再参加县试，现在看来，明年2月你或许可以试试。县试和府试，我相信你可以通过，难的是院试。这是历年院试的题目，还有前10名学子所做的八股文和策论，你带回去好好看，不懂的过来问我啊。门口，宋耀祖小心地伸了半个头。先生，我会背了。进来背。宋耀祖停在书案前，慢悠悠地开始背诵。刚开始还挺顺，到中间就开始卡壳了。府外马车旁，宋大郎在树下来回踱步。你说启明也被郑秀才留下了？启明哥是被先生单独叫过去的，他在经管，我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儿子，你可得好好读书，别让我和你娘失望啊。二人正说话呢，宋启明背着书袋走出来。宋大郎歪头朝后看。耀祖没出来？先生让他背书，等一下应该就能出来了。先生让你留下干什么呀？是课业没学好，还是书没背出来呀？永年和耀祖都在门馆，现在告诉他们我明年要下场，似乎不太妥当。他摇了摇头。都不是，先生提点了我2句，让我尽快跟上经管其他同窗的学习进度。你才读书就去了经管，跟不上也正常。如果实在觉得难，就让你阿姐告诉郑秀才，让你回门馆读书。3人在门口说话，迟迟没等到宋耀祖出来。堂屋里500多个字儿，宋耀祖背了1刻钟，倒数4句，差点没想起来。回家抄写3遍，明天交给我。先生，我背完了呀。背成这样，不复习过几天就忘了。若不是天色已晚，我非得让你再留半个时辰不可。宋耀祖拎着书袋出来的时候，一脸丧气。宋大郎还是把宋启明今天散学被郑秀才叫过去的事情说了一下。我知道了，谢谢大伯。院门关好后，先生让我明年2月参加县试，说院试很难，要给我特训。看完后你也可以试着自己写，
先好好交给先生，让他指点你。我也是这么想的。既然先生说明年可以下场，那我得更加努力才行，否则考不上就得等2年。西宁城县衙，楚留云一脸怒气，到现在都没找到人，他还能飞了不成？画像贴了好几天，城外各个村庄也都派人去问过，一点消息都没有。让各城衙役挨家挨户的搜，我就不信找不到人。如此会不会太过兴师动众，会容易引起百姓恐慌？根据第2个人的口供，逃走的那人是校尉府的都尉，手里掌握着不少情报。若是能活捉他，必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戴着乌纱帽的张远宗匆忙从外面闯进来，神情激动地说道：国公爷，人找到了。在哪里？就在外面，下官已经命衙役把尸体抬回来了。楚留云脚掌抵住地面，猛然转身，人死了？被野兽咬的就剩骨头了。那担架上的尸体啊，只剩一副残骸。猎夫上山打猎发现的尸体，这是遗落在尸体旁边的衣物和令牌。楚留云拿起托盘上的令牌，确认身份后紧握拳头，差点没把令牌给捏碎了。这么死便宜了他，如果是个普通探子也就罢了，偏偏还是个不小的4品官。秦允谦挥挥手，让人把尸体抬走。明日出发海牙城。张大人，边关13城筹措的粮款都已经到位，尽快将粮食买回来。下官遵命。隔天上午，楚留云和秦允谦骑马离开了西宁城，城内大街小巷的画像也被衙役接下来了。所有人都知道朔北贼子已经死了。2日后，刘家村后山的悬崖上，一个披着狼皮的男人转过身，一瘸一拐地朝山下走去。院子里，一只受伤的兔子被绑在木板上，宋诗雪手里的针艰难地在兔皮上穿来穿去。手要稳，打击别太紧，否则周围的肉会坏死。也不能太松，不然伤口没法闭合。缝衣服和缝人皮终究不一样，没练过能做成这样已经很好了。明天我买些猪皮回来给你练习，熟能生巧，多练练就会了。贺兰霄走进南街一家客栈，台前的伙计听见脚步声，热情地抬起头。各位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住店，要天字1号房。伙计看清楚他的脸，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转而变得谨慎。好的，客官，我这就带您上去。走进房间，锁上门，伙计难以置信地转身追问道：贺兰大人，您不是死了吗？贺兰霄抹掉脸上的黑灰，脱掉身上偷来的衣服，不合身，勒得他难受。找了个替死鬼，那具尸体不是我。山烈呢？让他马上来见我。掌柜去了运河码头，我现在就去叫他回来。单烈匆忙被伙计叫回。最近一次去朔北的商队什么时候出发？大人，前些天楚留云为了抓您，派重兵把守寒崖城通往朔北的商路，现在人还没撤，走不了。楚留云这次来边关带了多少兵马？没带兵马，就只有几十个随从。东赵国皇帝是不想打仗的，如今他们边关13城粮仓空虚，近些天县衙一直在筹措粮款，昨日已经出发走水路去南方买粮了。不能让他们筹措到粮草。走水路大概什么时候回来？下官也是这么想的，这些天我已经把码头的情况摸清楚了，半个月后粮食会从运河码头上岸，粮仓防卫森严，我们进不去，唯一能下手的地方就是运河码头。我们可以扮作脚夫潜入粮仓，将粮食全都收回。就按照你说的办，二皇子秋初便会亲自带兵攻打寒崖城，边关无粮，惊雷军再厉害也不会是我们的对手。5月底，边关进入梅雨季，
还有3日，运送粮食的船就要抵达西宁城。贺兰霄乔装打扮出现在运河码头。3日后，我们伪装成码头扛货的脚夫，就能顺理成章地进入船舱。防卫如何？大人放心，整个西宁城府衙就没多少衙役。事成之后，我们沿着运河游出城，回朔北的商队就在城外等候。天气太热，大人，我们去那边坐坐。贺兰霄顺着他的视线望去，见摆摊的是个年纪非常小的姑娘，不具备威胁，便走了过去。这些每样给我来2份。辣椒要多少？葱要不要？都要。宋金钊看向戴着斗笠的贺兰霄，这位客人呢？葱不要，辣椒多放。这声音有些耳熟，好像在哪儿听过。2位稍坐，凉皮马上就好。就在此时，赵捕头走了过来。宋姑娘，大后天码头戒严，不能摆摊，你记得别过来。怎么忽然要戒严了？是出什么事了吗？没出事，就是县衙从南方买了一批粮食回来，大后天船要靠岸，怕摊位太多影响搬货。再过4个月，田里稻子就可以收了，怎么在这个时候买粮，还特意从南方运过来？还不是前些天朔北探子的事情，庆国公怀疑朔北国可能要开战，所以才下令囤粮，以备不时之需。宋金钊瞳孔骤然紧缩，他想起来那个声音为什么这么熟悉了，是那日在山林里喊3日后西宁城外破庙会合的那个朔北贼子的声音。他不是死了吗？怎么还活着？宋金钊小心翼翼地用眼角的余光偷看贺兰霄，见他后背紧绷，拿筷子的手一直夹着凉皮儿，却一动不动，心里更加确定他就是逃走的那个人。坐在凳子上的2人见赵捕头走了，立刻起身离开。宋金钊默默将篮子的纱布盖上，转头跟上2人，直到看见他们走进客栈才离开。什么？你说你看到了那个逃走的朔北探子？赵捕头瞪大眼睛，宋金钊用力点头。他刚刚就坐我摊位后面。可是那个人的尸体都已经烧了。找到的尸体和画像能对上吗？难道是双胞胎？只有一副残骸，肉都已经被野兽啃完了，没有脸。那你们是怎么确认那副尸体就是那个朔北探子的？尸体旁边有他的衣物和朔北国校尉府的令牌。有没有可能是他故意把衣服脱了，将令牌扔在尸体旁边误导你们？那你刚才怎么不提醒我？现在人都跑了。另一个人我没有见过，我怀疑西宁城里还藏有其他朔北国探子，贸然抓人只会打草惊蛇。刚才悄悄跟过去，发现他们进了南街长亭客栈，那里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的据点。你马上回衙门调集人手，把客栈包围起来，来个一网打尽。你说的对，我现在就回衙门。宋姑娘，你见过他们的样子，你跟我一起去吧。长亭客栈内，贺兰霄眉头紧锁。3日后码头戒严，我们还能伪装成脚夫混进去吗？大人放心，这些年下官在西宁城也不是白待的。运河码头的管事陈大勇和我有些交情，介绍2个人去帮工，那绝对没问题。只是这样，属下就不能陪同大人一起去了。我让云英随大人一同前去。这样也好，你留下来我更放心。来日2皇子攻打西宁城，若是能里应外合，建功立业，记你头功。单烈刚要兴奋，楼下便传来一声巨大的轰鸣声，客栈大门被人一脚踹开。一个人都不能放过，给本官全部抓起来！张远宗不仅从县衙带来了50个衙役，还把驻守在西宁城的100名惊雷军喊了过来。天字1号房内，贺兰霄和单烈脸色大变，2人冲出房间想逃，被走廊上的衙役堵了个正着。就是他就是那个逃走的朔北探子。贺兰霄意识到是宋金钊把人带过来的，拿着刀咬牙切齿地朝他冲过来。宋金钊单手架住刀刃，腾空而起，一脚踹在对方的脸上，转身射出袖箭。贺兰霄避之不及，被箭射中左肩，下一秒
双腿遭到宋金钊横扫，双膝跪地倒在地上。大人！单烈大惊，当即就要冲过来救人，赵捕头横刀将人拦住。贺兰霄抓起了掉在地上的长刀，想要反抗，被宋金钊的匕首先一步抵住了脖子。宋姑娘刀下留人，留活口！宋金钊迅速收起匕首，反手卸了贺兰霄的长刀，单膝将人束手压在地上。楚留云盯着城墙上方，眉头紧蹙。西宁城的守卫怎么比自己上次过来的时候还要少？拜见国公爷。人都去哪儿了？刚才县令大人派人过来传过令，把所有惊雷军都调到南街去了，说是发现了朔北探子的踪迹。城中还有探子？兵卒低头，声音压低。好像就是上次通缉的逃犯，说是人没死。楚留云脸色骤然一沉，一行十几人犹如一道利箭，快速冲向南街。张远宗见宋金钊收手，重重地松了一口气。搜寻的衙役捧着一堆书信从楼上下来。大人，这些都是在单烈的房间发现的。张远宗越看脸色越黑，上面记录的是城墙的换防时间，还有各处人员的守卫情况，时间跨度超过5年，当真是狼子野心，图谋甚远。先把这些人押回去，关进牢房，严刑拷打，该吐的不该吐的，全都给本官问出来。是。就在此时，楚留云带人赶了过来，张远宗连忙跪下行礼。下官拜见国公爷。拜见国公爷。宋姑娘怎么在这里？就是宋姑娘发现了贺兰霄的踪迹，下官才带人过来捉拿。县衙内，负责写笔录的刑房坐在宋金钊的对面，将他说的话全部记录下来。秦允谦坐在旁边听着，看向宋金钊的眼神越来越钦佩。我爹说宋姑娘的武功都是军户教的，不知那人姓甚名谁，竟然能教出宋姑娘这样厉害的徒弟。秦小将军过誉了，不过是一些粗笨的腿脚功夫。那贺兰霄是朔北国校尉府的都尉，武功底子不弱。张大人说姑娘几下便将他擒住了，可惜我当时不在场，没能亲眼瞧见。宋金钊笑而不语，拿起笔在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我摆摊东西还在码头，若是没有其他事情，我就先走了。宋金钊回家后一夜好梦，反观县衙牢房里，楚留云等人一夜未眠，熬得双眼通红。若不是宋姑娘提前发现，2日后运粮食的船一靠岸，恐怕真的会让他们得逞。是下官失职，才让这些敌国暗探在西宁城里潜伏了这么多年。运河码头的管事就往朔北国的商队，还有这些年和单烈走得近的人，全部抓回来审问。下官遵命。3日后，宋家村的宁静被一阵敲锣打鼓的喧闹声打破。村长呆呆地站在宋金钊家门口，赵捕头满脸笑容地将200两银子交给宋金钊。回到家，宋二婶坐在竹席上叹息道：哎，要是当初没分家就好了。分家的时候金钊还没出生呢，谁能想到三房会有这么一天呢？6月中旬，山里菌菇陆陆续续开始长出来。哎，现在山里的蘑菇长出来了，今年还采不采呀？当然得采了，我去找金钊问问。宋金钊提着半篮子黄瓜，眉心微蹙。7月我要摆摊，没时间上山采蘑菇。怎么样？金钊打算什么时候上山？金钊说他今年不去山上采蘑菇，要去城里卖东西。宋二婶手里的碗啪嗒一声掉在地上，裂成2半。卖什么东西啊？好像是什么凉皮茶水，他说他在城里租了摊子。宋二婶愣在原地，夫妻2人想了半天，最后决定去老屋求宋老爹。堂屋里，爹啊，金钊不带我们上山采蘑菇，耀祖明年读书的束修和开销怎么办啊？宋大婶挺着微微鼓起的肚子，神情惶然地望着宋大郎。家里还有卖棕熊分到的银子，别担心。
所以你儿子读书是要今朝给你养？当然不是了，蘑菇是我自己采的。没有今朝，你敢上山采蘑菇？就脱蛋的时候，村里那么多人去，你悄悄摸摸躲到家里当缩头乌龟，整天就知道靠这个靠那个，你怎么就不能靠你自己？给我滚出去！你们夫妻两个要是供不起，就别让他读，省得我每年出3两银子。望着灰溜溜离开的宋二郎夫妇，宋大婶儿咬紧嘴唇，心里五味杂陈。看来采蘑菇啊是真的不成了。眼看中街的摊位还有10天就要空出来了，宋今朝又不想放弃运河码头的生意，让我去运河码头摆摊。我在中街租了一个摊位，7月搬过去，到时候码头那边就没人管了。我一天给您40文工钱，上午准备食材，快到中午的时候在码头卖，卖完阿婆就能回家。你忙不过来，我跟你阿婆给你帮忙是应该的，不用给工钱。阿姨，摆摊不是1、2天的事情，一摆就是好几个月，不能让阿婆白做工。那也用不着40文，太多了。那就30文。阿婆，你愿意吗？哎呀，我没做过，怕做不好影响你生意。调料我都会准备好，只要拌一拌特别简单，摆1天阿婆就会了。于是宋老太第2天一大清早就去宋今朝家帮忙了。宋大婶以为他很快就会回来，结果到中午也没回来，以为只是帮1天忙，结果接下来宋老太天天都去。所以今朝在城里有2个摊子？宋大郎错愕地问宋老爹。宋老爹坐在屋檐下面摇着蒲扇，脸上带着笑。码头摊子不收摊位费，中街的摊位要收钱。那今朝还缺人吗？就2个摊子，你说还缺不缺人？宋大婶闭紧嘴巴，不敢再说话。宋大郎连忙将妻子拉走，回到房间后，宋大婶小声说道：我刚才就是随便问问，今朝要是还缺人，找自家人肯定比外人靠谱啊。你现在怀着孕呢，就算缺人，今朝也不会找你。宋大婶哑然。6月底，在一个炎热的上午，他在中街的饮品摊子开张了。宋今朝就开始推销他的凉皮儿、凉面、乌梅冰糖茶和薄荷甘草茶。过了几天，他又开始卖珍珠奶茶，生意暴涨。庭云楼的掌柜马百川开始坐不住了。宋姑娘，你这珍珠奶茶卖20文钱一杯，能赚钱吗？马掌柜，我做的是薄利多销的买卖。明人不说暗话，我今天过来就是想问问宋姑娘，能不能把制作凉皮和珍珠奶茶的方子卖给我？我把方子卖给马掌柜后，我还能在这里摆摊吗？我把方子买回去肯定得涨价，你的摊位距离庭云楼太近，卖的又这么便宜，我买了等于白买。不过我答应你，只要不在中街摆，其他地方都行。那还是算了，这方子是我好不容易琢磨出来的，一锤子买卖对我来说不划算。你到别的地方摆摊一样能赚钱。除了中间，西宁城内还有其他地方能摆摊吗？你可以去码头啊，那里人多还不收摊位费。宋今朝朝他翻白眼儿，呵呵2声。马掌柜怕不是在糊弄我？码头怎么可能有人买得起20文一杯的茶饮？5文钱一杯他们都不买。马百川尴尬地撇过头，想糊弄没糊弄过去。我可以多出点钱，2张方子100两。马掌柜好生吝啬，本公子都听不下去了。李子恩摇着扇子走过来，旁边李掌柜举着伞给他遮阳。马百川看到来人是李子恩，宋姑娘当时说卖绿豆粥，我还真信了。我愿意出200两银子，买下凉皮和珍珠奶茶的方子，并且宋姑娘可以继续留在这里摆摊。酒楼还有事，在下先走了。宋今朝盯着对方失落离开的背影，对李家在府城的地位更加好奇了。李公子是想在安阳府卖凉皮和珍珠奶茶，虽然石有记不开在中街，
但距离此处也就只隔着一条街而已。宋姑娘果然聪慧，不仅是珍珠奶茶，再加100两，你这坛子上所有的茶饮方子我都要。宋金钊笑而不语。宋姑娘是嫌价格低了？李公子开的价格很公道，但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若是以后我到别的地方开了铺子，卖给李公子的方子我依然可以使用。宋姑娘要离开西宁城？暂时不会，但谁能保证以后呢？宋金钊把方子卖出去后不久，石有记里就卖起了凉皮儿和珍珠奶茶。凉皮儿的价格是20文一份，珍珠奶茶1杯40文。因为价格足足高了1倍，宋金钊摊子上的生意并没有怎么受影响。马百川叹着气来买珍珠奶茶，喝过一次竟然还上瘾了。李家在安阳府很有势力吗？马掌柜那天走那么急。宋姑娘不知道，李家生意能做到滇云，想必不是无名之辈。李家世代行商，生意确实遍布大江南北，但我顾及的不是这个。李家有皇室撑腰，李公子的妹妹是当朝2皇子的侧妃，他都亲自来谈这桩生意了，我怎么敢和他抢？没想到还是皇亲国戚。李家可有人在朝中为官？马百川仰头将碗底剩下的珍珠吃掉。李子恩的父亲虽然考中了举人，但并未入朝为官。哎，这鬼天气，热死了！什么时候下雨啊？是有好些天没下雨了。田埂上，宋老爹望着干涸的稻田唉声叹气，宋二郎苦着脸蹲在地上哀嚎。爹，我实在是跳不动了。傍晚走到自家的稻田里，宋金钊弯腰盯着卷成竹筒状的叶子。宋老爹走过来正好瞧见，他感慨道：再不下雨，庄稼真的要干死了。宋金钊起身注意到他高耸的肩膀，刚按下去，宋老爹拧眉躲开。阿爷别挑了，浇再多水都没用，太阳一晒就没了。不挑庄稼只能干死，稻谷子都还没长起来，说不定熬2天就能下雨了。西边五彩斑斓的晚霞此刻充满了讽刺的意味，明天的太阳只会更大。宋金钊走到河边，看着下降了将近1米的水位，心中不安。西宁城前年发生了蝗灾，去年好不容易有点收成，今年不会要干旱了吧？隔天，宋金钊正在中街摆摊儿，赵捕头过来买薄荷甘草凉茶。麻烦宋姑娘把这几个水壶装满。买这么多干嘛？张大人让我们出城巡视稻田，太阳这么大，兄弟们要是不多带点清热解暑的凉茶，怕是会昏倒在路上。稻田都干了吗？赵捕头举起水壶，大口大口地把肚子灌满。可不就是，再不下雨，今年的收成又要没了。西宁城不下雨，其他地方也不下雨吗？何止是西宁城，有的地方已经大半个月没下雨了，我们这里还算好点。望着拎着水壶快速跑开的赵捕头，宋金钊陷入了沉思。傍晚，他沿着耕田往河道的小路走了4趟。阿姐，你怎么还不睡觉？在思考一些事情。你早些睡，明天还要上学呢。宋金钊两眼无神地望着自己在白纸上画的水利桶车，旁边一堆密密麻麻的数字，他就不信了，他还做不出来。熬了一晚上，天刚亮，宋金钊就带着新鲜出炉的图纸来到了县衙。张远宗盯着图纸上的水利桶车，歪头向宋金钊确认：这东西可以灌溉农田？简单来说，是借用水流冲击力让水轮自动旋转，竹筒汲取水，将低处的河水往高处抬，通过水槽将河水浇灌进农田。去把西宁城最好的工匠找来。宋金钊和几个工匠围着图纸议论了足足1个时辰。陆岩朝张远宗禀告道：回大人，小人觉得此物有大用，可以试试。多久能做出来呀？多叫些人，明日就能做出来。
下午先去宋家村把堤坝筑好，明日把制作好的材料搬过去，马上就能建。顶着草帽的宋满仓被热得满头大汗，眼中含着一丝不确定和期待。金昭啊，你说的这个水车真的能把河里的水引到田里来？这么多天没下雨，河里的水位下降了不少，旁边为了抵挡洪水的田埂有近2米高，这水怎么可能往上流啊？经过一晚上的煎熬，宋家村的村民第二天早早便醒了。村长，县衙的人怎么还没到啊？今朝一大早便去了县衙，说是上午能过来。宋老鬼望着干涸的稻田，心里像猫抓似的。他走到宋老爹的身旁问道：这水车真有用？今朝给工匠看过，说是行得通。怀着煎熬的心，村民不知道等了多久，直到一声炸响，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宋丰收挥舞着手臂，从村里一路狂奔而来。来了来了，他们来了！押送材料的车队已经到了村口，正朝这边过来。数辆大车停在田埂上，宋满仓瞧见从马车里钻出来的张远宗，连忙跪下：草民拜见县令大人。在宋金钊的指挥下，7米高的水利桶车很快就建好了。在水流的推动下，木轮开始滚动，300米的竹槽沿着田间小路穿过稻田。望着喷涌而出的河水，村民们立刻朝自家农田跑去。宋老爹他们的稻田离河边近，没多久就湿了。张远宗紧紧攥住拳头，嘴唇颤抖：宋姑娘，你做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有了这水利桶车，西宁城的百姓有救了。不是我，是我们。若没有大人支持，水车不可能这么快建好。是大人有一颗爱民如子的人心，才会如此重视民女意见。待本官将此事上报朝廷，定当为宋姑娘请功。各地旱灾严重，大人接下来有的忙了。时间紧迫，本官得赶紧回县衙写折子才行。京城早朝大殿之上，东赵国皇帝萧承景望着文武百官说道：庆国公从朔北暗探的口中得知，他们意图秋初出兵。众爱卿以为如何？兵部尚书首先站了出来：陛下，朔北国虎视眈眈，去年年关借山贼之名偷袭云中城，行烧杀抢掠之事。微臣认为应立刻向边关增兵，随时应战。户部尚书连忙开口：回皇上，国库存银仅剩120万两，边关军饷年年吃紧，若再调兵，莫说盔甲器械，就连粮草恐怕也支撑不了多久。6部官员站成两派：两国开战，受难的无非是无辜百姓。微臣认为应当速派使者前往朔北国和谈。未战先降，乃亡国之兆，微臣宁愿战死沙场，也不受此奇耻大辱。国库空虚，实在打不起呀。朔北国屡屡挑战我国国威，若是不打，他们只会更加猖狂。两派官员争吵不休，就差把金銮殿的屋顶掀翻了。萧承景耳膜嗡嗡作响，就像在听一群青蛙在叫。齐王，你以为如何？齐王拱手：儿臣以为边关不得不防，和谈也势必要做。鹰王，你以为呢？鹰王沉声道：儿臣认为应该即刻往边关调兵。如今朔北国意图偷袭边关，其心之险恶，世人皆知。若此时我们增兵，他们或许会心生迟疑，此战可能不用打。可若是不调兵，一旦朔北国大军压境，边关不一定能守住。你旨命宣威将军领兵10万增援边关，10日后开拔，一应粮草
着户部速发。户部尚书苦着脸跪下接旨。张远宗离开宋家村后，各家村民就守在田里，恨不得水能流得再快些。下午，宋满仓皱着脸来到宋金钊家。哎呀，金钊啊，一架水车不够用啊！离河边远的农田到现在才吃了一点点，好些村民心里着急。哎呀，要是能再建一架就好了。建一架水车大约需要10两银子，县衙不可能所有村庄都免费建。第一架水车，县太爷是要看成效，时间紧，所以才没让村里出钱。可再建就不行了。10两银子可不少啊。木材和竹子成本要占一半，我们可以自己上山去砍，人力我们自己有，剩下的钱分摊到每户也就40文钱左右。宋满仓离开后，挨家挨户的通知，第2天村里就开工了。回到县衙后，张远宗决定亲自前往安阳府，将水利统车的事情汇报给安阳知府。抵达安阳府的当天晚上，一封奏折以500里加急的速度往京城方向飞奔而去。炎炎夏日，受害的不仅是边关百姓，南方陆陆续续出现干旱，堆成小山一样的奏折几乎要将御书房的书案淹没了。萧承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只觉得身心俱疲。皇上，户部尚书在外求见。宣。启禀皇上，今夏南北13省降水不足4寸，多地旱灾频发，恐秋后颗粒无收。如今国库空虚，若是筹集军粮送往边疆，恐秋后无粮赈灾，还请皇上决断。边关粮草先行，户部先从民间筹集粮食，以备不时之需。微臣遵旨。户部尚书咬紧后槽牙，头磕在地上，心里一口气堵得慌。国库总共就那么点银子，这是要逼死人呐！萧承景目光扫过案桌上的奏折，闭眼道：着礼部择吉日设祭坛于西郊，行祈雨大典。太监赶紧出御书房去宣旨，可惜求了3次，别说雨了，就连风都没有。启禀皇上，京城近日有流言传出，恐危害江山社稷。什么流言？天不雨，地生火，乃君无德，此乃上天警示。萧承景大怒，挥手将桌上的茶水掀翻在地。荒唐！朕登基以来，勤政恤民，夙夜忧勤，何曾懈怠过？给朕查，这些流言到底是谁传出来的？竟敢如此重伤朕！皇上息怒。底下乌压压跪倒一片，丞相抬起头，神情迟疑，终是开口道：想必是礼部多次设计求雨，皆未有成效。民间有百姓说，皇上未亲自登坛求雨，所以上天才不肯降下甘霖。礼部尚书跪在地上瑟瑟发抖，整个后背都湿了。今日朝中事务繁多，还是让皇子带朕前去。齐王、英王，你们谁去啊？站在朝堂两边的齐王和英王瞳孔地震，火速低头，肩胛骨内收，恨不得马上原地消失。殿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只见掌印太监捧着一个跟手臂一样粗的青竹筒，急匆匆地走进殿内。启禀皇上，安阳500里加急，献上救旱良策。众人浑身一震，安阳府。萧承景迫不及待地伸出手，快拿过来给朕看。打开竹筒，抽出来一卷厚厚的水利统车图纸，还有安阳知府的奏折。好，能有如此神气，乃是东赵之幸也。萧承景将奏折交给太监，让他在大殿上念，自己则拿起图纸仔细看。
看了半天，萧成景蹙着眉头，将图纸交给太监。让工部尚书好好瞧瞧。工部尚书立刻从人群里走出来，双手接过图纸，用手臂垫着翻阅。回皇上，微臣认为此物确实应该有安阳知府奏折上所说的作用。百官撇嘴，这不废话吗？奏折里都说了，试验成功才提报上来的。着工部明日将水车建好，在南郊试用，若所言不虚，全国推行。工部尚书拱手，微臣遵旨。萧成景拧眉思索道：宋今朝，这名字朕怎么好像在哪里瞧见过？父皇，庆国公奏报，捉拿朔北暗探的奏折里提到过此女。哦，朕想起来了，之前安阳知府奏报朔北国探子的奏折里也提到过的，贺兰霄就是他亲手抓的。一个民间女子不仅武功高强，竟然还通晓公事，实在难得呀。他猛地睁大眼睛，怒瞪着站在下面的工部尚书。工部尚书，一个民间女子都能有如此新奇的想法，你身为朝廷3品大员，为何如此无能？微臣无能，是微臣失职。哼，罚你1年俸禄，以儆效尤。谢皇上宽宥。农女宋今朝建造水车有功，赐锦缎20匹，黄金100两。另赐匠心独运匾额，着安阳知府亲赴其宅内宣旨。退朝。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远在千里之外的宋今朝正在中街摊子上忙得热火朝天，连着大半个月不下雨，买冰镇茶饮的人越来越多。宋老太知道后，卖完码头摊子上的东西就赶过来帮忙。二房看在眼里，心痒难耐。今朝又给娘加了20文工钱，他要是真忙不过来，为什么不找我？要不晚上你去问问？爹要是知道了怎么办？我看大房好像没有要去的意思。大嫂怀着孕，想去也去不了啊。等今朝晚上回来，你带点东西过去，旁敲侧击一下，看看他什么态度。他应该不会告诉阿爹。行，我摘点菜带过去。傍晚，宋二婶拎着半篮子茄子过来找宋今朝。二伯娘过来有什么事情？哎呦，今朝啊，我看你家后院种的都是药，没几样菜，我摘点茄子给你送过来。谢谢二伯娘，阿爷今天也送了茄子过来，这些你还是拿回去自己吃。今朝啊，我看你好像瘦了，哎呦，是不是摊子上忙不过来？要不要我给你帮忙啊？不用，摊子上忙得过来。二伯娘要照顾3个孩子，哪有时间干别的？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宋二婶苦涩地笑着，寒暄2句后便赶紧离开了。阿姐，阿爷说摊子上要是忙不过来，可以把安好送到老屋，我就能去帮忙了。我打算买个铺子，再招一个人，白天把你和安好带过去。宋启明和宋诗雪眼睛一亮，在城里买铺子。隔天上午，宋今朝就去牙行打听中街有没有铺子要卖。牙行翻着手里的簿册说道：西宁城就中街的铺子最紧俏，轻易不会有人出手。不过宋姑娘运气好，前几天刚好有人要卖，位置就在中街布庄的隔壁。这家铺子好像是卖胭脂水粉的，昨天还在做生意。所以才说宋姑娘运气好嘛，前天才放出的消息。如今主家正加急把铺子里东西卖掉，最迟7日就能空出来。现在可以去看吗？当然能呢，我现在就带姑娘过去。走到门口时，里面的伙计还在做生意，摆在架子上的胭脂水粉成堆，
像是在清货呢。这铺子前后一共有2间房，前面是铺面，后面是库房，还带一个小院子。房梁柱子用的都是上好的松木，冬暖夏凉，多大的风雨都不动如山呢。这中街的铺子紧俏，等消息传出去，不知道有多少人抢着买。姑娘和这铺子有缘呢，才恰好能碰到。宋金钊看完觉得还行，见宋金钊有兴趣，衙人立刻说道：主家乃是书香世家，因家中有事才忍痛割爱。这个铺子放在平常要卖240两银子，如今只要200两。这个铺子的位置靠中间后半段，院子这么小还没有水井，万万也不知道能不能出水。姑娘放心，肯定能出水。前头卖枣石的后院打了水井，到这里也就30丈远，那水不仅清澈，还甜丝丝的。前头摆货的架子没做几年，用的都是上好的榆木，主家不带走，买了铺子这些都是送的。我卖的是茶饮，要那么多架子也没用，最多150两，今日就可以交定金。最少190两，再少主家也不会同意。160两，要是不行的话，我再去看看其他铺子，也不是非要在中间买。就160两吧，谁叫这个铺子和姑娘有缘呢？宋金钊交完定银，和衙人约好明日上午和卖家在衙行会合。衙人立刻跑到主家通知。王举人放下茶杯，表情略带错愕：这么快就卖出去了？也是赶巧，买家正好想买中街的商铺，这说到底还是举人老爷家的铺子位置好啊。不知卖家是做什么生意的？吃食生意。麻烦举人老爷明日4时带上一应文书来衙行会合，确定文书没问题后，买卖双方就可以去县衙签红契了。王举人点头应下。下午，胭脂铺的掌柜前来汇报清货的情况，他顺便问了一句今日宋金钊看铺子的情形。掌柜顺嘴说了一句，今日衙人带来的买家就是前头卖珍珠奶茶的摊贩。王举人瞪大了眼睛：你怎么不早说呀？掌柜的愣住了，一时间不知道该作何反应。王举人把掌柜赶出去，懊恼地捶打桌子，朝王夫人发火：哎呀，听闻那人把房子卖给石有记酒楼，赚了几百两银子。早知道他要买铺子，当初跟衙行定的价格就应该再高些。谁说不是呢？若是中街的铺子价格能卖得高些，西街的宅院就不用卖了。不行，原是着急出手才开这么低的价格，没想到才过去2日就有人买。160两绝对不行。可定贴已经签了，反悔要赔双倍定银。我又不是不卖，那摊贩要买中街的铺子，现在只有我们手中有，他不得不买。隔天上午，宋金钊带着银子来到衙行，见衙人沉着脸坐在椅子上。卖家还没来吗？卖家说这个铺子是他和表亲共有的，对方嫌价格低，反悔不卖了。前几日才说要卖，这才过去几天就嫌价格低，骗鬼呢？这我也不知道啊，我昨天去的时候还好好的，谁知一早就派人过来说觉得价格太低，除非再加100两，否则就不卖了。哼，再加100两，他以为那铺子是黄金做的吗？260两，真敢狮子大开口！你告诉卖家，就说我不买了，让他赔双倍定金。哎呀，不瞒宋姑娘，那铺子的主家是西街的王举人，放在衙行的40两定银我可以还给您，可让王举人赔40两，恐怕他不会给呀。举人又怎么样？我签了定帖，他毁约就得赔钱，他要是不赔，那就官府衙门见。望着宋金钊如刀削斧劈般笔直的背影，衙人瘫倒在椅子上，久久无言。你说的不买了，让我赔定银？这260两已经超过市场价太多了，
买家出不了那么多银子，这按照定帖，您是要赔钱的。茶杯砰的一声砸在地上。他把房子卖给石有记赚了几百两银子，摊子生意那么好，260两又算得了什么？中街要卖的铺子只有我一家，就算是翻一倍也是应该的。宋姑娘说，若是您不赔，就官府衙门见。王举人一掌拍在了桌子上，疼得他龇牙咧嘴。哎呀呵，见就见，一个摆摊的农女，我一个举人还会怕她不成？衙人转身离开了王举人家时，脸上带着鄙夷，仗势欺人，哼，活该一辈子考不中进士。王世章从赌房回来，见王举人黑着脸坐在堂前，地上洒了一滩茶水，连忙问道：是谁惹爹生气了？王举人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指着鼻子开骂：我怎么就生了你这样一个儿子，玩物丧志，整天就知道游手好闲，给我找麻烦。若不是你跑去赌坊输了那么多钱，我又怎么会需要变卖家产给你还债？害我被一个摊贩小民欺辱，还要拉我去见官。被臭骂一顿，还挨了一巴掌的王世章气血翻涌，找到王夫人问到底怎么回事。唉，本来只想多卖点钱，谁知道那个宋姑娘敬酒不吃吃罚酒，不但不买铺子，还要你爹赔钱。一个农户出身的贱女也敢和我们王家作对，简直找死！过了中午，宋老太来中街摊位上帮忙，是铺子没买成，对方临时加价不买了。果然是这样，要我说呀，就别在中街买，价格贵，地方还不大。我瞧着隔壁那条街就不错，价格便宜，人也不少。买个大点的铺子，以后若是关门太晚，你和启明失血，带着安好也住得下。我过2天再转转圈，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未时过半，气温最高，有人撑着素面油纸伞朝摊位走过来。宋金钊起身询问：客官需要买些什么？1杯薄荷甘草凉茶。宋金钊微微皱眉，这个人的语气压着火，神情对自己有敌意。王举人接过竹筒，慢悠悠地说道：听闻宋姑娘有一个弟弟在南街郑秀才的私塾里读书。宋金钊抬眸，王举人将凉茶倒在地上，语气意味深长：哎呀，在那里读书的学生没几个能考上秀才，熬几年最后只能求到我面前让我收留他们。你要是乖乖听话把铺子买了，我大人不计小人过，让你弟弟明年到我的私塾里读书。原来王举人也知道自己行为有多么贪婪无耻，怕被人瞧见，只敢等没人的时候跑过来威胁我。像你这样品行不端的教书先生，就算学问再好，也是在误人子弟。我弟弟心性纯良，怕是高攀不起你这口粪坑。既然你这么不知好歹，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哼，无论你想怎么不客气，我都奉陪到底。明日上午把赔偿的银子送到衙行，否则我不介意和王举人在县衙公堂好好不客气一下。40两赔银你也敢说出口？定帖上写的清清楚楚，卖家毁约需双倍返还定银，我当然敢收。王举人扔掉手里的竹筒，转身就走。站住！后悔了？你还没给钱，20文一杯。王举人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铁青着脸把银子扔到桌上。宋老太盯着他的背影，眼尾压出了3道褶子。那铺子是他的，抬价多少钱？没想到还是个举人老爷。昨天谈好160两，今天要加260两。一下子加100两，抢钱呢！就差明抢了。傍晚回家的路上，正在驾车的宋金钊眼神凌厉地扫向侧后方，6个拿着刀的男人突然从林子里窜出来。金钊，他在车里，别下来。
赵三刀歪着嘴，露出一口大黄牙。嘿，小姑娘胆子挺大呀，见到小爷还不跪下求饶？谁派你们来的？你得罪了什么人，自己心里清楚。等我们几个把你教训一顿，泄泄火，你明日再去乖乖认个错，这事儿就算完了。宋金钊眼底寒光一闪，身形骤然启动。赵三刀没想到他会突然动手，当即大喊道：兄弟们，给我上！6人齐齐朝着宋金钊冲了过来，匕首的刀光划过他们被夕阳照得发黄的脸。宋金钊踩着长刀腾空而起，转身几脚将6人踹倒在地。姑娘饶命啊！求姑娘饶命啊！宋金钊手里的匕首往肉里用力一分，血液顺着脖子流下。黄举人给了你们多少银子？想把我怎么样？是王世昌说你得罪了他爹，给了我们30两银子，把你打怕了，乖乖买他家铺子。我们几个只是收钱办事，求姑娘大人不计小人过，饶我们一条狗命啊！王世昌是王举人的儿子，是他派你们来的。对，他在赌房输了一大笔钱，王家要卖家产给他还债。他说你害他被他爹打，这才花钱让我们教训你。宋金钊俯身压低声音问道：王世昌在哪儿？在万春楼，他让我们结束后去万春楼告诉他一声。麻不麻？上次在贺兰霄身上用过后，他就在袖剑的箭头上抹了乌头碱。麻，又麻又痛，如火燎刀割一般。麻就对了，我在剑上抹了毒，知道该怎么去向王世昌复命吗？还请姑娘指点迷津。把他拖在万春楼一夜，否则毒药蔓延到心脏，你们就等死吧。赵三刀惊恐的垂眸，赵三刀爬起来，不停地朝他磕头：求姑娘饶命，求姑娘饶命！办好我交代给你们的事，晚上自然会有解药。望着无情离开的马车，赵三刀瘫倒在地上，其他人捂着短剑造成的伤口哀嚎道：道哥，现在怎么办？我们不想死。为了30两银子把命丢了，分到每个人身上才5两。回村的路上，宋启明从马车里钻出来，坐到宋金钊的旁边。阿姐刚才真厉害，能不能教教我？想学。宋启明用力点头。每天早上围着院墙跑30圈，能坚持1个月我就教你。那我明天就开始，提早半个时辰起床。残月隐藏在厚重的乌云之后，窗外一片漆黑。宋金钊瞥了一眼安睡在床上的宋诗雪，牵着院子里的马消失在了黑夜之中。马蹄声沿着小路穿过田埂，一路往西宁城而去。宋金钊将马拴在城外树林里的树桩上，趁换防时迅速靠近城墙，匕首插进砖缝，借力而上。万春楼2楼包厢里，赵三刀忍着伤口的疼痛给王世章倒酒。王公子，那个小娘们说明天一早就去牙行送银子，260两，一文不少。就这么点小事，我爹都解决不好，他还打我，明日我非得找他请功不可。西宁城谁不知道王公子德才兼备，智勇双全呢？我们兄弟几个得您照顾，才有现在的好日子。我再敬您一杯。连着6壶酒下肚，王世章口齿变得有些模糊。等王世章迷迷糊糊地趴在桌子上，赵三刀朝正在陪酒的青楼女子挥手说道：你出去，今天这里不用你服侍。王公子叫奴家来服侍，奴家怎能现在就走？不一起过夜，我怎么能省钱？赵三刀掏出5两银子放到桌上。赶紧滚，这里用不着你伺候。谢谢刀爷，有事随时叫奴家，可不能叫别人啊。他会不会碍于王世章举人儿子的身份不想动手了？呸！那姑娘那么狠，怎么可能不来？那他怎么还不来？
这么想我？宋金钊从窗户跳进来。哎呀，你终于来了，人我们拖住了，把解药给我们。等着。宋金钊卡住王世章的脖子，一根银针刺进他的人中穴。王世章悠悠睁开双眼，盯着宋金钊咧开嘴角。哪里来的小娘子？万春楼来新货了？宋金钊冷笑，下一秒匕首划过他的手臂。清醒点了吗？王世章睁大眼睛就要叫疼，被宋金钊单手掐住脖子。还叫吗？是你让他们半路堵我，教训我的。姑娘饶命，我再也不敢了，都怪我爹，是他要坑你银子，不关我的事。原来是这样，看来是我误会你了，你走吧。王世章双腿发软倒在地上，他顾不上疼，着急忙慌就要往门口爬，下一秒刀锋拉过喉管。见王世章咽了气儿，赵三刀小心翼翼地开口：姑娘，解药能给我们了吗？宋金钊咧开嘴角，从怀里拿出了一个药瓶，打开。当然可以，一人一颗，吃下去毒就解了。六人忙伸出手来接，脖间的鲜血喷涌而出。赵三刀等人不可置信地瞪着宋金钊：你们没有中毒，现在也不需要解药了。第二天清晨，青楼女子从外面拉开房门，见七人倒在地上，脖间血肉模糊，地上全是血。死人了！大清早的，张远宗还在睡梦之中呢。大人不好了，万春楼死人了！大人快醒醒，出人命了！在哪里？谁死了？就在万春楼，7条人命，被发现的时候尸体都凉了，其中还有王举人的儿子王世章。王举人满脸惊慌地从轿子里冲出来，上台阶时差点摔倒。王夫人的轿子晚了一步。是谁杀了我儿子？是谁？现在案子还在查，贵公子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我昨天就不应该骂他，否则他也不会去青楼。昨日被杀的还有以赵三刀为首的地痞6人，令公子和他们是什么关系？怎么会一起在万春楼喝酒？瘫倒在门口的王夫人听到后踉跄着冲过来，跪倒在张远宗的面前。大人，是中街卖奶茶的摊贩杀了我儿子，一定是他，除了他没有别人。你说的是孙姑娘？就是他。昨天世章被他爹打了之后，就跑过来问我，说要让那个女人好看，结果一转眼，我儿子就死了。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我没当回事儿，我不知道会变成这样啊，不过是个无权无势的普通农女而已，谁能想到儿子会死啊？张远宗拧眉，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儿。就在此时，去查昨天受害者行踪的衙役跑回来禀告道：大人，在城门站岗的兵卒说，昨日赵三刀等人入城时浑身是伤，像是跟人打斗过。他们什么时候出城的？酉时3刻左右。你带人去请宋金钊来堂前问话。赵捕头带人赶到宋家村时，宋金钊和宋老太刚把今天要卖的珍珠煮好。赵捕头，这么早你怎么来了？宋姑娘，城中发生了命案，大人让我来请您去县衙问话。发生命案为何找我过去问话？死的是王世章和赵三刀，还有他的几个兄弟。王家指控你是凶手。原来是王家。昨日我是和几个人在城外动了手，但我只是把他们打了一顿，走的时候人还活着。宋老太疾步走过来。对，昨天他们走的时候好好的，人不是我们家金钊杀的呀。只是让姑娘过去问话，并不是定罪。只要问清楚案子跟您没关系，有大人在，王家诬陷不了您。既然如此，阿婆，那我过去一趟，今天上午就先不摆摊了，等我回来再说。
我跟你一起去，我能作证，他们走的时候还活着。阿姐，我想和你一起去。你好好在家里待着，我跟阿婆很快就会回来。刚走进县衙，你杀了我儿子，我要你偿命！宋金钊抬脚将他踹倒，面无表情地说道：“你儿子不是我杀的，是他自己找死。”府衙重敌，岂容你在这里放肆！一声令下，开始升堂。听到消息的百姓赶过来凑热闹，这么快凶手就抓到了。张远宗看着跪在堂下的宋金钊问：“宋姑娘，昨日你是否与赵三刀等人在城外起了冲突？”“是，可我没杀他们。”“事情的经过，你细细讲来。”“回大人，此事还要从民女买铺子说起。前日民女在衙人推荐下，看中王举人家的铺子，签了订帖，交了40两锭银。原是约好昨日上午在衙行会合后，就来县衙签红契，却被临时告知，那间铺子乃是王举人和他亲戚共有，原是160两，他们却临时加价，要我付260两银子。民女不愿意，便要求王举人按照订帖返还双倍定银，否则便告官求大人还我一个公道。到了下午，王举人忽然来到民女摊位上，威胁民女必须买铺子，否则就要对我不客气。我不怕他，坚持要求赔偿。结果傍晚回去的时候，一伙手持长刀的贼人将民女马车拦住，说要教训我一顿，接着便打了起来。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们是王举人儿子派来的，原是想着今天拿不到赔偿便来报官，没想到他们会先来污蔑我杀人。”宋金钊说的话可是真的？王举人咽了咽口水：“回大人，我没有威胁他。”宋老太当即瞪着他大骂道：“胡说！你说启明在郑家私塾读书考不中秀才，过几年还得去你家私塾读书，不买铺子就不让念，买了铺子明年就可以去。我孙女嫌弃你言而无信，品德败坏，直接就给拒绝了，你就威胁说要找人打他。”“我什么时候说要找人打他了？”“你要是没指使，你儿子怎么会找地痞流氓教训我们？要不是我孙女有点功夫在身上，昨天还不知道会被他们打成什么样子呢。找6个5大3粗的男人对付一个小姑娘，亏你还是个举人老爷，你怎么这么不要脸？”“肃静！”宋老太被吓得闭上了嘴。堂前安静下来后，宋金钊开口：“大人，民女昨日只将那伙贼人教训了一顿，并没有杀他们。况且我从未见过王举人儿子，怎么会知道他在万春楼？”“大人，我能证明他们走的时候好好的，不仅我看见了，我3个孙子都看见了，他们就在郑家私塾读书。大人若是不信，可以把他们叫过来问。”“你们是一家人，肯定会包庇他，哪里还会说实话？”坐在一旁记录的师爷说道：“大人，守城门的兵卒是见过赵三刀他们入城的。如果之后宋姑娘没有入城，她就不可能半夜在万春楼杀人。”张远宗颔首：“去把昨日守城的兵卒叫过来。”守城兵卒是惊雷军的人，他先是看了宋金钊一眼，接着眯起眼睛说道：“大人，昨天这位姑娘驾车出城以后，赵三刀等人紧随其后，现在想来好像是有意跟踪。”“宋金钊出城有没有再入城？”“回大人，并未见到。”“会不会是你们看漏了？”“回大人，那个时间很少有年轻女子出入，我等若是得见，一定印象深刻。”王举人不相信的摇头，脑中灵光一闪：“会不会是从运河游进来的？”“不会，1个月前本官已命人在水门下方安装了铁网，岸上还有看守的衙役，只要有人从水下偷偷潜入，就一定会被发现。”王夫人指着宋金钊：“除了他，还有谁会杀我儿子？我们只和你结了仇。”“只凭杀人动机就判定人是我杀的，如果是这样，王举人也有杀人动机。”
满口胡言，我怎么会杀自己的儿子啊？昨天赵三刀被我打得跪地求饶，他说王家卖铺子是因为王世章在赌坊输了一大笔钱，所以才想着来坑我。有这么一个整天混迹青楼赌坊，将家产一步步败光的儿子，王举人应该很生气吧？怒火压抑的时间长了，恨不得对方从未出生过。你指使王世章买凶对付我，又害怕事情败露，威胁到你好不容易考取的功名，索性就趁这个机会把他杀掉，以绝后患。无凭无据，你竟敢污蔑我杀子！我只是按照正常逻辑推测，你们王家不也无凭无据就说我杀人吗？王夫人，你仔细想想，王举人有没有说过类似于我怎么就生了你这样一个没用的儿子这种话？儿子可以再生，你生不了他也可以找别的女人，功名丢了就没了，好不容易积累的家产，怎么能让一个只知道给他找麻烦的废物儿子败光呢？他这是在挑拨我们夫妻间的感情。房间里7个人，我一个人怎么可能把他们全杀了？赵三刀为了钱什么都愿意做，你买通他先杀了你儿子，然后再灭另外5人的口，最后趁其不备把他也杀了。你信口雌黄，巧言令色，一派胡言。站在县衙门口的衙役瞧见不远处有官差抬着轿子走过来。大人，知府大人来了，轿子马上就要到门口了。安阳知府孟鹤川下轿后，见县衙门口百姓甚多，抬脚走上台阶往里走。下官拜见知府大人。可是在判案？回大人，昨日夜间城内发生了命案，下官正在询问。皇上下旨嘉奖献上水车良策的宋氏女，命本官亲自前往宋家内宅宣旨，你随本官一同前去。大人，宋金钊如今就在县衙，正在接受审问。对上张远宗射过来的眼神，宋金钊再次行礼。民女宋金钊拜见知府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张远宗将事情发生的经过一一道来。跪在一旁的王举人和王夫人此刻内心极为忐忑。既然有人能证明宋金钊昨天晚上没有入城，就说明凶手另有其人。皇上下旨恩赐，若是受赏之人卷入凶杀案，这岂不是在打皇上的脸？这种事绝不能发生。张远宗低眉解释，王家人口口声声说宋金钊是凶手，下官只好将人传来询问，正打算退堂，大人便来了。那就赶紧让他回家，切不可耽误接旨。王举人不甘心地磕头恳求，知府大人呐，宋金钊是最有动机杀害我儿的人，怎么能就这样将他放走？宋金钊曾2次协助官府抓捕朔北贼子，立下大功，发明水利统车，解万民干旱之苦，就连当今圣上都对他满口赞誉。你既无人证，也无物证，凭口污蔑有功之人，光凭这一点，本官就可以杖责你30大板。犬子被杀，草民一时失言，还请大人恕罪呀！宋金钊当着所有人的面，光明正大的带着宋老太离开了县衙，来到了宋家村。村民们全都站在门口看热闹。堂前，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宋氏之女宋金钊建造水车有功，特赐锦缎20匹，黄金100两，另赐匠心独运匾额，以彰其功。钦此。民女叩谢皇恩。流程走完后，孟鹤川脸上的表情显得放松很多。他看向几个男孩，听闻宋姑娘的弟弟如今正在私塾读书，不知是哪一个？启明过来，拜见知府大人。学生宋启明拜见知府大人。学业上可有遇到什么难处？打算什么时候下场？回大人，学生打算明年下场，参加2月的县试。甚好。希望下次见到你是在府试的考场之上啊。学生才疏学浅，蒙大人垂青，必当竭尽全力，不负大人所望。
宋姑娘把令弟教得很好。大人过誉，民女愧不敢当，都是司书李先生教得好。入城刚把摊位摆好，牙行的牙人就跑过来，交给宋金钊80两银子。宋金钊将银子扔在桌上，我还以为他会再坚持2天，直到我报官告他。若是皇上的圣旨能提前2日送到，王举人根本不敢反悔。杀害王世章7人的凶手找到了吗？像赵三刀那种人，仇人一大堆，想杀他的人10根手指头都数不过来。估计是那天晚上王世章和他们待在一起，就正好一起杀了。王家，王夫人正捏着手绢抹泪呢。到现在一点凶手的消息都没有，世章死得好惨呐！老爷，你倒是说句话呀！我能有什么办法？县衙查不到凶手，就算世章真的是宋金钊杀的，没有人证物证，我们也拿他没办法。望着挥袖离开，明显不打算再管的王举人，王夫人想起昨日宋金钊在县衙里说的话：派个脸生的小厮悄悄跟着老爷，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立刻告诉我。2日后，衙人拿着簿册找过来。宋姑娘，你还想不想买中间那个摊位啊？现在只要150两就能拿下。鉴于上次的事情，衙行也有责任，佣金我给你少1半。王家铺子我嫌晦气，还有别的吗？哎呀，这中街的铺子愿意卖的就只有这一个，否则那天我就带您去看了。这次可以不要中间，附近2条街都行，比那天看的再多1间房，院子也最好也能大一些。前后2条街，那选择的就多了。能，这个啊，这3个都符合。下午，宋金钊去3个铺子看了看，最后定下了一个2层小楼铺面。虽然只和中街隔了一个路口，但只要100两银子。主家年后为了陪儿子读书搬去了府城，和衙行签了代办书，可以直接去县衙签红契。宋金钊买下这栋2层小楼后，便把摊子搬到了铺子里。张远宗迟迟没有查到杀害王世章等人的凶手，加上朝廷支援边关的军队抵达，他没时间继续查下去，只好将案子暂时搁置。宋诗雪扶着宋安好走路，瞧见街上时不时就有穿着盔甲的兵卒策马经过，他有些担心地问：阿姐，是要打仗了吗？放心，有阿姐在，打不过我们就跑。又是一年秋收，村长眉头紧蹙，脸色难看地从云桥镇回来。朝廷要加收税粮，每亩地比去年多出了足足1成。宋老爹盯着坐在竹席上数银子的宋老太：你给金钊帮了2个多月的忙，挣到的钱都快赶上10亩地的收成了。金钊说打仗了，城里粮价可能会涨，让我们先不要卖粮食。今年收成只有去年的8成，本来也没多少粮食能卖。朔北国2皇子贺明南率领30万大军，不日即将抵达边关的消息传入京城。皇宫内院，一名宫女急匆匆地走进碧落宫，穿着粉色宫装的萧雪溪焦急地冲到了门口。怎么样，边关情形如何？回公主殿下，朔北国的军队不日即将抵达2国边境，皇上下旨死守寒崖城。有流言哥哥的消息吗？公主殿下放心，庆国公骁勇善战，定能大胜归来。 3日后，贺明南一声令下，朔北国大军开始攻打寒崖城。楚留云领军顽强抵抗。铁甲城内，贺明南沉着脸，给营门关传消息，让守城将领带5万大军前来支援。是。见贺明南连着7日没动静，楚留云心里开始不安起来。身经百战的惊雷军统帅秦过开口推测道：会不会跟我们一样，贺明南也在调军？国公爷，
我们是不是应该上奏皇上，请求支援？叶城卫师，皇上是不会下旨派兵支援的。宋满仓沉着脸，拿着锣鼓在家门口敲。县衙要征调民夫，押运粮草前往寒崖城，各家的名单都已经报上去了。他对着名录把所有的名字都念出来。大家回去准备准备，后日一早便要去县衙集合。自从在城里买了铺子之后，宋金钊就带着3个孩子住在城里。征用民夫的消息，他是在第2天才知道的。宋老太早上过来的时候啊，眼眶都是肿的。你大伯二伯都要去，这仗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打完呢？隔天，赵捕头握着刀在码头盯着。这些军粮都是加急从南方调过来的，寒鸦城催得急，这次征用的运粮役比修建运河的时候多了整整1倍。宋金钊听后抬眸看向他，眼中惊奇。要从南方运粮食过来？边关秋收后百姓交的粮税已经吃完了，照常理应该没这么快才对。今年虽然加收了粮税，但其实收上来的粮食和去年差不多。朝廷先从南边调，以免寒鸦城失守，大军退守其他城池，城内无粮食可用。寒鸦城如今情况怎么样？能不能撑住？虽说尽管朝廷提前有了防范，但对方的兵力比我们多。张大人每天熬到半夜睡不着觉，估计是战况不太妙。寒鸦城议事厅内，秦允谦略显狼狈地说道：贺明南从阴门关调了5万大军，后日便会抵达铁甲城。他们耐不住了。5万大军一到，贺明南一定会立刻下令攻城。那我们就先一步动手，夜袭铁甲城，打他们个措手不及。今夜3更，夜袭铁甲城。夜半3更，自以为是猎人的贺明南从来就没想过楚留云会主动偷袭铁甲城。随着城内粮仓被烧，四处火光冲破漆黑的天际，他快要被气疯了。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朔北国皇帝骤然病危，急召二皇子贺明南返回燕都，同时派出使臣与东赵国进行和谈。寒冬腊月，阿姐，铺子里没有火炕，要不过了元宵你们就待在村里，我自己去先生家住。 6个人住1间房，肯定没有在家里舒服。铺子里没有火炕，可以烧炭，不碍事儿。高丽他们都在，住在先生家，晚上求教方便。还剩1个月时间，我想再努力一把。过完元宵，宋金钊驾着马车送宋启明去郑秀才家。郑夫人盯着正在把被褥搬进房间的宋金钊，眼神久久没有移开。宋启明的姐姐今年16了吧？好像过完年刚满16。你怎么想到问这个呀？我娘家嫂子打算今年给于白议亲，你觉得宋启明的姐姐怎么样？我觉得不合适。你娘家在皓月城，启明还在读书，他妹妹和他年纪一样大，家里还有一个不到2岁的幼弟，你让宋金钊怎么放心呢？他就算是嫁，也不会远嫁。他家里还有祖父母，2个伯伯也都还在，总不会拖着一个孙女不让她嫁人呢。他们要是靠得上，宋金钊就不会独自抚养3个弟弟妹妹。他应该暂时没有嫁人的打算，不信你可以问问。等开春后，我找人打听打听，顺便也问问我娘家嫂子的态度。1个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眼瞅着县试还有几日就要开始，宋金钊把准备好的竹篮递给宋启明，轻声叮嘱：好好考，别紧张，照常发挥就行。阿姐放心，我一定会通过县试的。试卷发下来后，宋启明粗略扫一遍题目，心里已然有数。他沉下心开始提笔。当他走出县衙时，站在对面的宋诗雪和宋金钊早已等候多时。阿姐，哥哥，你考得怎么样？我觉得没那么难，应该没什么问题。
2天后，盯着榜上宋启明3个大字，宋诗雪高兴地跳了起来。哥，你过了。参加复试的人和刚开始比少了近一半，考棚里有一半的位置都是空的。3日后，宋金钊还在吃早饭，宋老爹便跑过来催促他们去城里看榜。得赶紧去，否则里外全是人，瞧都瞧不见。阿爷，太早去，县衙都还没贴呢。县衙门口围了一大群人，宋启明怔怔地望着写在第1行第2列的名字。宋金钊眉开眼笑，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考得不错，我家启明是同生老爷了。阿姐，我才12岁。站在身后的宋老爹见状，忍着喷涌而出的喜悦，大声确认：是考上了吗？考上了，哥哥考了第2名。我考上了，阿爹，我考上了！不远处，宋高丽激动地指着第2行中间，朝宋大壮说道。宋金钊见宋启明望着宋高丽父子2人发呆，低眸按住他的肩膀说道：走，我们去买纸钱，得让爹娘马上知道才行。好。回村后，宋老爹开口问宋金钊：启明考上童生，要不要摆宴好好庆贺一下？4月就要参加复试，先不摆了。阿爷，我明天要去私塾找先生，接下来还要温习功课，还是等院试结束，要是考中秀才就摆，没考中就算了。回到家，宋二郎望着宋耀祖说道：启明都已经考上了，你可得努力，争取2年后一举考中。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随了阿爹，书一背就忘，我也不知道我2年后能不能考上。我看耀祖好像没有读书的天分呢，2年后要是没考上，干脆就算了。还有2年，你说什么丧气话呀？把霉运都招来了。那你倒是告诉我，3月交完暑修，接下来的开销怎么办啊？4月复试，保险起见，3月中旬就得出发。宋金钊打算带宋诗雪和宋安好一起去，提前5天出发过去找住处。宋满仓和宋大壮找上了门。金钊啊，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出发去安阳府啊？能不能把高丽和他爹也带上？我们可以给路费呀。行，肯定行，只是我们3月10日就要出发，不知道你们时间方便吗？去西宁城的马车7天就能到，提前这么长时间干嘛？我打算带诗雪和安好一起去，2弟年幼，路上肯定会慢很多，所以要提前出发。3月10日出发没问题啊，山高路远，难免水土不服，早点过去适应也好。离开宋金钊家后，宋大壮一脸难受地说：爹，原本我们打算3月20日再出发，现在足足提前10天，住宿吃饭得多花出去好几两银子。此去安阳府一路上难保不会遇到危险，有金钊在，我要放心些。院子里，阿爷，我想把家里田地租出去，麻烦您帮我问问村里有没有人愿意租。好好的把田租出去干嘛？你没空管，有我给你看着，绝不会没了收成。你和阿婆就2个人，哪种得了20亩田？那还不得累死呀？租出去一了百了，免得每次忙不过来，还要特意请人帮忙。既然你已经决定好，那就租出去。租金是收银子还是收粮食？收粮食，水田5成，旱地3成，粮税各出1半。说完，他看向宋老太，家里还有2头羊，10几只鸡，我不在家的时候，麻烦阿婆照顾一下。放心，保管不会让他们少1斤肉。等宋金钊离开后，宋大郎就先从房间里走了出来。爹，金钊家的田能不能租5亩水田给我呀？你种得过来吗？现在有水车，不用来回挑水。等梨花把孩子生下来以后，也能下地帮忙。用年读书也费钱，我们得多种点粮食卖呀。
你要是真想租，我就去和金钊讲。但有一点，就算是亲戚，租金该付的还是要付，不能少。那是应该的，我一定好好种，让金钊多收点粮食。宋金钊想要把田租出去的消息，宋二婶是挖野菜的时候知道的，他急忙跑回家找宋二郎。哎呀，大哥租了5亩，土蛋家也想租，你赶紧去找爹，我们也租5亩。宋二郎只好沉着脸，艰难地从床上爬起来出门。挂着御赐牌匾的堂屋里，宋金钊一边让宋耀祖写契书，一边说道：在后面加一条，若因租户不善管理，导致田地收成减产，按每亩水田1担，旱地6分担产量上缴对应田租。几日后，一早吃过早饭后，村长一家就带着行李过来了。麻烦大壮叔驾车，您的车费就不用给了，只给高利就行。路上慢点儿，注意安全。好好听你阿姐的话，尤其到了府城，千万别乱跑。大壮，路上帮我看着几个孩子，毕竟年纪都还小。老叔你放心，我们保管安安稳稳的回来。望着马车渐行渐远，宋老爹的心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抵达黄窑镇的时间比预先早半个时辰，在客栈住一晚上，明天一早再出发。哎，我是真没想到，朔北国登基当皇帝的不是带兵打我们的2皇子，而是没用的3皇子。这下好了，以后我们再也不用愁了。隔壁桌挂着镖局铜牌的镖师，一只脚架在长凳上，一手将杯子里的烈酒灌进嘴里。宋金钊抬头望去，不是说朔北国皇帝最疼爱的就是2皇子了吗？怎么现在没把皇位传给他呀？这就不知道了吧？听说是感染重疾死了。朔北国本来就没几个皇子，可不就让3皇子捡了个便宜。晚上宋金钊睡得正熟，门外传来一阵沉重仓促的脚步声，隔壁房间的门被人推开。隔天清晨，小二送热水上来，宋金钊打开门。宋姑娘。宋金钊撇过头向右看，隔壁房间的秦允谦握着刀剑刚从里面出来。昨天在马厩里看到2匹退下来的战马，当时还觉得像，没想到真的是你。宋金钊让开位置，让小二把水端进去。听说朔北国新皇登基了，你们这是要回京？1个多月前就登基了，没想到贺明南就那么死了，我都还没和他交上手。登基的3皇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他，传言这个人挺废的。堂堂皇子被到处传是个废物，怕不是伪装。宋姑娘怎么会在这里？我带我弟弟去安阳府参加府试，所以在这里歇脚。那就祝令弟金榜题名，高中榜首。宋金钊刚把门合上，隔壁的房门就打开了，人影投在窗户上，听说话声应该是楚留云。2日后抵达皓月城，当天晚上便下起了。金钊醒了吗？宋大壮在外面敲门，声音透着一丝急切。我刚刚在楼下听到从辽都过来的客商说，半月崖出现了一伙山贼，劫杀了不少路过的商人。皓月城衙门明日要去半月崖剿匪，要不我们等官府把山贼抓住后再出发。宋金钊答应了，所幸他们出门早，耽误几天时间也没事儿。等晚上在客栈楼下吃饭的时候，坐在旁边的客人嘴里正在讨论半月崖山贼的事情。就刚才城门口逃回来一个书生，听说是去府城赶考的，那胸口被杀了一刀，就剩半口气儿了。听说那伙山贼杀人不眨眼，什么人都抢，就算是跑过去一条狗都要宰了吃狗肉啊！哎呀，也不知道官府能不能把人抓住。这要是抓不住，以后可没人敢去半月崖了。晚上一夜没下雨，第2天醒来的时候，地上的雨水都被蒸发的差不多了。大壮叔，我出去打听打听，你在客栈看着他们。等一下，我和你一起去。宋金钊和宋大壮便径直朝皓月城县衙走去。干什么呢？
守在县衙门口的衙役见宋大郎踮着脚缩头缩脑，当即拎着刀走过来质问：官爷，我们要送家里的孩子去府城赶考，听闻半月衙有山贼，是不是都已经抓到了？衙门办事不要瞎打听，赶紧走人。宋金钊抓住衙役的衣袖，一把铜钱划进他的掌心。山贼凶狠，若是没有除干净，恐怕不敢上路。时间又紧，考试耽误不得，还请官爷能指点一二。那伙山贼人数众多，个个手持利刃，下手凶残。本以为今天带够了人手，谁知道领头的武功高强，我们好多兄弟都被他所伤。今天就杀了2个小喽啰，其他人都逃到山上去了。你们要是想活命，就再等2天。县太爷准备张榜找能人去对付那个领头的。那伙山贼大概有多少人？光逃走的就有30个，山寨里说不定还有人，也不知道他们打哪里跑过来的。以前半月衙一带也有山贼，但都是些乌合之众，现在倒像是成了气候。回客栈的路上，宋大壮不停地唉声叹气。这可怎么办？30多个山贼，县衙都杀不了，这要等到猴年马月。宋金钊目视前方，脑子里想的是刚才衙役说的话。吃过早饭后，宋金钊来到街上，见城门口围着人，迈开脚步走过去。土灰色的石砖墙壁上贴着一张悬赏榜文，100两银子，这皓月城的县令倒是挺舍得花钱。宋金钊走到衙役面前询问道：接了榜是要单枪匹马的去杀山贼头领，还是和县衙的人一起去？当然是和县衙的人一起去啊！接榜的义士只需要对付山贼头领，其他山贼自有衙役对付。若是有人接榜，县令大人打算派多少衙役一起去？这个大人没说，但肯定不会比昨天少。话音刚落，周围百姓便瞧见了一个10几岁、脸蛋白皙、相貌柔美中带着3分英气的姑娘上前接下了榜文。干什么呀你这是？榜文不是能随便接的。我知道不是随便能接的，接了就要去半月衙杀山贼首领。对上宋金钊坚定的目光，2名衙役对视一眼，将人带去了县衙。敢问姑娘叫什么名字？可有过帮官府抓捕盗贼山匪的经历？民女宋金钊，在西宁城曾协助县衙抓捕过朔北国探子。原来是宋姑娘，久仰久仰。早就听闻宋姑娘的大名，没想到今日会在县衙相见。有宋姑娘在，那半月衙山贼头领我就放心了。不知大人打算何时动手？宋姑娘何时方便？不瞒大人，民女此次来皓月城是为了送舍弟去安阳府参加府试，如今半月衙山贼将路拦住，民女希望越早出发越好。那就后日一早出发。有几个受了轻伤的衙役需要2天时间休整，后日便无大碍了。还有3个受了重伤的，郎中说每个10天半个月好不了，肯定是不能去了。我还得从巡视城门的衙役中抽调人手，得好好安排一下。那便日后，还请大人将昨日和那伙山贼交手时的详细情况告诉民女，提前商议如何布局。回到客栈后，阿姐，我跟你一起去。我也去。宋大壮和宋高丽同时瞪大眼睛，胆子这么大，杀山贼还要跟着？瞎喊什么？才练了半年，就敢和杀人不眨眼的山贼对上？等你们什么时候能在我手底下过10招再说。过了2天，宋金钊如约来到县衙。宋姑娘就没有厉害点的兵器？宋金钊抬手看剑，有它足矣。我身上还带着袖剑和匕首，这次把乌头碱浓度又提高了3倍。县衙库房里有不少兵器，我带你去挑个厉害的。走进县衙库房，县令挥手介绍道：这些都是多年前东赵国和朔北国交战时在战场上收缴的兵器，
宋姑娘挑一把趁手的。宋金钊走过去，拿起来比划，有2把沾了血的长刀，长时间不用都已经生锈了。晃悠一圈，宋金钊一样也没看上。宋姑娘没有特别中意的。朔北国制作兵器的工匠技术没有我们东赵国精良，官府制作东西也就比我在外面买的好一点点。哎呀，我差点忘了，这些都是10几年前做出来的，都已经过时了。用箭头将剑鞘挑起来，结果刚用力，剑鞘就断成了2截，砸在地上。县令的眉头直抽抽啊，早知道就应该融了。宋金钊弯腰去捡，却在桌子下面发现了一个很长的木盒。县令好奇地走过去问道：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啊？掀开盖子，一杆近有3米的长枪重新显露在世人的面前。宋金钊右手握住长枪，手腕转动时，枪杆上的灰尘被震得四处飞扬。大人，我选这个。你确定？他都快有2个你那么高了。我确定。刚才大人让我选兵器，是想送给民女吗？县令犹豫半晌，他原本是这个意思，可现在瞧着眼前这杆枪不像是俗物，有点舍不得了，怎么办？半月崖中间的山道上，孙三远握住缰绳的手略微有些僵硬，眼神止不住的往旁边看。宋金钊小声提醒：眼睛别乱瞟，周围人都在，放轻松。蹲在一旁的山贼喽啰望着宋金钊咽口水。龙哥，上次抓上山的女人老大嫌丑，这个细皮嫩肉，瞧着还是个未嫁女，老大肯定喜欢。动手的时候别伤到那个姑娘，若是破了相，玩起来就不爽了啊！旁边的山贼连忙点头。半道上看见一截半腐烂的树干拦在路上，孙三远隐晦地朝宋金钊瞟了一眼。就在他下马车去搬木头的时候，20个山贼提着刀从林子里冲了出来。姑娘生得这般俊俏，跟大爷我上山好好快活快活呀！你怕是上赶着投胎，没这个福气。被衣袖盖住的手露出来，宋金钊的手上赫然握着一把锋利的匕首，反手用力一划，刀锋割破了萧龙的手腕，鲜血喷涌而出。宋金钊膝盖弯曲，俯身抽出被雨布盖住的凌云枪，手腕一抖，挥出时响起一阵破空声，咣当一声，举刀反抗的山贼惊恐地望着手里断成2截的弯刀。中计了！萧龙仓皇地弯腰躲避，倒在地上，从车轴下面滚过去，谁知道却撞上从后面冲过来的衙役，一排弯刀砍下，恨不得将他大卸8块。另一边，孙三远在看到山贼冲下来的那一刻，就拼命地往左边林子里头狂奔。另外10名山贼毫不犹豫地追了上去。隐藏在林子里的衙役见孙三远跑过来，当即从沟里爬出来。山贼脸色大惊，转身就要跑，可惜已经来不及了。20多个衙役将他们围在中间，就是一顿乱杀。衙役班头将萧龙踩在脚下，说：“身上还有多少人？”卑鄙无耻！身为官府之人，居然用一个女人来迷惑我们！银光一闪，枪尖插进刚刚碰过宋金钊的那条手臂。废话这么多，还不是连个女人都打不过？宋金钊拔出凌云枪，一脚踩在血窟窿上。山上还有多少人？你们老大在哪儿？有本事你们就冲上去，我们老大不会放过你的。宋金钊看向衙役班头，死鸭子嘴硬，问其他人。萧龙听到手下背叛自己，当即怒吼道：你们这些吃里扒外的东西，就算说了他们也不会放过你们的。班头朝坐在马车上擦枪的宋金钊走过来。山寨在半月崖的另一个山头，过去大概半个时辰，里头还有20多个山贼，
山贼首领就在山寨里。压一个山贼开路，其他等我们离开后挑断手脚筋，送回县衙。穿过林子，沿着山间小路绕过半月崖，被绑住双手的山贼停下脚步，低声说道：前面榕树上有个瞭望台，上面有人盯梢。几个人？2个，上面挂着铜钟，如果有人靠近山寨，他们就会拉绳敲响铜钟。带弓箭了吗？班头点头，招手让后面的衙役把弓箭拿过来。有2个人，得一击毙命。2个山贼盘腿坐在台面上，手里拿着烤鸡蒙头在啃，边上还摆着酒壶，抬手瞄准2人的眼睛，双剑齐发。人从台子上一头栽下。段山郎的房间里，一名30岁左右的妇人浑身赤裸地躺在床上，面露死意。四娘们，你矫情什么？能让老子爽一把是你的荣幸。来人，再去山下给我抓几个年轻的过来。老大不好了，外面衙役攻进来了。段山郎瞪眉横眼，拎起双锏就往门外冲。该死的衙门走狗，老子非得杀了他们不可。老大小心4棱锏嵌入妇人瘦弱的肩膀，整个右半边肩胛骨全部震碎。尽管如此，他还是紧紧地握住手里的短刀，毫无章法地乱砍。四娘们敢杀我，老子我宰了你！闯到台阶上的宋金钊用力地将凌云枪掷了出去。感受到危险的段山郎快速收手，用4棱锏挡在了胸前，枪头从他的耳边穿过，斩下了一截断发后，深深地刺进了挂在墙壁上的狼头。小娘们力气挺大，可老子的力气更大，等我解决你，非得让我爽快爽快不可。死到临头还口出狂言，我让你爽个够！枪头强行将双锏逼开，震得对方双手发麻，险些握不住柄，整个人朝后跌飞出去。爽不爽？我还能让你再爽点儿。宋金钊抽出腰间匕首，递到女人面前。想杀他，现在动手。妇人双手握刀，一刀刺入他的肚子，一刀刺入他的大腿，一刀刺入他的胸口。他整整刺了50几下。结束战斗，将所有东西和人全部带回皓月城。守在城门口的衙役瞧见人影后，迅速骑马往县衙报信儿。大人，班头和宋姑娘他们回来了，已经到城门口了。回来多少人？抓了多少山贼？瞧着有不少人，肯定是大获全胜。县令看到头颅往下变成一滩肉泥的段山郎，当场吐了出来。去拿100两银子过来。他将银票双手交到宋金钊的手上。这是答应宋姑娘的赏金。这次剿灭半月崖山贼，宋姑娘功劳最大，这枪就送给姑娘了，就当是你杀了另外10几个山贼的奖赏。多谢大人。皓月城县令以最快的速度把案子判了下来。隔天一早，宋金钊便带人出发赶往辽都。出城门后不久，他疑惑地停下马，回头看，怎么感觉后面那辆马车一直跟着自己？等到了歇脚的地方，苏洛白在经过宋金钊面前时，停下脚步，朝他拱手一礼。听闻宋姑娘乃是剿灭山贼的女英雄，苏某心生敬佩。今天这顿饭在下请了。苏公子跟了我们一路，有何目的？苏某要去安阳府，和宋姑娘的目的地一样。尾随之言从何而得来？不过是顺路罢了。我什么时候告诉过你我要去安阳府？不瞒宋姑娘，苏某是安阳书院的学子，前些天回家探亲，正准备回书院读书，却不想还未出发就听到半月崖有山贼出没。虽然山贼已被姑娘剿灭，但路途遥远，难免会遇到危险，所以才想和姑娘同行。所以你鬼鬼祟祟跟在后面，是想让我给你当免费镖师？自然不是。苏某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向姑娘开口，无奈一直才跟着。若是姑娘愿意同行，苏某愿意付镖银。瞧着也不是特别有钱的模样，浑身上下
也就那匹马最值钱。你能给我多少银子？不瞒宋姑娘，在下大部分盘缠都用在了租马车上，囊中有些羞涩，只能给1两银子。苏公子什么时候进的安阳书院？苏某进书院已有2年。能在安阳书院读书，想必苏公子才学一定很好。姑娘过奖，在下的才学在书院勉强够得上中等偏上，比起才高8斗的同窗学长还差得远。若宋姑娘觉得1两银子太少，等到了安阳府，苏某再付1两银子，到时候向同窗借，等抄完书再还，应当没问题。苏公子和舍弟都是读书人，来日说不定还是同窗，我怎好说太多，1两银子足矣。宋姑娘慷慨，以后若需要苏某帮忙的，可以随时开口，在下对安阳府还是挺熟的。宋今朝微笑着颔首没答话。休息片刻，用完午膳后，众人开始赶路。宋今朝将宋启明拉到马背上，小声叮嘱：那个苏公子2年前考上秀才，在书院才学能到中等偏上，想必还不错。一路同行，等会儿二姐找个机会把你换在他马车上，该问的问，该请教的请教，把少数的标银赚回来。等你考中秀才，8成也是要进安阳书院读书，趁这个机会先搭上关系，等到进去的时候有人带着，不至于一头雾水。阿姐，我知道了。2刻钟之后，宋今朝调转马头，来到苏乐白的马车旁边。苏公子，宋姑娘有何事？午睡醒来后，右弟有些闹腾，2个孩子看不进去书，能否让他们坐到苏公子马车上？府事在即，片刻都耽误不得。宋姑娘让他们过来吧。多谢苏公子。过了一会儿，里面传来宋启明和苏洛白交谈的说话声。确定相处还行后，宋今朝才回到自家马车旁边跟着。宋诗雪掀开车窗，看向宋今朝：“阿姐要不要进来休息？”宋今朝把缰绳拴在车架上，钻进车内，闭眼小憩。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前面有一家客栈，要不今天晚上就在那里过夜。宋今朝点头，从里面跑出来一个膘肥体壮的男人，腰围啊，那家伙比100年老树的树桩还要粗呢。宋大壮抬头看向门牌，荒郊野岭的开客栈这么赚钱呢？一天吃多少啊才能长这么胖啊？苏乐白、宋启明和宋高丽从马车上下来，苏乐白望向宋今朝，夸赞道：“启明读了不到2年书就能考上童生，下午之时苏某考了他的才学，学习速度连我都自愧不如。启明比别人起步晚，难免是要多用功些，路上还请苏公子多指教一下他。”哪里的话，宋姑娘谦虚了。被领进客栈后，又迎上来一位膀大腰圆的妇人。几位客官是打尖还是住店呢？住店，要2间孝陵房间。要1间。苏洛白也要了1间。后厨土灶前，瞧那姑娘像是练家子的，晚上做菜的时候别用这个肉，用猪肉。放心，等晚上他们睡熟再动手。再厉害，中了迷烟他也醒不过来。宋今朝等人将行李放下后，在房间里睡了一觉，才开始下楼吃饭。此刻正是吃饭的时间，楼下却一个人影都没有。哎呀，几位客官要吃点什么？老板娘，客栈里就只有我们这些客人吗？昨日过夜的客人今早便走了，现在客栈里啊，只有你们这几位客人。宋大壮颔首。饭后，宋启明和宋高丽去了苏洛白的房间。接近亥时，宋今朝发现隔壁房间一直没有动静，便去苏洛白的房间里叫人。听到敲门声，进来。快亥时了，明日还要赶路，早些睡。宋今朝将宋启明送回房间后，叮嘱道：“有事吼一嗓子，阿姐在隔壁能听见。”宋启明点点头，确定没什么事后，宋今朝便准备回房间睡觉。拉开门，正准备出去，门销上一抹黑褐色的印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蹲下来仔细看，
在门销底部大拇指碰到的地方又发现了半枚血痕。阿姐，怎么了？你一个人在这里，我不放心，去隔壁房间睡。紧接着，宋金钊分别来到苏洛白和宋大壮他们的房间门口敲门。门开后，他正常叮嘱：明日早上辰时出发，别起晚了。苏洛白盯着突然被塞到手里的纸条，面露疑惑。在宋金钊转身离开后，他关上门，将纸条打开。客栈可能有些不对劲，晚上警醒一些，遇到危险随时喊我。宋金钊盘腿坐在地上，威武霸气的凌云枪就摆在身前。夜半子时，走廊上老旧的木板在重力的踩踏下发出吱呀吱呀声。一脸肥肉的男人将竹节插进窗户，宋金钊悄无声息地起身走到门口，伸手用茶杯堵住了烟口。迷烟倒灌，浓烟扼住了他的喉咙，像1000根针在喉咙里刺。客栈老板捂住喉咙，剧烈地咳嗽了几下后，脑子像是蒙了一层雾，两眼一翻，失去知觉倒在了地上。隔着2间房，正在往苏洛白房里吹迷烟的老板娘连忙跑过来。宋金钊打开房门，手中的凌云枪直逼对方的喉咙，一把锋利的剔骨刀迎了上来。枪的一声，连着3间房里半睡半醒的人瞬间都清醒了过来。四姑娘！声音大到几乎要掀翻整个屋顶。老板娘手里的剔骨刀被宋金钊打飞出去，枪尖抵在他的脖子上。你没睡？好好的生意不做，非要做黑店，你这招对多少人用过？你们是第一个，要不是生意不好，我们也没打算偷你们的钱财。切，你觉得我会相信？大壮说找2根绳子把他们捆起来。楼下传来一声惊恐的尖叫声。是我阿爹的声音。一行人迅速跑下来。看到什么了？有好多人肉，缸里全都是。马上收拾下东西，我们去最近的驿站。那2个人怎么办？绑起来扔在这里，等到了驿站报关，让驿卒来收。直到天亮，他们才赶到最近的驿站。苏洛白用力地敲打房门，拳头都红肿了。干什么呢？一大清早吵什么吵？各位官爷，在下乃是安阳书院的学子，昨日半夜露宿在一家客栈，谁知他们就是黑店，把客栈老板和老板娘相附以后，发现后厨里全是人肉，于是便马不停蹄地赶来告诉各位官爷。护帖拿出来给我看看。苏洛白立刻把护帖和书院学子证明交给对方。2个嫌疑人是苏公子降服的？不是，这位宋姑娘，是她最先发现客栈的老板有问题，守到半夜之时他们就要动手，还想用迷烟迷晕我们。苏公子怕不是被吓傻了，只是说胡话呢吧？这位姑娘看起来只有10几岁啊。宋金钊从怀里掏出皓月城县令写给他的贴文。小女子不才，懂些武功，这是我在皓月城协助当地官府剿灭山贼后，县令大人写给我的嘉奖贴文。一族见上面有皓月城县衙的官印，这才相信苏洛白说的话是真的。既然如此，劳烦宋姑娘带路，其他人可以留在驿站休息。起码只用了1个时辰，宋金钊就带着一族赶到了黑店，将所有人肉全部装到麻袋里，刀具单独收起来，带上2个嫌疑人，5人火速回到驿站。驿站里还请几位抵达流都城到县衙去一趟，难免有些手续和口供，需要几位配合。进入安阳府后，苏洛白先把宋金钊他们送到了客栈。宋姑娘，在下马上就要回书院了，以后若有事情苏某能帮得上忙的，尽管来安阳书院找我。路上多谢苏公子指点2个孩子，若考中必定协理上门拜访。几天时间算不上指点多少，启明本来就有考取秀才的实力，不过是路上谈论诗词歌赋互相解闷罢了。宋姑娘不必如此客气。距离府试还有10天时间，安阳府已经来了不少从外地赶考的学子。
安阳府最受欢迎的茶坊内，宋诗雪捧着热腾腾的珍珠奶茶吸了一口，盈满口腔的甜味儿和自家卖的一模一样。阿姐，这奶茶和你做一模一样，价格却足足翻了1倍。府城物价比西宁城贵，他们自然要卖的贵些。他心里已经8成确定，这家田雪轩就是李家开的了。宋姑娘，李子恩手持折扇，站在桌子的右后方，眼里满是诧异。没想到宋姑娘这么快就来府城了。我也没有想到李公子会把茶坊开这么好，真等我把生意做到府城来，都不知该怎么下手了。李子恩收起折扇，指向候在一旁的小厮，告诉掌柜，今天宋姑娘这桌分文不收，再多上几样卖的最好的点心。不知宋姑娘这次来安阳府所谓何事？过来考试的，舍弟过几日要参加府试。那要恭喜宋姑娘了，我记得令弟好像才12岁。临走时，李子恩还特意吩咐了伙计把桌上的点心全部打包让宋金钊带走。等宋金钊离开后，李子恩朝小厮吩咐道：派人盯着府试成绩，看宋金钊的弟弟能不能过府试。过了几日，郑家私塾里另外4名童生也赶到了府城。郑秀才是在倒数第3天到的。晨光洒在通往贡院的大街上，西宁城考生到这边排队。贡院门口站着一排书吏，他们举着手上的名册大喊。宋金钊拍了拍宋启明的肩膀：好好考，阿姐相信你一定没问题。阿姐说的对。哥哥啊，我一定能考过。弟子136号。书吏搜身检查完毕后，将一块好设的木牌塞到了宋启明的手上。安阳知府孟鹤川端坐在一张黄花梨木椅上，直到瞧见宋启明拿着木牌背着书箱从100米远的廊道向右拐弯而过。等书吏将试卷糊明后，宋启明立刻背起书箱朝外走。宋启明一看到宋金钊，脸就颓了下来。阿姐，我好倒霉啊，被分到了臭号。走，赶紧回去洗漱，我找些东西给你压压。回到客栈，郑秀才知道宋启明被分到臭号后，眉头皱了起来。发挥的怎么样？应该没问题，就是花的时间要多些。磨人的2天1夜终于在府试的最后一天结束了。放榜当天，阿姐，我过了，第36名。宋金钊悬着的那颗心终于放下了一半。关关难过关关过，总算熬到院试了。走，我们吃顿好吃的庆祝一下。我过了。宋高丽父子俩站在榜单最左边盯了许久。我上榜了，启明，你怎么样？我也过了。启明，你多少名啊？36名。你猜我考了多少名？100多名。宋高丽摇头。200多名。宋高丽还是摇头。宋金钊盯着父子俩脸上有点半憋着的笑容，出声道：最后1名。金钊姐，你怎么知道？你和你爹脸上都写着呢。有吗？我这个成绩，院士肯定是没希望了。能过府试就已经很好了，这次院试就当经验，考不上2年后继续考。晚上吃饭的时候，宋大壮询问宋金钊：我们什么时候回村里？明天出发还是后天？院试就在7月，还有将近3个月时间。从安阳府到西宁城一来一回，在没遇到麻烦的情况下，需要半个月时间。所以我决定等启明考完院试再回去。半个月时间其实也没那么长，在外面住哪有回家舒服？我带着孩子懒得折腾。前些天我在周围转悠了几圈，周围有不少专门租给考生的短租房，我准备明天看看去，尽快把房子定下来。就在宋大壮耷拉着嘴，一脸难受地坐在凳子上纠结的时候，郑秀才面带沉色地走进客栈。宋启明和宋高丽连忙起身行礼。
郑秀才挥挥手，坐下，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想必你们也知道，我教了这么多年书，带出的秀才寥寥无几，熬到最后也是几次院士落榜。说到底，还是我这个先生的才学有限呐。现在距离院士还有3个月的时间，如果找高人指点一番，或许能有不小的精进。我有个同窗好友，如今就在安阳府，他答应教你们3个月，若是愿意，我明日就带你们上门求学。郑先生，您这位同窗好友的才学如何？他是进士出身，曾在朝为官，若不是因为腿疾，也不会退得这般早。承蒙先生苦心栽培，学生愿意。我也想去，谢谢先生。郑秀才欣慰地轻点下巴，指尖捻着额下的胡须。吃完饭没多久，宋大壮敲开了宋金钊的房门。金钊，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回村后我立刻还。要借多少？你先借我5两银子，等把房子租好了，我去外面找点活干，应该能撑3个月。宋金钊没犹豫，伸手解下挂在腰间的钱袋，从里面拿出5两银子交给宋大壮。不用着急还，都是一个村的，我信大壮说。宋大壮握着银子走出房间的时候，明显松了一口气。隔天一早，郑秀才带着3家人来到了叶良玉家。郑兄，带他们3人进来。院试之前，每日辰时到老夫这里坐坐，5时便可归家。读书守在明理正心。这是不打算见我们呢？宋金钊轻微摆头，示意对方不要说话，估计是因为双腿有疾，所以才不想示人。今日便到这里，明日按时过来，带上你们的家人回去吧。多谢叶先生，学生明日再来。郑秀才暗暗瞟了一眼叶良玉盖在衣摆下面的双腿，心里默默叹口气。他眼神示意3人先离开，自己要留下来再待一会儿。离开叶府后，宋大壮立刻揪住宋高丽的衣袖问道：你觉得那个叶先生怎么样？他看起来要比郑先生年长许多，头发全白了，一点黑色都瞧不见。我觉得不像是老的，倒像是书上说的一夜白头，整个人恹恹的，好像心里压着很多事儿，连笑都笑不起来。厅堂里，郑秀才双手垂在身侧，苦口婆心地劝道：你一直躲在家里闷闷不乐，心病怎么能好啊？明明比我小几岁，现在瞧着都能当我爹了。人生还有几十载呀，若是不想开点儿，岂不煎熬一辈子？我现在就是个废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腿废不代表心废，事已至此，你若是不活得长久一点，又怎么能看到来日行凶者报应不爽啊？郑兄放心，这3个学生我会好好教，或许他们将来有一日也会走进那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到时候朝堂之上会不会有人想起我，还是早就忘干净，就像个无足轻重的人一般，浮云飘散。郑秀才离开叶家后，来到客栈。明日我便要启程回西宁城，你们在叶先生家读书的时候要多说话，不懂的地方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别怕和他讲话，他这人性格温和，就是脾气有点轴，但从来不会把自己的脾气发在别人身上，尤其是你们这些孩子啊。先生，叶先生的头发是愁白的吗？
我上次见他是在2年前，中间也就通过一次书信，当时他的头发还是黑的。郑秀才继续叮嘱：他腿脚不便，寻常相处可走近些，别让他等。宋启明3人郑重点头。不过2日，宋金钊就租好了房子。最主要的是，这个房子就在叶良玉家隔壁，早上吃完饭出门走2步就到。宋诗雪坐在小板凳上，仰头望着院子里的枇杷树。阿姐，还有多久枇杷才会熟啊？估计要到6月底，租期结束前肯定能吃上。宋金钊正在摆弄桌子，这里距离安阳书院很近，他打算在门口支个摊子，把生意做起来。3日后，宋金钊就把摊子支好了。刚开始人还不多，后来知道的人多了，每天中午就会有学子跑过来，带上一份凉皮儿、凉面和茶饮回书院。苏洛白坐在摊位旁边的小凳子上。前几日听说同窗书院附近开了一家卖凉皮的小摊，没想到竟然是宋姑娘开的。启明过一会儿就会回来，他很喜欢你送他的时政文章，在我面前经常夸你。都是书院同窗平时用来练笔的文章，算不得多珍贵，改天我再拿些过来。这个时间启明不在家温书，去哪儿了？启明的先生拜托他以前的同窗指点一下3个学生，院士之前上午都在隔壁看书，5时才归。是隔壁的叶府？那个人是不是叫叶良玉？是叶先生，你认识他？我不认识，但我知道他。叶良玉是永元23年恩科2甲进士第7名，御史台从3品御史中丞，当今圣上的亲信。他刚回来的时候，书院里好多人都上门拜访过，可全都吃了闭门羹，连面都没见到。就连书院老师都被他拒绝了。没想到他居然会屈尊降贵，指点几个要参加院试的学生。就算要指点，应该也是举人起步才是。没想到来头还挺大。据我所知，叶先生好像已经辞官了。听说是今年春猎被刺客所伤，双腿变残废，无奈只能辞官归乡。叶先生的妻子儿女还留在京城。叶大人一生从未娶妻生子，爹娘去世以后就剩他一个人了。那刺客抓住了吗？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书院里也没人说过。午时刚过片刻，宋启明背着书袋从隔壁大门走出来。陆白哥最近学得怎么样？名师教导有何感悟？说完，他迅速端起碗，将剩下的凉皮吃掉。2人并排朝屋内走去。李府书房门被人从外面推开，抬头望去，李子恩立刻起身喊道：爹，你最近一直在打听宋金钊和他弟弟的事情？茶饮疯子是从宋金钊手里买的，当初签的契约他可以自己做生意，如今他在安阳书院门口摆摊，已经截断了部分安阳书院的生意。我担心再这么发展下去会影响到茶坊。李天崇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你签契约前没想到这一点吗？我没想到会这么快，我以为至少得等3-4年或者更久，毕竟像他那样的出身，大部分人永远都走不出西宁城。你没得罪他吧？没得罪，上次在田雪轩遇到，我还请他吃了不少茶点。没得罪就好。皇上下旨恩赏宋金钊，他又在庆国公和孟知府面前露了脸，这样的人不仅不能招惹，我们还要拉拢。若来日他弟弟考中进士入朝为官，反而会成为我们的助力。不过是安阳府内的生意，少挣几千两银子算不得什么大事。爹，你是不是想得太远了？宋启明现在连秀才都没考上。要不是你不争气，我又怎么会想到拉拢旁人？现在我们所有的倚仗都在你妹妹身上，若朝堂之上没有我们李家的人，就算来日二皇子登基，你妹妹生下皇子，无母家助力，她又怎么能登上那至尊之位？光靠钱又买不来皇位。
我就是觉得拉拢宋启明，还不如资助一些在安阳书院读书又家境贫穷的学生。他姐姐很聪明，有自己的坚持，不是能被钱打动的人。我让你和他们处好关系，不代表要用钱收买，人心结交不会吗？爹，你说我纳宋今朝为妾怎么样？只要她成了我们李家的人，无论是生意还是皇上恩赐的荣誉，就都是我们李家的了。哼，别说妾室，就算是正妻，我怕人家也看不上你。爹，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我好歹也是秀才功名，又有家财万贯，还是皇亲国戚，长得也算风流倜傥，宋今朝怎么可能看不上我？我随你怎么折腾，只要别得罪人。做大事者不拘小节，眼里光有钱还不够，还得看到全。窗户开着，雨滴打在芭蕉叶上噼里啪啦，将躺在床上睡觉的宋今朝吵醒了。他起身走到窗户旁边关窗，却听到了隔壁院子传来一声门窗撕裂的声音。宋今朝眉头微挑，打着伞跳到院墙上。趴在地上的男人正吃力地用手拖动身体，在滑溜的石板砖上爬。是叶良玉，小心翼翼地捧起地上的锦鲤，送进了池子里。宋今朝转身跳下围墙，他现在这副模样，应该不希望被人看见。咚的一声，水花声四溅，宋今朝扔掉伞，跳下围墙。池塘边上趴着的人影已经消失不见，只见水里一抹青色身影上下翻涌，喊了2声救命，便沉了下去。宋今朝跳下围墙，跑过去拽住飘在水面上的头发，将头拉出水面后，揪住他肩膀上的衣服，将人拖出来。宋今朝将人放在堂屋的椅子上，一个没注意，膝盖重重地磕在扶手的边缘。叶良玉脸色惨白，疼得浑身抽搐。疼，别动，多谢姑娘救命之恩，你现在可以走了。明日我会让下人协理上门道谢。叶先生知道我是谁吗？还请姑娘告知姓名，此举有辱斯文，还请姑娘松手。在大夫眼中，这不叫有辱斯文，而是治病救人。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宋今朝，是宋启明的姐姐，还是个医术高超的大夫。宋姑娘说笑了，就连宫里的太医都说我这辈子永远站不起来了，你又能有什么办法？宋今朝伸手按了按，软骨处有明显的异物状。这里有东西受伤之后没拔出来。你怎么知道？我说了我是个大夫，是什么东西？箭头留下的铁片，太医不敢拔，说拔了就会死。这里痛不痛？什么时候中箭的？当时太医怎么给你治的？宋今朝一番检查下来，心里已然有数。他起身说道：还能救，就是要吃点苦。你说我的腿可以救，是能好，能站起来吗？没错，效果好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效果不好估计会有些跛脚，但至少能走路，膝盖和患处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经常犯疼折磨你。叶先生家的下人怎么到现在都没来？昨日几个小厮受凉发热，服了药应该还没醒。隔天一早，宋启明3人过来上学的时候，发现叶先生居然是笑着的。李子恩手里的折扇一摇一晃，看似风度翩翩，其实在宋今朝看来呀，有点二五眼。一杯乌梅冰糖茶，你喝了足足半个时辰，还没喝完吗？不知为何，明明材料一样，宋姑娘做的乌梅冰糖茶却格外好喝。方子一模一样，做出来不好喝，李公子该回去好好反省一下。瞧着宋姑娘也到了婚嫁的年纪，长时间不在家中，若是有媒婆上门，岂不见不到人？婚姻之事，天底下只有别人等我，没有我等别人。本姑娘天生力气大，做事没轻没重，所以以后我的夫君必得练成一副铜墙铁壁之身。
否则我轻轻一拍，他胸口碎了；手一抖，他胳膊断了；腿一抬，他肋骨骨折；脚一踩，他脚骨碎裂。这还怎么过日子？我瞧宋姑娘照顾幼弟时很是妥帖。那是我一直强忍着，孩子太小，怕稍微一用力，4分5裂可就不好了。天底下没有男子铜墙铁壁，宋姑娘如此神力，又不善使用，怕会嫁不出去。这算不得什么问题。启明年纪尚小，我祖父想让我招赘一个丧父丧母的外地人，就算闹出点什么事情，在村里他也走不出去。少爷，夫人特意叮嘱让你今天回家吃午饭，时辰差不多了。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宋姑娘，我们改日再续。少爷，这位宋姑娘着实不是个好惹的，这样的女人可不能娶，非得被打残了不可。她就是嘴上说说，又不会真的杀人。宋姑娘手上的人命可不少，她是真的会杀人，而且她要招赘，光这一点您就不符合呀。李泽恩眨眨眼，没再开口反驳。要不还是按照爹说的来，那自己得改变计划了。中午吃午饭的时候，宋启明错愕地放下碗。叶先生的腿疾能治好？我昨日看过，治好基本没问题，就是过程会有些痛苦。哦，怪不得今天叶先生一直在笑，而且对我的态度格外温和，原来是因为这个。哎，阿姐打算什么时候开始给叶先生治腿啊？需要几日时间准备，等会儿我和诗雪要去隔壁再看看，你在家看好安好。宋启明点头应下。下午，宋金钊和宋诗雪来到隔壁。治疗总共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把留在软骨内的箭头碎片取出来。第2阶段，第一次手术恢复差不多之后，我要敲断你已经愈合成畸形的膝盖腿骨，矫正后重新固定。骨愈期大概是3个月时间，之后还要进行半年到1年半的负重练习。具体需要多久，要看负重练习效果。也就是说，最多2年，我就能和正常人一样走路了。我之前说过，若是恢复的不好，会有跛脚的可能。但如果你按照我说的做，应该不会有大问题。什么时候可以动手术取剑呢？3天后，这是术前注意事项。3日后，叶良玉给宋启明3人放了2天假，整个手术过程维持了半个时辰。第3天，宋启明他们过去的时候，叶良玉靠在榻上。先生，要不然我们等您伤好之后再来。啊，没事儿，躺着也是闲着。前日我布置的课业完成的怎么样啊？可有问题？1个月过去，叶良玉软骨处的伤口已经完全愈合了。敲断愈合的畸形骨头重新矫正，会比之前痛苦千百倍。若做好了准备，明日我就要开始了。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断骨之前，宋金钊将叶良玉绑在床上，痛到极致，叶良玉嘴里的棉棍被咬成了碎片，从喉咙里蹦出来的哀嚎声将整栋屋子震了3震。结束时，屋内的4人浑身被汗水浇透，叶良玉也已经昏了过去。正式开考前一天，郑兄不在，我便多说几句。明日便是院试，成败在此一举。你们切莫紧张，正常发挥即可。卷面必须洁净，破题不可超过20字，首句便要直击重点，牢牢抓住阅卷者的眼球啊！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考场上发生任何事情，一定要第一时间高呼巡考，尤其是舞弊。此次科考成绩作废不要紧，怕就怕遭人连累，此生科举无望啊！谨遵先生教诲，学生自当牢记。院试连考3天，第4天，宋启明从贡院里出来的时候，整个人都是臭的，虽憔悴，但看着精神气儿还可以。院试成绩10日后才出，叶良玉把宋启明叫到隔壁。光院试还不够，你要以2年后的乡试为目标。
这些书你拿回去熟读看透，有什么不懂的，随时过来问我。院试出成绩当天，宋金钊轻微愣神地盯着排在第一行第一列的名字：陇北省安阳府西宁县宋启明。名字没错，籍贯也没错，没想到会考得这么好，第1名按手。阿姐，我考上了，按手第1名。两人回到酒楼时，宋诗雪抱着宋安好迎了上来，她眼里满是期待的急切询问：哥哥，我刚才听人说按手叫宋启明，是不是你？宋金钊唇角含笑，宋启明颔首，我就知道我哥哥最厉害了。没过一会儿，宋高丽和魏千亮带着他们的家人兴冲冲地跑了进来，两人异口同声：我考上了，看见你的名字在第1个，我都惊呆了。你们考了多少名？第30。宋启明望向宋高丽，宋高丽双手叉腰，一脸自豪地抬起下巴。你猜？魏千亮咬紧牙关憋笑，宋启明眨眨眼，不敢确定地开口：难道又是最后1名？没错，我又踩线考上了。宋金钊诧异地睁大眼睛，想到可能会有第2次，没想到还成真了。当宋金钊带着3个孩子回到租的小院子里的时候，恭喜宋公子高中按手。多谢大人。大人辛苦了，留下吃杯茶。今日事多，得赶紧回去。宋金钊默默地往人手里塞了1两银子，对方眉开眼笑，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叶良玉知道宋启明高中按手后，欣慰地点了点头。你们3个考得不错，我总算是没辜负郑兄的嘱托。多亏先生教诲，方能一举高中。此生纵使肝脑涂地，也难报万一。明日簪花宴上多观察，少说话，尤其是启明，你是按手，无论是凑上来讨好的，还是刁难，你都要稳重。科举之路，秀才仅仅是开始，一切都要以读书为重。是，学生谨记。隔天，宋启明去参加簪花宴，宋金钊推着一个轮椅来到了叶府。叶先生，国乐期间双腿切勿乱动，可以多出门放松下心情。簪花宴后，我和启明要回家一趟，等安阳书院快开学的时候再回来。那负重训练，什么时候能开始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碎骨矫正才半个月，按照恢复的情况，至少需要2个月之后。朱红色的大门两侧站着手持武器的衙役，将烫金名帖递过去之后，一个穿着青色的引路小厮便主动地走了过来。他恭恭敬敬地朝着宋启明等人作揖行礼道：簪花宴在翠竹轩，3位秀才老爷这边请。这宋启明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以前听都没听说过。屋檐下，穿着锦衣的男子面露不屑地盯着宋启明，旁边头戴青玉簪的男人嗤笑一声：听说是农户出身，西宁城山村窝里爬出来。崇德堂内，学政和安阳知府并排坐在2张案桌上，严宝义端起酒杯朝宋启明示意。听闻受案手家境不富，凑齐这身蜀缎锦袍，想必一定费了不少功夫，不知作价几何。坐在上位的孟鹤川浅浅勾起嘴角，若他看得不错，这身锦缎应该受皇上赏赐的。御赐之物岂是金钱可以衡量，便是万金也是不够的。宋按手这身衣裳是御赐的。孟鹤川笑着捻了捻胡须。袁大人，宋启明是宋金钊的弟弟，就是那位制作水车被皇上下旨恩赏的宋氏女。学政的脸上闪过一抹惊讶，怪不得年纪轻轻便能考中按手，原来是有其姐必有其弟呀！多谢学政大人赞誉，
比起佳姐，学生自愧不如。严宝义握紧拳头，脸色黝黑，格外难看。宋启明回头，赵进民小声问道：“你姐姐是宋金钊，那个制造水车、剿灭朔北国暗探的宋金钊？”宋启明微微颔首：“在下赵进民，祖上4代都是工匠。令姐发明的水利桶车实在精巧，我爹和我阿爷对宋兄的姐姐十分钦佩。不知令姐可在府城？”明日我便要和阿姐一同归家，不方便招待赵公子，还请见谅。阿阳书院8月下旬开学，不知宋兄几时归来？还未确定具体时间，离家良久，此次回家想必会多待些时日了。哎，没事，等进了书院，我们就是同窗，来日方长，总能见到的。严宝义冷哼一声，鄙夷地瞥了两人一眼。祖上4代工匠，他也好意思说出口。簪花宴结束后，严宝义立刻派人去打听宋金钊的底细。不过是给农田灌溉的水车，我还以为是什么稀罕物件。一个女人整天打打杀杀，抛头露面，果然是农户出身没规矩。这样的事情若放在我们严家，早就绞了头发当姑子去了。少爷不用为这点小事生气，丁夫子已经答应收您为徒，以后宋启明绝对不会是您的对手。簪花宴第2日，宋金钊等人便整装待发。就在宋金钊他们还在路上的时候，西宁城县衙的报喜队伍就已经先一步赶到了宋家村。清晨，赶紧去田里把宋老爹一家叫回来，就说他们家启明考上秀才了，让他们马上回来。宋老爹赶回来的时候，脚上全是泥巴。衙役将金花红绸双手奉给宋老爹，接着便开始宣读皮学官亲笔写的贺词。宋老爹连忙将银子塞到衙役的手里。天气炎热，请几位官爷喝杯茶水。西宁城已经好多年没出过暗手，如此喜事跑一趟，我们求之不得啊！官爷，不知道我孙子孙女儿什么时候回来呀？这个我倒是不清楚。院士按手的捷报是400里加急送过来的，若是回来，估计也就这几天了。在宋金钊他们回来的前一日，2名衙役骑着马，轻装简从来到宋满仓家。几口人一脸迷茫地看着正在下马的衙役。捷报！贵府老爷宋高丽取中永元51年陇西省院士第50名秀才。官爷，既然我孙子高中，为何前几日不一起过来报喜呀？莫不是这成绩中途出了变故？按手的捷报用的是400里加急一道，普通秀才走的是常规民信通道，速度差一半，可不得晚好几天。令孙有天老爷保佑，最后1名，这可比按手还幸运呢。宋满仓捏着捷报的面色僵硬了一瞬。隔天，马车刚从路口转过弯，等在村口的宋巧娘转身回家报信儿。回来了，我看到阿赵姐家的马车了。宋高丽掀开车帘钻出来。哎呀，乖孙子，好孙子，你可太争气了，这可是秀才。宋老爹注视着宋启明，嘴角勾起一抹微笑，淡定地喊道：“阿爷。”官府捷报送过来之后，就一直在等你们回来。巧娘在村口等了3天，终于把你们给盼回来了。老阿爷牵挂，这次也算不虚此行。喧嚣停歇后，宋永年和宋耀祖凑到宋启明的旁边问道：“启明哥，院试难不难？好不好考？”不好考，题目很难，人还多，2000多个人，只有50个名额。府试还刷掉了一大半，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的不仅是才学，还有心态和毅力，甚至有人考到一半中暑昏过去了，别提有多惨了。宋耀祖好奇地问道：“启明哥，你考中了秀才，是不是不会继续在先生的私塾里头读书了？先生就是秀才，总不能秀才教秀才吧？要再找更厉害的先生。”当天晚上，宋满仓拉上宋老爹来到了宋金钊家。明日4时开祠堂祭祖，还有
就是我想问一下，你家开贺宴打算哪天办呢？明天祭祖，后天要去郑秀才家里拜访，该买的东西都还缺着，大后天吧。宋满仓颔首。第二日，两家人带着礼物来郑秀才家拜谢。宋启明将亲手写的红色请柬双手递给郑秀才。明日学生在家举办开贺宴，还请先生一定要来。好，我一定会到。宋家老屋内，宋大郎和宋二郎坐在椅子上盯着宋老爹。按照朝廷规定，取得秀才功名者名下能有80亩田地的免税。他们想把名下的田地划到宋启明的名下，让他代持。三家早就分了户籍，让启明代持，若是被查出来，对仕途会有影响。早知道当初就不应该分家，三房只有14亩地，剩下60多亩不就浪费了吗？那我们租的5亩还要交粮税吗？其中有4亩在金钊的名下，明日我去问问，看他们有什么打算。隔天，宋老爹找上门的时候，宋金钊和宋启明都不在家。宋诗雪说道：阿姐和哥哥去城里处理铺子的事情，要下午才能回来。是打算重新开张吗？不是，阿姐说要出租。出租？不开了？原是已经结束，不开铺子，田又租了出去。难道金钊又想到了其他赚钱的办法？宋安好揪住宋老爹的裤腿儿，伸开手臂撒娇道：阿姨，抱。宋老爹弯腰将小孙子抱起来。哥哥要去府城读书，阿姐说要搬家，铺子空在那里，没用还容易坏，不如租出去赚租金。宋老爹愣在原地，他将宋安好放坐在凳子上。要去府城读书，不能留在西宁城。考上秀才就能去安阳书院读书，怎么可能在西宁城？宋老爹坐在凳子上，一直等到宋金钊和宋启明回来。铺子租出去了吗？没这么快，我已经委托给牙行处理，之后只管收租金。世雪说你们要搬到府城去，以后过年还回来吗？书院放假，过年有空就回来。回来就好，就怕离开再也见不到。你们在安阳府没房子，是租还是买？钱够不够？你一个人照顾3个孩子，家里没有大人，要不要让你阿婆跟着一起去？书院什么时候开学？你们还能留多久？现在的房子是临时租的，之后是租市买，等过去之后再从长计议。启明和诗雪都已经长大了，安好也乖，不用阿婆过去。书院8月下旬开学，我计划8月10号再走。村长家，宋满仓望着宋高丽，让你阿爹呀去府城陪你，在外面租房子。公公，要不还是我去吧。大壮照顾高丽，我总有些不放心。虽说在府城也照顾了3个月，可儿子明显瘦了一圈。男人没有女人细心，还是我去比较好。府城开销大，大壮能找到活干，你不行。阿姨、阿爹、阿娘，你们都不用去陪我，我已经长大了，我想住书院的斋舍。住在斋舍不用每天来回跑，省下来的时间我可以多看点书。斋舍里有很多同窗，闲暇时可以相互交流。住在斋舍注意力更集中。若真的像你说的这么好，金钊又怎么会拖家带口去府城呢？启明比我小2岁，他姐肯定不放心。金钊姐有本事，去府城还能开店做生意，他们可以租很大的房子。可若是阿爹或阿娘跟我一起去，租的屋子肯定不大，晚上看书都在床上，每日来回书院还要许多时间，不如住在斋舍方便。屋内几人瞬间陷入沉默。宋高丽见状，立刻说道：阿姨，我一点都不嫌弃家里穷，比起村里其他人家，你们给我的已经是最好的了。只是我觉得没必要，那么多同窗都住在斋舍呢，我一样也可以。
宋满仓没有第一时间回答，而是说再考虑考虑。待在村里的这段时间，宋金钊将宋安好交给宋启明照顾，自己带着宋诗雪进了山。这次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药材，多挖点带到府城。宋金钊打算开个药铺，顺便给人看诊。宋金钊将另一匹马也安装了马车，2辆马车几乎搬空了家里所有的生活用品。记得经常写信回来，回家之前报个消息，我跟你阿婆提前帮你把房子打扫出来。宋高丽一家提着3个大包袱走过来，宋满仓走到宋金钊的面前，恳求道：金钊丫头啊，高丽这孩子习惯报喜不报忧，他以后要是在府城遇到什么麻烦你一定要写信回来告诉我。阿姨，我整天待在书院能有什么事儿？你就放100个心，我一定每个月都寄信回来报平安。路上一切顺利，7日后宋金钊等人平安抵达安阳府。宋诗雪掀开车帘，眺望不远处熟悉的城墙。没用的废物，敢抢老子的东西，给老子打！满是戾气的谩骂吸引了宋诗雪的注意力，她扭头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一群破衣烂衫的乞丐正围着一个人拳打脚踢呢。不屈的淡蓝色眼眸直直地射入宋诗雪的眼睛，像污秽之地生长出来的雪莲花，令她心口一震。再看另一只眼睛，无神，没有焦距，应该是瞎的。阿姐，阿姐今天要教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儿？路边的男人不能见，能躲多远就躲多远，否则会引来杀身之祸。哦。回到租的房子之后，宋金钊开始跑牙行打听买地的事情。宋姑娘要买60亩啊，是打算自己种呢，还是出租啊？出租，少部分租金用粮食代替，其他给银子。衙人隔天便带着宋金钊去了城外。这片土地呢，原是城里一家富户的，近2年生意不好做，要卖。佃户是现成的，宋姑娘若是看上，直接改契约，后续的不用愁找佃户。这片不是上等水田，上好的水田都在南边靠近河道的地方，主家要么是安阳府数1数2的富户，要么就是安阳书院里知识渊博的夫子先生，根本没人出手啊。现在卖的也就只有中等田和旱地，这片已经是中等田里位置最好的。如今有水车，知府大人又命人新挖了沟渠，每年的收成不比上等田差多少。佃户呢，都是住在附近的村民，一家人全靠种田生活，对庄稼是1万个用心。现在8月田里粮食还没收，我现在买，佃户今年租金怎么算？这50亩田呢，一半是预付租金，另一半是分成租佃。预付的那部分，主家开春就已经收了，分成租佃的粮食呢，要到秋后才能给。宋姑娘若是买下这部分粮食，佃户到时候直接交给你。粮税是谁负责？全是佃户在交。我家不用交粮税，粮税部分直接交给我。这是自然呢。这片田地一共有4家佃户。宋金钊拉着宋启明去府衙和主家过完户之后，就和佃户见了面，把契约一改，以后他们租的就是宋金钊家的田了。城东云商木行的掌柜蒋珠涛带着7、8、2个月的轮椅分成找到了宋金钊。2个月一共卖了123辆轮椅，卖价2两银子，每辆利润是1两3钱，按照契约分成，这是32两。4页纸，宋金钊几下就看完了。安阳府总共就这么多人，该买的都买了，有没有外省商人看中想要进货的？我这次过来就是为了和你商量这件事。有个从南方来的商人想买300辆轮椅，但压价压得太狠。我和他谈了一次，
每辆他只愿意出1两5钱。宋金钊沉思后说道：售卖归你们负责，我只要有钱赚就行。不过我建议再加150文，否则这个价格卖出去，传出去以后不可能再比这个高了。行，回去后我再找他谈谈。可以尝试联系其他南方商人主动推销，无论成不成，都给他一些紧迫感。你说的对，回去后我就让人去打听。人来人往的大街上，衙人正带着宋金钊看铺子。华清路和子午路的价格最贵，符合宋姑娘要求的商铺不多，而且周边已经有2个药铺了。我的建议是考虑东边，价格便宜不说，人还多，就是没什么钱，都是穷人，不过积少成多，也是划算的。周围百姓消费力不强，我的吃食就没人买。绕过路口，宋金钊指着建业街问道：这条街就挺好，我看周围一家药铺医馆都没有，这里有铺子卖吗？这条街上的商铺只租不卖。一条街几十家铺子，就没人谈过？以前也有人想买，我们谈过10几次都没成功。整条街的商铺都是李家的，李举人从来没松过口。李举人？他儿子是不是叫李子恩，女儿嫁给皇子那个？没错啊，就是那个李家。他们家不缺钱，出多少银子都没用啊。宋姑娘。李天崇刚从铺子里出来，就瞧见一男一女站在台阶下面，指着门头在看。一个是牙行的衙人，一个是自己见过他没见过自己的宋金钊。你是？李举人。宋金钊的双眼微微睁大，是李子恩的爹。李天崇朝宋金钊拱手，态度温和地说道：在下李天崇，是李子恩的爹。说起来，我们2家生意做过不少，面儿倒是第一次见呢。宋姑娘这是要租铺子还是买铺子？一次没见过，李举人都能一眼认出我，想来是特别不愿意在府上看见我。宋姑娘说的哪里的话呀？小儿年轻，又从小到大被我护着，若有哪些地方做得不恰当，还请宋姑娘见谅，我以后一定多加管教。见宋金钊不说话，李天崇想到刚才他的举动，心里猜到了几分。建业街正好有一个铺子要卖，宋姑娘若是感兴趣，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看。不了，这条街不符合我买铺子的要求，告辞。望着果断转身离开的宋金钊，衙人愣了一下，朝李天崇点头后忙追上去。宋姑娘，李举人都说要卖铺子，你怎么还拒绝呀？位置不合适，主家不合适，只有一间更不合适，再找其他的。李天崇比他儿子心机深沉，说他没有目的，宋金钊是不信的。宋金钊用了7天的时间，才把2个相邻的铺子定下来。2个铺子呢，一共花了600两银子。稍小一点的，宋金钊决定用来做吃食饮品店；大一点的，用来开药铺医馆。另一边打听到消息的李天崇诧异地看向李子恩：开医馆？宋金钊会医术？应该会吧，不过一个女人开医馆，恐怕没什么人会找她看病。开店当天，你挑2件招财镇宅的摆件送过去，态度好点，脑子里娶人家当妾室的想法给我彻底打散，以后别再想了。李子恩撇嘴咬牙，用不着他爹说，他也不敢娶呀，他可不想整天被打。安阳书院内，严宝义神情得意地撞开宋启明的肩膀朝外走去。宋高丽眉头紧蹙，贴在宋启明的身边小声说道：再这么下去，外舍同窗看见你都得绕着走，得想想办法。曲意逢迎之辈，
就不值得结交。至少夫子对我并无不妥。外舍的夫子对你是一视同仁，可到了内舍怎么办啊？丁夫子教的就是内舍，我看你得找个比丁夫子地位还高的先生拜师，他们才不敢欺负你。我想拜叶先生为师，他还没答应我。叶先生还在教你啊？我阿姐在给叶先生治腿，看在这层关系的份上，先生对我很照顾，我想试试。我听斋社的同窗说，书院里好几个夫子曾上门拜访过叶先生，但都被拒了。你要是能拜他为师，等到了内舍，无论严宝义再怎么使小动作，顾及到叶先生，他们也不敢拿你怎么样。叶府，叶良玉双手撑在木架上，额头筋络暴起，汗水顺着下巴砸在青石砖面上。老爷，休息一会儿，等下再练吧。不行，还没到时间。好不容易完成了上午的负重训练计划，叶良玉瘫倒在放在屋檐下的轮椅上。去桌上把宋启明的课业拿过来。老爷，您现在做的已经和师傅差不多了，为什么迟迟不肯答应收宋启明当弟子呢？叶良玉放下手里的文章，搭在腿上。这孩子一路走得太快太顺，我想磨磨他的性子，看看他能坚持多久。我也不想让他认为我是因为他姐姐治好了我的腿，才愿意收他当弟子。可您收他当弟子，应该是有宋姑娘的原因吧？原先是有的，但只想多照应一些。后来是真的觉得宋启明有前途，康复时间漫长难熬，收个弟子培养一下，也挺好，至少脑子不会僵住。奴氏，是赵雅人吗？我是金运洋行介绍过来的。姑娘是要买奴仆还是卖奴仆啊？我想买2个仆人，一男一女，成年可以干活的。姑娘，这边请。人牙子将正值壮年的男女奴仆招呼到宋金钊的面前，站成一排。姑娘好好挑挑，这些全是干活的一把好手，买回去即刻就能用。宋金钊看向人牙子，把卖身契拿给我看看。这些人家世清白，来历绝对没有问题。这2个多少钱？人牙子瞥了一眼宋金钊点的2个人，男的10两，女的20两。这个年纪女奴仆价格也就在10两银子，你看20两，都够买2个了。虽说年龄差些，可他会刺绣，还略识得几个字，卖这个价格都已经算是亏了。钱三牙，来新货了！一声粗暴的吼叫从门前传来，人牙子伸头看一眼，立刻招手让手下去接人，回过头继续和宋金钊拉价。奴市上有手艺的奴人价格都贵，姑娘能一眼瞧中，想必也是看中这一点。若是觉得贵，可以再瞧瞧别的。这几个都只要10两银子。刚出门的手下几步跑进来，神色为难。三爷，有2个货不对，姑娘稍等，我去就来。钱三牙看到躺在笼子里的2个人，眼睛瞪大比牛眼还大。2个快死的病秧子，你拖来干嘛？我可不收。拉都拉来了，也没地方退，你就给收了吧。拽手卖便宜点。能卖多便宜？光医药费我就得搭进去好几两银子。女的2两银子，男的自愿卖身，1文钱没要，就求个活路。你瞧这长相，洗干净养好身子，弄到巷子里，嘿嘿，保管能卖个好价钱。什么来头？女的是个农妇，被山贼掳走后失了清白，丈夫也死了，婆家人就把她卖了。男的是个乞丐，我遇见他的时候被人打得只剩半口气儿，为了活命自愿卖身，昏过去是因为灌了3碗伤药。行吧，抬进去，我找个郎中给他们看看。宋金钊和看中的一男一女聊了半天，说话干脆不阿谀。站在旁边的宋诗雪见有人进来，定眼一瞧，
手臂碰了一下宋金钊的胳膊。阿姐，是那个蓝眼睛的小乞丐。宋金钊抬手望去，目光却落在另一个熟悉的脸上，是半月牙被段山狼凌辱的那个妇人。钱三牙走到宋金钊面前，吩咐手下去巷子里找个郎中过来，要最便宜的，别让这2个人死了。姑娘挑好了吗？还要这2个。宋金钊指着墙角昏迷不醒的妇人问道：她是怎么被卖的？被婆家卖掉的。她男人为救她被山贼杀死了，清白没了。婆家恨她，害死了他们的儿子，加上娘家人死光没人撑腰，最后就被卖了。身上的伤谁打的？赶奴客说被卖的时候是从猪圈里拖出来的，要不是毁容不好卖，这张惹祸事的脸早就毁了。宋金钊双眉拧得更死。姑娘和他认识？官府悬赏，我接了榜。掳他进山的山贼窝是我带衙役上山剿灭的。姑娘要买他？我买那2个，你把这个送给我。这我2两银子买的，姑娘多少得给点，别让我亏本。他这一身伤没1两银子治不好，他还杀过人，你卖出去就不怕别人找你麻烦？杀过人？你若不信，可以找人去皓月城打听，县衙衙役都知道，50多刀侮辱他的山贼头领，身体被他砍成一团肉渣，手捧都捧不起来，就剩个死不瞑目的头颅。姑娘怎么知道的？我当时就站旁边，刀还是我递的。钱三牙后背一凉，墙角昏迷在地的男乞丐缓缓睁开眼，看到宋诗雪时，他没有焦点的双眼停滞了一瞬。眼珠漂亮，好想要。别动，这个不能要。挖出来就不好看了。姑娘，2两银子，2个人你一起带走。宋金钊皱眉瞟了男人一眼，蓝色眼珠，要么基因突变，要么有外邦人血统。生气拿出来我瞧瞧。官府出的生气，就算拖回去死了也没关系，左右是个签了死契的奴仆。宋金钊抓住男人的手臂，上下检查了一遍，眉头凝死，眼中掠过一抹诧异。原以为年纪至少20岁往上，看脉象还没过16岁。宋金钊声线压冷：你几岁？14。沙哑的声音每说一个字都疼得好似喉咙裂开一般。钱三牙惊讶地放大眼睛，上下打量他的个子，才14啊，不知道的还以为24了呢。会干什么？偷读过书，会做饭，能挨打，命硬。买我以后这条命是你的，当牛做马，干什么都行。你还识字，这可不能白送，值2两银子。姑娘，我看你弟弟妹妹好似都挺喜欢他的，这样办，4两银子，你2个一起带走。手脚尽断，喉咙烂的只剩一块皮，眼睛还瞎了一只。等治好，10几两银子花出去还会落下残疾，你当我冤大头呢？钱三牙顿了一下，飞快上手扒了少年的手脚，软绵绵的诡异失控摆动，还真是断了。被派出去的下人带着一个郎中进来，钱三牙指着少年对郎中说道：先看看他，治好要花多少钱？4肢尽断，喉咙受损，心肺有伤，这人浑身上下都是伤，治疗难度很大，诊治加上药费，最起码得20两银子，最后会落下残疾，喉咙可能也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说话，哑得很。不治了，1文钱没花，死了我也不亏本，还是刚才那个价钱，2两银子，2个都带走。宋金钊指着刚开始挑的一男一女，30两银子我嫌贵，加上这2个刚刚好，要不然我找下一家，金运牙行推荐我才没找别人，成不了等我逛完再回来。哎呀，姑娘，32两银子我真的已经不赚钱了。就30两，1文不多1文不少，
下次买人还找你。哎，行，30就30。等赶奴客下次来，非得要把这2两银子给要回来不可。人牙子担保，火速去衙门过了红气。宋金钊握着4个人的卖身契和文书，把人带了回去。还没问你们叫什么名字？小的福顺，小的春杏。若是姑娘不喜欢，可重新赐名。我没有名字。就用原本的名字，我也懒得取。至于你，诗雪，人是你想救的，名字你来取。他这一身伤，你来治。交给我，阿姐不动手。对自己有信心些，这是你第一个病人。灌下一碗稀饭，张夏莲醒来时已经是半夜了。窗外乌漆麻黑的，什么也瞧不见。你是谁？你终于醒了。看清楚女人的脸，张夏莲一脸茫然，环顾四周陌生的环境，不像是人牙子关押奴人的地方。你是谁？这是在哪里？我叫春杏。你昏迷不醒的时候，人牙子已经把你卖给姑娘了，现在在主人家。张夏莲掀开衣领，鼻子抽动，是药香。我身上的伤主人给你上的药，他好像认识你。买我的人叫什么名字？是什么人？你别怕，姑娘人很好的，除了你，她还买了一个快死的残废。才来半日，我只知道主家姓宋，当家的姑娘看起来只有10几岁，家里还有2个少爷和1个小姐，年纪都不大，人口简单，应该挺好伺候的。是叫宋金钊吗？这个我不太清楚，才来半日没说几句话呢，只说等明日再安排活儿。不过他说你杀过人，刀还是他递的，把人牙子吓傻了，1文钱不要，把你当大头卖给了主家。天亮后，张夏莲见他起来，立刻也要起来。春杏说道：你伤还没好，我来就行。张夏莲摇头，忍着浑身的疼和对方一起烧水，两人一起端着木盆站在宋金钊的房间门口等着。宋诗雪打开门，就看到家里新买的2个仆人端着盆站在门口。把盆放在架子上吧。醒了。张夏莲愣了半天，猝然双膝跪地，磕头道：多谢姑娘2次救命之恩。那日在山上下手不是很果决吗？怎么面对打你卖你的公公婆婆就下不了手了？我那人是为了救我而死的，我还有一个12岁的儿子。山贼掳我上山时，他护着我，被推下了山坡，老四撞坏了，我不能反抗。你就不怕他们对你儿子不好？3代单传，我儿子是他们唯一的孙子，要传宗接代的。还想回去吗？村里人都知道我被糟蹋了，他们都在骂我，指责我，觉得我失了清白，就应该马上自杀。我不想回去，那里也容不下我。你舍得儿子？我消失对他才是最好的。既如此，那便留下，往后听命于我，奉我为主。过往种种再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取名清霜，把以前的张夏莲彻底扔掉。谢姑娘赐名，清霜愿意誓死效忠姑娘，从此当牛做马，永不言叛。柴房里，宋诗雪抿着唇，眉心蹙起。我昨天晚上想了好几个名字，兰溪和月白，你喜欢哪个？兰溪挺好的。我也觉得这个比较好听，和你蓝眼珠特别配。你身上的刀疤也是那些乞丐打的吗？不是，流亡时遇到强盗他们砍的。你身上的伤口没及时治疗包扎，后面长出新肉后，疤痕肯定是消不掉。消不掉没关系，多谢二小姐费心。你是我第一个病人，我一定会把你治好，可能花的时间会长一点。如果是阿姐，会快很多，不过她特别忙，每天要干很多事情，我得赶紧把你治好，你才能帮她干活。闷热的厨房里，
宋金钊正在教春杏和清霜制作凉皮儿、凉面和茶饮奶茶。院子里的井边，福顺坐在小凳子上洗各种猪内脏。宋金钊打算上卤货，卤香味儿飘到隔壁，正在院子里进行负重训练的叶良玉停下动作。老爷，是宋家传过来的，是日出就开始做晚饭，是不是太早了些？过几日宋姑娘的吃食铺子要开张了，可能在试菜。不仅是吃食铺子，好像还是开医馆。太医都治不好的病，宋金钊能治好。他开医馆对百姓来说是好事。散学后，宋启明照例去隔壁听教。宋金钊将人叫住，递给他一个食盒。下午做的新吃食，带过去给叶先生尝尝。坐在轮椅上的叶良玉见宋启明拎着一个食盒进来，心里已经猜到了7、8分了。先生，这是我阿姐新做的吃食，想着先生可能会喜欢，便切了点带过来。香味飘了一下午，总算能知道是什么了。云鹤打开食盒，里面装着一盘卤肉和一盘卤猪杂。看到形似肠子的东西，叶良玉眉心微皱。云鹤也看到了猪内脏，正要将另一盘拿走，遭到了叶良玉的制止。去拿双筷子过来。这是叶良玉从未吃过的美食，不臭，特别好吃，比肉还好吃呢。哎呀，可惜不能喝酒啊，这些用来当下酒菜再好不过呀。另一个小厮从门外走进来后拱手说道：老爷，安阳书院的穆院长在外求见。请他进来。他对宋启明叮嘱道：别出声，等我叫你再出去。被屏风挡住的宋启明疑惑地抬起头，只能通过缝隙隐约瞧见外面的情况。穆红月右手提着2壶酒，左手拎着下酒菜，甩着裤脚走了进来。告老还乡也不提前告诉我，要不是书院里的夫子写信告诉我，我还不知道你回来了。世上谁有你穆院长轻松自在，跑去江南半年不回来，够潇洒的。这是我特地从江南带回来的洞庭春色，朝阳楼的酱牛肉，让云鹤再弄2个菜，我们喝2杯。哎呀，我现在敬酒，留下来吃饭没问题呀，喝酒就算了。那就存在这里，等哪天你想喝我们再喝。回来这么久打算干嘛呀？总不能一直在家里待着。反正你现在也不当官了，书院缺才学好的老师，你能不能帮我带上社呀？见叶良玉没吭声，穆红月继续说道：书院里像你这样有才学的人除了我之外一个都没有，你要是能来帮我，下次科举培养几个医家，还不是手到擒来呀？你怕不是白日做梦啊？医家总共就3个，状元、榜眼、探花，安阳府近100年都没出过1家，就连你我也只是2家，而且我是2家第7，你是2家倒数第7，我的才学比你好多了，别净给自己添花。我这些年游历大江南北，谁更有才学还不一定呢。有本事去上社各挑几个学生，考试的时候比比啊。你这是变着花样刺激我给你带学生。你是院长，我是夫子，想让我给你效力，休想。那你就这样在家里闲着，满肚才华无处可用，岂不可惜啊？叶良玉转过头看向屏风，我最近呢新收了一个弟子，让你见见。启明，出来见过你们院长。从哪儿收的弟子啊？藏着掖着不想让我看见，都来半天了才把人叫出来啊。怕你抢，不想让你瞧见。
猛然听到叶良玉说自己是他新收的弟子，宋启明心里既高兴又紧张。他从屏风后面走出来。学生宋启明见过穆院长。穆红月一双精明的眼睛上下打量，倏息后移开目光看向了叶良玉。你倒是不客气，趁我不在把今年的暗手抢走了。你连书院开学都没回来，想必是暗手见得太多，已经不在意了。我慧眼识珠，左右都是你书院的学生，何来抢走之说呢？什么时候变成您老师弟子的？宋启明偷瞄了一眼叶良玉，得到肯定的眼神后沉声回答道：院士之前就已经是了。叶良玉勾起嘴角，笑而不语。好好跟着你老师学，当年的2甲第7名，你可不能比他差。学生定将竭尽全力，不负老师和院长所期。揪着宋启明所做的文章看了半天，穆红月笑着对叶良玉说道：你教的不错，月底考核他就可以进内社了。没点天分我也不会收。时辰差不多了，启明啊，你今天先回去，明日再来。叶良玉和穆红月相对而坐。真不喝酒？叶良玉朝云鹤吩咐道：去把我的拐杖拿来。他双手撑在轮椅的扶手上，颤颤巍巍地站起，接过拐杖，忍着疼在饭桌旁边走了2步。云鹤跟在旁边伸着手准备随时扶。穆红月瞪大眼睛看着叶良玉撑在地上滑行的腿。不是说宫里的御医诊断永远站不起来吗？现在这是好了。还差得远，至少需要1年才能走得跟正常人一样。禁酒这段时间都不能喝了。哪位神医治的呀？宫里御医的诊断他都能推翻呢？是宋启明的姐姐，住在隔壁的宋姑娘。哎呀，我说你从来没收过弟子，怎么忽然就收了一个？原来是这个原因呐。不仅是因为宋金钊能治好我的腿，也是启明这孩子确实有天分，还努力。所幸啊，我的腿短时间内好不了，不如收个弟子打发时间，否则真像你说的，整日待在家里呀，得闲死。我现在倒是真想见见这位宋姑娘。迟早能见到，等来日她的医馆开张了，你可以去找她看病。我身体强壮，用不着看病，整天就知道刺儿我。别吃我买的酱牛肉啊，朝阳楼好不容易做一回。叶良玉把装着卤肉的盘子推过去，来尝尝这个，比朝阳楼的酱牛肉还好吃。怎么就这么点儿啊？要不是你忽然过来，这点都没得剩。一口卤肉下去，穆红月的眼睛亮了，迫不及待地夹下一块，越吃越好吃，没2下就见了底。见桌上还有一盘，穆红月筷子立刻伸过去，叶良玉迅速挡住。嘿嘿，这是猪内脏，你不嫌弃啊？嘿，我看你吃的挺过劲的吧？你从哪里买的？安阳府开了新铺子？小厮端着一盘卤鸡翅和猪耳朵走过来，叶良玉抬头。启明送过来的？对，宋公子说还有，已经去端了。话音刚落，宋启明端着2盘卤鸡爪和凉拌菜走进来，盘子放到桌上，他笑着朝叶良玉说道：阿姐知道老师要留穆院长吃饭，特意让我端几个菜过来，说是过几天铺子里要上，让老师和院长先尝尝。哎呀，你阿姐有心了，这卤味啊特别好吃。过些天呐，店铺开张，我一定让云鹤多买点回来。
老师喜欢就好，以后若是想吃啊，随时告诉学生，我先给您留。你这个弟子收的真是一举三得呀！啊，学生、神医、厨娘全都有了。哎呀，这样的好事怎么就落不到我头上呢？哎呀，左右宋姑娘的铺子过2天就要开张，你想吃可以自己去买。去给我把洞庭春色拿过来，这样的菜必须得喝酒。我说了，我不能喝。你可以看着我喝，2壶给你留1壶嘛。叶良玉无奈地撇嘴摇头。云鹤见状，去拿了酒壶和酒杯。次日清晨，宋启明先将拜师帖送到隔壁，拜师仪式定在3日后，4时正，厅堂的桌案上点着紫檀香。老师，请喝茶。我观你性情笃实坚毅，与读书一途颇具天赋，且能勤勉不懈，不耻下问。今日饮你这盏拜师茶，收你为弟子，牢记为师3句话：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读书科举之路，要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若来日高中入朝为官，要做一个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学生谨记老师教诲。微烫的茶水滚过喉咙，烫到心间。叶良玉的心沉下来，胸口仿佛带上了某种枷锁，沉甸甸的。宋今朝坐在椅子上，满眼欣赏地看着。古代读书人拜师真的会给人一种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错觉。2家店铺一起开张，看门头就知道老板是同一个，宋氏美食，宋家医馆。宋诗雪望着门庭若市的美食店，再看看门可罗雀的医馆，提议道：阿姐，我们要不要过去帮忙？有他们3个在就够了。2批凉面在安阳府已经不稀奇，最多就是买卤味的人会多些。李子恩带小厮过来的时候，看到一间铺子里坐满了人。小厮指着墙上的贴图：少爷，他们每样都比我们便宜10文钱。宋今朝就喜欢玩薄利多销，在西宁城一杯冰镇乌梅冰糖茶只卖20文钱，现在翻了1倍，已经不少了。少爷，要不你先走，我在这里排队。李子恩看向摆放桌子的地方，一个座位都没有。我去马车里等你，每样都买点，我倒要尝尝这个卤味到底是个什么味道。李子恩在马车里足足等了2刻钟，小厮才提着几个油纸包跑过来。少爷，都买到了，你快尝尝。所有种类都尝过一遍后，李子恩放下竹签，目光深远的咬牙撇嘴动唇。你说宋今朝脑子里的新方子怎么这么多，还每一样都这么好吃？少爷，要不我们先把礼物送了？你先给我去买杯冰镇乌梅冰糖茶，等我吃完了再去。李子恩带着小厮提着2个招财摆件往医馆走去。2位是看病还是抓药？不看病也不抓药，我找你姐姐。李公子有何贵干？站在身后的小厮麻溜的上前，将摆件放到桌上，解开筹结后，再退到李子恩的身后。一尊白玉貔貅，一尊铜制3角金蝉，全是适合摆在店铺里寓意招财进宝的摆件。我爹知道宋姑娘的铺子开张，特意让我来送礼物，祝宋姑娘生意兴隆，财源广进。上次关心宋姑娘的婚事，纯属好奇。本公子若是说错了话，还请宋姑娘多多包涵。李公子身为男子，无故议论女子婚事，甚是轻浮。这样的事以后切记不要再做，否则遇着脾气不好的，半路将李公子套住麻袋暴打一顿，那就不值当了。宋姑娘的卤味做得很好吃，不知道有没有兴趣开分店？若是钱不够，可以和我李家合伙。新店刚开张，暂时没有那个心思，之后若是有，想必我钱也够了。
想必宋姑娘还不知道，当今二皇子英王殿下乃是我妹夫。只要我们合伙，来日令弟入朝为官，有英王殿下在背后撑腰，必定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内地如今距离举人都还遥遥无期，哪里敢奢求英王殿下垂青？李公子还是找别人比较好。既然宋姑娘无意，我也不强求。李家的大门永远为姑娘打开，以后若是遇到难处，可随时来上门求援。李公子客气，我一个小人物，遇着困难府衙就能解决，哪用得上李公子这样的皇亲国戚？李子恩最后走的时候啊，心里是堵着气的。想当初宋金钊只不过是一个提着野物上门求卖的农女，如今竟然这么不把她放在眼里。自从妹妹嫁进皇家后，就连安阳知府见了她都得给几分薄面，偏偏宋金钊啊就是不给她面子。回到家，李子恩把事情告诉他爹。李天崇放下杯子，我说过，此女和普通女子不一样，无论是威胁还是讨好，都很难打动她。那现在怎么办？既然要笼络宋启明，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簪花宴上，宋启明得罪了严宝义，此人心胸狭窄，嫉妒心极强，他又是丁惟越的弟子，恐怕不会轻易放过宋启明。明日我去找杨夫子，等宋启明被丁惟越针对时，杨夫子再出现收他为徒，宋启明自然就变成了我们的人。爹，笼络秀才，等他们当上官至少得要好几年的时间，不如我们直接往京城送银子，县城的6、7品京官还不多的是。你往京城送银子叫贿赂，笼络书院里的秀才叫提携，完全不是一回事。给英王府送银子是为了从龙之功，培养我们自己的人手是为了将来。直接贿赂京城官员，若是被英王殿下知道，误以为我们有二心，别说你妹妹在王府的日子不好过，就连殿下都不会再信任我们。说就说，爹你生这么大气干嘛？我就是灵光一闪，又没有真行动。真到你行动就晚了，你还是好好管家里的生意，其他事情就不用你操心了。杨延峰被找上门的时候，正在批阅内舍学子的课业。让我收宋启明当弟子？没错，我想拉拢他，可他姐姐有点难办，只能从宋启明的身上下手。宋启明刚进书院，最近的乡试就在2年后，他不一定能考上。选人之前，我已经打听过宋启明的底细。他10岁才开始读书，不到2年就考上了按手，好好培养，必能成大器。可他和严宝义不对付啊，收他为徒不仅得罪严家，还会惹丁夫子不悦。就是因为这样，才更容易拉拢他。雪中送炭比锦上添花更有效。杨兄，我们什么时候做过亏本的买卖啊？你就信我一次。明日我找外舍的夫子摸摸宋启明的才学，若真像你说的是个天才，我就收他当弟子。一定要在他走投无路、万分为难的时候再出手解围，这样效果才最好。我明白李兄的意思，我会见机行事的。穆红月提着小酒来找叶良玉。你还说让我开店后去捧场？我家的小厮连着3天没买到卤肥肠，搞了半天全在你这儿。那是因为宋家美食店生意太好，你们去得太晚。我可听说你学生在书院的处境不太妙啊，你真的不考虑去上社当讲师？启明怎么了？每天过来的时候，我看他没什么不对劲啊。这次院试的第2名对他这个暗手很不服气，学生之间的妒忌竞争，你知道的。对方来头很大。
严家是商人，没什么权利。要说严宝义自认为高人一等的错觉，无非是家里有点小钱，找了丁惟越当他师傅。要说才华和悟性，他还真比不上宋启明。丁惟越是内社的夫子，等宋启明通过月考进入内社，可就是丁夫子的管辖范围了。你身为院长就不能管管？只要他们不明目张胆的做，我这个院长也不好多说什么呀。严宝义现在已经在鼓动外社学子孤立宋启明，现在还有宋高丽陪着，等到了内社，他可就真的要变成孤家寡人了。美食店的生意人满为患，医馆开张3天，一个上门的客人都没有。阿姐，周围明明没有医馆，人也不少，怎么就没人找我们看病啊？医馆刚开，病人不信任我们很正常，慢慢来，不要急，最后拼的还是医术。阿姐，兰溪瞎的那只眼睛是后天造成的，外伤和断了的手臂腿骨，我多花些时间就能治好。就是这眼睛，我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你给兰溪治了好几天伤，看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没有？不怕疼，我掰他骨头的时候，他连声都没吭。有点冷，经常发呆，总感觉心里藏着什么伤心事，不能告诉别人。而且我发现，他好像不是很喜欢自己的眼睛。明明淡蓝色的瞳孔像蓝天一样漂亮，他却经常低着头，不愿让人瞧见。你觉得蓝眼珠好看？不仅我喜欢，就连安好也经常想用手去抓，尤其太阳光照在他眼睛上的时候，就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兰溪的眼睛乃是撞击头颅后淤血堵塞了经络，导致单眼失明，原本可以治好，可他迟迟没有用药，导致失明数月。现在如果想治好，需要内服方药，外用针灸疗法。我的针法还没到能在脑子上用的地步，兰溪的眼睛能不能阿姐来治啊？凡事都有第一次，你先把去除淤血药方开出来，下针的时候我在一旁盯着。宋世雪心里一下子就稳了，起身就去柜台前开始琢磨药方。一个女子脚步迟疑地从外面走进来，对上宋世雪望过去的眼神，她肩膀轻微地往后缩了一下。姑娘是看病还是抓药？你们座堂大夫是女医师？宋世雪颔首回应。对，我和我姐姐都是女大夫，是姑娘要看病吗？不是我，是我朋友，他今天没来。大夫是每天都在吗？上午4时之后5时之前，下午未时之后酉时之前，我都在馆内坐堂。姑娘的朋友是身体什么地方不舒服？月经不调，原是1月来1次月经，5个月之前忽然变成1个半月来1次，上个月干脆没来。我朋友还未成亲，是处子。姑娘的朋友芳龄几何？16。还有其他症状吗？例如这阵子心情焦虑，睡眠时间短，经常半夜惊猝无法入眠，身形有无明显变化，掉发情况如何？头发掉的确实比往常多，月性正常是每日要睡4个时辰，如今2个时辰便会醒来，白日也不觉得困顿，身形好似胖了些，可吃的却和往常一样，并不见变多。听着不像是没钱看病的模样，怎么会拖这么长时间？近半年时间就没找其他郎中看过？事关月性，不好让外人知晓。病人还是亲自过来一趟，我需要检查号脉，才能确定病因。明日4时，还请大夫不要招待其他客人，我会带我朋友过来。宋金钊注意到他指尖的薄茧，颔首指着身后说道：“里面有单独给病人检查的隔间，姑娘只管带你朋友来便是。”离开医馆后，秋叶去点心铺子买了一盒糕点，若无其事地回到了郭府。怎么样，是不是女医师？底细有没有打听清楚？
小姐放心，是女医师。医馆里还有一个年纪小点的药童，两人瞧着像是姐妹。我已经打听过，开医馆的宋家几个月前因为家中弟弟参加院试才来的安阳。入学安阳书院后，家中就从老家搬过来，在安阳府举目无亲。最主要的是，医馆刚开几天，没什么病人，夫人根本不会注意到这家医馆。就是不知道这位女医师医术如何，能不能尽快把我的病治好？小姐放心，奴婢告诉那位女医师小姐的月性情况后，她好似心中已经有了想法，明日去看看就是。距离成婚还有3个月时间，一定来得及。隔天4时，2个戴着长围帽的女子走进了宋家医馆。进入里屋后，2人这才将围帽摘下。宋金钊伸手示意：“姑娘坐下，把手伸出来。往日来月经前2天小腹会疼痛，月经不稳后是不是就没疼过了？”“对，要不是怕不能生育，我都有点不想治了。”“舌头伸出来。”宋金钊凑到了郭一瑶的面前，看她的脸和脖子。“这些痤疮和痘痘是不是都是近半年才长出来的？后背和前胸方便给我看一下吗？”“胸口和背后都有，但比较少。背后过一段时间就会长1、2个，好了再换地方长。食欲一切正常，除了月性不规律，其他地方都好好的。”宋金钊扒开她的头发检查头皮，后脑处有轻微的头皮结痂。“日常是不是特别喜欢吃甜食？”“也没多少，一天就2盘糕点。”“这段时间心情如何？”“不是太好，提不起劲儿，做什么事都没有心情，有点焦虑和烦躁。”“不是什么大问题，我给你开几副药，回去按时吃。这段时间忌生冷寒凉，不要吃甜食，每日清晨适量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别忍着，越压越抑郁。”“大夫，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治好？月性能恢复正常吗？影响生育吗？”“你朋友说你未婚，很着急生孩子吗？”郭一瑶拘谨地避开宋金钊的眼睛。“我还有几个月就要成婚了。”“你的病需要好好调理，按时服药2到3个月，月经紊乱和痤疮情况会有明显改善。之后注意饮食，防止复发。在月经保持6个月规律之前，可以有床事，但最好不要有孕。”“我知道了，今日之事还请姑娘保密。麻烦您再开一副治疗食欲不振、肠胃不适的药方，若有人上门打听，就说我是因此才来看病的。”“医生会对病人情况保密，姑娘可以放心。”窝府门口，小姐，夫人院里的嬷嬷1刻钟之前来过，知道小姐不在，让您回来后立即去正院。郭一瑶心一提，呼吸跟着乱了几分。回到房间，将衣裙和妆容整理完毕后，才带着秋叶往正院走去。坐在榻上的妇人，一双丹凤眼微微上挑。“母亲。”柳扶风面上闪过一丝不悦。“你今日出门了？”“是，听闻乌衣街新开了一家美食店，里面的卤菜味道鲜美，便想着买些回来让爹和母亲先尝尝。谁知店里人太多，实在是没地方下脚，无奈便先回来了。”“还有3个月便是婚期，这段时间待在家里好好备嫁，这些小事以后让下人去做。”郭一瑶垂在衣袖中的拳头收紧，面上却乖巧的点头应好。等他离开后，柳扶风身边的嬷嬷脸上露出了一抹嫌弃。“大小姐心思深沉，整日就知道变着法儿的讨好老爷，不过是些不入流的吃食，还亲自跑去买，这不明摆着要拿到老爷面前邀功吗？”“他心思一向就重，否则老爷对孟家的婚事怎么会一直不松口呢？”“夫人说服不了老爷，或许这门婚事我们可以从孟家入手啊。孟家3代单传，是子嗣如命，若是大小姐不易生育，孟家老夫人肯定不会同意这门婚事。到时候夫人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把人选换成2小姐。”
柳扶风如刀剑般冷硬的双眉蹙起，思索片刻后，他抬手让嬷嬷贴耳过来，悄摸的去找郎中，想个查不出来的办法，在郭一瑶的吃食上动手脚，要快。老奴马上去办。宋启明从书院散学回家，来到叶府。距离书院月考还有3日，准备的如何？老师放心，学生此次一定能顺利进入内社。近日在书院可有遇到什么麻烦？书院同窗对我有些冷淡，不过外舍夫子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不曾刁难过我。小麻烦学生可以自己处理。郭府中午用膳时，郭一瑶盯着桌上的螃蟹，狐疑道：“今年正院怎么舍得往我这儿送螃蟹了？”想必是小姐即将嫁入孟府，看在孟家和老爷的面子上，夫人想向小姐示好也说不定呢。不过螃蟹性凉，小姐还是不要吃为好。送过来不吃也浪费，赏给你1半，其他让下面的人分分。谢小姐。到下午时，后厨送来了一盘柿子，摆在了郭一瑶的案桌上，同时还送来了许多易胖的甜食。半夜，秋叶睡梦中跑了好几趟茅房，严重怀疑是不是白天螃蟹吃多了。隔天中午，望着送过来的冰酪，郭一瑶皱起了眉头。你悄悄去厨房打听一下，这2日的菜和点心是谁嘱咐送过来的，别叫人瞧见。奴婢马上去打听。到下午时，秋叶步履匆匆地走进门。小姐，是夫人身边的吕嬷嬷吩咐的，说是天气炎热，小姐又喜欢吃甜食，一应冰饮和点心不能短缺，就算是水果也得冰镇过再送来。将计就计吧，就让他们以为我吃了。是。连续3天，吕嬷嬷邀功似的来到柳扶风的面前说道：“夫人，大小姐那边一切顺利，郎中说了2个月期效果。”柳扶风满意的点头。月底书院考核，严宝义盯着榜单上的排名，脸色铁青。宋高丽失望的把手搭在宋启明的肩膀上：“就差一点点，我就可以进内社了。”不着急，每个月都能考，继续努力，下个月一定能进前10。我下个月一定去内社找你。严宝义的眼神死死地盯着站在不远处说话的宋启明和宋高丽，仿佛要吃了他们一般。严宝义这次又没考过你，看他表情，恨不得喝你的血吃你的肉。等到了内社有丁夫子给他撑腰，肯定会更加针对你。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看他们想怎么做，我见招拆招，绝不退一步。进入内社的第1天，丁夫子便将宋启明安排在了靠近后门的最后一排位置。下课后，苏洛白走到了宋启明的案桌旁边坐下。洛白哥，我知道你行，这么快就变成我的同窗了。还算是比较顺。书院和洛白哥当时说的一样，有才华的同窗太多，我要是不努力万一被刷下去就糟糕了。你和丁夫子是有什么过节吗？我看他对你的态度好像有些不对。我和他没什么过节，今天甚至是第1次见面。不过丁夫子的弟子严宝义是今年院士的第2名，他看我不顺眼，在外舍时除了高丽，几乎没人敢和我结交。宋家，青霜趴在地上，浑身被汗水浸湿，仿佛刚从水里头爬出来。才1个时辰就撑不住了。我撑得住，姑娘再来。柴房里，兰溪趴在窗户旁边，目光灼灼地注视着正在院子里练武的2人，眼里满是羡慕。医馆内，宋金钊翻看这些天的账本。大夫，大夫！急促的呼喊声传入店内，正在看宋金钊亲手写的医书的宋诗雪猛然抬起头，瞧见一个壮汉背着一个头颅被衣服绑住的男人冲进来，他连忙放下书喊道：“阿姐，来病人了！”快速从柜台后面走出来，让壮汉把受伤的男人放在轮椅上。
宋金钊正准备上手把衣服解开，壮汉疑惑地伸手将他拦住了。你们这里还有其他郎中吗？宋诗雪端托盘的手瞬间顿住。宋金钊直起上半身，目不转睛地盯着壮汉。我们这里全是女大夫，治不治？治，大夫，我兄弟从板车上摔下来，正好撞在路边的石狮子上，当场人就昏过去了，血窟窿哗哗流血，到现在都没停过。自己连跑了3家医馆，坐堂大夫都不在，再找一家，他真怕人死在半路上。宋金钊解开了男人绑在头上的衣服。什么时候撞的？中途醒过吗？半个时辰前，中间醒过一次，他一直喊痛，没多久就又昏过去了。宋金钊扒开男人的眼珠，看瞳孔状态，果断地将银针刺入了人中穴。男人醒来的一瞬间，就感觉到头上一阵的刺痛，刚要挣扎，就被宋金钊按住了手臂。别动，头现在是什么感觉？还晕不晕？有点晕，昏昏沉沉的。宋金钊竖起食指摆在他眼前，目光跟着移动，能看清吗？能。宋金钊眯眼朝宋诗雪说：“把伤口清理出来。”宋诗雪刚把麻药涂好，门口一个妇人背着女娃跑了进来，两人扭头看去，没人的时候一个病人没有，一来呀同时来俩。诗雪，你去看看。宋金钊盯着伤口对男人说道：“别动，很快就好。”一盏茶的时间，宋金钊将伤口缝合完毕，涂上抗菌药膏后，用纱布绑住。回去后伤口不能碰水，麻药的药效过去后患处会疼。目前看来应该没伤着脑子，头晕可能是因为脑震荡。我先开2副药给你，7日后回来拆线。酒、辛辣物、发物都不能吃，躺在家里好好休息，切勿剧烈运动干重活。大夫，一共多少钱？刚才太着急，他忘了问诊金。看着新颖的手法，不会很贵吧？诊金加治疗费加药钱，一共1两银子。宋金钊让两人先在椅子上坐着，等自己一会儿。诗雪，怎么样了？房间里，宋诗雪正在用裹着冰块的毛巾在小女孩的腋窝处给她降温呢。听到宋金钊在喊后，她将毛巾递给妇人：“别一直敷，敷一会儿，停一会儿再敷。发烧3天没有就医，咳嗽，喉咙有炎症，重度感冒，额头温度很高，正用毛巾和冰块给她降温。”宋金钊走过去给小女孩检查身体，确定宋诗雪的诊断没有问题。方子你来开。宋诗雪颔首出门，宋金钊这才走到药柜面前，给头颅受伤的男人抓药。宋诗雪开好方子后，交给宋金钊检查。宋金钊看完后，指尖点在纸上：“连翘和牛蒡子各加1两，服用3日后再改药方。”宋诗雪思索片刻，顿悟了。他考虑病人的年龄太小，所以减轻了用量，而忽略了慢症拖成急症，需快刀斩乱麻，迅速下手。将2个病人和他们的家属送走后，没过多久，又来了2个肚子疼和感染风寒的。诊治完毕，抓药将他们送走后，宋诗雪站在医馆门口。今天病人怎么忽然多起来了？会不会还有？这个问题，下午前来看病的百姓给了宋金钊答案。城内大部分郎中都被请到孟府和廖府看诊去了，就剩下几个药童守在医馆，也就惠明堂还剩一个赵郎中在坐诊，忙不过来，要等好久呢。大娘，你说的孟府和廖府，可是知府大人和同知大人的府邸？对呀，除了这些当官的，谁家能豪横到一下子请这么多郎中？光是诊金，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就付不起呀。唉，也不知道生了什么病，已经过去好几个时辰了，那些郎中还没有回来。关门前，宋诗雪将病患记录整理好，说话时的语气有些泄气。阿姐，你说他们怎么不请你上门看病？我们刚来没名气，不请我们很正常。换个想法，幸好他没有请我们，否则今天这么多病人可怎么办啊？宋诗雪眨眨眼，觉得阿姐说的也对。
隔壁美食店已经提前关门回去做晚饭了。宋金钊和宋诗雪一回来，宋安好就立刻扑上来，抱着他们的小腿儿，开始左右摇摆身体撒娇。张姐、二姐，你们怎么才回来？我好想你们。半夜所有人都在睡梦之中，院门忽然被人拍得啪啪响。福顺睁开眼睛，从床上坐起来。大晚上谁敲门呢？敲门声还在响，福顺掀开薄被，开门朝外走。兰溪扭动腰杆，爬到窗户旁边朝外看。谁呀？我是孟府的下人，来请宋大夫去府中看诊。这个时辰去看诊？我家大小姐都睡了，哪个孟家呀？安阳知府孟家，我家老夫人病情紧急，还请宋大夫立刻随我过去。稍等片刻，我这就去叫我们大小姐。宋金钊拧着眉头打开房门，把马牵出来。库房门被打开，春杏和清霜走出来。宋金钊朝两人吩咐道：看好小少爷，我和二小姐出去一趟。福顺已经把马牵到了门口，宋金钊搂住宋诗雪的腰，飞身骑在马背上，提着灯笼的小厮想跑着跟上去。不用跟着，我要先去医馆拿药箱，稍后便到。等他们到孟府的时候，发现看病的大娘还是说委婉了。孟鹤川看着新请过来的5名大夫，家母于今日上午就开始腹痛不止，还请各位大夫开出一个治疗的方子，只要能治好本官的母亲，我孟家必有重谢。新来的5人被轮流安排进入了孟老夫人的房间看诊。宋金钊是最后一个进去的，把完脉，宋金钊让孟老夫人躺平，上手检查她的痛处。这里疼不疼？老夫人虚软地摇头。这里呢？老夫人咬住嘴唇点头。从上午开始一直这么疼，中间有没有突然那么疼，然后疼痛加剧的？没有，就没轻过。宋金钊伸手碰触她的额头，有低烧，温度应该不超过38度，右下腹腹痛有固定痛点，按压疼痛加剧。宋金钊抬手问丫鬟：腹痛开始后，老夫人是否出现过恶心呕吐？有，从上午开始已经吐过2回，把早饭全都吐出来了，到现在午膳和晚膳都没用。以前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1年多前有过一次，不过被惠明堂的刘大夫治好了，这次开了一样的药，反倒是没效果。药方拿来给我看一下。应该是阑尾炎复发了，还没有穿孔。站在孟鹤川旁边的妇人忍不住开口问：宋郎中，你可有治疗的办法？宋金钊抬眸望去，此人应该是孟知府的夫人。是阑尾炎复发，看目前的情况应该是急性。见在场几人一脸茫然，宋金钊指着右腹说道：就是连在肠子末端上的一个器官因为堵塞或者感染引发的炎症。怎么治？麻烦宋姑娘立刻开方子救我母亲一命。1年多前病人已经得过阑尾炎，这回是复发，普通汤药可能起不了什么效果，最好是彻底根治患除。孟夫人见他神色犹豫，想到什么立刻说道：只要宋大夫能将母亲的病治好，多少银子都不是问题。站在一旁的孟孝哲附和点头，一家3口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宋金钊，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宋金钊微微摇头：不是银子的问题，要想把此病彻底根治，最好的办法就是将阑尾切除。你们考虑一下。屋内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躺在床上的孟老夫人还在迷糊中呻吟。站在孟鹤川身边的孟孝哲轻微发愣，迟疑道：宋大夫说的将阑尾切除，是要给我祖母开膛破肚后将患处切掉。宋金钊神色认真的点头，手指比出了10公分的长度，一字一句皆清楚有力。不是开膛破肚，只是在右腹划一刀这么长的口子，将阑尾割掉后，再用长线缝合伤口。这怎么行？
开膛破肚，哪里还会有命在？我从未听说过有人这样治病的，怕不是刀刺进去人就没了。孟孝哲不敢相信地盯着宋今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有一丝毁伤，否则100年之后哪里还会有全尸？就不能不割阑尾？这次是阑尾炎复发，普通汤药治疗效果很低，这才是第1天，若不及时割除，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盲肠粘连会越来越严重，到那时再手术，不仅容易出血，术后感染概率也会大大增加。让刘大夫和古大夫进来，其他没有办法的给银子，让他们回去。当2个年过60旬的老郎中听到宋今朝的治疗方法时，古仲恒毫不犹豫地提出了质疑：用刀把肚子刨开？小姑娘，你医术是从哪里学的？老夫行医多年，就没见过这么离谱的治疗办法。躺在床上的不是牲口，你这是在拿人命开玩笑。身为医者，我从来不会拿病人生命开玩笑。世间之大，古大夫没见过，但不代表没有。你也可以拿出你的治疗方案。有第一时间反对的刘玄清注视着宋今朝问道：用刀把小腹割开，血流不止怎么办啊？再缝起来？现在阑尾还没穿孔脓肿，粘连不会太严重，只要小心些，出血量不会太大。而且我可以用银针短暂把出血口止住。那将发炎的阑尾割掉，不会影响以后的饮食消化吗？影响不会太大，现在不割，等病情再严重一些，人命都要丢掉。把阑尾割掉后用线缝起来，皮肤上的线可以拔出来，可你缝在肠子上的呢？难道等肠子愈合之后，再一刀把肠子上的线拔出来，再缝上？缝合盲肠用可以自主吸收的羊肠线，不需要重新划开伤口拆线。见2人你来我往，古仲恒扯住刘玄清的袖子，开口质问：你不会真要听他的胡言乱语啊？他才10几岁，治过几个病人呢？你我从医多年，像孟老夫人现在这种情况不是没碰到过，已经是第2次了。汤药下去一点用都没有，你还有别的办法吗？古仲恒咬牙切齿地指着宋今朝：你觉得他的办法有用？这和杀人有什么区别？背着药箱站在旁边的宋诗雪见古仲恒用手指着宋今朝，还一脸凶狠地说他要杀人，当即开口反驳：我阿姐的医术从来就没有失过手，你不行不代表我阿姐不行。我当大夫的时候，你们2个小姑娘都还没出生，说我口出狂言，我看你们才是信口雌黄。为了讨好知府大人，不惜以孟老夫人的性命犯险。见古仲恒一把年纪指着2个小姑娘破口大骂，刘玄清连忙出声制止：探讨医术就探讨医术，你年纪都能当人家祖父了，怎能指着2个小辈如此说话呀？古仲恒脸色铁青地撇过头，深呼了几口气后，像是下了某种重要的决定。他朝孟鹤川拱手道：大人，草民的师傅就住在城外寒山寺，可以把他老人家请下来给孟老夫人看诊，或许还有一线希望。孟夫人双眼变得雪亮：穆郎中不是已经不给人看诊了吗？古大夫能将人请下来？若我去求，师傅应该会下山。宋姑娘，开膛破肚实在凶险，本官母亲年事已高，还是选择更为稳妥的治疗方法比较好。既如此，我先告退了。孟鹤川微笑点下巴，眼神示意管家送人。刘玄清还想问问动手术割阑尾的事情，当即就要跟着宋今朝一起走，却被孟鹤川给叫住了。刘大夫、古大夫马上要去寒山寺，还请您留在府中，以防我母亲病情加重，熬不到穆郎中过来。孟鹤川望着古仲恒说道：古大夫，本官立刻让人护送你去寒山寺，还请您一定要把令师尊请下山来。
只要能治好孟老夫人的病，草民自当义不容辞。古仲恒瞟了刘玄清一眼，眼神中似有些得意。回去的路上，宋诗雪坐在马背上，头朝后仰，安慰宋金钊：阿姐，你是全天下医术最好的大夫，他们不让你治是他们吃亏，迟早有一天你一定能够名扬四海的。阿姐没有不高兴，天底下那么多病人，怎么可能个个都找我们治病呢？大夫给人治病有时候也是要看缘分，没缘分就是没缘分，不用太过强求。提着神没完全睡着的兰溪听到外面有马蹄声传来，立刻用脚捅福顺的大腿。快醒醒，大小姐和二小姐回来了。福顺迷迷糊糊地掀开眼帘，眼神还在涣散，嘴巴就先张开了。回来了。马蹄声刚停，应该马上就要敲门了。下一瞬拍门声响起，福顺抓起衣服，连滚带爬地冲出柴房去开门。宋启明听到动静，开门从房间里走出来。阿姐，孟家人的病治好了吗？春杏和清霜从另一间屋子走出来，目光同样带着好奇。大晚上的把人叫出去看诊，肯定是急症。病症有些复杂，孟府要找其他大夫给孟老夫人治病，给了诊金就让我们回来了。还有3个时辰不到，天就要亮了。阿姐，你们赶紧去睡觉，要不明天去医馆没精神。清晨天亮后，宋金钊和宋诗雪正常去医馆，宋启明去书院上学。望着发下来被批得面目全非的文章，宋启明周身的气压变得更低了。丁惟月走到讲台上，视线落在宋启明的身上，沉声道：昨天交上来文章我都一一看过，写得好的人不少，可文不对题、思想浅薄、不切实际的人也大有人在。文章上有超过3处批注的人，今天重新写一篇交给我，若实在不合格，就罚抄100遍陆宣公奏议。尤其是宋启明，你的问题最多，真不知道你的按手和月考第1名是怎么考的。丁夫子将学生的文章从头批到尾，一点缝都没留，想来也甚是辛苦。我没想到我文章会写得这么差，不若夫子去问问院士批改试卷的学政、考官，或者月考评卷的外舍夫子，学生也想知道自己的按手和月考第1是怎么考来的。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就算你天赋再好，太自傲不努力也会退步。以后课堂上要认真听讲，多请教同窗，不耻下问，才能有所进步，不浪费你这身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读书天赋。宋启明勾起嘴角，夫子放心，等下课时，我一定拿着您批改的文章，一个个请教书院里的同窗和老师，让他们给我一一指点，好交上去一篇合格的文章。毕竟学生可不想被罚抄100遍陆宣公奏议，真写完恐怕手都要废了。说完，宋启明便笑着坐下，将书打开，好似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下课后，宋启明当着丁惟月的面，拿起写满批注的文章，走到第1排，笑着弯腰一个一个的请教。屋里的请教完之后，他又走出了门外，到外舍去问人。问经堂内，丁惟月观察到周围其他夫子暗悄悄地偷看自己，如坐针毡。今天的事情连带着严宝义在书院都被人议论。散学后，他立刻来到丁家找丁夫子。老师，宋启明出身低微，一点规矩都不懂，今天的事情他分明就是故意在为难您。为师当然知道宋启明是故意的，我已经想好了对付他的办法，这次一定要把他赶出书院，让他永无翻身之日。什么办法？内舍每个月都要进行考核，名次靠后的诗人会被重新发配到外舍。如果宋启明在这次考核之中抄袭作弊，违反了书院的学规，他就会被赶出书院，这辈子都别想再进来。老师打算怎么做？等我计划好了自会告知于你，
你只需配合就好。只要能把宋启明赶出书院，学生做什么都可以。哼，宋启明不出，我便永无出头之日。杨延峰来到李府，笑着将今日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李天崇。这下是彻彻底底的结仇啊！原先丁惟越是为了他弟子出手刁难宋启明，今日之后就是他自己要对付宋启明了。我打算尽快收宋启明为弟子，这件事不能再拖了。我说的对吧？宋启明就是个人才，不过最好再等等，下一次丁惟越针对宋启明的时候，你再出手，效果会更好。人才难得，今日之事发生后，整个书院的夫子都会看宋启明写的那篇文章，不尽快下手，我怕后来者居上。叶府，穆红月坐在凳子上，端着酒杯放声大笑。你是不知道启明今日在书院做了什么事。丁惟越一整天脸都是黑的，就跟过街的老鼠似的，还没散学就走了。叶良玉眸色幽深地盯着穆红月，他不觉得好笑，只觉得心疼。我答应你，下个月去书院教书，先教内社，等启明考进上社后再去上社。以你的才华和身份，若是去内社教书，上社的学生我没法交代呀。我管你有没有办法交代，要不是为了启明不让人欺负，我才不会去安阳书院教书呢。你这是关心则乱。通过今天宋启明的行为就知道他不是个好欺负的。无论你是在内社教书还是在上社，只要别人知道宋启明是你的弟子，他们就不敢再欺负他。我在京城就处处受人制约，东怕这个皇子，西怕那个皇子。现在告老还乡，回到安阳府，想怎么来我就怎么来。你要是不同意，我就等启明考进上社后再去。明天给你们书院的夫子一个个下帖子，把他们全部都请过来，敲打敲打。哎，别呀！哎呀，内社就内社，反正还有3个月就要年考了，时间快得很嘛。宋启明刚进门，就看到穆红月和叶良玉面对面坐着，一个喝茶，一个喝酒。这还没到晚饭时间呢，这么快就吃起来了。他靠近后，朝两人拱手作揖。老师，穆院长。启明啊，我每每派人去你家铺子买卤肥肠，5次有4次都跑空。要不是你师傅这里有，我吃上一口都难。啊，近日阿姐已经在考虑扩充货源，过段时间可能会好些。师徒2人要去书房，穆红月没待多久就走了。点着沉香的书房内，叶良玉出声道：下个月为师会去安阳书院教书，先教内社，等你到上社再教上社。啊，师傅，你都知道了？你们院长3天2头过来说闲话，我怎么可能不知道？他之前就想请我去安阳书院当夫子，考虑到行动不便，就一直没答应。现在觉得去教课呀也不错。师傅比穆院长的才学还要好，就当一个夫子岂不很吃亏？要不当副院长怎么样？以师傅的才学和地位，绝对能够胜任。等腿好了之后，我可能会离开安阳府，在书院待的时间不会太长。他伸手想摸宋启明的头，中途又收了回来。啊，师傅是要回京城吗？对，有些事我不甘心，想去找个答案。不过时间还长，你阿姐说要想彻底恢复正常，至少还有1年时间。或许啊，还要再长个1年半载。等到那时候，你就要参加乡试了。师傅，我会考上的。那是当然，
我叶良玉的弟子怎么可能考不上举人呢？经过一天，到夜晚，刘玄清第13次给孟老夫人喂药，喝了就吐，吸收的那么一点点效果不大。古仲恒是在走后第2天下午把人带回来的，孟鹤川亲自走出房间相迎。孟郎中，我母亲的病就拜托您了。知府大人，老朽需要先看看孟老夫人的病症，才知道该如何治疗。穆大夫快请。穆松年诊脉检查后，又看了刘玄清1年前和这2天开的药方。病人年纪已过60，肠胃消化本就不好，这又是复发，乃是急症，又拖了3天时间，情况已经非常糟糕。老朽立刻开方，若是能熬过今晚，尚有治愈的希望。不过复发的可能性很高，间隔时间也会越来越短，一次比一次严重，一次比一次难治。穆大夫，先让我母亲挨过这关，若再复发，那就再治。近半个时辰后，孟老夫人被强灌下去1碗药，吐出来一半，又灌下去1碗。年迈的穆松年早就累了，孟家准备了客房，药灌下去后，穆松年就去客房休息。我师父医术高明，这次肯定没问题。穆老先生说下次复发病情只会更严重，无法根治，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呀。世上每天病死的人太多太多，很多病根本治不好。孟老夫人能度过这一关，就已经比大多数人都要幸运了。你想这么多也没用。我就是觉得宋大夫的办法听起来有道理，可以试试。我看你是一把年纪老眼昏花，脑子也变得不清楚了。把肚子里的肠子割掉，这么离谱的办法他都想得出来，你还说有道理？我看你是想治病想疯了。到后半夜，昏睡过去的孟老夫人突然捂着肚子在床上左右翻滚，守在床边的丫鬟立刻掀开帘子朝外喊：刘大夫，古大夫，我家老夫人肚子疼。被惊醒的刘玄清和古仲恒迅速跑过来。哪里疼啊？怎么个疼法？肚子绞痛，这一块都疼，我快要痛死了。我去叫我师父。没过一会儿，古仲恒扶着穆松年走进来，听到动静赶过来的孟家3口急切地站在床边，心里害怕极了。穆松年的脸色越来越凝重，半晌后扶着床沿起身，朝孟鹤川沉重摇头：恕老夫无能为力，太晚了。年过40的孟鹤川瞳孔微颤，孟夫人不肯放弃：穆大夫，你再想想办法。孟孝哲扶着孟夫人，脸色很是难看。一把年纪的穆松年朝3人低头拱手：至多还有2天时间，大人还是为老夫人准备后事吧。古仲恒僵在原地一动不动，早知道救不了，当时自己就应该当缩头乌龟。刘玄清怯怯地出声：要不试试宋大夫的办法？穆松年看向刘玄清，好奇地出声询问：什么办法？哪个宋大夫？是新来安阳府的一个女医师。3日前呢，她来孟府问诊，说这个病啊是由于肠子末端一个叫阑尾的器官堵塞感染导致的。她提出啊，要在右腹处开一刀，将阑尾切除，再将伤口缝合起来，就能彻底根治，以后也不会复发。那位女医师以前用过这样的治疗办法？我不知道啊，不过她看起来挺有信心的。我觉得既然没有其他办法能救人，还不如试一试，说不定有希望，总好过什么都不做。这位女医师
如今多大年纪了？看起来才10几岁。孟鹤川插入进来。宋金钊今年16岁，这么年轻。后半夜扶顺睡得正沉，咣当咣当的敲门声好似地龙翻身，瞬间把他吓得从床上掉了下来。怎么又来？他从地上爬起来去开门。谁呀？孟府的，来找宋大夫去看病。扶顺欲言又止，无语至极。怎么次次都是半夜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他打开门，有气无力地说道：等着，我去叫我家大小姐。宋启明从房间里走出来，眉头皱着。不是说找别人治吗？怎么又半夜过来啊？宋金钊打开房门，脸色沉重。估计是没治好。这次他们回医馆，把该带的东西全都带上后，才赶到孟府。宋姑娘，求求你救救我母亲！你说的开刀割肠子，我愿意做。宋大夫，孟夫人的病情好似加重了，你快看看。上前检查问诊，全腹持续性剧痛，按压隐约有肿块，这是穿孔了，而且脓肿已经形成。已经穿孔形成脓肿，现在就算成功把阑尾割除，后续感染概率也会非常高。孟鹤川上前一步，眼底交织着绝望和哀求。意思是现在不能割？必须得割，割了还有一线希望，不割就只能等死。决定权在大人，要不要做？割，无论做不做都会死，试一下又有何妨？哎，早知穆老先生救不了母亲，3天前就应该割，至少希望会多一些。好，手术马上开始。石觉，告诉他们要准备哪些东西，无关人员去外面等候。刘玄清急切道：宋大夫，能不能让我留下来旁观呢？只能站在旁边，少说话多看，别干扰手术。刘玄清狂点下巴，60岁的人点头像小鸡啄米一样快。宋大夫，能不能让老夫也留下旁观？身为医者，老朽实在是好奇你说的手术是怎么一回事。你可以，你徒弟就算了，我真怕刚把病人右腹剖开，他就嚷嚷着我杀人。服下药汤后，孟老夫人彻底昏迷过去。宋金钊手持特制的10号手术刀，在病人的右腹下方划出了一道10公分的刀口。阑尾发炎，大网膜和阑尾粘连在一起，已经形成炎性包块。给我15号手术刀。时间1分1秒过去，等在屋外的孟家人早已急得团团转。哎，也不知道里面怎么样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宋诗雪用纱布将宋金钊额头进出的汗水擦掉。前夹，长线。只见宋金钊灵活地使用持针器在阑尾根部双重结扎，接着切掉阑尾放入托盘中，最后开始缝合腹膜、肌肉、皮下和皮肤。这里不要完全把伤口缝合，末端要留一个口子，将脏皮屎塞进去，用于引流。阿姐，若是手术前没有穿孔形成脓肿，是不是就不需要引流？没错，多了这一步，伤口感染概率就会变高，所以阑尾炎一旦治疗后复发，最好的办法就是切除，越早越好。房门被打开，孟家人一股脑地冲了上来，急切地询问：怎么样，手术成功了吗？阑尾已经切除，接下来3天才是重中之重，只要不感染，就算成了。孟孝哲盯着托盘里嫩红色的物体，脖子后缩，有点怵。宋大夫，这是何物？宋金钊将托盘往他面前一递：你祖母的阑尾，不是说死后要留全尸，把这个烧掉，等100年之后一起放进棺材里，也算浑身上下所有器官一个不少。之前是在下失言，多谢宋大夫为我祖母考虑。老夫人大概半个时辰后会醒，3个时辰内禁食禁水，可以适量下床走动，防止长时间不动腹内粘连。腹中就有客房，在家母休养的这段时间里，以防不测，宋姑娘能不能暂时留下？
宋金钊想到接下来几天需要经常更换引流的桑皮纸，看一眼宋诗雪后点头应下。师傅，宋金钊真的把孟老夫人治好了？要看接下来几天的恢复情况，不过至少现在把阑尾割掉后，病人还活得好好的。3个时辰后，2个丫鬟扶着孟老夫人从床上下来，刚走了2步，她就难受地朝宋金钊摇头。哎呀，疼，能不能不走啊？躺着没那么疼。不行，在房间里面来回一趟，躺着腹内容易粘连，会死。只要能熬过接下来3天，7天之后就可以拆线，半个月后正常走动，1个月就彻底好了。确定以后不会再复发了？确定，阑尾都没了，还怎么复发？每天换2次桑皮纸，到第2天出脓量明显减少了许多。第4天，宋金钊在患处抹上麻药。忍着些，别紧张，2针就好。缝合完毕后，宋金钊收拾东西向孟鹤川告辞。孟夫人已经平安度过危险期，等拆线的时候我再来。宋姑娘医术高超，本官为之前的不信任道歉，还请姑娘海涵。孟大人不必介怀，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找年纪大一些郎中看病，用不着道歉。孟夫人手里拿着一个木盒，走到宋金钊的面前打开。这是诊金和药钱，这几天麻烦宋大夫了，还请您一定要收下。宋金钊眸中划过一抹诧异，盒子里放着的是一张500两银票。他接过盒子说道：该注意的事情我已经写在纸上，交给了侍奉老夫人的丫鬟，4日后我再上门。回到家，阿姐你回来啦？伤口不出脓我就回来了。前几天脑袋缝了几针的病人伤口愈合得很好，昨天下午他到医馆来，我已经给他拆线了。明天开门，我先睡一觉。着急，俺好想你。我看你一点都不想，都长胖了。不怕，好看。洗完澡一头栽到床上，醒过来的时候外面天都已经黑了。正在院子里练武的青霜见宋金钊出来，立刻停下动作上前询问：大小姐可要吃点什么？馄饨，清淡些。吃完后，宋金钊坐在院子里吹凉风。青霜看一眼柴房的方向，小声地对宋金钊说道：奴婢这些天练武的时候，经常发现兰溪趴在窗户旁边看，她好像很感兴趣。隔天医馆开门，先上门的不是病人，而是一脸激动的刘玄清，还有扶着穆松年一起过来的古仲恒。宋大夫，我听说孟老夫人情况大好，是伤口没有感染，命保住了吗？对，再过几天就能拆线。穆松年还未开口，刘玄清骤然朝宋金钊跪倒在地。宋大夫，我想拜你为师学习医术，求您收我为徒。一只脚踏进门槛的妇人愣在原地，用手揉着眼睛，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听错了看错了。宋诗雪看到妇人进来，撇下尴尬走过去招待。之前开的药已经吃完了，我女儿还有点轻微咳嗽，我想再抓2副药。怎么咳？是嗓子不舒服，咳2声就停下来，还是一直咳？晚上咳还是白天咳嗽？咳2声就停下来，鼻子还有点不通。不是什么大问题，我重新开个调理的方子，吃上3天就能好。夫人点头，眼神一直往旁边瞟。宋金钊没出声，刘玄清到现在都还跪在地上没起来。古仲恒目瞪口呆地张着嘴巴。拜师就不必了，你若想学医术，可以拿几本我写的医书回去看。刘玄清眼神坚定，牢牢地将宋金钊锁在眼里。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虽然我年纪大了一点，但我身体不错，还可以活几10年，现在学来得及，求宋姑娘收我为徒。穆松年推开古仲恒的搀扶，走到宋金钊的面前说道：实不相瞒，
老朽今日也是来拜师的。妇人手里的药包掉在地上，众人扭头看去，她匆忙捡起地上的药包，头也不回地逃走了。那副样子没有100也有90了，爷也不够，太爷也还差不多，半只脚都快要踏进棺材里了，怎么还想拜一个10几岁的小姑娘当师傅？莫不是疯子神志不清了？孟老先生，您还是算了吧，做手术要求眼睛好，您现在的身体条件已经不太行了。他扭头盯着古仲恒，对方被看得皮肤起了鸡皮疙瘩。古仲恒意识到自家师傅的打算，连忙摇头：师傅，要不我们拿几本医书回去看看，拜师我看就算了吧。最后宋金钊还是拒绝了刘玄清的拜师请求。孟家请了整个安阳府的郎中去看诊，如今传出孟老夫人的病被治好了，所有拿了诊金离开的郎中都以为是刘玄清和古仲恒治好的。刘玄清站在惠明堂的门头下方摇头：孟老夫人的病不是我和老古治好的，是宋家医馆的宋大夫，那位天才女医师。来人2只眼睛呆呆地看着刘玄清，身体像根木桩似的杵在原地一动不动。刘大夫，你莫不是在开玩笑？长江后浪推前浪，后生可畏呀。我们这些老古董可不能再小看人家了。安阳书院，听说阿昭姐治好了孟老夫人的病，是不是真的？没错，就是我阿姐。金钊姐也太厉害了，她若是男子，比你要厉害千百倍。宋启明笑得更开心了，牙齿都露出来了。我阿姐若是男子啊，武能上战场横扫千军，文能科举高中衣甲，从医必定是宫中御医，就算是从商也是一定能富甲一方的。不远处屋檐下，丁惟月拿着书，眼神深沉地凝视着宋启明。严宝义站在旁边，拳头都快被他自己给握碎了。昨日我让你去做的事情就不要做了。宋家搭上了孟知府，宋启明一旦出事，难保他姐姐不会求到孟知府面前。难道就这么放过他？谁让他有个有本事的姐姐？就算宋启明真的行了舞弊抄袭之事，孟知府看在他姐姐的面子上，也会出面保下他。强行把他赶出书院，只会让孟知府对我们有所不喜。若是被查出来，倒霉的只会是你我。严宝义五官扭曲，眼底的恨意几乎要溢出来了。正忙得脚不沾地的宋金钊不知道已经有人恨上了自己了。忙了一天，傍晚回到家，春杏在厨房做饭，屋檐下宋安好正趴在兰溪的肚子上，用手玩她的头发呢。阿姐说过2天开始给你治眼睛。我的眼睛能治好？阿姐说可以，这么漂亮的眼珠子，要是看不见多可惜啊！摸啊摸摸啊！哎，摸什么摸？这么长的指甲，二姐给你修修。盯着宋诗雪抱着孩子离开的背影，兰溪试图抬起被绷带吊着的手臂，去触碰他瞎了的那只眼睛。散学忽然被叫住的宋启明一头雾水地盯着开口想收他为弟子的杨延峰。我很欣赏你的才华，进入内社的表现也很出色。原本没想收你当弟子，后来发现丁夫子因为严宝义的原因试图打压你，想来想去，只有收你当弟子，他看在我的面子上才不会继续为难你，其他学生也不会再躲着你了。多谢夫子赏识，只是学生已经有师傅了，不能再拜夫子为师。你拜师了？是书院里哪个夫子？学生的老师暂时还不在书院教书，夫子应该认识他，就是住在叶府的叶先生。可是叶良玉叶先生曾当过御史中丞的叶大人，就住在书院附近的叶府。对，学生院试前就已经在叶府受叶先生教导，
进入书院后，也每日都去，正式拜师已经有大半个月了。晚上去李家的时候，杨延峰的腿都是虚的。要是被叶良玉知道自己抢他徒弟，不知道会怎么埋汰自己。李兄啊，知道你眼光好，可我没想到你眼光这么好啊！让我去收徒之前，你怎么就不能调查清楚，害我翻了好大个跟头？怎么了？宋启明不愿意拜你为师？何止是不愿意呀？你知不知道他已经拜别人为师了？谁？是叶良玉，刚从御史中丞位置上退下来的叶良玉。你眼光是真利索，可惜晚了太多。宋启明在院试之前就已经搭上了叶良玉。府试第36名，院试考上按手，进步这么快，都是因为叶良玉在背后指点他。有这个靠山在，你想要拉拢宋启明，估计是不可能了。宋启明和叶良玉的关系，还有谁知道？估计没几个人知道，否则丁维月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地针对他。不过今天我听宋启明话里的意思，叶良玉好像打算来书院教书啊。李天崇无力地用手指按压太阳穴，思索良久后开口：麻烦杨兄帮我在书院里物色几个家中贫困又有点才华的学子，没了宋启明，总得再培养几个。家里没钱的学生一抓一大把，可才学和天赋肯定没有宋启明好。矮子里面挑高的，我李家不缺钱，多撒点网，总能挑到一个好的。宋金钊去给孟老夫人拆线的当天，刘玄清见医馆里只剩宋诗雪一个人，眼珠子转悠2圈后，径直走进医馆开始帮忙。刘大夫，你这是干嘛？宋二姑娘，最近几日惠明堂的生意不太好，我看你们这里有点忙不过来，要不我给你当徒弟，以后就留在这里问诊怎么样？看不看病啊？都等好一会儿了。弯着腿的大娘等不及朝两人大喊，刘玄清瞬间扭头：哎呀，看，一个一个来啊！现在就看。哟，这不是惠明堂的刘大夫吗？怎么到这里来了？回到医馆，宋金钊发现刘玄清坐在自己的椅子上给病人看诊，第一时间还以为自己走错了医馆呢。诗雪，这是怎么回事？刘大夫怎么会在这里？他说要拜我为师。宋金钊扭头盯着一脸认真给病人看诊的刘玄清，有点意思，一把年纪了还这么执着，为了学医还真是一点底线都没有。刘玄清表面上专心致志地给病人把脉，实际上呢，这心呀早就飘了。宋金钊在旁边看了一下午刘玄清的问诊过程，不得不说，能干这么多年中医，对方啊还是有几把刷子的。刘大夫到这里坐诊，那惠明堂呢？惠明堂有赵郎中，还有我2个儿子在，少我一个没关系。若是宋姑娘介意，我可以把惠明堂关了，让他们都过来。诗雪，你愿意收刘大夫当徒弟吗？对上刘玄清炙热的眼神，宋诗雪抬眸思考。我可以收你当徒弟，让你在我家医馆问诊，但可是没有工钱，当学徒你得给我干好几年的白工。自古以来呀，医者收徒都是要贴身教导数十年，别说几年白工了，就算是10年20年也是理所应当。宋诗雪被对方殷勤的态度弄得有点手足无措。既然刘大夫真心拜师，那便留下吧。你可是我妹妹第一个弟子，以后记得唤我师祖。徒弟刘玄清拜见师父师祖。站在门口的清霜和福顺对视一眼，这天哪，真的有点变了。
一把年纪了，半只脚都已经踏进棺材的人了，有必要这么拼吗？刘玄清满面春光地回到了慧明堂，一眼望去，精神气儿完全变了，仿佛年轻了至少5岁。赵郎中见他这副模样，心死了一半。宋金钊答应收你为徒了？他没答应，不过他徒弟答应了。我现在是宋金钊的徒孙。赵郎中一巴掌拍在自己的额头上，只觉得天昏地暗。你说你现在要钱有钱，要名有名，何必如此强求，非要走这一遭啊？你都60了，宋金钊的妹妹还没及笄，12岁的小姑娘当你师傅，16岁给你当师祖，传出去别人怎么笑话你呀？那是你没亲眼瞧见宋金钊做手术时的样子。身为医者，别人能治好的病你治不好，这让我怎么甘心呢？穆松年年过90还下山救人，我才60，一点都不晚。你走了，慧明堂怎么办？有你和仁义仁宗在，我放心。从明日开始，你的诊金分成涨3成，以后慧明堂就劳你多费心了。这不是钱的事情，我就是觉得你都这把年纪了，实在没必要。好不容易把仁义仁宗交出来，现在应该享福了。医道之途学无止境，如今出现这样好的机会，我若是不往前走，定会抱憾终生，死不瞑目。刘仁义举手开口：爹，等你学会了宋大夫的本事后，能教我吗？待阿爹地位稳固后，再求得师门同意教你们。赵郎中一个白眼翻到天上，到时候你2个儿子就得喊小他妈20多岁的宋金钊叫曾师祖了。多日的相处，刘玄清发现宋金钊不仅是一手缝合术出神入化，就连在其他病症上也有独到的见解和治疗方法。师傅，曾师祖的医术是不是比师祖还要好？我没见过阿姐的师傅，阿姐说他已经去世了。不知曾师祖叫什么名字，先去时贵庚啊？不知道，年龄应该挺大的，是个走方郎中，不知道叫什么名字。阿姐是他临死前不久收的徒弟，说是不想一身医术无后继之人。金运牙行的牙人拿着册子跟在宋金钊的旁边，嘴巴从出门开始就没停过。3进院的宅子，整个安阳府总共有362座，其中在卖的我们牙行都有登记，一共173座，其中靠近安阳书院的一共有26座，多数都是读书人的宅子，要么是考上举人搬走了，要么是考不上，最后回了老家。这些宅子屋内格局都很考究，院子里的风水都是专门布置过的，而且每天都有下人负责打扫，买下立刻就能搬进去住。先从靠近安阳书院的开始谈，我这么多次光顾你们牙行生意，佣金可要给我少些。这是自然，您不说我们也会少抽点。宋氏美食店的生意这样好，说不定要不了多久姑娘又要买铺子了，到时候别忘了我们。安阳书院每月一次的外设月考来临，袁宝义回头瞥了一眼坐在最后一排的宋启明，压下心里的火气，专心答题。这次自己非得压他一头。布告栏前，宋高丽激动地搂住宋启明的肩膀，压着嗓子兴奋道：第9名，我能进内设了。第7名，我也成功留在内设了。阿姐买了新宅院，后日书院休沐要搬家，你过来一起吃饭。我看你是叫我过去帮忙搬家。哎呀，家里有下人，忙不了多长时间。满汉全席，你不去就算了。哎，去，我怎么可能不去？
每天1日3餐在书院膳堂吃，没什么油水，味道一般，我都饿瘦了。严宝义死死盯住满面笑容离开的二人，回头不知道第几次看排名，第19名，中间隔了12个人。远处凉亭中，手持棋子对弈的季幽冥放下白棋，抬手浅笑道：刚来就考了第7，你就没点压迫感？每年进上社的名额可就只有3个。俊美的柳叶眉往上勾起，胡枫叶一颗黑棋堵住了季幽冥的路。该担心的又不止我一个，你不也是一样？有竞争才有动力，我们的对手可远不止书院里的这些人。3年1次的乡试，整个龙北省的秀才都会参加。3年1次的会试，搜罗东赵国大江南北所有的举子。南北方之争，多他一个宋启明岂不更好？你倒是想得开，严宝义可就没这么想得开了。胡枫叶冷笑着摇头，表情满是轻蔑。一个自以为是的蠢蛋，他和宋启明就不是一类人。叶良玉进书院是穆红月亲自去接的。云鹤推着轮椅进入问经堂后，穆红月当着所有教习的面宣布：想必各位都认识叶公，本院3催4请才将人请过来当教习，暂时交内社。丁惟月握紧了拳头，眸色深沉。当云鹤推着叶良玉走上讲台的时候，内社的学生都惊呆了。叶良玉注意到宋启明坐在最后一排无人在意的位置，心中已然不满。他直接让云鹤把他从讲台上推下来，停在过道上开始讲课。下课后，叶良玉光明正大的朝宋启明喊道：启明，你跟为师出来一下。早讲结束后，丁惟月过来：获悉，按这次月考的成绩排名重新做，从第1名开始，想坐哪里你们自己选。望着挥袖离开的丁惟月，身上的不悦是个人都能察觉出来。苏洛白的身体朝右倾斜，压低嗓门窃窃私语道：肯定是叶先生要求丁父子换位置的，打从进门看见你坐在最后一排，他就不高兴了。中午散学后，季幽冥拉着胡枫叶去外面吃饭。没想到宋启明会是颜良玉的弟子，怪不得进步这么神速。有这样一位师傅在，进入上社，宋启明完全是铁板钉钉。若不是宋启明在内社，恐怕叶良玉也不会到内社当教学。开学时书院里的夫子上门拜访，全吃了闭门羹。现在约一次讲身份，除了宋启明，我也想不到其他原因。3个名额，王瑞在云端高高坐着，你我宋启明抢2个，花落谁家？各凭本事，但我知道一点，一旦宋启明考进上社，叶良玉肯定会跟着一起走。苏洛白搂住宋启明的脖子：随便应付2句，不用太顾及他的面子。书院现在没人敢得罪你。我没打算搭理他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年底考试，总不能让老师一直陪着待在内社呀。唉，就3个名额，王瑞、季幽冥、胡枫叶，他们每次考试都雷打不动的霸榜前3，想要从他们手里抢名额，难度太大。唉，难度再大也得抢，日夜苦读，头悬梁锥刺股，我从没怕过。苏洛白抿唇对上宋启明的眼睛，都已经第7了还这么卷，让他们这些普通人怎么办呢？每天12个时辰不睡觉的去追马。晚上，严宝义一拳头砸在了丁惟月家的案桌上。老师，现在该怎么办？就这样让宋启明压在我头上？现在压在你头上的何止宋启明，整整18个人。以后别只盯着宋启明，把心思全花在读书上，别再想其他的。城外，一户破烂的庄子上，这庄子虽然破，但胜在地方大，前面的耕地加上后面的小山坡，足足有200亩，想种什么都行。福顺推开大门，一屋子全是蜘蛛网啊，屋顶还漏光。他无话可说地望向了宋今朝，这大小姐真的要买这个庄子吗？宋今朝打算在城外买一个庄子，用来建农场、养家禽，
地方是破，可当初建的时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打扫修缮以后，多大的风雨都屹立不倒。看完房子后，宋金钊又去小山坡上转悠了一圈。山坡不大，半个时辰就能逛完。山坡的土质和前面的耕地一模一样，疏水性极差，周围又没有河流，种不了稻子。这个庄子以前的主人在这里干嘛呢？听说是租给佃户，后来干旱收成不好，就没人租，一空就是好几年。我看是颗粒无收，光是朝廷粮税都交不起。其实种粟还能收点，他们偏偏种水稻，可不就是没有收成吗？地契上写的是200亩。衙人快速点头，生怕慢一点生意黄了。刚好200亩，每年粮税按照旱地来交，主要是便宜，1亩只要1两银子。太贵，我看就是100两。这宋姑娘，您别开玩笑了，100两，我们牙行得亏一半。空在这里亏得更多，我出100两银子买下，至少你们还能挽回100两银子的损失。真不行，100两银子太少了，最多只能降10两银子。都已经这样了，我推倒重建都得花10几两银子。不用推倒，只有院墙需要用篱笆重建，房子打扫干净，稍微修缮一下就能住人。要不你们牙行先把房子修好，我就出150两。衙人闭紧嘴巴，思索半天，最终艰难地开口，想达成这笔买卖。房子不修就150两，这庄子原价200两银子，我们牙行已经是亏本在卖了。这庄子是你们牙行的，佣金是不是就不用给了？这是自然。隔天早上去衙门办完过户后，宋金钊再次来到奴室。姑娘又来买啥人？昨日刚到一批新货，好几个都有手艺，有一个还识字，姑娘肯定喜欢。这次没那么多要求，最好是卖身的难民，越便宜越好。钱三雅听后，将宋金钊带到院子里坐下，招呼一群人过来。这些都是5两银子一个，姑娘随便挑。宋金钊拿着他们的卖身契看，全是流离失所的农户，这些都还是一个村子里的。他挑了18个男奴，2个女奴，先把庄子收拾出来，接着马上建养鸡场、养鸭场和猪圈。2个女奴留在铺子里，交给春杏和青霜带。兰溪略显紧张地盘腿坐在榻上，宋金钊站在旁边盯着。放轻松，别紧张，就像睡觉一样，什么都不要想。诗雪，动手。宋诗雪深呼一口气，拿起银针刺入兰溪的百会穴、风池穴、合谷穴、太冲穴。郭府，郭一瑶望着桌上各种相克的菜肴，脸色已经从开始的震惊委屈到现在的麻木憎恨。还有1个月便是婚期，柳福凤越来越按捺不住了。生阴性配合吧，亏他们想得出来。小姐，这些天的菜谱和点心我都记在纸上，证据确凿。要不我们告诉老爷吧？如此是我们主动捅出去，为了府里的声誉，爹一定会护着刘福凤，不让她背上残害妓女的骂名。这个圈套既然是他们设的，就得让他们自己钻进来。正院吕嬷嬷手里拿着2个纸包，面露喜色地走进房间。夫人，事情成了。那这是在大小姐后院发现的药渣，秋叶偷偷摸摸把这些埋在土里，要不是我们的人细心，根本发现不了。可让郎中看过，这些药渣是治疗什么病症的？明面上他们熬的是这副治疗肠胃、食欲不振的，实际上秋叶偷偷埋在土里的药渣是治疗月经紊乱、不易有孕的方子。他们这是在打马虎眼呢。哼，不出门还能偷偷买的药，他还真有些本事啊。这副药效果如何？能否治愈郭一瑶的病症？夫人放心，大小姐吃了2个月的膳食，怎么可能这么容易治好？她不能出门，不知是秋叶找的郎中医术不精，还是她口述的不清楚。
这药方开的有偏差，有2味药材没有，分量也不对，治疗效果极为一般，根本治不好。怕被孟家知道这样的病，他不敢外传。过几日便是孟老夫人的生辰，她大病初愈，孟家要大办。若是在这样的场合下，郭逸瑶形似小产，就算被郎中诊出来是误会，她不宜有孕的病症也会瞒不住。孟家肯定会嫌弃她，要求退婚。到时候我再提出换人，无论是老爷还是孟家都会答应。宋家医馆内，宋金钊正对着账本算账呢。宋姑娘，碧荷姑娘，是孟老夫人的贴身侍女。碧荷笑着走到宋金钊面前，双手递上一封金坚寿帖。3日后是我家老夫人65岁大寿，特意让我过来送帖子给姑娘，您可一定要带家人过去吃酒。那日安阳书院正好休沐，好几位小学夫子都会过来，姑娘可以带宋公子和宋二姑娘一起赴宴。多谢碧荷姑娘跑这一趟，若无事，我定会带弟妹过去给老夫人祝寿。碧荷微微颔首，告辞后转身离开。刘玄清将抓好的药包递给病人，转头提醒宋金钊：每年孟老夫人的寿宴，孟大人都会遍邀安阳府所有的达官显贵，要想结交他们，这可是个好机会。宋诗雪将他手里的扫把和簸箕拿过去，摆到他的旁边，抓住他的手肘，将人送回房间。治疗过程中眼睛有反应很正常，说明你离眼睛复明的时间很快就要到了。光刺眼，别在外面待太久，下次再出去把眼睛遮住，就不会突然被刺激到。盯着对方离开的背影，淡蓝色的瞳孔有些失神。宋诗雪将兰溪的情况告诉宋金钊，减轻药方用量，4天一次的经络疏通改为7天一次。我知道了，明天就改药方。郭府，秋叶脸色难看的端着一个托盘走进郭逸瑶的闺房，声音低落的说道：小姐，这是刚才夫人让吕嬷嬷送过来的衣裳，说是特意为这次孟老夫人的寿宴给您定做的。盯着被秋叶展开的素面白裙，要不是上面绣着几朵粉红色的桃花，一眼望去还以为是去奔丧呢。今年开春赏花宴，孟姨送了我一件淡紫色的烟纱伞花裙，寿宴当天穿那件。这件怎么办？衣服山上墨汁穿不了，我自然得换一件。裙子又是孟姨送的，再适合不过。寿宴当天，看到郭逸瑶没穿那件素面白裙，柳扶风不满地蹙起眉头。今日是你嫁进孟家前最后一次跟孟家人见面，又是在寿宴这般隆重的场合，怎么穿了这身？瞧着太过庄重了。我让吕嬷嬷送过去的裙子呢？那是锦绣坊秋季的新款，可是嫌母亲的眼光不好，所以不想穿啊。母亲选的裙子自然极好，可惜我拿佛经的时候不小心打翻了砚台，墨汁溅的裙子上到处都是，无奈只好换了一件。这套裙子是今年孟姨邀女儿去赏花宴时送的，我想着穿这一身更显得清静，便挑了这件。没想到颜色太过沉稳，是女儿的不是。你马上就要嫁入孟府，穿得沉稳些也好。芷儿和舒儿怎么还没出来啊？慢吞吞的，别耽误了时辰。爹，今天寿宴上那么多人，我不得好好打扮一下？还是你母亲的眼光好，这身衣服穿在舒儿身上很是漂亮。郭逸舒暗戳戳地瞪了郭逸瑶一眼，就算郭逸瑶身上的裙子比不过自己身上这件，可她却是孟夫人送的，意义不一样。宋金钊带宋诗雪先一步赴宴，宋启明跟着叶良玉要晚点儿。马车快到孟府门口的时候停住了，福顺扭头朝车内解释：大小姐，前面的马车和轿子太多，把路堵住了。前面就是孟府，就在这里下。你把马车驾去铺子门口，
过1个时辰再来接我们。郭一书恼火地掀开车窗，声音尖锐。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就不能让我们先过去啊？驾车的马夫有苦难言，就算有人愿意让，前面一点空处都没有，没办法让，只能等。这人谁啊？孟府请的客人还有坐不起马车和轿子的，衣服倒是穿得光鲜亮丽，这是做门面给谁看呢？郭一书鄙夷地盯着步行经过马车旁边的宋今朝和宋诗雪，听觉敏锐的宋今朝双脚刹停，顺着声音传过来的方向侧身盯着上头，把头露在外面的郭一书。看什么看啊？连个马车都没有还敢跑在我前头，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尊卑贵贱呢？一点规矩都没有。有没有规矩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大街不是茅房，想拉稀滚回家去拉，飘的到处都是，你不要脸我还嫌恶心呢。坐在马车里的郭一瑶听到这惊世骇俗之言，忍不住挪屁股歪脖子，想知道是谁在和郭一书争执。看到熟悉的脸，他眨眼发怔，是宋大夫。孟府门口不要起争执，要出气，等回去再把他们找出来教训。你给我等着，今日之事本小姐不会就这么算了的。进入孟府后，丫鬟笑着将宋今朝和宋诗雪带进后宅庭院。这是谁家的姑娘啊？以前怎么没有看到过？孟老夫人远远瞧见宋今朝，忙招手让碧荷将人带过来。她扭头朝廖老夫人说道：我说的宋大夫来了，不信你可以自己问问，那针呀就在我肚皮上穿来穿去，就跟缝衣服似的。给老夫人贺寿，祝您金轩有貌，丝竹长春。哎呀，宋姑娘不用如此拘束，你可是老身的救命恩人，快坐过来。坐在孟老夫人旁边的廖老夫人看着宋今朝说道：早就听闻安阳府请来的女医师不仅医术高超，年纪还小，今日一见，不知宋姑娘可曾及笄呀？去年便已及笄。郭一书走进花厅，看到坐在凳子上的宋今朝，脸色微变。他怎么坐在那个位置上？孟夫人看见郭一瑶进来，脸上露出了温柔的笑容。今日怎么来的这般晚？我和母亲都念叨你好一会儿了。今日前来祝寿的贵客络绎不绝，路上有些耽搁，来晚了，还请老夫人见谅。你能来，祖母就已经很高兴了。怎么瞧着清瘦了不少？可是前些日子天气炎热，食欲不振。站着的郭一书咬紧后槽牙，才忍住心里的嫉妒，不让他表露出来。柳扶风坐下后，朝身边的妇人打听道：那位穿浅绿色衣裳的姑娘是哪家的？叫宋今朝，就是她治好了孟老夫人的病。坐在旁边的郭一书听到后松了一口气，小声呢喃：原来只是个郎中。坐在廖老夫人旁边的廖希文几次偷看宋今朝，对上眼后，他不好意思地笑着提议道：庭院里的菊花开得正好，宋姑娘要不要一起出去赏花？去之不恭，我进来时就注意到外面菊花好看，正愁没人一起。宋今朝带着宋诗雪悄悄地和廖希文一起离场。你的医术真的很好吗？廖小姐是有什么事吗？廖希文松开手，唇瓣上的口汁被他咬得有些花。我想请你到廖府给我母亲看病。不知令慈身患何病？我母亲1个月前小产，大夫说她再也没有办法生育，她就开始郁郁寡欢，最近连床都下不来。令慈今年贵庚？怀孕几个月流产的？我母亲今年32岁，孩子是6个月没的，大夫说是个成型的男婴。令慈一共生过几个孩子？32岁，在古代年龄已经算大。这廖希文看起来有10几岁，那中间肯定不止怀过一胎。我母亲只有我一个女儿，不过
她之前怀过几次孕，都小产了。几次？从我记事开始，一共12次。在旁边赏花的宋诗雪顿时怔住了，挺直腰杆看向廖希文，12次，这也太多了吧。宋今朝眉眼紧紧地凑在一起，是自然小产还是意外？都是几个月流产的？有些是无缘无故的小产，有些是意外，多数没超过3个月。这次怀孕的时间最长，我们都以为能够生下来了，谁知道突然出血，孩子没保住。郎中说流产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可以补，但是心病难医，所以我才想让你给我母亲看病，说她可以生育，心病自然就除了。那么多郎中都说不行，我只能先看看。至于能不能生育，没法保证。唉，流产12次还要生，简直是拿自己性命开玩笑。孟府门前，看到被扶着从马车上下来的叶良玉，管家立刻让下人去里面叫人。孟鹤川看到叶良玉杵着拐杖进门，眼里闪过了一丝震惊。叶公能赏脸参加家母的寿宴，我孟府实在是蓬荜生辉。老夫如今已不在朝中为官，孟大人不必拘礼。请上座后，前厅众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屋内坐在上手的2人。李天崇视线扫过坐在叶良玉下手的宋启明。叶良玉的腿必定和宋今朝有关，如此一来，他和宋家的关系就更亲密了。李子恩低头小声猜测，他的腿要是彻底好了，会不会官复原职回京城？寒暄几句后，孟鹤川盯了一眼宋启明后，朝着叶良玉说道：当初本官奉旨去宋家村宣旨，当时见到宋启明就觉得这孩子以后能堪大用，没想到如今成了叶公的弟子，想必叶公很看重他。老夫这辈子就收了启明一个弟子，自然对他寄予厚望。这孩子有天分又努力，我实在是喜欢。午时开席，男席和女席中间隔着一层薄薄的纱帘。寿宴进行到一半，戏台上的戏已经换了3场。柳扶风朝吕嬷嬷使眼色，对方无声无息地转身离开了正厅。宋诗雪夹紧双腿，用手捂住嘴，小声开口：阿姐，我想去茅房。宋今朝起身带着宋诗雪离席，走出正厅门口，拉过一个婢女问道：请问府上茅房在哪儿？2位贵客这边请。宋诗雪在里面出宫，宋今朝和婢女就站在离茅房不远的地方等。阿姐，我有点拉肚子，你再等我一会儿。不急，慢慢来，我就在外面。宋今朝走到婢女面前说道：你先回去吧，等我妹妹好了，我带她回去。那奴婢就先告辞了，穿过前面的假山就能到正厅，姑娘可别迷路了。几步路迷不了，你先回去吧。没过一会儿，宋诗雪双脚发麻的从茅房里走出来。阿姐，我好了。好好的怎么会拉肚子？是不是昨天晚上掀被褥冻着了？我昨天晚上吃了1碗冻奶酪，估计是凉到肠胃了。大晚上吃冻奶酪，过几天是什么日子你自己不记得？小心肚子疼。我记得，但还有好几天。我下次再也不吃了。转弯绕过假山，映入眼帘的一幕令宋今朝飞速捂住宋诗雪的嘴巴，将人往假山里带。是柳扶风身边的吕嬷嬷，那个婢女啊，瞧着是孟府的下人，他们在往碗里下东西。阿姐，他们在干嘛？宋今朝透过假山里面的小洞观察外面的情况，只见2人下完药后，用勺子将碗里的羹汤搅匀后，才前后脚离开。不知道，反正不是什么好事。就是不知道被算计的人是谁。
两人回到宴席上时，正好瞧见那个婢女在柳福峰他们桌子旁边伺候。几盏茶时间过后，注意到郭一瑶的丫鬟扶着她起身，宋金钊低声对宋诗雪叮嘱：“坐这里别动，阿姐去就来。”宋金钊一路尾随郭一瑶走出正厅，只见对方被刚才下药的那个婢女带到了一间屋子里。宋金钊用手指戳破了一个小洞，待在房间里的主仆二人正在换衣服，没看见有男人在。看见郭一瑶拔下头上的发簪，用力地在手臂上划出一道口子，将鲜血抹在换下来的裙子上。换好衣服后，秋叶打开门，等在外面的婢女上前拿起衣物，恭敬地笑着说道：“奴婢这就将衣物送到洗衣房，等到浆洗干净后，再派人送到府上。”刚才吃多了，有点难受，我在这里休息片刻，你先去吧。婢女抱着衣服快速离开，看到郭一瑶拿着一个花瓶砸在地上，用瓷片沾染被发簪划伤的手臂。宋金钊眉眼弯弯地转身离开。孟府婢女一脸焦急地跑到柳福峰的身边说道：“柳夫人，您快去看看吧，郭小姐下面流了好多的血。2个月没来，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那奴婢就先告辞了，穿过前面的假山就能到正厅，姑娘可别迷路了。”“起不路迷不了，你先回去吧。”没过一会儿，宋诗雪双脚发麻的从茅房里走出来。“阿姐，我好了。”“好好的怎么会拉肚子？是不是昨天晚上先被褥冻着了？”“我昨天晚上吃了1碗冻奶酪，估计是凉到肠胃了。”“大晚上吃冻奶酪，过几天是什么日子？你自己不记得？小心肚子疼。”“我记得，但还有好几天。我下次再也不吃了。”转弯绕过假山，映入眼帘的一幕令宋金钊飞速捂住宋诗雪的嘴巴，将人往假山里带。是柳福峰身边的吕嬷嬷，那个婢女啊，瞧着是孟府的下人，他们在往碗里下东西。“阿姐，他们在干嘛？”宋金钊透过假山里面的小洞观察外面的情况，只见两人下完药后，用勺子将碗里的羹汤搅匀后，才前后脚离开。“不知道，反正不是什么好事。”“就是不知道被算计的人是谁。”“是母亲的错，我听见你出事，一时慌了神，说话急了些。我既没来月信，也没有小产，流血时因为我不小心撞到了花瓶，碎片把手割伤了。”衣袖掉下来，众人才看见鲜红色的伤痕。孟夫人心疼地握住他的手臂，伸手不敢碰，怕弄疼他。“哎呀，这么大的口子疼不疼啊？你这孩子怎么不早说？孟姨这就让下人去请郎中。”柳福峰眼神阴沉地扫到吕嬷嬷脸上，像毒蛇信子，令人心悸。吕嬷嬷害怕地盯着郭一瑶手臂上的伤口，怎么会这样呢？自己明明下了药了，她应该马上来月信才是，怎么会是手臂上的血呢？伤口这么深，可别留下疤痕啊！还是赶紧请郎中过来瞧瞧。宋大夫就在府里，请他过来一趟。碧荷刚要转身去叫人，宋金钊抿唇，起身穿过人群，走到郭一瑶的面前，查看他手臂上的伤。“伤口不算太深，涂几天药膏就能好，不会留疤。”柳福峰见宋金钊轻飘飘两句话，就把郭一瑶的伤给过了，连忙说道：“早就听闻宋大夫医术高超，一瑶最近月信有些紊乱，还请您把脉看看，是不是身体有什么问题？”“郭大小姐身体很健康，近2个月月信紊乱，可能是近日太过紧张导致，好好休息一阵子就没事了。”“怎么可能？你是不是诊错了？”“我不会诊错，郭大小姐没病，怎么感觉柳夫人很失望？您到底是希望她有病，还是希望她没病？”孟夫人眯眼盯着柳福峰，有点奇怪。柳福峰表情一变，尬笑道：“宋大夫说笑了，我当然希望瑶儿身体无恙了。”
见郭一瑶脱困，站在柳扶风身旁的郭一书刚想要开口，便感觉小腹一阵剧烈的疼痛。他捂着肚子弯腰蹲下来。站在后面的廖希文惊恐地指着他的屁股喊道：血！郭二小姐流血了！宋金钊挑眉，看来那碗下了药的汤羹被郭一书给吃了。娘，我肚子疼！快把舒儿扶到床上去。宋大夫，麻烦你再给郭二小姐看看。这趟寿宴来的可真是值啊，人认了，关系拉了，看了场戏，顺带还赚了点枕巾。他正要上前，郭一瑶悄无声息地给他使了个眼色。宋金钊眉头微扬，这是要报的意思啊。郭一书躺在床上翻滚得厉害，疼的是满头大汗，额间的碎发全都湿了。宋金钊检查完毕后退出内室说道：郭二小姐像吃了什么东西，导致来了月信，强行催经伤气血，经痛加重，有可能会导致月经紊乱，甚至闭经一段时间。孟老夫人厉声质问：寿宴上怎么会有这种东西？母亲，这东西恐怕是从别处带来的。若是寿宴上的膳食有问题，来月信的就不止郭二姑娘一个了。给我查！在寿宴上吃这种东西，晦气！那就先检查郭二小姐所食之物，还请宋大夫帮忙瞧瞧。柳扶风找不到理由阻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回到正厅。宋金钊端起那碗吃了大半的汤羹，闻了闻，就是这碗汤羹，里面有红花、牛膝、桃仁等活血破血药材，幸好分量较轻，才没有引发血崩，危及性命。所以是故意有人下毒。孟鹤川带人从隔壁过来，刚才孟老夫人迟迟未归，一问才知道是女眷出了事儿。宋金钊检查完其他汤碗后说道：只有这个碗里被下了药，肯定是故意的。孟鹤川脸色阴沉：敢在我孟家的寿宴上下毒，必须得把这个人找出来。这碗汤羹都经过谁的手，全都给我叫过来。孟老夫人脸色铁青地坐在椅子上。寿宴变成毒宴，传出去不知道会惹出多少流言蜚语呢。安顿好郭一书后，匆忙赶过来的柳扶风见此事惊动了孟鹤川，就连南席都有不少人在张望，不由得心跳加速，神色慌张。很快，后厨和送汤的婢女全都被带了过来。负责做羹汤的大厨跪在地上喊冤：大人，奴才做汤的时候，后厨的人都在，他们都可以证明我没有下药。端汤的婢女可怜兮兮地跪在地上抹眼泪儿：大人，奴婢冤枉，奴婢和郭二小姐无冤无仇，怎么会下毒害她？站在正厅中的另一个婢女眯眼回想，有些迟疑的拧眉。端菜的时候，云巧好像走得有点慢，中途有一段没跟上。孟鹤川将目光落在了婢女身上：中途可有生人触碰过？这些汤羹可离过你的眼？云巧迟疑一瞬后抬起头：奴婢中途上过一次茅房，当时将汤羹放在了栏杆凳上，回来时没瞧出有什么不同啊。从后厨到正厅就这么点路，你就不能忍忍？云巧连忙磕头请罪，啪啪响，额头都要磕破了。是奴婢的错，当时奴婢实在是忍不住，便过去了一趟，以为快点就没事了，没想到会被贼人钻了空子，还请夫人恕罪。柳扶风见他这么机灵，心里着实松了一口气。来人，今日在正厅和后厨侍奉过的所有下人的房间，全都给本官搜一遍，一旦发现毒药，立刻过来禀告。这件事必须查出来，将孟家的嫌疑洗脱干净。没过多久，前去搜查的护卫捧着一个漆盒跑过来：大人，属下在云巧的房间里发现了这个。打开漆盒，价值不菲的珠钗耳环足有半盒呢，一看就不是一个丫鬟能用得起买得起的。孟夫人怒沉着脸，厉声质问：说，这些东西你都是从哪里弄来的？
云巧呆呆地望着盒子里的东西，反应过来后迅速摇头哭喊：夫人，冤枉呢！这些东西根本就不是奴婢的，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会出现在我的首饰盒里，肯定是有人栽赃嫁祸呀！那你倒是告诉我，是谁要栽赃嫁祸给你？云巧无助地晃动眼珠，迟疑的模样令孟鹤川盛怒。我看你是满口胡言，来人，势必给本官问出实话来。在场众人纷纷大惊，50板下去啊，这婢女肯定是没命了。大人，这些首饰真的不是奴婢的，里头只有50两银子是奴婢的，那是吕嬷嬷用来收买我的银子，要是吕嬷嬷亲手下的，和奴婢没有关系啊。郭其实听见云巧的指控，挥袖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嘴角裂开一道口子。贱婢竟敢胡乱拍药！我夫人怎么可能下药毒害自己的亲生女儿？你胡说八道也给我个限度！郭玉书是他的亲生女儿，郭玉瑶又不是。那药本来是要下在郭玉瑶的汤碗里的，不知怎的给弄错了，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吕嬷嬷她还让我故意在寿宴上说郭玉瑶流了很多的血，郭夫人在旁边打配合，把事情往小产上引，毁了郭玉瑶的名声。老夫人就不会再让少爷娶郭玉瑶了。等到郭玉书嫁过来之后，就提拔我当大丫鬟。他跪着爬到孟夫人的面前，不停地磕头哀求。奴婢是被猪油蒙了心了，才会不小心走错了路，求夫人饶命，饶奴婢一条小命吧，奴婢以后再也不敢了。郭一瑶受不了打击的瘫倒在地上，他脸色煞白，仿佛马上就要死了。不可能，母亲不可能这么对我的。孟夫人见他这副模样，忍不住红了眼眶，她心疼地上前抱住了郭一瑶，用手抚摸她的后脑勺，安抚道：没事，有孟姨在，谁也不能欺负我们瑶瑶。孟姨给你撑腰，孟姨护着你。围观的妇人们对着柳扶风和郭一瑶窃窃私语，将原配女儿的婚事给自己的亲生女儿，怪不得刚才柳扶风表面上维护郭一瑶的名声，却脱口就说她流产了，还巴不得她身体有问题，原来是另有所图啊。下药污蔑瑶儿小产，只要请郎中诊脉，真相立刻就会大白。孟家又怎么会嫌弃他答应换亲呢？那是因为你觉得郭一瑶不能生育，所以才要接小产这件事情，请郎中当面拆穿他，到时候这门婚事不退也得退，你就能够顺理成章的让亲生女儿待嫁。这些可都是吕嬷嬷亲口告诉我的，我要是有说一句假话，就让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死了下18层地狱，永不超生。信口雌黄！宋大夫明明说瑶儿身体健康，哪来的不能生育？你自己做的恶，想栽赃到别人头上，也不编个好点的谎。谁知道是不是老天爷见不得你这么害人，下在郭一瑶碗里的药被你女儿喝了。郭一说要是不能生育，那就是抱养。来人，先把云巧和吕嬷嬷押去府衙关入大牢。此案本官要细细审理，查出一个真相。郭其实坐在凳子上，面对众人窥视的目光，只觉得如坐针毡。柳扶风拿起筷子夹菜，嘴中味同嚼蜡，脸上却好似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寿宴结束后，宋今朝正要离开，碧荷却主动跑过来送他。到人少之处后，他停下脚步，塞给宋今朝一个钱袋，小声询问：这是今日2位郭家小姐的诊金。老夫人还有一事，想让奴婢问问宋大夫，郭家大小姐的身体可是真的健康？老夫人不用担心，郭大小姐身体一切正常，可以生育。碧荷听后这才松口气，赶忙回去向孟老夫人禀告。第二天关于这件事的结果就传出来了，下药一事从头到尾都是吕嬷嬷一个人指使的，和柳扶风无关。因为没造成人命，郭家2位小姐又都没什么大碍，杖责后吕嬷嬷和云巧分别被郭孟2家拖了回去。据说才进府门人就被打死了，
尸体扔到乱葬岗，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医馆没人，正在抓药的宋诗雪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迟疑地看向了宋金钊。阿姐，真的是这样吗？你觉得呢？我觉得幕后主使就是郭一瑶的继母，送食物相克的膳食给他吃是真的，指使吕嬷嬷收买了云巧下药也是真的，万千想把亲生女儿嫁给孟少爷也是真的，吕嬷嬷就是背锅的。坐在对面的刘玄清捻着长胡须，满脸笑容地看向宋诗雪。自家小师傅反应很快，很聪明，没有被这些大户人家遮掩真相的谎话骗到。2个月前，郭一瑶就来我们这里看过病，她当时打扮成那样，就是不想让人看见，可能就是在防范她的继母。当时阿姐就给她写了一些既生冷寒凉食物的单子，所以她继母给她吃的那些菜时，她才没有吃，将一部分赏给了她的丫鬟。宋金钊手指托在下巴上摩搓，抬手逗趣道：“误食的羹汤呢？”宋诗雪一愣：“阿姐，你的意思是那碗羹汤是郭一瑶故意换的？”宋金钊挑眉，见有病人进来，起身轻飘飘地留下一句：“你说呢？”宋诗雪站在原地，眉头紧锁，整个脑子陷入沉思。宋金钊参加完了孟老夫人寿宴的第3日，廖希文便亲自上门，请他去给廖府的廖夫人问诊。马车上，廖希文拧着眉，心中忧虑万分。不瞒宋姑娘，我母亲因为失望过太多回，早已对郎中不抱有希望，甚至有些厌恶。今日问诊，她若是态度不好，还请您多担待。不碍事，医者什么样的病人没见过，这点不算什么。人来人往的大街上，百姓看到马车纷纷往旁边避让。不知怎的，一个面摊上的客人忽然开始争吵起来，几句话过后，吵闹声越来越大，干脆就开始动手了。混乱间，一个留着大胡子的男人身体被撞得飞速地往后退，刹不住脚，后背重重地撞在煮馄饨的炉灶上，燃着烈火的木柴撒了一地，扬起的火星子到处飞，锅里滚烫的开水一股脑地浇在了马腿上。马身猛地一颤，发出了一声急促尖锐的嘶鸣声。被烫到的蹄子高高扬起，他疯狂地甩动鬃毛，惊得原地跳脚。小姐，双手抓紧，别松开，我去控马。别去，金马你控制不住。宋金钊钻出车厢，双腿如铁钳般的紧紧扣住车架，左手攥住半空中飞舞的缰绳，右手抓住车夫的肩膀，将人从车架下面提上来，手臂发力，拽住马头高高昂起，伴随着鼻孔喷出急促的喘气声，一双前蹄腾空向前挣扎，千钧一发之际，烈马双蹄重重落下，马头左右摇摆4下后垂下。马车停稳后，车夫踉跄地在车上滚了下来。见廖希文还在喘气儿，宋金钊抓住他的手将人带下来。丫鬟头昏眼花地从车上爬下来，脚落地的一瞬间，整个人往前倒去。玲珑！丫鬟举起颤抖的手摇头：“小姐，我没事，就是有点晕。”宋金钊手指触碰他的桡动脉，胸口起伏正常，手指按到后脑勺，玲珑的眉头蹙起，抓住宋金钊的胳膊，呻吟道：“有点疼。”是不是撞到了脑子？刚才车厢里撞的那一下可不轻啊。别动，我再看看。没有开放性伤口，无凹陷，有肿块，大小不超过2厘米。先观察一阵子，应该问题不大。小姐，这马车不能再坐，容小的把车拉回府里，再驾一辆车过来接你。我现在不想坐马车，你把马车拖回去，我带宋大夫走回府里。宋金钊转过身朝后看，摊主害怕坐在马车上的贵人过来问责，双手紧紧地拉住大胡子男人不让他走。要不是刚才那个人推我，我才不会撞上去呢。你要找也应该找他。那个人已经跑了，
要不是你和他吵架，又怎么会打起来撞倒我的炉灶？我今天生意都没法做了，你得赔钱。马夫迟疑地看向廖希文，小姐，要不要？算了，他们也不是故意的，你先回去，我们坐一会儿再走。马夫颔首，捡起缰绳，慢悠悠地拉着马车离开。廖希文带着宋金钊和侍女走进旁边的茶馆小坐。宋姑娘会骑马？会。我小时候也想学骑马，后来12岁的时候，我阿爹特意请马师到府里来教我，结果我从马背上摔下来，要不是府里的护卫及时接住我，我差点没命。后来就再也没学过。学了几天，马师松手让你一个人骑？3天。他当时就在旁边，却没控制。阿爹说他骑术不行，徒有虚名，然后就把他赶了出去。宋姑娘骑术这么好，改天能不能教我骑马？下次遇到今天这种事儿，就没人救我了。家中事务繁多，医馆每日病人也不少，空不出来多余时间教廖小姐骑马。啊，那真是太可惜了。茶馆距离廖府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走路大概需要半个时辰。谈到前几天寿宴上发生的事情，郭一瑶的继母从孟府回去之后便生病了，听说是邪风入体。郭府有找你上门看诊吗？他们应该不会请我。柳扶风怕不是已经恨死自己，又怎么会请他去看病呢？街边巷子里，一个穿着灰色短打、头戴斗笠的男人，目光牢牢地锁在了宋金钊的身上。见人走远后，才转身离开。宋金钊停下脚步，眯眼朝右后方望去。怎么了？感觉有人在看我们。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你我长相都不俗，有人看再正常不过了。下次可以戴围帽出门。拐弯路过一家2层小楼时，熟悉的感觉再次袭来。他迅速抬起头，一个花盆从天而降，将宋金钊的视线完全挡住。脚尖点地，转身飞速离开原地。花盆砸在地上4分5裂，泥土和汁液洒了一地狼藉。廖希文来不及反应，眨眼间宋金钊就冲进了旁边的饭铺里。客官，要吃点什么？迎上来的伙计话还没说完呢，宋金钊就化成了一道虚影，消失在了通往2楼的楼梯上。宋金钊站在2楼楼梯口，面对突然冲上来的姑娘，正在吃饭的客人们疑惑地朝他看过来，锐利的眼神盯上坐在最后一张桌子上戴着斗笠的人。吃饭都不摘，还一直低着头，很可疑。宋金钊迈开脚步走过去。宋姑娘有什么事？你怎么知道我姓宋？宋姑娘医术闻名整个爱阳府，谁人不知，谁人不识。姑娘这是要吃饭，旁边有桌子还供着。王忠，你怎么会在这里？追上来的廖希文走到宋金钊的身旁，诧异地盯着男人。男人连忙起身走出来，弯腰低头恭敬喊道：大小姐。廖小姐认识他？王忠是我家的护卫。这个时辰你不在府里，到这里来干什么？所以娘让奴才出来摆烤乳鸽，刚坐下，宋大夫就来了。到这里来买烤乳鸽，为什么不去皓月楼呢？所以娘说皓月楼的吃厌了，让奴才到别家来买，所以奴才就过来了。宋金钊眸色深沉地盯着2人，瞳孔深处的暗光闪烁不止。廖希文听完王忠的话之后，颔首表示明白，贴过头询问宋金钊：碰倒花盆的人找到了吗？我上来后没有瞧见其他人。王忠，你看到是谁把花盆撞下去的？奴才刚来，也没瞧见。宋金钊扭头走向另外2桌吃饭的客人，礼貌地开口询问：几位公子大爷，刚才从窗台上掉下去个花瓶，不知你们可有看到是谁推下去的？
四人的眼神中流露出6分疑惑4分茫然，摇头回答：不知道，没注意。肯定是瞧见花盆差点砸到人，害怕担责任，所以跑了。宋金钊意味深长地瞟了一眼王忠，接着朝廖希文开口：找不到人就先不找，时间不早了，我们尽快去贵府。路上，宋金钊问道：苏姨娘有子嗣吗？我大哥廖廷俊就是苏姨娘生的，他就比我早出生1刻钟。我阿娘一直很失望，我不是个男孩。你阿爹还有别的子嗣吗？苏姨娘跟我娘一样，生下我大哥后怀孕过3次，都流产了，后来始终没有怀上。郎中说3次流产伤到了身体，怀孕艰难。令尊一共有几位妾室？他们有没有小产过？我阿爹只有苏姨娘1个妾室，她是我爹远房表妹。如果不是因为心寡，加上亲人都已离世，无人可依，我阿爹也不会娶她。宋金钊神色怔然地眨眨眼睛，心寡，她丈夫会不会是她自己杀死的呀？因为绕路，双方几乎前后脚进入廖府。廖希文径直带宋金钊去后院廖夫人的院子里问诊，王忠喘着大粗气奔向了苏姨娘的院子。丫鬟见人跑过来，连忙侧身让他进屋。事儿可办成了。宋金钊身手矫健，警惕性还强，小人使计让马受惊，他不仅安然无恙，还救了大小姐。用花盆砸他，差点被发现。人现在已经入府了。苏姨娘搭在榻上的双腿放下，起身时细长的眉眼中散着冷光。人现在是在老夫人那里，还是春水院？王忠低头不吭声。屋外走进一名丫鬟：回姨娘，大小姐直接带人去了春水院。桌上的茶盏砸在王忠的肩膀上，带着一股浓烈的刺鼻香味儿。大白天的，屋外艳阳高照，春水院却像是一潭死水一般。走进去，所有人都低着头不说话。见到廖希文，也只是屈膝，用呼吸声喊一声：大小姐。廖希文小声说道：自从我母亲流产后，就听不得声音大，不想见人，也不出门。时间一长，院子里的下人就这样了。廖希文伸手屏退了下人，缓缓地推开门，只带了宋金钊进屋。母亲，我带宋姑娘来给您看病了。廖希文轻声朝着躺在床上的女子说道，一张苍白到几乎透明的脸映入宋金钊的眼中，脖间血管清晰可见，好似只披着一张人皮。灰暗失焦的瞳孔没有因为廖希文的呼唤晃动半分，像一具没有魂只有气的僵尸。见宋金钊开始诊脉，廖希文紧闭的红唇微微张开，将压在胸口的气缓缓地呼出来。宋金钊眉头蹙起，情况比他预想的严重许多。之前郎中开的药，病人是不是都没有吃？刚开始还喝了几天，后来就没再喝了。每天吃什么？一碗清汤寡水的白粥，瘦成皮包骨头，比输营养液还不如。廖希文朝房门看了一眼，有房门挡住看不见站在外面的丫鬟。白粥上面薄薄一层米汤，每顿只喝得下半碗。宋金钊起身去药箱里拿手套，将手套戴好。宋金钊走到床边，淡定地说道：廖夫人，我现在要给你检查下体，哪里疼就告诉我。你想干嘛？夫人连死都不怕，还怕被我看？医者面前无男女，更何况我是个女大夫，你可以放心。你能治好我的病，让我怀孕，顺利生下孩子。夫人不让我检查，我怎么知道你还有没有救？孔婉柔的目光移到廖希文的脸上。希文，你出去。廖希文殷红的嘴唇被咬得起皮，犹豫片刻后拉开房门走出去，反手将门给带上。
见孔婉如还执着不松手，宋金钊挺直腰走到门前，将插销插上才回来。没人能进来，现在可以检查了吧？疼就告诉我。孔婉如咬紧后槽牙，望着床顶沉默不语。苏姨娘带人走进春风院时，瞧见所有的丫鬟和廖希文都站在外面，唯独没有看见那个女郎中，看来啊，已经在房间里面了。大小姐，里面可是宋大夫在给夫人看诊，不知情况如何？母亲让我出来，我也不知道里面情况怎么样了。苏姨娘用手轻轻拂过眼角。早就听闻宋金钊的医术，整个安阳府无人能敌，就连孟老夫人的不治之症都让他治好了，夫人的病肯定也能治好。廖希文见他伤心到流泪，想到大哥廖廷俊的身体，不由得出声道：苏姨娘放心，等到宋姑娘治好了我母亲的病，就让她再去给大哥看看，说不定大哥的身体也能被治好。10几年来，什么样的汤药没吃过，人参灵芝也补了，廷俊的身体始终不见起色。夫人的病要紧，还是让宋大夫专心给夫人看病。至于廷俊，我看就算了，索性我也不求他能像寻常少年一样生龙活虎的舞刀弄枪，有命能活得长一点，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歪着头用拿着手帕的右手抚摸眼尾，眼波流转间，站在旁边的丫鬟抬眼对上他的视线后，瞬间垂下。苏姨娘眼睛睁大，忽然想到什么，张口道：对了，王忠今天买回来的烤乳鸽味道虽不及皓月楼美味，但胜在用酸梅腌制过，解腻开胃，我这就让丫鬟拿过来给夫人品尝。母亲现在没胃口吃这些，要是能吃下肉，母亲的身体也不至于差成这样。或许等宋大夫诊断过后，夫人就有胃口了。红桃，快去把烤乳鸽切好拿过来。名叫红桃的丫鬟立刻屈膝转身离开，结果撞上站起身后的另一个丫鬟，整个人往门上摔过去。惊呼声一片，宋金钊将带血的手从孔婉如的双腿间拿了出来。被尖叫声吓了一跳的孔婉如下意识地抓被褥盖在身上，门哐的一下没倒没破，反倒是红桃捂头弯腰倚着门滑坐在地上。他人还没坐稳，肩膀就往右边斜倒，蜷缩着身体倒在了地上，鲜红的血液流淌在地砖上，扭头看向凸出来的圆环形门把手，上面残留着新鲜的血迹。门丝毫没有被破开的迹象，人倒是先躺下了。苏姨娘咬紧牙关，眼底灰色一片。快去请郎中，快去！苏姨娘拉住了廖希文的手，指向房间。里面就有大夫，等宋金钊给夫人看好病，就能给红桃看了，不用再跑一趟。听到外面的对话，宋金钊摇头冷笑，还真是不消停。孔婉如出声问道：看得怎么样？我还能再生吗？夫人流产时体内婴儿胎盘没有排干净，长时间留在体内会感染发炎，先配合针灸13个月药把病治好。这么多年12次流产，对你身体带来的伤害一时半会儿好不了，需要长时间调理，短则1年，长则2、3年，或许你还能有机会再怀上孩子。玲珑让开位置，宋金钊走到屋檐下，抬起丫鬟的头，后脑勺上全是血，假摔正好撞在了门把手上，这算不算罪有应得呢？报应来得这么快，也是没谁了。伤口很深，先找个地方把人抬进去。用针灸将丫鬟弄醒，处理好伤口，开了药方。廖希文站在耳房外面等宋金钊，见他出来，立刻迎上来，咧开嘴角笑着说道：我母亲刚才让下人把房间的门窗都打开，
还说饿了。她的不孕之症是不是能治好？廖小姐想要一个弟弟，她有点太过在意孔婉如能不能生育。廖希文环顾四周，我阿爹子嗣单薄，大哥毕竟不是我母亲亲生，说以后我在婆家受了欺负，恐无人给我撑腰啊。经过花园时，2名小厮左右搀扶着一名身披素白长衫、步态迟缓的男子迎面走过来。廖廷俊停下脚步，将手臂从小厮的手里抽出来，朝2人点头打招呼：“文妹妹。”大哥可用过午膳了？刚用过，吃的有些多，腹胀便出来走走。想必这位就是宋大夫，不知宋大夫能不能帮我瞧瞧，好让我这副病弱无能的身子骨能强硬些。凉亭里，宋金钊的手指轻按在廖廷俊手腕的桡动脉上，半晌后，他眼睫上挑，从药箱里拿出听息筒，走到廖廷俊的身后，把外面衣服脱掉，只留下里衣。望着结束检查后沉默的宋金钊，廖廷俊的心沉到了崖底。他用手摸脸，将脸颊提起来。郎中的话听得太多，我早就习惯了。有什么话，宋大夫可以直接说。我才疏学浅，廖公子的病，恕在下无能为力。你们在干嘛？一声冲破天际的怒吼声在几人耳边炸响。苏姨娘怒气冲冲地跑过来，魅惑的眼尾因为太过着急变得殷红。廖廷俊双手颤抖地撑在石桌上，借力起身。姨娘，听说宋大夫医术高超，我就是想让他给我看看。你的病一直是江郎中在看，我怕突然换大夫你身体适应不了。不过既然已经看了，不知宋大夫可有办法？宋金钊起身，令公子的病太过罕见，在下有力不逮。一样的话听了无数遍，今天辛苦宋大夫了。廖希文察觉出气氛不对劲儿，连忙招呼宋金钊离开。我已经让下人备好马车，现在就在门口等着，我送你过去。直到转弯迈过圆形石门，身后那抹紧迫盯人的视线才消失。临上马车前，宋金钊扭头问道：“廖公子是早产吗？”“不是，我大哥是足月生的。”宋金钊没说话，钻进马车坐下深思。廖廷俊的病自己确实治不了，自娘胎带出来的心脉发育不全，除非做心脏手术，否则永远没法根治。回到房间后，苏姨娘屏退下人，留下从小陪她一起长大的侍女，声音有些微颤：“嬷嬷，你说宋金钊诊出来了吗？”“小姐放心，已经过去这么多年，那女医怎么可能通过给少爷诊一次脉就发现？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少爷永远不会知道的。”廷俊这些年有多在意他的身体，我是知道的。只要一听说哪里有名医，就怕人昼夜不停地赶过去，把人请回来供着。我就怕哪天他知道了真相会恨我，更怕他会伤心到对我失望。小姐这么做都是为了少爷。当初府里人都说夫人怀的是个男孩，您才出此下策，谁知道最后会生下一个女孩，这都是命，小姐您也不想的。派人盯着春水院，宋金钊开什么药都告诉江郎中。孔婉如可以苟延残喘的活着，但她一定不能再有孩子。我生不了，她也不能生。若是宋金钊真的能把夫人的不孕之症治好，或许他也可以治好小姐你。用不着，我有廷俊一个就够了。还要让王忠继续对付宋金钊吗？他对付不了宋金钊，若是暴露，
被对方抓住把柄，反而会对我们不利。丁景春水源，就算他医术再高明，用不到孔婉如身上也没用。宋家医馆，阿姐，廖夫人的病很严重吗？心病难医，比心病更难医的是思想，想不通永远救不了。正在练习缝合之术的刘玄清停下动作，望向宋今朝，想到孔婉如的情况，不由得赞同点头。其实只要不生孩子，廖夫人就愿意配合治病，活到60岁肯定没问题。哎呀，可她就是要生啊。不过也可以理解，毕竟没有子嗣，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可廖小姐不是廖夫人生的吗？刘玄清嘴巴张开又合上，女孩又不能传宗接代。宋今朝一个冷眼扫过去，刘玄清瞬间低头，他双手乱窜的拿起猪皮，开始转移话题。这线怎么好像走歪了？啊，你怎么缝的还没有8岁时缝的好啊？这都扭成外8次了，愈合后得多难看。福顺骑马从郊外赶回来，向宋今朝汇报，庄子已经按照他的规划要求建好完工之后，宋今朝隔天便带着福顺和兰溪来到了牲畜室。臭，好多屎！都说脏，让你不要非得跟着来，后悔了吧？张姐今天在家，我要和张姐在一起。你不是喜欢和兰溪一起玩，不开心了？喜欢，但更喜欢和哥哥姐姐待在一起。以后你若不想待在家里，就让兰溪带你去医馆。宋安好搂住宋今朝的脖子，脸上露出了2个小酒窝。好呀，明日就去。牲畜室啊，每日都有许多的牲畜贩儿和鸡鸭贩儿在这里摆摊儿。宋今朝提前打听过了，他带人走进了一家挂着万物琴旗帜的小铺面。杨庆正躺在椅子上睡大觉呢，听到脚步声，他懒洋洋地睁开眼，看清楚宋今朝的脸和站在他身后的2个下人后，他迅速站起身，热情地笑着作揖。哎呀，贵客临门，是我怠慢了。姑娘请坐，不知您是要买鸡鸭还是买猪羊啊？听闻牲畜室杨爷手上货最多，想要多少都弄得来，不知是不是真的？杨庆开怀大笑，拿起茶壶给宋今朝倒水。在下不才，安阳府混得还行。姑娘想要多少，3日内必定运到。200只猪仔，50头幼羊，10头正值壮年的耕牛，公母各一半；500只成年母鸡，500只成年母鸭，5000个鸡蛋，5000个鸭蛋，必须得是7日内下的。我要孵鸡苗和鸭苗，再加200只鹅苗。杨庆呆呆地张着嘴巴。姑娘，你要这么多做什么？数量太多，3天我凑不齐，至少得7天。刚才杨爷还说自己本事大，要多少3日内都能运到，这就不行了。哎呦，我眼拙，没看出姑娘是做大生意的。6日如何？我再让1分利给你。宋今朝抿唇，凝视着他的眼睛。99折，嗨，他真是好意思开口啊。宋今朝伸出手指，让2成利，先付3成定金，5日后将货运到我城外庄子上，没问题再结尾款。 5日就5日，把庄子的位置告诉我，5日后一个不少的给姑娘送过去。入冬前还能大赚一笔，不干是傻子。杨庆拿出算盘，啪啪算账。宋今朝在纸上随意地列出了几个等式，算出价钱后就停了笔。过了1刻钟，新鲜出炉的契约摆在2人面前。宋今朝看完没问题就签了。杨庆错愕地问道：“姑娘就不算算？”已经算过了，没问题。杨庆拧眉，哪里算过了？一盘核桃酥吃掉一半，边吃还能边心算呢。宋今朝付完定金，带着下人离开。杨庆拿起他压在茶杯下的纸，有些字已经被茶水晕染的模糊到看不清了。最后画圈的金额
对上契约上写的一文不差。这是什么算术方法？怎会如此之快？叶府，自从叶良玉杵着拐杖在孟府寿宴上露面后，上门拜访他的人越来越多了，甚至有人堵到书院里，被穆红月赶走。你就不应该拄着拐杖去，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的腿会好，京城那帮人要是不放过你怎么办呢？你可就只有一条命，教训还没吃够吗？叶良玉放下狼毫，将写满字的信纸拿起来放到一旁晾干。我永远不会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后悔。刺客还没抓到，幕后真凶也还没落网，我得回去，这个仇我要自己报。你要是还没回去就死了怎么办？他们能明目张胆地杀你一次，又何惧再来第二次啊？我就怕他们不来第二次。穆红月眼眶紧绷到发红，他永远这么固执，死不悔改。以身为饵，真死了一辈子没娶妻生子，连个披麻戴孝给他送终摔盆直翻的人都没有。孤孤单单的，没几年还有谁记得他叶良玉啊？还你放心，启明还没考中进士入朝为官，我不会这么快就死的。穆红月冷哼了一声，嘴角带着苦涩的嘲意。你这辈子也就做了这么一件对事。叶良玉拿起已经干了的信纸，对折后放进信封里，盖上火漆印儿，交给了云鹤。马上安排人送出去。云鹤双手接过信封，迅速离府。5日后，杨庆带人将200只猪仔、50头幼羊等宋金钊要的所有牲畜家禽都赶到了郊区的庄子上。我就没见过畜生出这么好的地方，风吹不到，雨淋不到，还每天打扫。你家主子养鸡鸭都这么讲究的吗？我家小姐说了，卫生很重要，太脏容易生病，一死一大堆。福顺拿着笔，一脸艰难地核对数量，做记录。杨庆站在小山坡上眺望远方，像是在琢磨什么。半晌后，他找到福顺，给你家小姐带句话，等明年庄子要上牲畜的时候找我呗，保管给你们一个好价钱。杨爷，这事儿不用提，养的这些我家小姐自己的铺子都不够用，还要在外面买，更别说卖了。养这么多，你主家能吃得完？这得有多少人呢？杨爷知不知道宋家美食店呢？那是我家小姐开的。卖卤味的那家？没错，就是卖卤味那家。看来你家主子是打算开分店了。廖府春水院结束针灸后，丫鬟立刻端来汤药喂给孔婉如喝。见宋金钊用筷子扒了药罐子里的药渣，廖希文小声说道：这些都是我让丫鬟拿着你开的药方去宋氏医馆抓的，我们没去别家买。我是在检查药有没有被人动手脚。不会的，院里的丫鬟都是我母亲的陪嫁，不可能有人动手脚的。之前小产那么多次，我母亲早就查过了。宋金钊扭头看躺在床上的孔婉如，这位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母女2个都蠢。你能生下来，你母亲又能怀孕这么多次，说明她身体不是易流产体质。怀孕12次，流产12次，说是意外，傻子都不信。可是我查过很多次，上门问诊的郎中都说是我之前小产，身体没恢复好才会流产，几次意外也都没有查出问题。没查出来不代表没有。廖希文眸中含忧地送他离开，脚步有些乱。宋姑娘，你是不是知道什么？能不能告诉我？我什么都没看出来，只是心有疑虑。廖小姐家事我一个外人不便插手，令母现在是我的病患，医者治病救人，至于其他不是我一个大夫该管的。廖家内宅的阴司比郭家还要乱，真翻出来还不知道是什么风浪呢。望着宋金钊骑马离开的背影，廖希文细眉紧皱，
啃咬嘴唇，弄花了精致的口脂。回到春水院，孔婉如问道：问出来了吗？宋姑娘只是心有疑虑，身为您不可能无故流产这么多次。想到郭一瑶被柳扶风百般算计，她迟疑开口：母亲，如果之前小产真是被人算计，会不会是苏姨娘？可她这些年对母亲一直很恭敬，除了大哥，她没再生下孩子，也小产过3次，会不会还有别人？府里就这么几个人，该查早就查了。你先出去吧，或许老天爷就是不想让我再生一个孩子。廖希文垂眸，默默离开房间。都只有一个孩子，苏姨娘和母亲的态度却完全不一样。夜色朦胧，躺在床上的孔婉如眸色幽暗地盯着窗外。报应这么多年还不够吗？一死第一，当年的孽债也该还完了才是。虚出刚过一刻，兰溪驾着马车带宋启明从叶府回来。今日怎么比平日早了半个时辰？老师说这几天晚上天气越来越冷，还说在书院日日都能见着，让我晚上不必再过去，每日散学后待半个时辰讨论文章即可，等到来年开春进入上社后再给我增加课业。既如此，晚上在家里看书也是一样的，想放松时还能和秦霜、兰溪他们一起练武。宋启明的科举之路已经比宋今朝预想中的要快许多了。凭他现在的成绩，又有叶良玉盯着，2年后的乡试问题不大。想到庄子上正在培育的冬季菜种，今年过年要回宋家村，春杏儿和福顺都没有主事之才，得尽快找一个能主事的管家才行。宋今朝去奴氏挑了一圈，都没找到合适的。姑娘，您要的这种人实在稀缺，那得是大户人家卖出来的老人，或者是商户破产自愿卖身的，这得看运气。要不您降低点要求，我看刚才那2个就不错。像刚才那样的我家里就有，用不着买。回到医馆，宋诗雪拿起一封喜帖交给宋今朝。那孟家让人送来的，让阿姐去参加孟少爷和郭小姐的婚宴。备份礼让秦霜送过去，家里忙喜宴就不去吃了。晚上回家的路上，宋今朝眯眼望向身后，才安分几天呢，又是谁派来的人呢？回到家，大门关上，远处徐庚贴在草屋的柱子上，目光灼灼地凝视着宋家紧闭的大门。第2天早上去铺子，宋今朝再次察觉到了那股似有似无的视线。和王中不同的是，这次派过来的人似乎没有恶意。想知道对方的真实目的，宋今朝没有第一时间把人揪出来，没想到这一跟就是整整7天。盯着站在角落里穿着破烂的少年，看起来和启明差不多大。第8天，宋今朝单独去廖府问诊回来的路上，穿过巷子时，少年从他旁边窜出来，停在了他的面前。宋今朝盯着他，跟了7天，终于肯出来了。我叫徐根，张夏莲是我阿娘，她在你铺子里干活，现在叫清霜。你脑子好了？徐庚用力点头。你想把你阿娘带回去？徐庚握紧拳头摇头，喉咙紧绷，一个字一个字的从嘴里蹦出来。她现在过得很好，比在家里好。眼眶发红，沉默片刻后，他猛地跪倒在宋今朝的面前，抬头仰视他。我今天就要走了，我想求你好好照顾我阿娘，不要打她骂她。我阿娘人很好，干活也很勤快。等我有一天能让她过好日子的时候，我会过来接她的。到时候我会给你很多钱，让你一辈子都花不完。你不用求我，你娘现在是我宋家下人，我原本就很看重她。见他语气认真，神色严肃，徐庚抹掉眼泪，从地上爬起来。别告诉阿娘我来过，她知道会难过的。注视着少年形单影只、决绝离开的瘦弱背影，宋今朝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才离开。
自从宋金钊担心药被人调包动手脚之后，孔婉如就在煎药的时候多加了2个人一起盯着药罐子，连续大半个月都没有出问题，众人的心也就慢慢的放松了下来。苏姨娘的院子里，刁嬷嬷眉头皱成蜈蚣。宋金钊每日都来给夫人针灸，他医术又这样好，我们换药别人发现不了，就怕被他发现。郭家那位济世可就是栽在他的手里。王忠兴冲冲的敲门等候进屋。回苏姨娘，小人打探到宋金钊一家过年可能会回西宁城老家，到时候来问诊的应该是刘清轩刘郎中，那个时候换药时机最好。历年安阳书院放假都在腊月初，1个半月时间，孔婉如的病应该好不了吧？春水院传过消息，没1年2年根本停不了药。苏姨娘眼神中掠过一丝杀意，朝王忠勾手：你去外面打听打听，看江湖上有没有那种专门拿钱杀人的杀手，等宋清钊离开安阳府后再灭口，1个活口也别留。一叠银票抵在王忠的胸口，低头望去，至少得有大几千两。王忠颤抖着手指接过银票磕头：小人一定将此事办妥，一击必中，1个不留。刁嬷嬷盯着王忠激动离开的背影，不满地开口：小姐，1万两是不是给的太多了？只要能杀掉宋金钊，一切都值。不把他除掉，等年后回到安阳府给孔婉如诊脉的时候再看出来怎么办？干脆杀了1了100里。农庄里的鸭孵出来不过10天，安阳府的气温就开始骤降。宋启明也开始为安阳书院1年1度的年考做冲刺准备。内舍讲堂外，上舍学子王旭拉着上舍之首何飞轩借口来见弟弟，实则却是观察宋启明的学习状态。王瑞见2人目光锁在宋启明的身上一刻不离，忍不住往前一步，挡在2人面前。再看就要被发现了，你们放心，这次宋启明绝对能考进上舍，他都已经把胡凤燕给抄了。王旭听到此处，眼神落在弟弟王瑞的脸上。还有半个月就要年考，你可别松懈，进入上舍的名额只有3个。大哥你放心，宋启明暂时还越不过我，3个我绝对在。从旁边经过的严宝义听到3人讲的话，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宋高丽拿着书正要找宋启明一起探讨，转头间注意到严宝义如毒蛇般潮湿阴暗的眼神，肩膀不由得耸动，打寒战。进书院这么久，严宝义怎么还看你不顺眼啊？自从叶先生来内舍教书后，不是歇了吗？宋启明扭头看向对方，四目相对，火花四射。此人嫉妒心太强，如今落入低谷，肯定不甘心。最近在斋社没人欺负你吧？哎，我就是个小喽啰，人家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啊，对了，你阿姐确定今年什么时候回村里啊？哎，到时候别忘记带上我啊。书院总共就放35天假，路上顺利的话，一来一回半个月就没了。我阿姐说等我放假就走，你把东西收拾好，到时候我来叫你。宋高丽颔首。之后的庄子上，宋金钊盯着大棚里开始沿着绳子往上爬的豌豆和葫芦藤蔓，心潮起伏，面上难掩激动兴奋。大小姐，按时间算，年前可以采收第1批，其他的叶类菜也都长得有拇指高，想吃嫩的10日后就能掐。冬天新鲜蔬菜稀缺，稍微长大一些再摘。压秤，美食店旁边的铺子我已经租下来了，到时候就在里面卖，让春信带个人盯着，兰溪到庄上来帮你。这是安阳府所有酒楼名单，蔬菜店开张后他们肯定会来谈合作，价格统一，不能低于这个数。小人明白。安阳书院的年考会持续2天时间，明日便是第1天。傍晚散学后，宋启明背着书箱回家，加快脚步转弯，3个蒙面男人忽然冲了上来。
宋启明瞳孔骤缩，下意识地转身用书箱去撞他们。最先冲上来的蒙面人捂着泛疼的胸口怒吼：快上，把他摁在地上，废了他的手！你们是谁？爷爷是你天王老子。1对3，4人混打在一起。宋启明左一拳右一腿，全朝人体最容易造成伤害、痛感最强的地方下手。险些被摘下面巾的男人粗声骂道：这小子会功夫，臭家伙！3把冒着寒光的匕首被3人从腰间抽出来。见状，宋启明大拇指按在开关上，先发制人，抬手就是天女散花一般的铁针。为了更方便携带，宋金钊特意改良了袖剑，将短剑改成铁针。虽刺不了多深，但铁针用毒液浸泡过，只需刺入皮肤7秒内便会起效果。3人见状，果断闪身蹲下，用手臂挡住脸。男人试图伸手将铁针取下，刚拔出一根便头晕目眩，双腿站不住脚，身体往旁边倒下。有毒！哼，现在才知道有毒，晚了。宋启明掀开3人的面巾，发现一个都不认识，可以说从来没有见过面。鞋底踩在发号施令的男人脸上，语气强硬地质问：说，你们是谁？为什么找我麻烦？谁派你们来的？男人死咬着牙关不吭声，目光落在宋启明的身后，眼底闪过一道暗光。宋启明右脚用力踹在男人的脸上，小臼齿牙根断裂，嘴里满是血腥味儿。不说话，就送你们去见官。宋启明见他不吭声，刚要收脚去叫人，后背就遭到了猛烈一击重棍，下半身踉跄着往前扑，他及时用手撑住，来不及看清人影，2道重叠的棍影同时朝他袭来。抬手用手臂扛住，定眼一瞧，远不止2个人，黑压压一片，目测得有7、8个呢。回家的路被对方拦住，宋启明果断转身朝另一个方向逃走。隔着2条巷子的小道上，季幽明眉头轻皱，心里裹着淡淡的忧愁。明日便是年考，你有没有把握？胡凤叶摇头叹息：若是今年名额能多2个就好了。怎么可能？几10年都没变过。救命啊！求救声从远处传来，2人同时抬头望去，只见一个穿着深青色短袄的少年从左边窜到右边，随即7、8个蒙面男追上去，消失不见。胡凤叶脚步停在原地，手指着消失的方向，语气带着一丝不确定的开口：刚才那个是宋启明吧？好像是。2人对视了一眼，下一秒脚下就跟踩着风火轮似的，朝宋启明刚刚消失的方向狂奔而去。冬季天寒，上午又下了雪，冷风呼啸，到傍晚路上已经变得空荡荡的，一个人影都瞧不见了。待在家里烤火的百姓听到外面的求救声，小心翼翼地打开窗户瞧一眼，就看到一群人疯狂跑走的背影。妇人恨恨地瞪了一眼自己的丈夫，嘴上恶狠狠地说道：肯定又是赌坊的人出来抓人，也不知道这次欠了多少。别跑，给我站住！季幽明拽着扫帚，脚边溅起的积雪砸了妇人一脸。胡凤叶手里紧紧地攥着一块石头，嘴里呼出的白雾一团接一团，声音断断续续，嗓子被冻得生疼。跑得这么快，我快不行了。快点，宋启明又被打死了。盯着2人消失的背影，妇人抹掉脸上的血，疑惑地挑眉：啊，怎么还有2个书生？这是要干嘛？又是转弯，胡凤叶甩手撑在膝盖上，胸口喘的是上气不接下气，脸都冻麻了。我真不行了，走小道爬围墙，我真跑不动了。蒙面男见一直追不上宋启明，心里也着急了。虽说路上没人，可他再这么喊下去，不知道会惊动多少人。心里一急，顾不上买家叮嘱的只弄残不要命，将手里的匕首朝宋启明的后背扔出去。小心！季幽明从墙上一跃而下，
挥动扫把将匕首打飞出去。宋启明脚步刹住，面露惊诧：“啊，你们怎么来了？”胡枫叶从围墙上跳下来，站到姬幽冥的旁边，举起石头准备随时进攻。你破嗓子太难听，吵着我耳朵了。3对8，人数不占优势。宋启明从他们的身后钻出来，站在前面，小声说道：“他们的目标是我，你们先走，喊我阿姐来救我。”我们要是走了，等不及你阿姐来救你，你就完蛋了。胡枫叶将宋启明往自己身后拉，视线牢牢地锁住8名打手。年纪小的站最后，准备好我们就上。真当哥几个是吃素的，都给我上！3个全废了。姬幽冥和胡枫叶咬紧牙关，眉眼一横，毫不犹豫地冲上去打。宋启明反手一勾，夺过其中一人手里的长棍，劈在打手的头上，脑袋炸开，血珠子往外蹦。领头的蒙面男见小弟被开瓢了，立马朝吊在墙边的匕首冲过去。宋启明猛地扑过去，一棍子敲在对方的肩膀上，手掌被震得发麻。别打我脸！胡枫叶用手挡住了自己俊美的面容，拳头砸在手背上，疼到骨头碎裂。姬幽冥遭3人围攻，短短10几个眨眼，浑身上下就已经挨了不少闷棍了。宋启明右脚踩在墙壁上腾空而起，整个人犹如一柄利剑飞到了胡枫叶的面前，结实有力的前腿将打手踹飞了3米远。他一手拉起胡枫叶，面色急切：“哎呀，你打不过他们，快跑去找我阿姐！宋元孝、宋府，你们扛住，等我回来。”宋启明和姬幽冥背靠背迎敌，一人手持扫把，一人手持木棍，后背结实的触感让两人的眼神变得愈发冷静。胡枫叶一路连滚带爬，不敢停下1秒。等看到宋府的牌匾，他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风一般的拍打大门：“有没有人？快开门！”听到声音的兰溪从厨房跑出来开门，才打开一条门缝，胡枫叶就扑闸挤进来，抓住他的手：“宋金钊呢？8个人围着宋启明打，人都快死了。他说让他姐去救他。你先等等，我去叫大小姐。”正在叮嘱春杏蔬菜店开张事宜的宋金钊听到兰溪的呼喊声，放下手里的笔。兰溪冲进来：“大小姐，外面来了个书生，说大少爷被人打，让您去救他。”宋金钊眼皮抬起，眸中划过一抹厉光，转身回到房间，提上剑往外跑。候在门口前后踱步的胡枫叶见冲出来的是个年轻的姑娘，这就是宋启明的姐姐，那个神医。就在离书院不远的巷子里，跑过去2刻钟，我给你带路。兰溪跑着将马从马厩里拖出来，宋金钊飞身上马，左手握住缰绳，身体微歪，右手抓住胡枫叶的衣领，将人提上马。“给我指路。”前面第2个巷子右转。凛冽的冷风灌进衣领里，冻得胡枫叶浑身发抖，鼻涕不停地往下流。等2人赶到时，现场已经空无一人。他们肯定被那些蒙面人给抓走了。宋金钊双脚蹬起，飞到屋顶上，眺望周围的巷子，没瞧见一个人影。他跳下屋檐，顺着脚印观察，抬手目视前方，是这个方向。宋金钊速度太快，胡枫叶拼尽全身力气都没跟上。他一屁股坐在雪地里休息半天，又回去把马牵上，注视甩头喷热气的高头大马，嘴上喘着粗气抱怨道：“我要是会骑马就好了。不行，回去我得让我爹找人教我骑马。”狭窄的后院柜子里，浓烈的脂粉味儿将2人团团包裹。宋启明屏住呼吸，才忍住没打喷嚏。院门被人用力的撞开，听到动静，浓妆艳抹、头上簪着花的老鸨蓬眉的从屋内走出来，见闯进来6个高头大汉，脸上的怒气瞬间转变成热情的讨好笑容。“哎呦，几位大爷怎么不走前门？我美人寨的姑娘可都在前门候着呢。”“哎，有没有看见2个读书人跑进来？”躲在旧柜子里的宋启明困惑的拧眉。美人斋什么地方？
这些打手不会对妇人动手吧？姬幽冥按住他的手，轻轻摇头。放心，美人斋里有不少打手，否则我也不会把你带进来。美人斋是什么地方？青楼。宋启明瞳孔骤缩，呼吸停止，像木乃伊似的僵坐在原地。青楼，这里离书院也不远，怎么到青楼来了？没瞧见，几位大爷这是找人呢？男人阴沉的眼神扫过院子里所有的地方，目光落在摆在角落的柜子上时停住了。妈妈，您说的贵客，我能偷偷瞧他们一眼吗？来人乌黑的发髻高高挽起，头上戴着点翠珠钗，额间的红色牡丹娇艳如血，看样貌比廖府的苏姨娘漂亮千百倍。除了衣裳相似，身上更是没有一丝风尘女子的妖媚和轻浮。夕颜，你想通了？裴玉嫣忍住心底的厌恶，没有甩开。妈妈说的对，进了青楼，哪里还有能出去的路啊？不如让自己过得舒服点儿。领头男人调转方向，走向裴玉嫣。老鸨，这是新来的姑娘。老鸨的神色微变，立刻将裴玉嫣挡在身后，嘴上客气地说道：七位爷，这可是我千里迢迢从京城买回来的花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是个处子。3日后的梳笼里，你们可一定要来呀！领头男人泛黄的舌头舔过厚重的嘴唇，喉咙上下滚动。嗨，哪用得着等3日？老子出钱，今日这位姑娘的头一夜归我。哎呦，爷说笑了。美人斋3日后新花魁的梳笼里，这消息早就放出去了，我哪里敢食言呢？躲在柜子里的宋启明双手紧握，手心发汗，眉头拧成一个结。这群人怎么还不走？吴枫叶找到阿姐了没有？领头男人重重地将老鸨推到一边。裴玉嫣眸如惊雀，警惕地快速往后退。老鸨见状大喊：来人，都给老娘出来，把这群不讲规矩的人给我赶出去！身后屋内5个膀大腰圆拿着棍子的壮汉冲了出来，2拨人瞬间混战在一起。躲在门后的裴玉嫣视线隐晦地扫向角落里废弃的柜子。柜子里，季幽冥低声道：等他们打到2败俱伤，我们就冲出去逃命。若是被青楼的人知道是我们招来的麻烦，恐怕会吃不了兜着走。我们等人全部走了，再偷偷出去。2人看不见外面，只能通过声音判断战况进行到哪一步。一股重力撞在柜门上，原本就不结实的柜门断成4块。宋启明和季幽冥同时捂住耳朵往旁边躲。老大，人在这儿！男人朝混战的人群大喊。宋启明一脚将人踹飞，果断拉起季幽冥的手，从破烂的柜子里头爬出来。快跑！见他们要逃，领头男人再也顾不上青楼的打手，转身朝2人袭来。刀锋划破宋启明厚重的短袄，尽管他反应速度够快，可还是被对方在手臂上划出了一道10公分的口子。一路沿着脚印找过来的宋金钊眼睛死死地盯住带血的匕首，手中的长剑用力掷出，伴随着咻咻的破空声，剑身刺入男人的右臂，匕首掉落在地。阿姐！宋启明扭头看到了心心念念的身影。宋金钊脚掌用力，几步冲到男人的面前，拔出剑，将人踢倒在地后，鞋底踩在他的手指上，长剑用力地刺入掌心。男人痛到面容扭曲，惨叫着在地上翻滚挣扎。被老鸨和青楼打手护在身后的裴玉嫣呆呆地张着嘴巴，身体仿佛被冻住，刹那间抽了魂儿。另外5人冲上来围攻宋金钊，被他几下打倒在地，手上全部见了血。季幽冥整个人僵在原地，脑子一片空白。宋金钊收剑，走到宋启明的面前：阿姐，没事儿，伤口不深，回去包扎一下就好了。老鸨揪紧手帕，结结巴巴地说：几位若是无事，
可否将人带走？我这美人斋还要开店做生意，就不多款待了。孟鹤川听到消息时，宋金钊已经将6人抓到了府衙。这是怎么回事？宋启明先一步站出来，将事情的经过娓娓道来。姬幽明在旁边时不时的附和2句。大人，你不知道，这些人殴打不成就开始动刀，要不是我和宋启明跑得快，等他阿姐过来，命早没了，必须得严惩。孟鹤川开口询问宋启明：启明，你最近可有得罪什么人？明日便是书院1年1度的年考，他们最开始的目标是废掉我的手指，我怀疑幕后主使者可能是书院里的人，不止这6个人。最开始袭击我的3人被我用毒针刺中，还有2个受伤不在，大人可一定要将他们抓捕归案。你们放心，有这6个人在，今天晚上绝对能撬开他们的嘴。走出府衙大门，宋金钊停下脚步，询问宋启明：心里有怀疑的人吗？我觉得是严宝义。自从院试结束后，他就看我不顺眼，还联合他老师在书院处处刁难我。这次难保不是因为不想让我考进上社才找人要废我的手，让我再也拿不起笔。这些事之前你怎么不告诉我？阿姐管着医馆和美食店的生意，还要操心家里的事儿，已经很忙了。我自己的事情我可以解决的。反正无论他们怎么针对我，只要我努力读书，照样可以把他甩得远远的。况且自从老师去内社教书之后，丁福子就再也不敢针对我了。宋金钊揪住宋启明的耳朵捏紧，尾音上扬：我是你长姐，以后有人欺负你要第一时间告诉我，真解决了，那今天的事情怎么发生的？我也没想到严宝义敢这么做呀。姬幽明见姐弟2人说个不停，踱步贴过来，小声问道：姐姐，我兄弟给您报信的胡枫叶现在在哪里啊？季兄，你年龄应该比我阿姐要大。姬幽明张嘴一半又闭上，这声妹妹他有点喊不出口，实在是宋金钊身上的气势，妹妹根本压不住，得喊姐才配。宋金钊是在半路找到胡枫叶的，对方正拽着马僵持在巷子里。宋姑娘，你总算来了，这马不听我的，走到半路怎么都不动。宋启明和季幽明怎么样？人救到了没？宋金钊翻身上马，再次将胡枫叶提上来。救了，打手送到官府，季幽明现在应该在我家，我带你过去。没事就好，那些人凶神恶煞，我真怕出大事。宋家正堂内，季幽明被兰溪按坐在椅子上，身体扭打跟蛆虫一样。宋诗雪沾满药酒的手不停地在他胳膊上搓。忍着别动，不把淤血揉开，你明天连床都下不了。季幽明疼得满头大汗，脖子上一片水光，边叫边求饶：宋二姑娘，你轻点行不行啊？我快要痛死了。轻点没作用，就得稍微有点力，很快就好了。3人身上的伤全部都包扎好之后，胡枫叶迫不及待地询问季幽明详细经过。偷瞄了一眼正在院子里洗剑的宋金钊，季幽明压低声音，将从胡枫叶逃走报信儿后发生的所有事情仔仔细细说了出来。你是没瞧见宋启明他姐有多厉害，6个人半盏茶不到就全倒了。宋启明的武功就是他姐教的。今日之事，多谢季兄和胡兄仗义相助，在下没齿难忘。季幽明忍着浑身的痛，爽快地说道：你我乃是同窗，屈手之劳算不得什么。既然乔监又怎会坐视不理？算起来我也没帮多大忙，论身手跟你比差远了。宋诗雪和清霜端着药碗进门，放在了桌子上。稍微冷一下之后，趁热把药喝了，能活血化瘀，消肿止痛。明天去书院不至于肿得太厉害。年考肯定不能缺席，没有补考，顶着伤也得去。胡枫叶一向注重他那张脸，不想顶着一张肿脸去书院被人看笑话。他端起药碗就想往嘴里喝，指腹碰到碗壁，烫！
候在旁边的青霜迅速伸手接住药碗，汤药在半空晃悠了一圈后，又到了碗里，溅出来的洒在手上，青霜一动不动，好似感受不到温度似的。宋启明急切道：“啊，烫到没有？”“没有，就是手指有点火辣辣的。”宋诗雪朝青霜吩咐道：“去外面弄点雪渣子给胡公子冰敷，明日手还要拿笔，不能起水泡。”一番严审后，领头的打手一个字没说，另外5人不知道幕后主使是谁，但他们供出了另外没有被抓的5人的落脚点。孟鹤川连夜让衙役将人抓回来，瞧着一人脸动不了，像僵尸脸。胡作，这2人是怎么回事？应该是中了麻药，分量还不小。其中一名打手歪着嘴开口：“是宋启明，他用沾了毒的针刺我们。”大人，我们没想过闹出人命，宋启明才是真的下狠手，他防卫过当，大人您可得为我们做主。蒙面持棍带刀，你说没想闹出人命，是骗鬼呢吧？宋启明他们有功名在身，殴打秀才罪加一等，更别说你们还动了刀，面巾被扯下就想要杀人灭口，让本官给你做主，亏你讲得出来。烧红的烙铁顶在男人面前，孟鹤川质问：“说，是谁让你们半路拦住宋启明对他动手的？”男人闭紧嘴巴摇头，热汗流得满脸都是。我不知道啊，生意都是我们老大接的，我们没见过买凶人。孟鹤川将烙铁交给衙役，下一秒，烙铁抵在男人裸露的胸口，铁块高温灼烧皮肤，发出滋滋声，凄惨的叫声在牢房里回荡。被关进来的打手一个个的缩在墙角，不敢冒头，生怕下一个会是自己。什么？启明被人打了？久没等到宋启明过来的叶良玉正打算派小厮去宋家问问，兰溪送完人便过来递了消息。云鹤急忙安抚：“老爷别着急，宋家的下人说宋公子受的都是轻伤，没伤到筋骨，明日可以正常去书院。”大人的抓到了吗？已经被宋小姐抓去了官府，孟知府亲自接的案，幕后主使想必很快就可以抓到。你去府衙盯着，看幕后主使是不是京城派来的人。老爷，宋公子如今只是秀才，入不了那些人的法眼，您不用这么担心。我知道不会，可心里总是不放心呢。算时间，他们也该到了。云鹤偷瞄自家主子一眼，想到前几日上门的少年将军就住在隔壁，躬身退出房间，去府衙打探消息。夜色朦胧，宋金钊的房间亮着微弱的烛火，青霜双手垂在身侧，腰间插着盾刃，身上的冷气还没散。严宝义的父亲3个月前去江南进货，如今还没有回来。严家手握安阳府近一半的布料生意，锦绣坊就是他们家的。严宝义自小锦衣玉食，乃是家中独子，性情傲慢势利，从不将门楣低于严家的人放在眼里，尤其看不起往上爬的穷人。奴婢还打听到，严宝义在簪花宴上就言语讥讽过大少爷，只是被大少爷给挡了回去。所以进入书院后，他就开始变本加厉。那个丁夫子又是什么来头？丁惟越25年前考中举人，2次落榜会试后，出钱买了个穷县小官，当了3年县令，政绩一般，升迁无望。加上地方太穷，年年交不上税，索性辞官进了安阳书院当夫子，一干就是22年。丁惟越没有什么家世，但他这些年收过不少学生，其中也有2个最后考中进士，但名次都不高。现在好像在江南当县官，碰不到北边。2个月前去江南进货，现在也该回来了。有没有打听到时间？具体时间不清楚，不过肯定会在年前回来。这批货是要赶在过年期间卖的。府衙那边什么情况？衙役说另外5人已经全部抓到，就是嘴紧得很，其他倒是没说。隔天清晨，
宋启明、季幽明和胡枫叶顶着伤进入书院后，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进入内舍讲堂后，宋高丽悄悄走到宋启明的身边问道：怎么回事？你们打架了？不是，昨日散学的路上，有人想要废了我的手，季幽明和胡枫叶冲上来救我，才挨的打。平时你和他们走的也不近，没想到还挺仗义。昨日要不是胡枫叶及时去给我阿姐报信，我和季幽明凶多吉少。整夜没得到消息的严宝义姗姗来迟，见宋启明脸上虽有伤痕，可手却是好好的，不由得气得握紧拳头。用过早膳后，宋诗雪先去了医馆，宋今朝则到了府衙求见孟鹤川。衙役强撑着疲惫不堪的眼皮说道：孙姑娘，昨日知府大人审问到后半夜，连家都没回，现在人还没醒，要不您下午再来啊？11个打手，审问一晚上一个都没开口。这群打手是惯犯，干的就是收钱违法的事儿。别说砍掉一只手，就连人命肯定也沾过。其他人说每次买凶者都只跟他们老大见面，其他人不知道给钱的是谁。偏偏这个领头老大嘴硬得很，知府大人什么重刑都用了，他从昨天晚上到现在硬是一个字都没说。孟鹤川左手撑腰，右手扶着官帽，从府衙的后宅走出来，看见宋今朝的一瞬间，马上挺直腰杆，变成了气势威严的知府大人。宋姑娘怎么来了？知府大人，民女听闻昨日袭击舍弟的杀手不肯吐露幕后买凶者，我有办法让他说实话。领头男子被本官施以重刑都未曾开口，宋姑娘有什么办法？我能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清晨的阳光透过地牢微小的窗户照入牢房，孟鹤川指着被绑在十字木桩上浑身是血的领头打手说：此人名叫萧虎，他和他的这些兄弟近几年一贯在安阳府周围活动，干的就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活儿。因为嘴严保密性高，卖凶者一般要出不少银子才能请得动他们。就没有受害者想过报官？很多百姓都害怕报复，不敢报官。再者，这群人每次动手的时候都蒙面，不知道长相，也抓不到人。萧虎睁开被汗水浸湿的双眼，充血的眼球死死盯住宋今朝。宋姑娘，你说的办法是什么？宋今朝往前一步，从袖子里拿出了一个比拇指粗一圈、长1倍的竹筒，放到架子上，把它解下来，绑到刑床上。负责审讯的衙役接收到孟鹤川的眼神后，上前用钥匙打开绑住萧虎四肢的铁锁，将人绑在刑床上。萧虎昂起下巴，应声道：道上有道上的规矩，就算你杀了我，我也不会说。宋今朝从怀里拿出了一个白色的瓷瓶，打开，从里面倒出一颗黑色药丸，融化在水里。孟鹤川等人捂住口鼻后退，好臭啊，比茅房还臭呢，臭到令人恶心想吐。给他灌下去。衙役眉头拧成死结，屏住呼吸，掰开萧虎的嘴，将碗里奇臭无比的药水灌进了他的嘴里。贱人，我迟早要杀了你！萧虎感觉自己是从里到外都臭了，被灌了一肚子的屎尿，就连肉都是屎味儿。宋今朝拿起放在架子上的竹筒打开，这只是开胃小菜，接下来才是正餐。2条20公分长的蜈蚣从竹筒里头爬出来，停在萧虎的脸上，轻如鸿毛一般的触感却令萧虎手脚发麻，一动不敢动，浑身上下的毛孔都竖了起来。宋姑娘，这蜈蚣有毒吗？人可别死了。这是我用来制药的蜈蚣，微毒不致命。一条蜈蚣顺着眼皮爬到眼角，从萧虎的耳朵里钻了进去，另一条停在他紧闭的嘴巴上，试图往里面钻。嘴巴微松的刹那，扒在嘴唇上的蜈蚣迅速地爬了进去。
心理抵抗弱的衙役闭上眼睛，扭头就跑出去吐了。孟鹤川忍住恶心，总感觉那2条蜈蚣在自己的身体里头到处爬。这样的刑讯方法他从未用过。瞧着面不改色的宋金钊，孟鹤川双手紧紧地抱住自己的身体，喉咙发噎，好似下一秒就会吐出来。宋金钊走到刑床边蹲下，接下来他们会啃食你的5脏6腑，吃饱喝足后会在你身体里产卵繁殖，一条条小蜈蚣会密密麻麻从你眼睛、嘴巴、耳朵、鼻孔甚至下半身爬出来。你不会马上死，这个过程会持续1到2个月，慢慢享受，我有的是耐心。几人坐在牢房里休息的长板凳上，衙役忙给孟鹤川和宋金钊倒茶。孟鹤川端起茶杯正要喝，瞧见里面飘着的茶叶沫子，像蜈蚣，吓得手一松，茶水洒在身上，官服从里湿到外。大人恕罪！衙役惊呼出声后跪下，以为他对茶水不满意呢。孟鹤川见宋金钊像个没事人似的，还有心情品茶，憋着气朝下属挥手：“有点烫，本官不渴，不用倒了。”衙役低头跪着退到一边，起身靠在牢房的柱子上。茶是早上交班的时候泡的，早凉了。宋姑娘，这种审讯方法从哪儿学的？宋金钊放下茶杯，眼连半仙：“不需要学，山里死去的动物不到半个时辰就会被苍蝇和蛆虫爬满全身，用刀破开肚子里面全是虫卵，那场面可比这个刺激。”孟鹤川捂着嘴冲出了牢房。宋金钊扭头凝视他狼狈不堪的背影，眨眼摇头，拿起水壶倒了一杯继续喝。这点小场面都承受不住，肯定不经常去停尸房，否则呀早就家常便饭了。1刻钟刚过，关押萧虎的牢房里传出了求饶声。刚吐完，一脸虚弱的孟鹤川惊喜地抬起头：“马上审讯萧虎。”“不急，再等2刻钟，等他快绝望的时候再审问。”孟鹤川小心翼翼地开口询问：“那2条蜈蚣还能拿出来吗？”宋金钊勾唇，从怀里拿出药瓶晃悠：“当然能，只需加热一点点，蜈蚣就会被气味引出来。”嘶吼般的求饶声在牢房里回荡，被关押的犯人一个个的龟缩在墙角，不敢抬头。声音越来越小，眼看着时间差不多之后，几人才重新回到牢房。萧虎浑身上下被汗水浸湿，好似刚从水里捞出来一般。只要你能把蜈蚣拿出来，我什么都说，一字不落。你想知道什么都可以。早开口不就得了，也不用吃这么多苦。宋金钊打开瓷瓶，将黑色的颗粒倒入碗中加热。黑色颗粒融化在水里，比刚才还要难闻千百倍的臭味开始在空气中挥发。刚吐完的孟鹤川转身撑在木桩子上狂吐啊，耳边呕吐声此起彼伏。宋金钊将碗放到萧虎的嘴边：“张开嘴。”萧虎后怕的睁大眼：“还要喝？”宋金钊做事抬碗，无言道：“张大嘴，废话再这么多，我就给你灌进去。”片刻之后，2条蜈蚣一前一后从萧虎的嘴里爬出来。宋金钊打开竹筒，将它们装进去，扭头看向孟鹤川说道：“大人，可以开始审问了。”“是严宝义，他给了我500两银子，让我带人废掉宋启明的手，让他再也拿不起笔，滚出爱阳书院。”宋金钊坐在凳子上翘着腿，眼底划过一抹暗色。果然和启明猜的一模一样，买凶者就是严宝义。500两银子废一只手，真是好大的手笔。既然严家的银子多到没处花，干脆就全没了。可你之后不仅想把我弟弟弄残，还想杀了他和季幽冥。我没想到他会功夫，半路还杀出2个书生。打斗中面巾被扯下，只能杀人灭口。严宝义是什么时候找你的？给的是银锭还是银票？ 3日前傍晚，银票就藏在鸿运客栈。
房间地板下面有隔层，银票被我用铁皮夹着放在里面。除你之外，还有人见过严宝义吗？可有其他人证？我接活都是单独见买家，从来不带其他人。不过那天严宝义倒是带了一个小厮，看起来像是他的书童，长着一双老鼠眼，说起话来尖酸刻薄，瞧着就让人厌恶。大人，现在人证有了，是不是可以抓人了？孟鹤川点头，朝下属吩咐：你亲自带人去安阳书院，把严宝义和他的书童带回来，另外几个人去客栈拿银票前往钱庄查证，看最初领取的人是谁，一步步查下去。先一步被带走的书童连半个时辰都没熬到，就吐了个干净。另一边，衙役在钱庄查到那张500两银票是1年前严宝义的父亲从钱庄取的20张的其中一张，人证物证确凿，严宝义才被带到府衙，立刻就下了大狱。年考结束后第一天上午，孟鹤川在府衙开堂问案，以萧虎为首的11名打手被判流放3000里。严宝义身为主犯，按照刑法应该判处绞刑，但由于他的秀才功名，改判革除功名，流放3000里。公堂外，李子恩捧着手炉朝宋金钊走过来。宋姑娘，等严丰年回来，知道他儿子被革除功名流放，恐怕不会放过令弟。宋金钊嘴角轻微勾起，心里已经有了成算，就怕到那时他已经顾不上他儿子了。钱钱难道还能让我买不到衣服穿不成？望着浑然不在意离开的宋金钊，李子恩就像是吃了个苍蝇似的，他怎么就这么硬啊，一点都不服软。当天下午，宋启明便来到叶府辞行。老师，明日我和家人就要启程回老家，要到元宵才能回来。这段时间若是铺子和医馆遇到麻烦，还请老师多照看。你放心，有为师在，安阳府没人敢欺负你们宋家。更何况你阿姐和孟家关系处得不错，就算我不出手，孟鹤川也不会让严家胡作非为。严宝义的事情你不用放在心上，等你将来考中进士，入朝为官，只要冒头，遇到的阴谋算计只会比这个更狠。你阿姐教你武功是对的，就得好好练，才能自保。多谢老师教导，学生谨记。离开时，余光偶尔扫过隔壁院子光秃秃的枇杷树，见有人坐在上面朝这边看，后容貌中露出的那张脸，自己好似在哪里瞧见过。他转身对云鹤说：去瞧瞧对面住的是什么人，大冬天坐在树上偷看。云鹤神色不自然地低下头：那是老爷请来的客人，宋公子无需担心。宋启明挑眉朝男子望去，秦允谦对上他的目光，抬起下巴示意，嘴角露出一抹笑。宋启明眯眼仔细瞧，脑海炸开了一道光，想起来了，是那天晚上阿姐从山里头回来，拿走朔北贼子画像的人。宋家正厅内，最先买回来的4名下人整齐地站成一排，竖在宋金钊的面前。我不在安阳，一切按计划进行，生意上的事情拿不准，你们4个商量着办，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就去叶府找叶先生帮忙。4人严肃点头。车厢里铺了厚厚的褥子，炭盆里的炭烧得通红。宋安好埋头躺在被褥里呼呼大睡。路上半指深的积雪减慢了马车前进的速度。穿过4重山，即将抵达落脚点时，前方出现一辆马车。严家车夫强忍被冻僵的双手和脸庞，不停地挥动缰绳。严丰年坐在暖烘烘的车厢里，车速慢下来一点儿，他就开始催促：再快点儿，天亮之前必须进城。判决昨日下来，再晚儿子就要被押走了。冻得发抖的车夫没注意到远处对向驶来的马车，严家的马车行驶在道路中央，
车夫注意到停在路边的马车后，急忙拉紧缰绳，减速往旁边让。可雪地一滑，他们的速度又太快，马蹄刹不住脚，直直朝宋金钊他们冲过来。车夫挥手惊呼：快躲开！宋高丽听见声音，伸出脖子朝前看，只见对方的马车失控，快速地朝他们奔过来，顿时脸色突变。金钊姐快跑，他们要撞上来了！来不及了，官道两边都是山，无处可躲，调转马头也来不及提速躲开，索性逼停对方。车厢里被晃得东倒西歪的严丰年抓紧屁股下面的凳子怒吼：没用的东西，赶紧将马停下！宋金钊将枪头插入雪地，身体借力飞出数米远，落在对方的马背上，右手抓紧皮环，手臂发力往后拉，骏马两只前蹄腾空而起，几乎接近垂直角度。凌云枪在地面划出了一道20公分深的划痕，宋金钊双腿用力将马按停，身后的车厢由于惯性，轰的一声撞在了石壁上，从中间裂开两半。严丰年摔飞出去，被宋金钊用枪杆接住。被拎住后衣领的车夫双腿落地后，脸色后怕地瘫倒在地上，不停地喘气。大雪天下车不看路，跑这么快，赶着去头。看清楚严丰年的脸，宋金钊迅速抽出长枪。还没落地的严丰年掉在地上，摔了个狗吃屎。清霜找人画过严宝义亲爹的画像给宋金钊看过，这人不就是严宝义他爹严丰年吗？屁股摔痛的严丰年站起来指责宋金钊：哎呀，你这姑娘弄坏我家马车不算，还差点摔死我，你这是想要我的命不成？你太重，我抬不动。若是能要，当然想要你的命，总好过回过头来报复我。你们驾车太快，还不知道看路，分神差点撞到我家马车，我没找你算账，还救了你一命。你不知感恩，反过来倒打一耙，果然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活该刚才摔死。严丰年被宋金钊堵得哑口无言，只能恨恨地瞪一眼车夫：没用的东西，连个车都驾不好，等回去非得将你发卖不可。车夫跪在地上连连磕头，雪地将他的头颅染得又湿又脏。求老爷饶命，是小的错，小的下次再也不会犯了。宋金钊没兴趣搭理一主一仆，转身回到马车上，准备驾车离开。严丰年见他们要走，伸手拦在宋金钊的马车前，他从怀里掏出了一张银票，趾高气昂地命令道：这是100两银子，你的马车我买了，我的马归你。不卖。严丰年咬牙再抽出100两。你不卖，有的是人卖。他将200两银票递到宋高丽的面前。200两，把你的马车卖给我。宋高丽尴尬地抽动嘴角，伸手指前面：我就是个驾车的，马车不是我的。宋启明掀开车帘，面无表情地说道：别说是200两，惹我阿姐不高兴，2万两都不卖。望着无情离开的马车尾，严丰年无奈闭眼，手里2张银票轻飘飘的。车夫小声询问：老爷，要不我们回南口镇换辆马车再赶路？严丰年一脚踹在他身上：一来一回得浪费多少时间？把你身上的棉衣脱下来给我，你骑马载我。车夫脸色煞白，骑马本来就冷，还要抢走自己的棉衣，这是要冻死自己吗？天黑前抵达南口镇唯一的落脚客栈，正在收拾饭桌的伙计远远瞧见2辆马车驶来，连忙放下了手里的碗筷，一边用抹布擦手，一边迎出门。嘿，几位客官，后院有马圈，嘿，我给您带路。来到大堂，站在柜台后面的掌柜热情地招呼：几位客官，小店今日客多，只剩下2间上等房，贵客要1间还是要2间？要2间。哎，掌柜的，这大冬天怎么还有这么多客人啊？
安阳府严家运布料的商队今日正好在小店过夜，还好他家老爷连夜赶了夜路走了，要不然几位客官就只能勉强挤一间房了。宋金钊浅笑颔首，指着挂在墙上的菜牌说道：要一个羊肉豆腐锅和3岁羹炉，再弄个肉末蒸蛋送到房间。嘿，好嘞，我马上让厨房做。上楼时，宋高丽伸手捅宋启明的胳膊，小声说道：掌柜说的严府是严宝义家吗？他家就是做布料生意的。如果是的话，半个时辰前我们在山道上遇到的主仆，或许就是严宝义的亲爹。他爹应该没那么大本事，让孟知府改判吧。判决以下有老师盯着，没人能保严宝义。宋高丽迟疑点头，把心放回肚子里。晚上休息时，宋金钊将研磨好的铁粉和盐按精确比例混合在一起，然后加水调成了浆糊状。夜半子时，客栈里所有人都睡了。宋金钊站在房间的窗边，透过缝隙垂手盯着后院。等看守货物的男人躺在稻草堆里呼呼大睡后，便换上黑衣，将脸蒙上，走出房间。他悄无声息地将东西塞进每一辆板车的布料里面。天色逐渐变亮，盯着后山隐隐冒出的霞光，今天会是一个大晴天。用过早饭后，宋金钊5人几乎和严府的商队前后脚离开客栈，一个往南，一个往北，方向完全相反。连夜赶回安阳府的严丰年在城门开启的一瞬间直奔严府。正在用早膳的孟鹤川听下人来报，思索片刻后说道：把人请进正厅吃茶，我稍后就来。坐在一旁的孟孝哲迟疑开口：爹，严丰年这个时候过来找你，还走后门不敢让人瞧见，肯定是为了他儿子的事情，您还要见他。严家是安阳府数1数2的商贾，往年给朝廷捐了不少银钱，严宝义不能放，但这个面子我得给。若来日安阳府再遭灾害，或朔北开战需要筹集善款，还得用到严家。严宝义是严丰年的独子，都这样了，以后还能捐款吗？民不与官斗，严丰年做了这么多年生意，不是个蠢货，他知道轻重。望着自家老爹离开的背影，坐在一旁的孟夫人开口安抚：放心，你爹做了这么多年官，他知道轻重。郭一瑶坐在凳子上没出声，默默夹起一个鹅油包放进了孟孝哲的碗碟中。再不吃就要凉了。孟孝哲温柔地看一眼妻子，夹起鹅油包放进嘴里。孟夫人见小夫妻俩2人相处得不错，心里也放心。过完年儿子就要回京城上学了，这次有儿媳妇陪同，总算是有个贴心的人能照顾他。丰年坐在正厅待客的椅子上坐立不安，目光紧迫地盯着门外，看见孟鹤川过来，连忙起身行礼：草民拜见孟大人。严老爷不必多礼。他屁股还没落到椅子上，严丰年就跪在了他的面前：大人，草民知道犬子犯下大错，可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还指望他传承香火，还请大人饶他一命，止革功名，别流放。跪在侧后方的下人见严丰年伸手过来，立刻将盒子递上。严丰年打开盖子，神色悲痛，声音里满是哀求：只要大人答应，这20万两银票，草民愿意全数捐给衙门。一沓厚厚的500两面值的银票堆在盒子里，20万两，整个安阳府去年1整年的税收也才这个数。严宝义雇凶伤人，动刀子，差点弄出人命。你捐再多的银钱，这件事本官也不能答应你。严丰年刹那间陷入绝境，老泪纵横。他捧着盒子朝孟鹤川不停磕头：大人，总归是没闹出人命，犬子年纪尚小，一切都是草民管束不严，还请大人想想办法，我严家
可不能无后啊！你才40出头而已，还可以再生一个。严丰年呆愣在原地，孟鹤川继续说道：这件事不是本官不愿意帮你，只是朝廷有法度，岂能捐银钱私了？季家、胡家和宋家没一个会息事宁人，若本官不按朝廷律法判案，非得有人参我一本不可。若3名受害者愿意不报官，犬子是不是就没事了？判决已下，安阳学政已经革除了严宝义的功名，此案再无回转的余地。严丰年手中的盒子掉在地上，银票洒落一地。严丰年是被人扶着离开孟府的，回到家便躺倒在地昏了过去。武仲衡拎着药箱上门，病人急火攻心，肝气上逆，又受了风寒，老夫开一剂药，先把高热降下来，否则脑子都要被烧坏了。严丰年的夫人用手帕捂着眼睛，从严宝义被抓走开始啊，他就开始哭，哭到眼睛红肿发涩，快瞎了。顾大夫，您可一定要快点治好我家老爷，我儿子还在牢里呢。武仲衡黑白相间的眉头抽动3下，默默转身写药方。严宝义买凶伤人之事，整个安阳府都传遍了。判决已下，严家难道还想救人不成？严丰年醒来时已经是傍晚，严宝义他娘扑到床边哭喊：老爷，您总算醒了。刚才府衙传来消息，说义儿明日一早就要被流放，您赶紧想想办法呀！哎呀，我能有什么办法？给20万两孟大人都不松口，义儿救不了了。时分，趁着天好，加速赶路的严家商队距离安阳府只有不到1个时辰的路程。你有没有闻到什么气味？好像有什么东西烧焦了。同伴举起酒壶豪饮一口，陶醉的摇头：能有什么气味啊？我没闻到啊。着火了！巨大的声响在平原回荡，被惊醒的众人停车起身望去，只见前方打头的第2辆马车燃起了熊熊大火。就在其他人准备冲上去救火的时候，着火了！我的也着火了！惊恐的尖叫声接连响起，所有人瞬间陷入一阵慌乱。快救火！快去找水呀！可周围没有河流，找不到水，他们只能用血灭火。经过1个白天的好太阳，周围的积雪少之又少，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越来越大。领头的管家脸上血色尽失，他仰天大吼：怎么会这样？好端端的怎么会起火呀？这如何是好啊？这可是10万两银子的货呀，烧了个精光，回去老爷会杀了他。天火，一定是天火！老天爷发怒，这是在降罪呀！拖着被烧成黑炭的木架和几件被熏黑救下来的布料回到严府。躺在床上的严丰年怒目圆睁的死死盯着跪在地上的管家。你说什么？全烧了！管家捧着被熏黑的布料，泪流不止。本来一切顺顺利利，谁知快到安阳府的时候，突然降下天火，10几辆板车同时烧起来。那天火速度极快，诡异得很，不到半盏茶，所有东西就被烧了个精光。下人们拼命抢救，也只救下这点残部。严丰年双目赤红，胸口气血翻涌，喉咙尝到一阵腥甜，一口鲜血喷涌而出。他心如死灰，边说话嘴里边流血。10万两翻手就是20万两，才1天，你告诉我没了？满脸是血的管家表情凝固，身体僵硬如木偶。相比严府的混乱，宋金钊等人第2天的路况十分顺利。安静的山林空地上燃着火堆，宋高丽一边搓手，眼睛一边盯着铁架上咕咕冒泡的砂锅咽口水。要是有人能在这里开家客栈就好了，
冬天在野外过夜实在是太冷了。宋启明塞给他一个烫手的烤饼。熬过今天晚上，后面就不用在外面过夜了。明亮的火光照映在五人脸上，随着寒风吹动影子，张牙舞爪。被裹得严严实实的宋安好伸手想碰火，被宋时雪牢牢地圈在怀里，捏着他圆乎乎的小手揉搓。什么都想碰，小心给你烧成烤猪蹄。宋安好扭头往宋今朝的身上扑。不吃烤猪蹄，要吃豆蹄花。宋今朝指节夹住软嫩的脸蛋拉扯，宠溺地笑着说道：再吃你就要变成小圆球了。啊，好小，得多吃再长尸体。寒风吹过山林，枯黄的树叶被吹得哗哗作响。宋今朝耳骨微动，停下手上的动作，转头神色严肃地看向了漆黑的树林。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什么都瞧不见，枯枝踩踏发出的啪啪声吸引了宋今朝的注意力。他左手将宋安好搂到怀里抱紧，右手警惕地拿起放在地上的凌云枪，冷声道：启明，诗雪，拿剑。怎么了？有狼？冬天山里的狼找不到吃的就会下山吃人，不会这么倒霉正好被他们撞上吧？脚步声越来越近，有4、5个人。宋今朝起身朝马车靠近。不是狼，是人，让高丽上马车。宋启明火速将宋高丽从地上拽起来。有危险，你先去马车里躲躲。望着手持武器的宋家3姐弟，宋高丽被困在中间，爬上马车。宋今朝将匕首和宋安好一起递给他。他在马车里别动，保护好我弟弟。宋今朝的手按在车架上的弓箭上，5名通体全黑的蒙面男从天而降，3箭齐发，一阵撕裂空气的咻咻声响起。黄泉鬼眸光闪烁，腰肢翻飞，脚尖点在飞剑上，挥手间数枚飞镖射向了宋今朝。枪杆如烽火流星划破夜空，火光四射，将所有飞镖击飞。黄泉鬼双脚落地，手持长满了尖刺的长鞭。价值5000两银子的买卖，果然有点本事。护在马车旁边的宋启明，浓密的眉毛拧成一个疙瘩，这是来杀人的，难道是严家？宋今朝眯眼，5000两银子就想买我一家4口的命，我给你5000两，帮我杀了雇主。我索命门从不毁约，也从不拒绝送上门的生意，这笔买卖可以做，5000两，等杀了你们，我就去杀买主。看来这门生意是谈不成了。黄泉鬼手中的长鞭如蛇龙般的发出尖锐的嘶鸣，直击宋今朝的面门。宋今朝不闪不躲，枪尖如寒星划过浓黑的夜空，精准刺中了鞭柄，用力的往上一挑，黄泉鬼的眼底划过了一抹厉色，脚尖点地，身体反转2圈，急速后撤，摆脱宋今朝的纠缠。小姑娘力气挺大，差点震断他的手腕啊！将黄泉鬼逼退后，另外2个杀手挥剑朝宋今朝攻过来，剩下2个人则从另外2个方向朝马车发起攻击。宋时雪鼓起勇气挥剑迎敌，自学武以来，这是他第1次见血的实战。宋安好伸出小短手去掀窗帘，宋高丽一把握住他的小手缩回来。哎，我的小祖宗，你胆子怎么和你张姐一样大？看外面。宋安好挥动拳头，上半身往外斜。哎，可不能看，吓到你晚上做噩梦，你哥姐得撕了我。凌云枪横扫千军，枪杆打在3人的胸口，反弹响起的嗡嗡声传入耳中，带起阵阵耳鸣。黄泉鬼脸色难看地捂住胸口，单膝跪地，从没见过有哪个女人能将枪耍得这么好。宋诗雪力气没对方大，被杀手抵住剑刃后，身体往后滑，鞋底摩擦地面，薄成一张纸。记住，遇到男人打你，抬腿使出全身力气攻击对方最脆弱的地方，
纵身血抬腿朝男人腿间重重一顶，像是有什么东西爆炸了一样。五官扭曲，露在面巾外面的眉眼飞扬，长剑掉地，杀手倒在地上左右翻滚，双手捂住下体，痛得嗷嗷直叫。宋金钊移出一道视线，见状眼底闪过一抹厉光，他一边扛住黄泉鬼的攻击，一边沉声怒吼：师爵，杀他！见两个手下被宋家兄妹除掉，黄泉鬼咬牙咽下一口血，电光火石间，宋金钊握住凌云枪朝黄泉鬼用力掷出。就在他全力稳住身体，试图用鞭子接住枪头时，一道敏捷的身影如疾风骤雨般的出现在了黄泉鬼的身后，数支袖剑齐发，将他的身体捅成筛子。宋金钊冲上去折断了他的手脚，飞身夺过凌云枪，从黄泉鬼的头顶垂直刺入。见黄泉鬼被杀，正在和宋家兄妹纠缠的两个杀手当即转身逃命。抽出枪头的宋金钊冰冷的眸中寒光四起，尖锐的枪头如穿甲弹，将两人的心脏穿透。姐，宋金钊拿着鲜血淋漓的凌云枪走到了二人面前，眉眼微笑，满意的夸赞：不错，1年多没白练，记住现在的感觉，以后我不在也是一样。宋启明冷静下来后思考道：阿姐，此处距离开康城还有1日路程，闹出人命，我们得先报官，否则容易被人反咬一口。江湖杀手组织出身，一般都无父无母，就算丢了性命也无人会报官，只是索命门收钱接了刺杀任务，任务没完成，这件事恐怕不算完。或许还有下一步。宋启明等人心情沉重，是严家吗？安阳府屋顶传出几声短促清晰的咯嗒声，黑衣人缓缓蹲下，小心翼翼地揭开屋顶上的瓦片。房间里的炭盆燃着亮红色的火光，热气扑面而来。厚厚的被褥将叶良玉裹得严严实实，只留下粗糙的长白发垂落在床边。数十名黑衣人如风般跳下屋檐，在地上翻滚2圈后爬起。主子有令，叶府所有下人一个不留。迷烟顺着被戳破的小洞送入叶良玉和小厮的房间。后片刻，其中一人将刀插入门缝，将插销移开。5人手持武器闯进了叶良玉的房间。就在长剑即将刺入叶良玉的身体之时，被褥被人猝然掀开，银光射进了黑衣人的瞳孔，长剑直击对方的脖子。等的就是你们。秦允谦将戴在头上的白色假发扔到一边，锐利的眼神凶狠如秃鹫。昨日伪装成摊贩的士兵发现有人在叶府周围频繁走动，秦允谦知晓后当即决定布下天罗地网，等杀手自投罗网。院子里刀剑声骤然响起，夹杂着拳脚相加的肉搏声。待在隔壁房屋中的叶良玉双手握拳，心中的恨意如滔天怒浪。知道自己的腿被治好，就迫不及待地想再杀一次。幕后真凶是齐王还是鹰王，还是另有其人呢？中计了！你是谁？为什么要帮叶良玉？秦允谦趁机一脚踹在他的胸口。这个问题该我问你，谁派你来的？数十名黑衣人很快就被杀到了只剩下3个。留下活口。秦允谦用腿将领头的黑衣男子压跪身下，扭头朝下属吩咐。一块令牌从秦允谦的胸口掉了出来，黑衣男瞳孔紧缩。你们是惊雷军的人？用绳子将人绑起来押进柴房，势必问出幕后黑手。是。叶大人，歹徒已全部伏法，还剩3个活口。叶良玉缓缓起身，手心沁出了一层薄汗。今日之事，多谢秦将军。小事一桩，叶大人是阿爹的朋友，那便是小侄的长辈，别说2个月，就是守上1年半载也是应该的。前脚才踏进院子，后脚还没落地，一人急匆匆地从柴房跑出，差点撞到人。不好了，宋将军，
那3个人服毒自尽了。秦允谦神色一凛，快步走进柴房，看着被绑住手脚、倒在地上沾有黑血的3人，下属拧眉，十分懊恼。毒药藏在嘴里，转眼间人就死了，根本没办法救。秦允谦脸色难看极了。2名士兵从屋外走进来。回禀少将军，那些尸体的嘴里也都藏有毒包。这些人全是死士。叶良玉看着倒在地上的尸体，眼睫止不住的颤抖。他闭上眼睛，深呼一口气，语气带着自嘲。他们还真是看得起我呀。正午时分，连续赶路8个时辰的宋金钊等人终于抵达了开康城。宋高丽头晕眼花，下车时整个下半身都是僵硬的。鼓声响起，开康县令整理衣冠上堂。来者何人？有何冤屈？宋启明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宋金钊拿出割下来的纹身交给衙役。案件本官已经全然知晓，你们先回去，查到幕后真凶，本官自会派人前去告知。宋启明张嘴还想说2句，惊堂木骤然响起。退堂！望着像逃命一般飞速离开大堂的开康县令，宋启明嘟囔道：连我们住的地方都没问，怎么告知？他们就没打算认真查，不过是推诿拖延之词罢了。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江湖与庙堂之间那层微妙界限，不是每个官员都敢打破。开康县令怕死，不敢招惹。宋启明拧眉，忧心道：接下来怎么办？多来几次，岂不是防不胜防？来一个杀一个，就看拿5000两银子能买几个索命门杀手的命。子上，春杏望着大棚里绿油油的蔬菜，眉飞色舞。店铺已经布置妥当，第一批菜什么时候可以采摘？3日后，按照大小姐的吩咐，正好赶上小年儿。里外穿着2件旧棉衣的宋老爹顶着一头血推开门。还没看见人呐？没有，我刚才去村长家问，他们也说就这2天，估计快回来了。宋金钊寄回来的信上明确说了出发时间，按路程推算应该快到家了。堂屋里正在编竹筐的宋大郎抽空抬起头说道：下雪路上不好走，晚2天也正常，有金钊在，阿爹你就放心吧。5个月没见，也不知道3房过得好不好，是胖了还是瘦了。外面一个亲戚都没有，无人帮衬，年纪又这样小，被欺负了都找不到大人给他们撑腰。在城里扫荡一圈后，天色隐隐开始变暗，2辆马车笔直地往宋家村奔去。正在吃晚饭的宋大壮忽然放下碗筷，竖起耳朵：我怎么好像听见了马蹄声？阿爹阿娘，我回来了！最先反应过来的村长宋满仓丢下碗，火速开门。宋高丽手上拿着包袱和刚从西宁城买的东西冲进院子。阿爷！屋内所有人全都冲出来，一个个欣喜地抓住宋高丽，就是一顿乱摸乱看。宋满仓笑着说道：哎呀，瘦了，个子长高不少，都快赶上你阿爹了。宋高丽放下东西，不好意思地挠头：没有变瘦，是变精壮了。宋满仓歪头看向院门口，宋启明正拿着宋高丽剩下的行李走过来，他毫不犹豫地张嘴夸赞道：哎呀，几个月不见，启明长得愈发一表人才，仪表堂堂了。村长，大壮说阿婆阿婶好。大壮媳妇儿热情地接过宋启明手上的东西：你阿姐呢？哎呀，正好饭点，今天就留在我们家吃饭。啊，对，孩子他娘啊，你去厨房多做几个菜，他们赶了1天路，肯定饿了。宋启明连忙笑着摇头拒绝，双腿往门外走。啊，不用，我们在城里面买好了，阿姐还在外面等我呢，我改天再过来。
宋高丽的阿婆和阿娘没拖住宋启明，追到院子外面，看见还有一辆马车停在路上。哎呦，今朝都长成大姑娘了，这次多谢你带我家高丽回来，明天呐，可得来阿婆家吃饭。宋诗雪把头从车厢里伸出来，礼貌地喊道：高丽阿婆。就这么一小会儿，村里开门出来瞧热闹的人还越来越多了。今朝、启明、诗雪。宋老爹穿着旧棉衣跑过来，最上面的2颗扣子都没来得及扣。宋金钊跳下车架，宋诗雪抱着宋安好从车厢里钻出来。阿姨，瞧着整整齐齐的姐弟4口，宋老爹一颗心都要软化了。干净整洁的屋子里一粒灰尘都看不见。宋老太拎着大茶壶进来，倒了3碗热腾腾的开水。知道你们要回来，前天我带着你大伯娘、二伯娘前后后打扫了3遍，让你们一回来就能住。厨房里的粮食是今天刚收的新米，柴房里有劈好的柴，明天让你阿婆杀只鸡送过来，你们想自己开火或者去老屋吃都行，有什么缺的直接去老屋拿。阿爷什么都准备的好好的，就一直盼着你们回来。宋二郎的眼神在3房4个人身上打转，宋启明头上的白玉发冠，宋金钊和宋诗雪发间的珠花银饰，哪儿都透露着不便宜。宋二郎朝宋启明说道：启明，过完年2月耀祖就要参加县试，你在家可得多指点指点他。郑秀才说了，这次永年和耀祖参加县试，就是去体验体验，主要还是后年。哎，耀祖机灵，启明指点半个月，说不定就过了呢。净想着天下掉馅饼，科举要是这么容易，统生老爷还不遍地都是。启明好不容易回家，得多休息休息，别尽想着使唤人。宋二郎张嘴还想说什么，宋大郎大跨步挡在他面前，瞪眼制止。回来第1天你就找事儿，小心爹发火。宋二郎不高兴地闭上嘴巴。宋老爹见宋安好困得打哈欠，将他放在炕上，朝宋金钊说：你们先休息，等大郎媳妇和2郎媳妇做好饭，阿爷过来叫你们。谢谢阿爷，弄好我们自己过去。4人离开后，宋启明披上大氅，将马车上的纸钱拿下来。屋外的天色渐黑，宋金钊带上火把，以防回来时看不见路。宋诗雪抱着犯困的宋安好走在中间，冷空气吹在脸上，瞬间就把瞌睡虫赶跑了。山脚积雪比其他地方厚，走起路哗哗作响。宋金钊把火把插在地上，和宋启明一起用大竹扫把将墓碑周围的雪清理干净。纸钱在炭盆里燃烧着刺眼的光芒，年幼的宋安好望着墓碑，跟着宋金钊他们一起喊：二爹二娘。明明只过去不到半年时间，宋启明和宋诗雪2人的心里却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好似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整个宋家村都热闹起来，几乎所有人都在议论昨天傍晚回来的宋启明和宋高丽。男人羡慕他们能读书考上秀才，女人议论的话题则是全在宋金钊和宋诗雪的穿衣打扮上。宋老太过来送早饭的时候，3个孩子还都没醒。宋金钊接过篮子说道：阿婆，中午不用做我们几个的饭，家里已经收拾差不多了，中午我们自己做。宋老太看着如雪中傲然梅花一样明艳漂亮的大孙女儿，心里的想法蹭蹭蹭地冒出来。回到老屋，她将宋老爹拉进房间。过完年今朝就17了，他的婚事我想找媒婆问问。今朝的婚事你我插不了手，以他的条件，起码得是个秀才老爷才配得上。方圆几十里没成亲的有几个？启明以后肯定不会住在村里。要我说，今朝最好能嫁到省府。
他们在安阳府一个长辈亲戚都没有，总不能让今朝自己找媒婆相看吧。宋老爹靠在炕上，不免想到了宋三郎夫妇。要是老三还在，今朝的婚事他们肯定比谁都上心。要不改天我找启明问问，过完年他13岁，也该懂事了。安阳书院里全是秀才老爷，挑几个好的撮合撮合，等以后考上举人进士，今朝就是官娘子，那才是飞上枝头变凤凰。启明靠谱吗？我怎么就不放心呢？只让他撮合两人见见面，决定权还是在今朝自己手里。我相信他的眼光。辰时过半，宋启明他们才醒。吃过早饭后，宋今朝和宋启明便提着从西宁城买的东西来到老屋。大房一家盯着桌上摊开的包袱，厚厚一叠新衣裳，全是做好的成衣，都不用自己做。哎呀，能回来就好，这么好的料子穿在我这个老太婆身上多浪费呀。宋老爹打开酒罐塞子，扑面而来的酒香味儿钻进鼻孔，还没喝就醉了。宋今朝微笑回应：衣服穿在人身上就不算浪费，深红色衬阿婆好看。宋永年和宋巧娘捧着新衣服，欣喜地朝宋今朝道谢：谢谢今朝姐。尚在襁褓里的宋永时收到的是一匹新棉布。孩子长得快，永时的衣裳就要麻烦大伯娘自己做了。你大老远回来还给孩子们带衣裳，我高兴还来不及，一点都不麻烦。下次回来别给他们买，这些东西贵得很，俩孩子皮糙肉厚，有粗布穿就够了。带着剩下3件衣裳来到二房，宋二婶看到衣服，那眼睛瞬间炸亮，上手打开一看尺寸，疑惑道：哎，今朝，这衣服我好像穿不上，你怎么不买布料啊？站在旁边的宋启明脸色变暗，想到2年前送包子时的场景，抢下衣服塞给宋来弟。那这是给来弟和盼弟买的，大伯家也只有永年和巧娘有，二伯娘想要新衣裳，可以让二伯给你买。女娃有衣服穿就不错了，买什么新衣裳，穿了也是浪费。你不也是女的？既然穿了浪费，那二伯娘怎么不光着身子去外面转悠去？不想要我拿给巧娘穿，反正身形都差不多。宋二婶连忙抢过衣服抱在怀里，讨好的笑着接话：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觉得这么好的衣裳穿坏了可惜。宋今朝不想再废话，转身朝宋来弟和宋盼弟说道：新衣裳是特意买给你们的，过年记得穿上。年夜饭的时候，永年和巧娘都会穿新衣服。宋来弟握紧宋盼弟的手，眼神专注地对上宋今朝的目光，他颔首应道：谢谢今朝姐，我和妹妹很喜欢。临走时，宋启明扭头朝屋内喊道：阿伯，你去年就没给我压岁钱，今年可别忘了。宋二郎欲言又止：不是，你家都这么有钱了，还缺我这点压岁钱？老三夫妇已经去世了，自家单方面给压岁钱又收不回来。宋二婶气哼哼的用力坐下，盯着衣服，心里难受极了。宋二郎见状说道：哎，这衣服你穿不了，可以给耀祖穿呢，大了把袖子裤脚收收就行。正在穿新衣服的宋耀祖嫌弃的说道：我才不穿呢，这衣服一看就知道是女孩穿的，我穿出去会有人笑话我的。宋二郎盯着2套衣服，一套桃红，一套浅紫，是不合适。宋二婶鼓气的将2套衣服扔到姐妹俩身上。今朝就是故意挑着这么艳的颜色，他明显更喜欢女娃，失血身上的行头加起来比启明还要值钱。你若是真喜欢，等过完年今朝他们走了，你把这2套衣服合在一起重新做一套，不就能穿了？一红一紫颜色不一样，拼在一起多难看呢。今朝还说让他们过年穿到老屋去，被人知道我拿女儿的衣服穿，
背后不知道要讲多少闲话。爹娘一封信告诉今朝，以后什么好东西，我们二房都不用想了。看着你来我往对打在一起的兄妹二人，宋今朝转过身儿，面朝后方向。点到为止，杀气不足，还是得多来点实战才行。村长家，宋高丽大口咽下一整块红烧肉，宋满仓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嘴上说在书院过得很好，看这吃相就知道没吃过几顿肉。宋高丽见一家人盯着自己看，将嘴里的酱香味咽下去。我在书院真的过得挺好的，启明3天2头给我带他家的卤味，还时不时叫我去他家吃饭。我就是想吃阿娘做的饭，有家的味道。宋高丽娘手背扶过眼角，夹起一个大鸡腿放进宋高丽的碗里。喜欢吃你就多吃啊！你在家呀，阿娘天天给你做。是什么卤味呀？启明一家在府城很照顾你。我现在和启明是好兄弟。今朝姐在府城开了一家卖卤味和饮料的铺子，每天都会做很多荤菜卖，有时候启明就会带到书院让我蹭。今朝在安阳府买铺子了。宋高丽颔首，一口咬下半个鸡腿肉。今朝姐可厉害了，一下子买了2个铺子，一个卖吃食，一个开医馆。现在整个安阳府都知道她医术最好，都称她为神医呢。2个铺子，启明要读书，她们姐妹2个忙得过来？诗雪跟着今朝姐学医术，吃食铺子交给下人管。啊，他家还买了仆人？宋高丽点头，对家人的惊讶感到心满意足。半年来，宋今朝带给他的惊讶，总算有人能分享了。不像在安阳府，同窗都觉得稀疏平常，反倒就自己一个觉得厉害。刚到府城不久就买了，光家里就有6个。听启明说，城外庄子上还有10几个。宋大壮瞠目结舌，如同被雷劈了一般。还买了庄子？应该是，具体我也没多问。不过他家3进院的宅子是买的，我还去帮忙搬家了呢。知道今朝有本事，没想到他这么有本事啊！这才过去多久，在安阳府就什么都有了。哎呀！宋老太伸手牵住宋安好，不赞同的开口质疑：这么冷的天，去山上干嘛呀？前几天我还听见狼叫声，可不能去呀。是不是家里肉吃完了？我让你阿婆再杀只鸡。不用杀鸡，我就是想带着启明和诗雪上山练练身手，不真刀真枪没意思。坐在宋今朝家隔壁的宋水生一家目瞪口呆地望着黑熊和狍子被抬进了隔壁院子，门口还滴了2滴血。宋水生他爹宋大田说道：肯定是进山打猎了。宋老爹听到消息赶过来的时候，宋诗雪刚洗完澡。你哥哥姐姐呢？没瞧见人，宋老爹心中不安，担心他们受伤了。怎么还没开春呢，熊瞎子就出来了？试身手也不是这么试的呀。宋今朝端着2碗热气腾腾的红糖姜茶从厨房走出来，将其中1碗递给宋诗雪。来，趁热喝完。哥哥在洗澡。见姐妹2人没受伤，宋老爹悬在嗓子眼的心这才放下。宋诗雪看着院子里的猎物，不确定地问道：阿姐，这么多肉我们也吃不完，要拖到城里的酒楼卖掉吗？不，把皮剥了留2只狍子，其他的都卖给村里人。之后每天都要上山，肉吃不完肯定要卖掉。今天是第1天，雪越下越大，时间又比较晚，索性卖给村里人赚个人情。在院子外面看热闹的村民听到后欣喜地跑进来。嘿，今朝啊，这肉你打算卖多少钱1斤呢？狐狸肉15文钱1斤，狍子肉25文钱1斤，黑熊肉35文钱1斤。宋高丽站在人堆里，朝他爹说道：阿爹，我长这么大还没吃过熊肉呢，我们买1斤。
陶盆里的铜钱越堆越多，站在不远处的宋二郎见地上的肉越来越少，着急的在原地踏步。哎，这都快卖光了，我们还有的吃吗？晋昭还留了2只狍子，他肯定会给爹，给不给我们那就不知道了。哎呀，早知道就应该再跑快点儿，只要我们帮上忙，他就不好意思不给。等所有村民都走了，地上还剩下10几斤黑熊肉。宋金钊让宋启明切一半给宋老爹带回去，宋老爹连连推拒，要把肉还给他。太多了，割1、2斤就行。阿姨，这么多肉我们家也吃不完，你拿回去，这几天吃好点。对，多吃点肉补补。你跟阿婆看起来比我们夏天离开的时候瘦了1圈。知道你们孝顺，没想到我跟你阿爷到老还能吃上黑熊肉，这辈子也算值了。见宋启明要把剩下的肉拿回院子里，空着手的宋二郎开始急了。他刚要开口，就被宋老爹一个凶狠的瞪眼给吓成了哑巴。二房从老屋顺走了1斤黑熊肉，回到家，宋二婶目光黑黝黝的盯着宋来弟和宋盼弟。如果明天3房再打猎回来，你们2个一起去帮忙。宋来弟咬紧嘴唇，不情愿去。这不是让他们去帮忙，是让他们去要肉的。我和盼弟要洗衣服做饭，没时间，可以让弟弟去。不行，耀祖要专心读书，不能分心。没时间就早点起来做，他们打猎要到下午才回来，你们2个上午把事情都干完不就行了？二房想得太美，结果第2天宋金钊他们没上山打猎。安阳府田雪轩，李子恩嘴上喝着温热的奶茶，眼神紧盯手上的宣传单上，久久未动。你确定这是宋家的下人发的？小厮用力点头。小人亲眼看见领头人叫春香，就是宋家美食店的伙计，说是明天上午开始卖，铺子就在美食店旁边。李子恩咬爆珍珠，尝不到甜味儿，他放下杯子，不满地说道：今天的奶茶谁做的？没放糖啊？小厮瞄了一眼杯子里剩的奶茶，喝掉一半了，才说没放糖。他故作生气地指责：肯定是伙计一时太忙忘记了，小的这就去让他们重做。李子恩烦躁地拧眉，深呼2口气后起身：不用了，我们去宋家铺子瞧瞧。到门口，宋家美食店旁边的铺子门是开着的。小厮拦住从美食店出来的清霜：劳驾问一句，旁边蔬菜店明日上午什么时候开门啊？明日一早陈时正开张，卖完就关门，客官可得起早。你们宣传单上写的是当日采摘的新鲜蔬菜，不会是从冰窖里出来的吧？什么绿叶子菜能在冰窖里放好几个月还完好如初啊？他拿出一张宣传单，指着上面的字说道：假一赔10，看到了吗？说是当天采摘就是当天采摘，绝对新鲜。这么冷的天连野草都不长，你说是新鲜的，怎么种出来的？自家的商业机密，李少爷，你会告诉别人吗？你带上2人明日一早就过来排队，要是真的，给我把店买空。小厮忙点头，这么冷的天儿，要是能种出来菜，必须得多买点儿。隔天寅时刚到，宋金钊城外庄子里的大棚就亮了起来。莱西等人快速地将30个装满蔬菜的竹篓搬进铺子里，还没等摆上货架，客人就已经冲进来开始抢了。春杏裂开嗓子大喊：绑好的蔬菜不能拆，只能一捆一捆的卖，墙上都贴了价，大家多看一眼。正在抢蚕豆的大娘抬头望去，哎呀，怎么这么贵呀？比一般菜价高出近3倍。我们东家为了在冬天把菜种出来，花了不少心思呢，不仅成本高，数量还少。为了让大家能吃上一口新鲜蔬菜，这已经是在亏本卖了。李子恩的小厮攥着银子，盯着墙上的价钱，钱没带够，搬空不了铺子。小厮思索2秒后，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春杏。
他把银子往桌上一拍，豪气冲天地说道：每样给我来5斤。春杏儿指着收银台后面墙上贴着的临时公告说道：本店蔬菜数量有限，每人每样限购2斤，大批采购请到隔壁登记。哈？店里不是有这么多吗？你直接卖给我就行了。都卖给你，其他人就买不到了。你先去登记，有货第一时间通知。小厮还在迟疑，站在他身后的几个酒楼伙计就已经转身冲进隔壁美食店了。等李子恩的小厮过去的时候，他已经排到第7了。轮到他的时候，兰溪拿出一份空白合同，说道：大批购买可以享受99折优惠，500斤起购，需要支付5成预付款。冬季蔬菜数量有限，第一批只有2万斤，先到先得，卖完为止。99折？这跟不打折有什么区别？那客官也可以选择不要折扣，原价购买。小厮抿唇，满脸无语。见已经有熟悉的酒楼掌柜正在签合同，钱没带够，最低500斤起购的5成预付款，他拿不出来。思索片刻后，转身回到隔壁，买上5斤各色蔬菜往家跑。少爷，少爷！还没睡醒的李子恩直接被惊醒，差点从床上掉下来。喊什么喊？吓我一跳！进来！小厮用力推开门冲进来，将蔬菜摆在李子恩的面前。少爷，蔬菜是真的，好几家酒楼都在卖。宋家的下人说只有2万斤，不买就没了。李子恩睁开眼，拿起面前的蔬菜掰开，用鼻子闻，新鲜，绝对是刚采摘的。声音立刻变大：你买了吗？少爷，菜价比平时贵3倍，大批采购他们要500斤才起购，还要交5成定金，您给的钱不够。你不早说，赶紧去账上支银子，先拿1万两。贝麻，速度快点！捏着一张契书的李天宠从门外走进房间，望着慌慌张张的主仆2人，怒斥道：等你们过去，黄花菜都凉了。契书啪嗒一声扔在桌上，李子恩愣了一瞬，拿起桌上的契书打开，白纸黑字定了10万斤，上面写着分3天交货，钱都已经给了。他放松地沉下肩膀：爹，还是你有先见之明。我看你做生意是越做越回去了，赶紧起来，明天菜到了酒楼就要开始卖，还有运到各个县城酒楼的，上午就要安排好。花大价钱买来的蔬菜，要是被冻坏，损失可就大了。爹您放心，我1个时辰之内保证安排好。安静如水墨画的叶府正堂中，叶良玉正坐在椅子上，拿着一颗碧绿的芹菜仔细观察。刚才福顺运来整整1竹篓新鲜蔬菜送给叶良玉，厨房现在已经在做了。这个天能把菜种出来，当真是神迹。正拿着菜叶子包烤羊肉的秦允谦点头附和，太新鲜了，一口咬下去，水分充足。南方冬日气候暖和点的地方能种出菠菜韭菜，可在北方绝对是前所未闻。叶良玉将芹菜放到桌上，听说铺子里卖价很贵，想必种植成本相当高。晚上下职回到家，孟鹤川疑惑地用筷子夹起一颗蚕豆。这是新鲜的豆子。孟老夫人抬着下巴沾沾自喜道：宋家上午送过来的，说是他们自己种的。宋大夫回乡前特意叮嘱下人要送点给我尝尝，听说他们铺子里不到2个时辰，菜就给抢光了。宋家送过来多少？20几种，每种大概1斤左右的样子。孟鹤川听后，大部分心思已经不在饭菜上面了。蔬菜店开张后第3天，望着身穿官服进门的孟鹤川，正在展柜后面称卤味的清霜飞快地结束手上的活，站到了兰溪的身旁。小人拜见知府大人。2人跪下行礼，想到大小姐离开时交代的事情，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孟鹤川盯着两人说道：起来吧，蔬菜店里的蔬菜都是当日采摘，想必你们种菜的地方就在安阳府，本官想去看看。大人决定聪明，农场就在城外的庄子上，小人这就带您过去。一行人抵达庄子上后，正忙着带人收菜的福顺赶忙把手洗干净过来迎接。叩见知府大人。进入庄子后没多久，孟鹤川远远瞧见很多拱形淡黄色的庞然大物矗立在田里，看着就像房子一样。他好奇地询问福顺：那是什么？回大人，那是蔬菜大棚。从来没听过的名词传入耳中，孟鹤川怀着疑问加快了脚步。走近后眯眼仔细查看，这是油纸做的。我家大小姐说，油纸透光性、防水性和韧性好，适合用来做蔬菜大棚。打开用木板撑起骨架的小门，里面采收蚕豆的下人正穿着秋天的衣裳埋头苦干。3日内20万斤蔬菜需要全部交货，所有人都在加班加点，一扑面而来。孟鹤川官帽上的冷霜开始融化，走进去后发现大棚里有很多的竹子，竹子上面有许多小孔，热气就是从里面发出来的。这是？回大人，这是烟道。冬季寒冷，有时就算出太阳，棚里的温度也不足以让蔬菜生长。当温度过低时，就开始烧炉子，热气顺着竹筒飘进来，温度自然就上去了。这是宋金钊想出来的主意，能造出水车的人果然不简单。庄子上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家大小姐想出来的。她说冬季漫长，不想让土地空着。前后后将每一个大棚都瞧了个遍，官府里面穿着厚棉衣的孟鹤川已经开始出汗了。除了种植大棚蔬菜，你们还养了这么多牲畜？望着木质鸡圈里一排又一排的鸡鸭，下面挡板里全是鸡蛋，像是刚生出来的。福顺笑着回应：美食店每天都需要不少鸡鸭，大小姐说得自己掌握货源，牲畜的粪便还能改良土质，给庄稼提供养分，算是一举两得。看完所有后，孟鹤川停下脚步望向福顺：你今日带本官过来看过大棚，还把原理一一说明，就不怕本官把方法泄露出去？不瞒大人，今日带您过来是大小姐回乡前特意叮嘱过的，说是一定让小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天下之大，不只有一个安阳府，此种植方法虽然成本不低，但若普及，对百姓来说也是一件好事。说完后看向兰溪，只见对方从怀里拿出一封书信，双手递到孟鹤川的面前。这是我家小姐写给大人的信，一应事项都在纸上，大人闲暇时可费心一观。离开前就写好了信，你家小姐还真是算无一策呀。那是因为小姐知道大人有一颗勤政为民的人心，只要是为了百姓好，您都会去做。这句话捧得太高，让孟鹤川心里既高兴又下不来台。送走孟鹤川之后，福顺凑到兰溪身边，小声问道：大少爷的信送到叶府了吗？青霜婶肯定已经去送了。小姐也没告诉我们信里写的是什么。好不容易把蔬菜大棚捣鼓出来，多赚点银子多好，可大小姐好像不是这么想的。经历太多尔虞我诈的兰溪抬头仰望白茫茫的天空。大棚盖在庄子上，方法本来就瞒不了多长时间，索性偷车卖个好，没必要得罪知府。福顺一屁股坐在牛车的架子上。等过几年，大少爷考上进士当了官，也就没人敢随便欺负我们宋府了。兰溪从前面绕到牛车另一边坐下，嘴上沉默没开口。官员上面还有官员，想要不被别人欺负，不做到封侯拜相都办不到。
回去后，孟鹤川思考了整整1晚上，才开始写折子。折子用了3天时间才写好。可他不知道的是，3天前叶良玉的亲笔书信就已经被送往京城，现在早已经飞驰在路上。迟迟没等到黄泉鬼回来交任务的索命门门主面露疑惑。都过去这么多天了，四堂主怎么还没回来？按照时间推算，3日前就该回来了才对。他朝站在台阶底下的手下吩咐道：三堂主，你出去打探一下消息。戴着面具的罗刹鬼站出来，单膝跪地道：属下领命。西宁城内，宋金钊姐弟3人运了1把车猎物来到酒楼门口。早已等候多时的石有记李掌柜和庭云楼马掌柜立刻围上来开始挑货。为了锻炼兄妹2人的实战能力，这几天宋金钊几乎天天带他们上山打猎。打到的猎物数量太多，自家吃不完，村里市场也已经饱和了，他们就拉到城里来卖。明天过年，接下来几天我们就不来了，下回上山估计要4天之后。宋姑娘客气，这些天山上的野兽都快被你们猎完了，过年可得好好在家里休息一下。年夜饭3房照常全都在老屋吃。家里穷，宋老爹没怎么喝过酒，1碗下肚人就醉了。趁着宋老爹喝醉在屋里睡觉，宋二婶凑到了宋金钊的身边坐下。金钊，我听村里人说你在府城置办了好些产业，还买了仆人。宋金钊漫不经心的点头，一个字儿也没和宋二婶搭话。夏日哪有自家人靠谱啊？要不让你二伯过去帮你。去年婆婆给宋金钊看摊子拿了那么多工钱，要是这一次她能把我家2郎带过去，1年至少几10两银子，要足几年的束修就都不用愁了。堂屋里大房夫妇安静下来，只剩下小孩子叽叽喳喳在讲话。宋金钊玩味地勾起嘴角：二婶儿，我买的下人都签了卖身契，想打就打，想杀就杀，他们的性命握在我手上，还真比二伯靠谱。要不让二伯也签个卖身契？你二伯是你长辈，怎么能签卖身契呢？如果实在不方便，耀祖明年的束修到现在还没着落，你能不能先借我们点儿？宋二郎连忙出声附和：金钊啊，你二伯娘说的对，我跟你爹还有大伯3个人从小一起长大，他要是知道耀祖因为没钱交束修而荒废了学业，必定会借钱给我们。正在和2个堂弟讲书院事情的宋启明猝然抬起头，扬声开口：我阿爹都没给我交过束修，哪还顾得上耀祖啊？宋诗雪也开口反问道：二伯为什么没钱？我看大伯和大伯母为了永年读书，每天都要编竹篓卖，你们为什么不编？是太懒了吗？父为子范，子女的一言一行都会下意识地跟着爹娘学，怪不得耀祖在私塾总是落后别人一大截，肯定都是跟着你们学的。宋金钊慢悠悠地给宋安好穿衣服：我阿爹如果泉下有知，下葬第1天就该从阴曹地府爬出来。二伯、二伯娘，我爹娘自从去世后，从来没有给我们姐弟3人托梦，他们有没有找过你们？笑容僵在脸上，2人像是被一双沾满血的手紧紧锁住脖子，凉意从头顶钻到脚底，心惊到喘不上气儿。宋大婶朝宋大郎使眼色，假装孩子要喝奶，拉过对方就回了房间。不该惦记的别惦记，我们虽是亲戚，可早已分家，日常相处面上过得去就行，硬把遮羞布扯下来把话讲明，就连亲戚都会没法做。等宋老太照顾好宋老爹从房间出来，发现堂屋里的气氛不对劲儿。金钊他们呢？宋大郎苦笑着打马虎眼：安好犯困刚走。大过年好端端的闹出这么一出，要是被爹娘知道，肯定会不高兴好几天。老二自己懒也就罢了，还想让大侄女给他养儿子，这不胡扯吗？宋二郎脸上挂不住，站起来和宋老太打个招呼就走了。开康城外乱葬岗，
罗刹鬼看着被冻成冰块一样的五具尸体，隐藏在面具之下的脸显得无比严肃，盯着纹身消失的黑色伤口，索命门的印记都被人挖走了，死的还真是狼狈呀。尖锐的口哨声响起，一只通体全黑的鸽子落在罗刹鬼苍白的手指上。宋家村大年初二，宋家人一起在老屋吃饭。宋老爹敏锐地发现二房和三房之间的情况不对劲儿。之前还表面哈哈两句，现在就连一个眼神大孙女都懒得给，像是把人当空气。饭后等人离开后，宋老爹将宋大郎叫到屋内质问：怎么回事？老二是不是又找金钊麻烦了？老二听说金钊在府城买了很多下人，提出想去府城帮他做事，金钊没答应。他们就说没钱给药祖交束修，想让金钊借点，还提到要是老三在世，肯定不忍心侄子因为没钱交束修而荒废学业。然后金钊就发飙了，就连启明和诗雪脸色都不是太好看。桌上的茶碗被宋老爹扔出去，差点砸到宋大郎的脸上，哐当一声掉在地上，裂成两半。孽障，不孝子，白眼狼！宋老爹站起来，指着宋大郎的鼻子骂：一个长辈找小辈借钱养儿子，他宋二郎还要脸吗？还敢拿老三当借口，看我不剥了他的皮！当年老三死的时候，我怎么不见你们兄弟之间情有多深呢？唾沫星子像雨水一样打在宋大郎的脸上，他闭上眼睛，有苦难言。又不是自己找金钊借钱，干嘛对着他骂呀？你给我去把老二叫过来，今天我倒是要亲自问问他这个二伯到底想怎么样。宋大郎像是屁股着了火一样，转身就往外急走。他跑到二房时，看到宋二郎正躺在炕上，翘着二郎腿晃悠，心里气就不打一处来。你给我起来！整天就知道偷懒躺着不干活，真以为银子能从天上掉下来呀？大哥你干嘛呀？哎呀，快放手，疼！听到喊叫声，宋二婶从旁边房间里跑出来，惊恐地喊道：哎呀，大哥，你在做什么啊？爹让你马上去老屋，他有事找你。站在旁边的宋二婶心里咯噔一声，脱口而出道：公爹知道了。没说什么事儿，可在场几人都心知肚明。宋大郎白眼一翻，鼻孔出气：对，爹知道了，还臭骂了我一顿，我这是替你们挨的骂。宋二郎心里发怵，嘴上推拒道：我明天再去，刚吃过饭，肚子不舒服。自从老三去世后，爹不仅脾气越来越大，还看自己特别不顺眼，这一去肯定得挨骂。宋大郎瞪眼，抓住他的手往外拖：你今天必须去，肚子不舒服还吃那么多肉，那都是金钊带过来的。来到老屋时，堂屋里只有宋老爹黑着脸坐在椅子上。宋大郎将人带到后，就想马上回房间。老大，你也留下。宋老爹目光灼灼地盯着宋二郎，被一直盯着的宋二郎开始有些站不住了，他装死道：爹，你让大哥叫我过来是有什么事儿吗？三郎夫妇去世后，你们兄弟两个不想照顾侄子侄女，要把安好过继，让诗雪去冲喜。今朝上山打猎，老大我逼你去过一次，今朝分了你半只羊，老二你一次都没去。田里浇水，我让你们帮忙挑，今朝知道后没少给你们送吃的，之后还带你们一起上山采蘑菇，赚了不少银子。寒冬腊月捕鱼，大把手拖到城里，就分你们2两银子，去私塾读书。2个孩子坐马车，也从没收过钱。老二偷偷用马车干私活赚钱，今朝也大人不计小人过，没计较。他大热天在城里摆摊，
买2批茶水，你们心里却只盯着工钱。站在堂屋中间的兄弟2人胸口砰砰直跳，宋老爹说的每一个字儿就像一根针，钻进他们耳朵里嗡嗡响，鞭笞着他们的良心。话还在继续，好似永远都说不完似的。三房搬去府城，村子里的地优先租给你们，不用交粮税，租子还比别人低。回来之前，我让你们帮着砍柴打扫屋子，新衣裳也要了，肉也没少吃。宋老爹走到宋二郎的面前，死死盯住他的眼睛问道：老二，到底你是长辈还是金钊是长辈？金钊不想撕破脸皮给你留面子，是不是把你胃口养大了，才让你这么得寸进尺？一巴掌打在宋二郎的脸上，宋老爹怒目圆睁道：要走束绣，你爹我出一半，剩下一半你也好意思找金钊借？自己懒散养不起儿子，还把死了的老三搬出来说话。他要是能爬出来，肯定第一个掐死你。右脸滚烫发热，宋二郎硬着头皮说道：亲戚之间哪能分得那么清楚啊？身为小辈，日常孝敬本就是应该的。我要是有金钊那样的本事，别说4个小孩，就是8个我都愿意养。左脸猝不及防又是一巴掌，宋老爹脸色铁青，因苍老而浑浊的眼眸此刻燃着火光，心里失望到了极点。死不悔改！你看看你自己，浑身上下哪有一点当长辈的样子？为人子不孝顺爹娘，为叔伯不照应丧亲子侄，就连当爹你都枉为人父。不该肖想的东西别想，以后除了来老屋，你们2房就不用跟3房走动了。租给你们的5亩地，我会去跟金钊说，让他收回去租给别人。宋二郎瞪大眼睛，难以置信的哀嚎：爹，你不能这样啊！少5亩地，你让我们2房怎么活呀？以前没有这5亩地，你不也活得好好的？宋二郎双手剧烈摇晃，心中有些懊悔。耀祖还要读书，以后花银子地方只会越来越多，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他。你要真为了孩子好，就不会在农闲的时候不去城里找活干。寒冬腊月，村里多少人家编竹篓蓑衣挣钱，就你们夫妻俩躺在家里享清福。现在知道为了孩子，晚了。田地我肯定会让金钊收回去，免得帮来帮去，反倒让你心变大了，养成个白眼狼。还有，别想去找金钊的麻烦，你要是敢去，我就和你断绝父子关系。一声轰雷在宋二郎的脑子里炸响，他瘫倒在地上，身体微微发颤，脸色煞白，喉咙发干，喘不上气儿。为了让他们有事可干，没等到初4，宋金钊又将2人带到了山上。这次他们没把宋安好放在老屋，而是将他一起带上了山。阿姐，你之前是不是说北山的猎物最多啊？是挺多，还有一头体型巨大的死虎，就连我都不敢硬碰硬。那头死虎的体型要比一般老虎大将近1倍，四肢健壮有力，平跳能达数10米。我遇着过他2次，第一回在北山，第2次在距离后山很远的深山老林，当时他偷袭咬死一个朔北士兵，还吃了他的肉。宋启明摇头，将脑子里老虎啃食尸体的画面甩干净。宋诗雪握紧手中的长剑，眼里充满战意。只有强大的对手才能磨练出我们的意志和武功。阿姐，要不我们去找他吧？宋启明怔然地看着胞妹，你越来越像阿雪了。胆子比自己还要大，想主动送上门去。我是阿姐手把手教出来的，像他不是应该的吗？那头老虎漫山遍野的跑，或许早换领地了。今日凌云桥没带，安好要跟着我们，还是要小心一些。顾及到宋安好，
他们就没去北山，沿着断崖往前走，猎到2头野猪后，便开始原路返回。就在3人转身的一刹那，山涧对面的树林里传出一阵尖锐的鸟鸣声，隐约有虎啸声传来，不屈中带着3分悲悯。阿姐，是虎啸声。走，过去看看。来到一处向阳的小山坡，不远处2只体型硕大的老虎躺在枯草丛生的泥地里。你们待在这里别动，我去看看。剑锋朝前，一步步靠近，躺在地上的2只老虎一点反应都没有。启明、诗雪，可以过来了。宋启明和宋诗雪激动地小跑过来。阿姐，是你说的那头雌虎吗？宋金钊点头，指着体型更大的那头老虎说道：这个就是。宋金钊蹲在地上检查尸体上的致命伤。阿姐，你看这是什么？宋诗雪瞳孔收缩，惊诧地指着雌虎的屁股。只见雌虎的生殖道里卡着一条小尾巴，像是还没出生的小老虎。这是难产了？他迅速用匕首划开了老虎的肚皮，盯着被掏出来的小老虎一动不动。这是死了，已经死了。阿姐，你在干什么？老虎一胎一般不会只生一个，肚子里没有，可能已经是生过了。兄妹2人一听，火速撒开腿到处搜寻起来。阿姐找到了！用衣服将粘液擦干净后，宋诗雪惊讶地说道：啊，怎么是白色的？应该是基因突变。什么是基因突变啊？宋金钊拧眉，这个有点难解释。他思索片刻后开口：你们可以理解为抄菜谱写错了字，本来要加盐，却写成加糖，红烧鸡变成糖鸡。2人似懂非懂，宋金钊继续说道：基因突变往往会带来身体上的缺陷，一般情况下，白色老虎会有严重的斜视，体质相对较差，甚至会有唇腭裂和脊柱侧弯等症状出现，严重的还会影响寿命。宋诗雪神色僵住，难过的看向手里的虎仔。可是他现在看起来好好的。宋金钊弯腰托起虎仔的头颅仔细瞧，嘴巴正常，其他需要等他长大一些才能看出来。阿姐啊，我们把他带回去好不好？扔在这里肯定很快就死了。天气这么冷，肯定很快就冻死了，带回去吧，阿姐。宋金钊弯腰抱起满眼好奇的宋安好，神色认真地注视着兄妹2人。如果之后他有斗鸡眼，身体也是歪的不好看，或者其他残疾，到那时候再抛弃，还不如一开始就不养。你们要慎重考虑，要养就得负责。确实，就算他是瞎子，我们也不会嫌弃。既然如此，那就带回去养吧。黑鸽飞入隐藏在深谷中的吊脚楼，一只戴着黑色手套的手从窗户伸出，他解开绑在鸽子腿上的密信，打开后脸色一变，匆匆朝楼下走去。门主，3堂主传来消息，在开康城发现了4堂主以及另外4个人的尸体，没有活口。 5个人连个女人都解决不了，传出去，我索命门如何再在江湖上立足？2堂主，我命你带10名精锐前往开康城和罗刹鬼会合，拿下宋金钊的人头回来复命。被称为2堂主的男人手握铁扇，拱手领命。属下谨遵门主令。初六前一天，所有商户开市。宋金钊带宋启明去西宁城购置明天出发路上要用的东西。3人刚从杂货铺出来，就看到了浩浩荡荡的宋陵队伍占了半条街。走出来看热闹的店铺伙计摇头感慨：哎，逛个青楼都能从楼梯上滚下来丢掉性命，王举人也是倒霉透顶了。宋金钊扭头看向伙计确认道：是王家私塾去年死了儿子那个王举人吗？可不就是他。自从王家少爷被杀之后，这位举人老爷纳了好几个小妾，想再生一个儿子，结果没一个肚子有动静，
现在死在青楼，名声算是彻底臭了。快点，快点，别让石有基的抢了先。宋陵队伍刚走，宋金钊就看见马百川坐在马车上，不停地催伙计快点。宋金钊盯着马车尾巴，这是干嘛去？杂货铺的伙计伸长了脖子往北边一瞧，今天码头开市，估计是有商船过来。走，我们过去看看都有些什么。宋高丽边走边说，要是运河能通安阳城就好了，来回走水路时间能缩短一半。安阳的河道不够宽，走不了大型船只，2条河之间隔着几百座山，除非能移山造海。宋高丽叹气摇头，移山造海是画本子里写的仙法，除非天神下凡，否则靠人用铲子挖，几千年都成不了事儿。快让开，快让开！焦急的尖叫声让喧闹的码头短暂的安静了一瞬。宋金钊抬头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只见码头最远处的船上，好几个男人被扶着从木板上下来，低垂着头，看起来像是正在吐。你们收好东西，我过去看看。宋金钊留下一句话后，迅速穿过人群往前冲。你们这里最近的医馆在哪里？船长搀扶着呕吐不止的船员，心急如焚地问路人医馆在哪里。把人放下，我是大夫。清冽的断喝声将船长火热的脑子劈开，见跑过来的是个年轻姑娘，他愣住，一时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就在他犹豫的这一秒，宋金钊已经将船员抢过去，放平在地上，拿开他捂着小腹的手往下按。这里疼，怎么个疼法？脚痛，头晕，嘴巴又烧又麻，想吐。宋金钊发现另外3人也是一样的症状，同时伴随着出汗和心跳减慢。他看向船长，质问道：刚才他们4个都吃过什么东西？他们刚吃过午饭，不过都是些寻常饭菜，我们都吃了好几天了。多久以前吃的？有剩的吗？马上端过来给我看看。守着另一个病人的船员立刻回应道：有，我马上去拿。他转身往船上跑，回来时手上抓着3个颜色不一的馒头，还端着半碗没喝完的海带汤，里面只有海带，汤路上已经洒得差不多了。宋金钊蹙眉，将夹在黑面黄面馒头中间的土豆拿出来。蒸之前这些土豆是不是都已经发芽了？你说这个叫土豆？我问你是不是发芽了？是发芽了，不过这个东西我们前几天才吃过，当时没出事。当时肯定没发芽，把腿撑起来，让他趴着催吐。宋金钊看向船长说道：每个人先吃些巴豆，把肠胃里食物彻底泻干净，再熬2锅甘草绿豆汤让他们喝，直到体内毒彻底解了为止。出码头右拐跑1刻钟就有药铺，里面有甘草卖，马上派人去买。好，我马上让人去买。 4名中毒的船员被扶进船舱休息。船舱底部，宋金钊盯着放在角落里的一筐稻草和土豆混合物，随便扒了，里面的土豆全都发了芽。换好衣服走出来的船长看着筐子里的土豆，气不打一处来。他一脚将竹筐踢翻，嘴上骂骂咧咧地说道：早知道这东西有毒，我当时就不捡了。土豆滚落一地。土豆本身没毒，但发芽的土豆有毒。你刚才说这些土豆是捡的？我们是从锦州过来的，朝廷由北至南的运河修好后，我们就想运点家乡的海鲜干货过来卖。谁知出海不久，就看到一条即将沉没的船只，可能是前一天晚上被暴风雨掀翻的。你说的这个土豆，就是在那艘船上发现的。船上没有活人？没有。那几天晚上狂风大雨，浪有10几米高，水性再好，掉进海里也不可能活着。我们在船舱里发现了2具尸体，卷头发，颧骨和鼻梁特别高，皮肤是黄棕色的，看起来就不是我们东赵国人。除了土豆，你们船舱里有没有发现别的东西？什么都可以。船长拧眉，昂起下巴思考，半晌后摇头回答：
没了，那里水很深，要不是放土豆的箱子正好卡在船舱木板中间，它早就从裂口沉到海里去了。船长忽然举手睁大眼睛，好像想到了什么。哦，对了，我们在其中一具尸体的身上还发现了一张羊皮地图，就是上面的字我看不懂。哎，我放哪儿了？他低头在船舱里来回寻找，转身余光扫到桌子腿儿，眼睛一亮，指着被压在桌角下面的黑色方框状物体说道：在这里，我拿它来垫桌角了。宋金钊抬起桌角，将羊皮图纸捡起来。被海水泡过的羊皮图变得很脆，边角弯曲有些变形。他小心翼翼地将地图打开，终究还是裂成了3块。船长，这个地图和发芽的土豆能卖给我吗？姑娘若是想要，可以直接拿走，反正都是些没用的东西。此时一个船员从旁边的小门跑进来。船长，他们醒了。众人来到隔壁，躺在稻草床上的4人已经睁开了眼睛。宋金钊上手检查，肚子还痛不痛？头晕吗？喉咙感觉怎么样？这是几根手指？4人嗓音沙哑地回答道：肚子不痛了，头不晕，喉咙还有一点麻，4根。经过一番检查后，宋金钊直起上半身说道：没有什么大问题，都已经解差不多了，还有少量毒素遗留体内，甘草绿豆汤继续喝，过个1-2天身体就可以恢复正常。多谢姑娘救命之恩。患者已经没有大碍，接下来几天饮食要注意清淡，辛辣海鲜都不能吃。船长一边点头一边从怀里掏钱。这费多少钱？我这就给姑娘。不用，那张地图和土豆就已经够了。船长哪里肯呢？这可是4条人命啊，不给钱怎么能行呢？他掏出1两银子硬塞到宋金钊的手里。找大夫看病就得给钱，我可不做占便宜的事。宋金钊思索1秒后将银子收下，从船舱离开，走到岸边。他拿出一张100两的银票交给船员：交给你们船长。银货2讫，自己也不想占别人便宜，以免将来有事儿说不清。船员迷茫地看着手上的银票，这可是100两银子呀，怎么给这么多钱呢？他转身回到船舱后，将银票递给船长。对方愣了一下，当他拿着银票跑出船舱的时候，已经看不见宋金钊他们的身影了。另一边，回到马车上的宋高丽盯着竹篓里的土豆。金钊姐，就算你不想白收，也不用给100两银子啊！别说有毒不能吃，就算是能吃，那也就是几碗米饭的价钱嘛。他值这个价钱。宋高丽的眉毛拧成2条毛毛虫，用胳膊去顶宋启明的手臂。你就不制止啊？阿姐做事自有她的道理，她说值就值。宋高丽扶额，无话可说的闭上了嘴。孙游丽看见宋金钊从马车上下来，放下手上的铁锤，转身去拿摆在架子上的长剑。2把剑，1把弓弩，3个袖剑，还有你要求的72根铁针，清点一下。宋金钊拿起1把长剑递给宋启明，试试看合不合适。离开当天，二房和大房站在村口相送。宋金钊拉着宋老爹的手说道：房子空着久不住人，容易坏，您和阿婆可以随时过去住，就当帮我看房子了。宋老爹握紧手里的钥匙，心里百感交集。村长宋满仓见马车都看不见了，宋老爹和宋老太还站在原地望着不动，心晃一圈，走上前说道：孩子大了，哪有不离家的？今朝他们不仅有出息，还孝顺，你该高兴才是啊。孙辈孝顺有出息，剩下2个儿子没一个能看，你让我怎么不愁？儿孙自有儿孙福，你都这把年纪了，就应该在家里好好享清福。今早我儿媳妇在河边捡了一条被冻僵的鱼，
高丽走得早，来不及做给他吃。今天中午来我家吃饭，带上酒，我们两个老的好好说2句话。1两银子1升的陈年花雕酒，我见都没见过，也让我尝尝味儿。你说什么？什么1两银子？就是昨天今朝他们去城里买回来的陈年花雕酒啊。听说呀，是从江浙那边走水路运过来的，1两银子1升。高丽说今朝他们给你买了3升，没送吗？宋老爹想到摆在自己房间的那坛酒，整个人仿佛被冻住了。你说那个酒1两银子1升，3升岂不就要3两银子？啊，听说呀，连皇帝老爷都喝过。你家今朝是真舍得。这孩子，我哪用得着喝这么好的酒？这也太贵了。哼，你这老头，我想喝还喝不着呢。中午过来吃饭记得带。宋老爹没吭声，转身回到家，抱着酒坛子闻了好半天。这酒这么贵，肯定很好喝。结果等他中午去村长家吃饭的时候，带的是宋今朝第1天回来时送他的酒。你就不能带一点让我尝尝味儿啊？酒坛都没开封，我自己都舍不得喝，有这个就够了。宋满仓端起酒杯，无语地抿了一口，眼睛一亮。这个也不错，城里1瓶要50文钱。宋老爹手一顿，家里穷，他不经常喝酒，大部分都是谁家办事儿去吃酒的时候才能喝点儿。50文1升对他来说呀，已经是天价了。见宋老爹又开始心疼了，宋满仓端起酒杯碰对方的杯子。买了就要喝，还得喝得高兴，否则他们的心意不就浪费了。左命门2堂主残影已经带着10名精锐抵达开康城，和罗刹鬼会合后，两人开始商议如何对付宋今朝。罗刹鬼将自己这段时间在开康城打听到的消息告诉残影。门内接任务拿到的画像上只有宋今朝的脸，根据我这段时间打听到的消息，他们在杀完人后曾经去开康城县衙报过官。一共有5个人，2男2女，年龄都只有10几岁，还有一个2岁的男婴。我看过他们5人的尸体，有2人是被长剑所杀，其中还有1人中了毒，另外3人是被长枪所杀，应该是同一个人做的，手法干脆利落，下手极重。尤其是黄泉鬼，身上全是伤，手脚尽数折断，枪头直接从头顶插进去，头骨碎裂。当时战况一定很激烈，但他应该一直处于下风。据我推测，应该是宋今朝做的。残影握住茶杯的手白得骇人。按照安阳书院开院的时间算，他们已经在路上了，就在开康动手。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区区5000两银子的任务上。戴着面具的罗刹鬼眼神轻飘飘地扫过对方目中无人的表情。黄泉鬼被杀，这已经不是5000两银子的买卖，关系到索命门的声誉，万不可轻敌。残影尖锐的指甲刺破手心，血滴在茶杯里，几只细小的线虫在杯中游动，不停地弓起身体，好似能从水里跳出来一般。那是黄泉鬼无能，只知道硬碰硬。我要让宋今朝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罗刹鬼在看到线虫的那一刻，身体下意识的后仰，隐藏在面具底下的脸满是厌恶。若不是门主有令，他才不想和残影一起出任务，就连说话他都觉得对方嘴里有虫子。马车一路前进，距离开康城越近，4人的警惕性也变得越高。宋高丽朝被磨到发光的弓弩箭头吹了一口气，再用衣摆将上面的水汽擦掉。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宋启明无语地瞥了他一眼，伸出5根手指说道：从离开西宁城开始，3天这句话你已经说了不下50遍，我都快听厌了。
我总感觉背后凉凉的，好像有人在偷看我们。人过于紧张就容易疑神疑鬼，如果有人跟踪，阿姐一定会第一个发现。她没说就代表没事。抵达开康城之后，四人先驾驶马车来到县衙门口，衙役一句轻飘飘的找不到索命门位置，就把他们给打发了。宋高丽双手抱胸哀嚎，果然是这样，提心吊胆的日子太难熬了，有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办法？宋今朝抬头看向远方，要么灭了索命门，杀得他们不敢动手，要么除掉买凶之人。金昭姐，你知道是谁找的杀手？是不是严宝义他爹？还没有确定，想我挡路的人太多，这些杀手应该不是冲启明来的。你们大夫不是都在治病救人，怎么会挡别人的路啊？坐在车厢里的宋诗雪掀开窗帘，只怪我阿姐医术太好，无论什么阴谋诡计都逃不过她的法眼，可不就招人恨？宋高丽拧眉似懂非懂，什么意思？看病也能看出阴谋诡计呀。回到上次住的那家客栈过夜，为了安全，这次宋今朝选了一间面积最大的房间，5个人睡一间房。宋今朝带着宋诗雪和宋安好睡床，宋启明和宋高丽睡榻上。乱中有序的后厨内，一个穿着帮厨粗衣、身材高挑的男人低着头走进来，目光在放置菜肴的桌上扫视一圈后，如同隐形人一般悄无声息地靠到一道红烧鲫鱼豆腐锅前，白皙的手指悄然拂过，2滴血落入锅中，瞬间散开。客栈小二端着托盘在门外敲门，客官，你们点的菜已经做好了。小二来回2趟，将所有的菜和主食全部放到桌子上。他恭敬地朝宋启明弯腰示意，几位客官用好饭在走廊喊一声，小人过来收拾。宋高丽双腿无力地从榻上爬下来，赶了一天的路，总算能吃口热乎的了。宋启明先用碗盛了一碗鸡汤递给宋今朝，其他人才开始动筷。宋今朝喝了一口鸡汤，接着放下碗，拿起装米饭的碗开始夹菜。在窗边偷看的残影见4人都吃了鲫鱼豆腐，得意地勾起了嘴角。再厉害又怎样？蛊毒进入身体，发作后没有解药，他们就只能等死。浓淡的咸辣味在舌尖化开，宋今朝蹙眉看向碗里的半块豆腐，凑近了又仔细闻了闻，很淡的血腥味儿。停下，别吃了。宋今朝制止正在狼吞虎咽的3人。残影脸色僵住，他没想到宋今朝会这么快发现，可惜发现的太晚，他们已经吃了。宋诗雪茫然地眨眼，阿姐，怎么？宋今朝起身凑近鲫鱼豆腐仔细闻，菜里有血腥味。将桌上所有的菜和茶水检查了一遍后，宋今朝发现只有红烧鲫鱼豆腐里有淡淡的血腥味儿。阿姐，那现在怎么办啊？我们都已经吃了。去吐了。 3人立刻冲出房间，跑到楼下开始吐。正在招呼客人的小二看见后，无措地站在原地。这是怎么了？他们家的饭菜应该不难吃才对呀。小二，刚才做红烧鲫鱼豆腐的厨师手有没有受伤？客官说笑了，后厨师傅杀了半辈子鱼，别说几条鲫鱼，就是10几斤的大草鱼，眨个眼就能去鳞开膛破肚，根本不可能受伤。宋今朝神色很淡，转身回到房间，用勺子将砂锅里的鱼肉和豆腐一点一点捞出来看，最终在淡黄色的鱼肉上发现了2条蠕动的细小线虫。在楼下吐完的3人撑着肚子走进来，泛白的嘴唇，脸色难看极了。宋诗雪定眼注意到手帕上蠕动的线虫，阿姐，这不会是从菜里发现的吧？应该是索命门洞的手混着血液一起放进菜里。宋今朝让宋诗雪和宋启明坐下，给他们把脉。从脉象上暂时看不出来，虫子能寄生在体内进行繁殖，必须尽快把它们杀死。阿姐，
古书上曾经写过一种叫蛊虫的怪物，这个是不是就是？跟我去药铺买药，是不是蛊毒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该怎么杀。经过走廊，宋启明一把抓住宋高丽的衣领，将人拖到身边。走，去药铺买药。走廊尽头的房间里，残影和罗刹鬼正透过窗户的缝隙朝楼下看。罗刹鬼挑眉，这是要逃啊！残影轻佻地勾起嘴角，冷笑道：就算到天涯海角，也逃不开一个死。派个人跟上，宋金钊很警觉，别离太近。等宋金钊他们死了，直接把那孩子除掉，斩草除根，不留后患。马车上，宋高丽抱着膝盖瑟瑟发抖。金钊姐，真的能把虫子全都杀死吗？他们会不会已经在我肚子里吃我的心肝喝我的血了？找到药铺后走进去，宋金钊将写好的药方递给负责抓药的药童。麻烦按照方子抓5副药。药童打开药方看了一眼，接着无疑地抬头望向宋金钊。稍等。他走到一个戴帽子老者的面前，将药方递给他。师傅，这是客人拿过来的药方，可我看上面好像都是有毒的药材。年迈的郎中接过方子凑近看，白色稀疏的眉毛皱成五指山。他起身走到宋金钊的旁边说道：姑娘，这方子是谁开给你的？治什么病啊？我自己开的，我是大夫。哦，原来如此。姑娘可知你写的这些药材都有毒，若是分量使用不对，不仅救不了人，还会伤人呐。瞧这姑娘年龄不过才10几岁，医术肯定也没那么精通，就怕是胡乱开药，自己错了也不晓得呀。就是要以毒攻毒。大夫您放心，小女子自认为医术还算精通，赶紧抓药吧。老郎中捏着药方又看了2遍，就是看不出来是治什么病的。好吧，既然姑娘心中有数，我也就不多说了。他将药方递给了药童，吩咐道：按照方子给他们抓药。离开药铺后，宋金钊他们又买了熬药的药罐子。跟在远处观望的锁命门杀手悄然回到房间，跪下禀报：两位堂主，宋金钊带人去了药铺，还买了熬药的罐子，现在已经回到了客栈。罗刹鬼用手摩挲着下巴，沉声道：宋金钊是郎中，听说医术还不错，难道他能解蛊？残影拿扇的手微顿，低眸看向前方的瞳孔中暗潮涌动。哼，门主找遍天下神医都没能找到解蛊毒的办法，何况是一个10几岁的姑娘，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房间里用炭烧着药罐子，宋继明站在窗户旁边盯梢。一道黑色绣金丝的身影从走廊经过，白到接近透明的肤色瞬间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这男人是从没晒过太阳吗？白得像鬼一样。残影目不斜视的昂首从宋继明面前经过，平静的面容下压抑着惊涛骇浪的激动。激动过后，潜意识的摇头，不，自己找遍天下名医都说无能为力，宋金钊怎么可能会有办法？那药肯定没用，定是无用功。药熬好后，宋金钊给每个人都倒了一碗，嘴里充斥着苦涩味儿，苦到让人犯恶心。金钊姐，这个要喝几天啊？今天半夜喝一次，明天早上再喝一次，之后就没事了。等屋内烧炭的味道散得差不多之后，宋启明将窗户合上，他低声说道：阿姐，现在怎么办？锁命门的人一定就在附近，他们要是知道我们没事，肯定会再动手的。寄生虫进入身体往往不会立即发作，他们选择下毒，说明不想硬碰硬。或许就连刚才我们去买药都可能在对方监视之中。既如此，那我们就将计就计，
引蛇出洞。罗刹鬼开门朝走廊上看，呕吐声是从宋金钊他们的房间里传出来的。他关上门，转身朝残影说道：果然没用，这么快就开始发作了。等着吧，所有的煎熬和痛苦现在才刚刚开始。他翻身面朝墙壁侧躺，脸上的笑意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失望和冷意。翌日一早，天色微暗，微微有下雪的趋势。2楼之上，望着面色苍白捂着肚子爬上马车的4人，罗刹鬼笑着建议道：现在的宋金钊毫无招架之力，我提议等他们出城后就动手，早点完成任务回去交差。残影用扇子挡住发痒的胸口，控毒丸还剩最后1颗，应该早点回去了。就按你说的办。宋金钊所驾驶的车厢内，宋诗雪紧靠在宋安好的身边，身后宋启明和宋高丽驾驶的马车紧紧追随。宋启明闷哼了一声，右手松开缰绳，捂住肚子趴了下来。宋金钊停下车，转身朝后看：启明，你怎么了？大姐，我肚子疼，一抽一抽的，好痛。坐在车厢里的宋诗雪和宋高丽像是听到了信号，一个将剑提到胸口，一个双手握紧了弓弩，做好准备。被树枝遮住的路里，杀手停下了脚步。残影目光阴冷地盯着宋金钊，眼底的杀意浓烈到几乎要溢出来。一个活口都不留，动手！动手！握在手中的袖剑如同正在开瓣的莲花，被剧毒浸泡过的银针如天女散花一样的朝杀手射去。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没有防范的杀手来不及躲避，露在衣服外面的脸被银针刺成了筛子。待在车厢里的宋诗雪和宋高丽掀开车帘补刀，站在路梗上观望的罗刹鬼脸色突变。不好，我们中计了，他们根本没中蛊毒。残影目光灼灼地盯着宋金钊，颤抖的眼睫，内心早已翻起了惊涛骇浪。扛不住的罗刹鬼撕心裂肺地朝身后怒吼：残影，你还在干什么？还不快帮忙！话音刚落，手臂粗的枪杆重重地打在了他的脖子上。罗刹鬼惊恐地睁大了眼睛，双腿用力一蹬，急速朝后退。罗刹鬼不可置信地低下头，一把铁扇从他的后背刺入，将肚子给捅穿了。宋金钊眯眼看向罗刹鬼身后的男人，他们不应该是同伙吗？残影将铁扇抽出，滚烫的鲜血喷涌而出。罗刹鬼倒在地上，眼里满是疑问。他艰难地开口质问道：为什么？残影面无表情地冷声道：我身上的蛊毒是门主下的。罗刹鬼惊恐地瞪大眼睛：怎么会？门主是在救你的命。下毒后假装自己是救世主，用控毒丸威胁我给他卖命。你说这是在救命？可笑。二堂主背叛索命门，得赶紧回去告诉门主。发现他们要逃，还没等宋启明追上去，一道白色的修长身影就先一步挡在了2名杀手的面前。锋利的铁扇边缘划过脆弱的脖子，不过半盏茶便没了声息了。宋高丽从车厢上下来，躲到宋启明的身后，他小声问道：启明，他是谁啊？残影犀利的目光射向车厢，正拉弓瞄准他的宋诗雪手臂微僵，神情略显无措地望向宋金钊。残影见状，收起铁扇，走到宋金钊的面前：把解蛊毒的药方交出来。宋金钊毫不畏惧地直视对方的眼睛：你所有的帮手都已经死了，现在杀你轻而易举，我为什么要把药方给你？你若不治，我就去找你抓药的药铺。身为大夫，想必不愿看到无辜之人因你而死吧？
宋金钊垂在身侧的左手微微弯曲，他勾起嘴角，轻笑了一声：“你就算知道药方，也解不了身上的蛊毒。所有药材都是毒物，需要根据中毒之人的病情选择适当剂量，否则要么无用，要么蛊毒没解人就死了。你可以试试。”残影黑色的瞳孔变得愈发阴暗，后撤一步，开口：“我可以告诉你是谁想杀你，只要你肯解我身上的蛊毒。”“你身上的蛊毒是什么时候下的？3年前。”“我可以帮你解蛊毒，但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我要你带着买凶之人的人头来找我。”“不过是个后宅姨娘，杀她对你来说轻而易举，为何一定要让我动手？”“我不想脏了自己的手。”残影眉心抽搐，这个理由未免也太敷衍了。此女杀过的人绝对不少。“我答应你的条件，先给我解毒。”“我要先看见苏姨娘的人头。”两人僵持片刻后，残影手握铁扇，转身离去。“记住你说的话，7日内我会提着人头来找你。”望着骑马离开的白色身影，宋启明上前一步询问：“阿姐，你真的要给他解毒？”苏姨娘不仅受宠，还是廖希文父亲的表妹，杀她廖望舒一定会追查到底。与其让自己冒险，不如让索命门杀手去做。祸水东引，就看官府能不能查到江湖杀手组织头上，敢不敢将他们一网打尽。他刚才说自己身上的毒是索命门门主下的，解毒后他一定会回去报仇。送上门的刀怎么能不要？收钱就能随便杀人的江湖组织早就不该存在了。残影一路快马加鞭，昼夜不停。2日后进入安阳城，他趁着天黑偷偷潜入廖府，砍下了苏姨娘的人头，顺带杀了院子里所有的下人。临走时还将代表索命门堂主身份的令牌丢在了院子里。天亮后迟迟等不到苏姨娘院子里的人去厨房端热水，后厨便打发人过来询问。戴着头巾的下人一脚跨进拱门，没走几步便僵化在原地。一道石破天惊的尖叫将廖府清晨的平静彻底打破。廖希文的父亲看着满院的尸体暴跳如雷，尤其当他看到苏姨娘没了头颅的尸体时，整个人怒目圆睁，彻底疯了。他仰天怒吼：“到底是谁干的？报官！马上去报官！一定给我把凶手找到！”坐在榻上喝药的孔婉如望着被丫鬟扶进来的女儿，确认道：“苏姨娘真的死了。”廖希文双腿无力地趴坐在凳子上，声音又细又颤：“阿娘，你是没瞧见，苏姨娘的头都不见了，死得好惨呀！”孔婉如靠在软枕上发呆：“你阿爹怎么说的？”“阿爹特别生气，已经让人去报官了。”“娘，你说凶手会不会再来啊？”孔婉如看向窗外，自己的病还没好，没想到他倒是先死了。下手这么狠，肯定是有仇怨。这几天你安分待在家里，别出府。廖希文用力点头，就算有人喊他出去，他都不出去。谁知道凶手针对的是苏姨娘还是廖府呢？府衙内，孟鹤川屁股还没坐热呢，廖府的管家就来了。“大人，昨夜府中姨娘遭人杀害，头颅不翼而飞，还死了4个下人。我家大人让小人前来报官，还请您赶快派人去瞧瞧。”孟鹤川脸色陡然一变，在朝廷命官家中杀害后宅妇人，简直闻所未闻。他亲自带人前往廖府查案，衙役将苏姨娘的院子翻了个底朝天，终于在墙角边发现了一枚黑色的木质令牌，背面清晰可见“索命门”3个字。“廖大人，苏姨娘近日可有得罪过江湖中人？”“表妹不过是个弱女子，绝不会和江湖人有什么牵扯。”“索命门乃是收钱杀人的江湖组织，
若苏姨娘和江湖人没有牵扯，那便是有人拿钱买她的命。她可有仇敌？近日可与人起过争执？表妹平日甚少出府，就连男客都不曾接触过，不可能会与人起争执，仇敌更不会有。没有仇敌，又怎会杀完人还要把头颅取走？你整日在府衙上职，可能有些事并不知情。廖望舒眼神凝定，认定知府说的不是没可能发生。他看向站在身后的管家，苏姨娘近日可有与人起过冲突？回老爷，姨娘很少出门，有事也是吩咐自己院里的下人出去办，可那4个人现在都已经死了。孟鹤川手指无意识的轻扣令牌，突然想到了什么，抬眼询问廖望舒：你府里共有几个姨娘？回大人，下官府中只有一妻一妾。2人相处如何？是否有过争执？回大人，内子身体虚弱，常年缠绵病榻，表妹经常端茶倒水侍候在侧，他们2人关系融洽，情同姐妹，从未有过争执。孟鹤川眉头紧锁，内外都没有仇家，那是谁想杀他呢？身体病弱的廖廷俊被人搀扶着走进来，红肿的眼眶，苍白的脸色，像一具被抽走灵魂的躯干。他跪倒在孟鹤川的面前，膝盖重重地磕在地上，发出咚的一声响。大人，既然已经确定姨娘是索命门杀手所杀，草民求您立刻派人前往索命门，将杀手逮捕归案，严刑拷打，让他们将买凶之人的身份说出来，为我姨娘报仇雪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算是江湖之人，也该归朝廷管束，绝不能乱杀无辜。还请大人务必将凶手缉拿归案，以安冤魂。以往的案子虽有猜测，但证据不足。现在有了这块令牌，证据确凿，可以动手料理了。残影带着苏姨娘的人头在官道上疾驰，昼夜不停，连觉都不睡。终于在宋金钊等人抵达安阳府的前一个晚上，在客栈里堵到了人。头颅我已经带过来了，你现在可以给我解毒了吗？他打开盖子，露出了带血的人头。坐下，把手伸出来。宋金钊的手搭在残影的手腕上，脉管收缩，脉搏无力，气血紧张不畅，表面看似身体无恙，实则内里虚空，始终在消耗气血。宋金钊将一个空茶杯摆在残影面前，碗里面滴几滴血。粘稠的血液顺着指尖落进碗里，看着挤在一起蠕动的线虫，就连宋启明都闭上眼睛不想再看。唯有宋诗雪站在宋金钊的身后没有离开，稚嫩的俏眉皱成倒八字，眯起眼睛凝视着碗里的线虫，寸步未移。蛊毒在你体内生活时间太久，你现在表面看起来平安无事，实际上气血早就亏没了，受不了猛药，得由轻到重，攻补兼施。你只需要告诉我，多长时间可以彻底解毒？半个月，你只要严格按照我写的疗程做，半个月之后蛊毒必减。希望你说的是真的。半月后，若是蛊毒没解，我会再去找你的。屋檐下，福顺伸长了脖子朝路口张望，嘴边不停地呢喃：哎呀，怎么还不回来呀？青霜望着空无一人的街道，心里也是空荡荡的。估计是路上有什么事耽搁了，我先去把炉子架上，等大小姐他们一回来就能吃。滴滴答答的马蹄声从远处传来，兰溪激动地扭头喊停正朝里走的青霜。我看到马车了，他们回来了。青霜倏地转身往回跑，4人跑下阶梯，站在路上候着。前后2辆马车停下，兰溪和福顺一前一后麻溜地跑过去牵马。大小姐、大少爷、2小姐、小少爷。书房内，
福顺四人都在。春杏将账本翻开，递到宋金钊的手边。大小姐，这是蔬菜铺子近半个月以来所有的盈利，一共是17200两银子。桌上被掀开盖子的精致木盒里摆满了银票，厚厚一叠，全是100两面纸。等宋金钊看完账本，福顺上前一步，躬身说道：1到3号大棚的蔬菜3日后会进行最后一次采收，晚10天种植的4号到6号大棚，由于气温的原因长势较慢，大概还需要半个月。孟知府有没有去农庄看过？开张第3天，孟知府便主动上门询问，我们按照您的叮嘱，将他带到农庄参观。隔天，他又让我去府衙，将蔬菜大棚的建造方法和种植注意事项说清楚。当时还有人在旁边记录。奴婢将大少爷的信送往叶府后，叶先生说让您放心，其他一概没提。宋金钊的手指在桌上有一搭没一搭地敲击着，脑子里将所有的事情全部过了一遍。你们3个先出去，金刷留下。春杏、福顺和兰溪恭敬地转身退出书房，将门带上。严家情况如何？奴婢还没动手，严家的货在入城之前就被烧了，是想请您做的吗？路上正好撞见。严丰年回来后立即去了孟府，应该是想救严宝义。知府大人似乎没答应，隔天严宝义便被押往流放之地，货物被烧之事传入城中，严丰年气血攻心，一病不起。古氏医馆的古大夫连续数日上门诊治，现在已经痊愈，天未元宵过后又要去江南进货。宋金钊翘起腿，脸上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意。他倒想得开，看来严宝义是彻底被放弃了。用过早膳后，宋高丽背上行李回了书院。宋金钊和宋启明带上礼品，前往叶府拜访叶良玉。被迎进正厅，坐在叶良玉下手的男人吸引了宋金钊的注意力。秦允谦笑着起身打招呼：宋姑娘好久不见。秦公子。落座后，叶良玉开始拷问回村这段时间宋启明的功课有没有落下。秦允谦坐着无聊，朝宋金钊眼神示意：要不出去聊聊？宋金钊瞥了一眼正在交谈的师徒2人，起身跟着秦允谦离开正厅。院子池塘边，宋姑娘武功高强，没想到医术也这样好。宫中御医都对叶大人的腿束手无策，没想到最后被你给治好了。如今朝中2位皇子分庭抗礼，文武百官被归为齐王与英王2个党派。叶良玉不愿意投靠任何一位皇子，他身处高位，性格刚正不阿，身为御史忠臣，有上谏君王之师，下谏君臣之过，得罪了不少人，这才导致有人想杀他。叶良玉双腿痊愈的消息已经传入京中，皇上要不了多久就会让他官复原职。你治好了他的腿，令弟又是他唯一的学生，还未入京就已经得罪了2位皇子，日后入朝为官，处境实在堪忧。宋金钊低头看向池子里相互夺食的鱼群，心中虽有想法，但并未宣之于口，知道我弟弟现在只是秀才，能不能考上举人还另说，我又何必杞人忧天。今年8月便是3年一次的乡试，令弟开蒙虽晚，但进步神速，在安阳书院已是名列前茅，通过乡试不在话下。次年2月的春闱若能高中，叶良玉一定会将他留在京城为官。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宋姑娘可千万别让自己和家人成为那条鱼。正厅内结束功课拷问后，叶良玉问道：是怎么想到请旨让你阿姐当湘军的？之前由于制造水车和捉拿朔北贼子之事，皇上已经下旨恩赏过阿姐，如今家中行商已然不缺银子，与其再让皇上赏赐金银玉器，不如求个湘军的称号。我阿姐既聪明又有才华，武功高强，医术还好，可惜女子既不能参加文试，也不能参加武试，不如将功劳换成女子可以有的学位，至少可以让身份变得尊贵一些。叶良玉手指轻敲桌面：你阿姐是怎么说的？
阿姐说，要钱不如要权。湘君虽然没有实权，品阶却有正七品，碍于身份，别人也不能随意欺辱。史书上又不是没有女子被破例封侯拜相过，总得一步步来。如果请封湘君不易，老师也不必太过为难。年前我已经写信派人送去了京城，等孟鹤川的请功奏折一到，自会有人在朝中提议。区区一个湘君，皇上不会吝啬，只是你说的封侯拜相，恐怕就难上青天喽。宋启明笑笑不语，立刻换了话题，开始闲聊这段时间在家练武打猎的事情。寒冬腊月，各省府送往京中的奏折路上都有耽搁，加之过年朝廷封印，多事积压。孟鹤川的奏折又并未加急，导致皇帝萧承景看到奏折时已经是开朝后的第4日。传朕旨意，召丞相顾其山、工部尚书欧石年、翰林院学士费延章即刻觐见。欧石年双手握紧纸张边缘，眯着眼睛，眉心颤抖。皇上，此法是何人想出来的？萧承景将奏折递给3人。还是那位平民女子宋今朝，安阳府在年前就已经吃上了大棚蔬菜。看着奏折上孟鹤川对宋今朝的夸赞之词，丞相顾其山神色竟有些恍惚。此法若是普及，便能极大缓解冬季食物短缺的问题。北方尚能种植，南方肯定也行。不仅如此，冬季南方气候比北方暖和，产量只会更高，成本还比北方低。费爱卿，翰林院藏书众多，你可有看到类似大棚种植的相关书籍？回皇上，微臣遍览古籍，未曾看到过此法。这位名叫宋今朝的女子，想法确实异于常人。萧承景手臂搭在龙椅的龙头上。更难得的是，他主动将此法献给朝廷。孟鹤川在奏折中为此女请功，朕倒不知该赏他些什么。丞相顾其山提议道：宋今朝农户出身，家境贫寒，微臣认为赏赐些金银最好不过。丞相虽然诧异，孟鹤川在奏折中提到，宋今朝靠售卖大棚蔬菜能赚取上万两银子的利润，他将此法奉献给朝廷，相当于断了自己的财路，说明他不在意金银。萧承景听着觉得有道理。费爱卿觉得朕应该如何赏赐啊？对宋今朝而言，能为皇上效力，是多少金银财宝都买不来的。此女有才，却出身寒微，微臣认为皇上可以抬抬她的身份，比如册封她为湘君。皇上，微臣认为不妥。宋今朝乃是平民，身份低下，册封湘君未免皇恩过重，不如赏赐牌匾，以示皇恩，还能光耀门楣。费延章无语的朝他翻了个白眼儿。就是因为他出身不好才要册封，水车之功，皇上已经赐过牌匾，何必再赐一块？以宋今朝所立之功，区区一个湘君，绝对当得起。见两人争执不休，萧承景望向工部尚书。欧爱卿，你觉得他们2人谁说的有道理？他站出来说道：宋今朝如今正当芳龄，女子一生最重要的事莫过嫁一个如意郎君，不如皇上下旨恩赐她一门婚事。你既已提出来，心中可有合适的人选？欧石年满面红光地说道：工部有不少青年才俊尚未成婚，宋今朝善于巧思，想必和他们一定志趣相投，皇上可从中挑选，微臣认为再好不过。万籁俱寂，3人被欧石年的无耻给惊到了。
什么好处都想往自己口袋里扒拉，他还真是提个好意见呢。此时，一名太监从门外走进来。皇上，庆国公在外求见。让他进来。楚留云进门后，走到御书房中间，跪下行礼。启禀皇上，微臣自西郊大营换防回京，特来呈上军报。爱卿平身，此番冬日换防辛苦，过2日便是元宵，朕准你3天假，回家好好休息。谢皇上隆恩。萧承景望着站起来的楚留云，忽然想到他和宋今朝应该认识，于是招手示意太监将奏折拿过去给他看。楚爱卿，这是安阳知府派人送来的奏折。顾其山提议赏赐宋今朝金银钱财，费延璋认为应该册封他为湘军，欧十年让朕下旨赐婚给他挑一个如意郎君。你和宋今朝相识，你觉得哪个赏赐最好呢？回皇上，微臣曾派人探索过宋今朝的底细，他爹在修建运河时被石头砸死，母亲皱为噩耗，早产诞下一子后便跟着也去了。当时宋今朝只有14岁。除了这个刚出生的弟弟，他还有2个年仅10岁的弟弟妹妹。宋家家境贫寒，又早已分家，2位叔伯养不起4个孩子，便想将他早产的弟弟过继给村里的富户做养子，让他妹妹去给别人冲喜。宋今朝不愿意，当着他祖父祖母的面立下誓言，说自己会养育3个弟弟妹妹长大，在他弟弟宋启明成家之前不会嫁人。3年过去，宋启明如今才13岁，欧尚书所说的此婚实在不合适。朕没细问过宋今朝的家事，没想到会是如此。楚留云笑着开口。皇上不必太过介怀，他爹娘去世后，宋今朝开始冒险上山打猎挣钱。微臣离开边关时，他已经在西宁城摆摊做起了生意，日子过得虽说不富裕，但也吃穿不愁。顾其山语重心长，表情带着一丝轻笑。庆国公孤陋寡闻了，宋家现在不仅搬到安阳府，还买了铺子庄子日进斗金，就连宋启明都考上了秀才，还拜了叶良玉为师。宋家早已摆脱了当年落魄的情况。哦，没想到宋今朝的弟弟如此争气，这才几年就已考上秀才了。皇帝诧异的拧眉。你刚才说宋启明拜谁为师？顾其山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嘴说得太快，一下子没把住门。回陛下是叶良玉，据说他的腿就是宋今朝治好的。皇帝身体往后靠，犀利的目光射向了丞相顾其山。京城和安阳府相隔千里，你倒是对宋家的情况了然于胸啊。微臣也只是听说。皇帝移开视线，深邃复杂的视线从费延璋的脸上划过，他深思片刻，说道：宋今朝才德出众，屡立奇功，朕心甚慰，着礼部医制，册封其为灵会湘军，即刻去办。尽管心里再不情愿，顾其山也只能跟着费延璋等人一同跪下高呼：皇上圣明，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齐王府正厅内，顾其山将刚才御书房内发生的事情事无巨细地告诉了齐王。看父皇如今的态度，等叶良玉的腿彻底痊愈，肯定会下旨让他重返朝堂。这个硬骨头怎么就除不掉？殿下，如今的御史台全是我们和英王的人，叶良玉回来也是举步维艰，您不用太过担心。不是还有2个硬茬子？御史台没人，翰林院却偏向他。今日费延璋的所作所为肯定是叶良玉授意。叶良玉抬举宋今朝，无非是为了他的学生。宋启明如今只是秀才，
殿下无需把他们放在心上。值得深究的是庆国公，他今天帮费延璋说话，不知是因为叶良玉还是宋金钊。若是因为宋金钊也就罢了，如果是叶良玉，那就不得不防了。安阳府宋家医馆内，宋金钊正在看这段时间刘玄清给孔婉如问诊的脉案。20天一共问诊7次，起初2次还算正常，后面的脉象却写着搏动无力，气血微虚，而且情况一次比一次严重。那几日孔夫人偶感风寒，她身体又虚弱，吃了半个月的药才见好。我昨日上门诊脉时，已经有痊愈之象。胡适，明日我过去看看。门房见一辆马车在廖府门口停下。宋大夫是来给夫人问诊的，算时间3日一次，应该是明天才对。刚回来听刘大夫说夫人感染了风寒，想亲自过来看看，不知今日是否方便。宋大夫稍等，我这就进去问问。房间里坐在凳子上的廖希文见宋金钊过来，连忙起身往前2步。宋姑娘，你可算回来了。廖小姐脸色看起来有些差，是不是晚上没有睡好？廖希文垂眸失落道：前几日府中发生了一些事儿，我已经有好几个晚上没有睡好觉了。稍后我为廖小姐开一副安神药方，事前喝下，保证一夜到天明。多谢宋姑娘。手指搭在孔婉如的手腕上，房间里安静极了，所有人都在等宋金钊的诊脉结果。让所有人都出去。孔婉如以为宋金钊又要检查她的下体，当即让所有丫鬟都出去，就连廖希文都没留下。房门紧闭。你的身体不仅没有恢复，反而还在变差。是不是因为我前几日得了风寒，所以身体有些虚？风寒影响的是口鼻、喉咙和肺，我给你开的药方治疗的是包公和天魁。根据记录的脉象，我怀疑你之前喝的药被动过手脚。药渣还在吗？到了。近2人的药渣还在吗？希文，进来。站在门口的廖希文听到孔婉如喊他的名字，伸手示意其他人离门口远些，防止他们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他推开门，迅速合上，发现母亲衣冠整齐地靠在榻上。孔婉如盯着自己唯一的女儿说道：宋大夫说药有问题，药渣在隔壁小厨房，你去拿过来，让玲珑立刻去告诉门房，今日府中下人只许进不许出，我要把做手脚的人抓到。女儿马上去办。房门打开，廖希文将玲珑叫到一旁，小声叮嘱2句后，便带着另一个丫鬟走向小厨房。见他们端着药罐子出来，站在屋檐下的一名青衣侍女脸色突变，眼睛像受了惊的麻雀到处乱转。她仓皇的小步后退，直到走出院门后，转身迅速跑开。宋金钊将药罐子里的药渣倒出来检查，并未发现有任何异常。宋金钊用水将药罐清洗干净，仔细闻，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麝香味和乌头味。现在药渣是对的，但之前一定动过手脚，上面有麝香和乌头的气味，洗过后还能留下气味，想必熬了不止1-2次。廖希文疑惑不解：没发现为什么要收手啊？孔婉如脸色绷紧，目光像2把冰锥子。那是因为苏姨娘死了。廖希文话音止住，像是忽然变成了哑巴，脑子里的念头到处乱转，越想越震得他站不住脚。如果这次是苏姨娘的，那之前阿娘流产那么多次，会不会也跟她有关呢？马上把负责熬药的2个丫鬟抓起来，立刻搜查他们的房间，一定要找到证据。打开房门，廖希文指着站在角落里的丫鬟喊道：来人，给我把他抓起来。被抓住双手的丫鬟一脸茫然，害怕地说道：小姐，奴婢犯了什么错？红菊呢？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纷纷摇头。刚才人还在这里，怎么不见了？赶快去找！
2名丫鬟的房间被翻了个底朝天，玲珑捧着一个抓药惯用的纸包裹走进来。小姐，这些药是从红菊的房间里搜出来的。廖希文转头示意，拿去给宋姑娘看。麝香、三乌头、牵牛子，还真是一样不差。这次是想让孔婉如彻底失去生育能力呀。就是这些，你们可以抓人了。廖希文义愤填膺地朝孔婉如说道：红菊不见了，女儿已经派人去找了，府门关着，她绝对逃不出去的。廖府翻到一半，门房拖着红菊走进春水院，他一把将红菊扔到地上，打开包袱，里面全是金银首饰，还有银锭子。夫人，小人如厕的时候撞见这丫头要从狗洞爬出去，这些东西全都是从她身上搜出来的。孔婉如强撑着病体从榻上下来，眼神如同深渊爬出来的恶鬼。为什么背叛我？我亏待过你吗？夫人，我不是故意的，是苏姨娘威胁我，我才不得已才听她的话，我是无辜的。廖希文连忙冲上去搂住孔婉如的胳膊，他一脚踹在红菊的肩膀上，指着包袱里的玉镯钗环骂道：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无辜，那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我看你是贪得无厌，为了钱什么都敢做，卖主求荣、见利忘义的小人，今天非把你送官不可！吵什么？一声怒吼，震得人耳膜嗡嗡响。众人抬头望去，只见廖望舒站在门口，脸色铁青，就像刷了一层锅底灰一样。我刚回来，府里就闹哄哄的，又是关门又是搜府，反了天不成啊！廖希文气愤地冲上去解释：阿爹，你是不知道，苏姨娘指使红菊在阿娘的汤药里面下毒，想让她永远不能生育。现在人赃俱获，我们正要将红菊送官呢。有外人在，你咋咋呼呼像什么样子？言谈举止毫无大家闺秀的娴静温婉，改日得让你祖母好好教教你。说完，他看向宋金钊：宋大夫，今日府中之事，还请你们不要外传呢。被恭恭敬敬地请出廖府后，刘玄清坐在马车上说道：看来廖大人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宋金钊的嘴角勾起了一抹浅笑。家丑不可外扬，他有这个反应不奇怪。我7岁开始学医，20岁出师，行医近50载，却连病人吃错药都没看出来。哎呀，实在是无能啊！这些年的医术真是白学了。宋金钊见他仰起头，一脸沮丧，开口劝慰：开药的人手段很高明，又有风寒当障眼法，你没发现实属正常。后宅阴险手段层出不穷，不是你的错。我知道不是我的错，就是觉得当了这么多年大夫，一把年纪，医术还如此浅薄，感觉什么都没学到，白活一场，心里空荡荡的。医道广阔，学医永无止境，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只要你拼尽全力，就不算白活。况且据我所知，在我来之前，你是安阳府最好的郎中，又何必妄自菲薄？可师祖您才17岁，我都60了，怎么能不让人受打击呀？我虽然只有17岁，但我心里年龄大，早熟。回到医馆后，宋金钊叫来青霜，吩咐道：明天早上将亮府小妾谋害正妻的事情传出去，务必要让孟鹤川知道，做的隐蔽些。奴婢明白。此事很快就传到了孟鹤川的耳中。来人，让廖望舒来见本官。议事厅内，面对孟鹤川的询问，他只好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全部说出来。他懊恼地拍打膝盖：哎呀，家丑不可外扬，表妹又已经死了，下官本想息事宁人，谁知事情会传出来，闹得沸沸扬扬，惹大人烦心了。你有没有想过，
请索命门暗杀苏姨娘的，很有可能是你夫人。内子昨日才发现药中有毒，不可能是他做的。如果他之前就知道呢？哎呀，如果真是这样，表妹已经死了，他又何必现在把事情捅出来呀？真相尚未可知，但只要有疑点和线索，就可以查。大人，府中接二连三出事，现在已是人心惶惶。若再上门查问内子，坊间不知会说成什么样啊！下药之事，所幸表妹已经死了，这件事到此为止。至于是谁找的凶手，不如等剿灭索命门后审问动手之人。内子身体虚弱，实在经不起折腾。孟鹤川沉思片刻后，答应了廖望舒的请求。既然如此，那就等剿灭索命门之后再行盘问。多谢大人体谅，下官万死不辞。望着城外送粮的衙役车队，宋金钊吩咐兰溪去查一下怎么回事。1个时辰后，兰溪顶着一身风雪跑进医馆。打听清楚了吗？回大小姐，小人找熟识的衙役打听，他说廖府的5条人命是江湖组织杀的，官府调军队过来就是为了剿灭索命门。宋金钊挑眉，苏姨娘的事情昨日才捅破，这么快就查到索命门了？知道具体是索命门哪个杀手吗？这倒不知，凶手在案发现场掉了一块代表索命门身份的令牌，具体是谁的现在还不清楚。宋金钊诧异地揉捻下巴，代表身份的令牌何其重要，他偏偏就掉了。这事儿啊，怎么看都诡异，难道是故意的？那索命门的位置呢？不是说他们向来神龙见首不见尾？杀手组织里一共有多少人？城外官兵看起来只有1000多，能打过吗？兰溪凑到宋金钊的耳边小声说道，听说有江湖正派人士匿名给衙府送信，信上关于索命门的消息一清二楚，就连门主的样貌都画出来了。正月底，农庄4到6号大棚里的蔬菜开始采摘。酒楼门口，李天崇望着正在卸货的伙计，朝宋金钊说道：宋姑娘，不知第3批蔬菜什么时候可以卖呀？要不我们提前把契书签喽？第3批要到20天之后，现在签可以打9折。听到宋金钊要打9折，李天崇当即就订了10万斤的货。其他酒楼的掌柜知道后，也纷纷提前把契书给签了。负责管蔬菜铺子的春杏对此很是不解。大小姐，我们的蔬菜明明不愁卖，为什么要打9折？按照原来的价格也能卖出去啊。宋金钊将装有契书的盒子盖上。因为再过几日，冬季蔬菜种植技术将不会是秘密，整个东赵国的人都会知道。不提前把契书签下来，等第3批采摘的时候，蔬菜价格绝对会大跌。孟鹤川是兰溪亲自带到农庄参观的，他立刻反应过来。大小姐指的是孟知府。我已经让孟知府将蔬菜大棚建造方法献给了朝廷，应该快要有结果了。兰溪想到契书上的违约条款，恍然大悟。所以您才会提高1倍违约金，就是担心他们违约。宋金钊反手敲了敲盒盖子，有了2倍违约金，就算他们要违约，我们也不会亏。京城齐王府，负责盯梢跟踪的侍卫跪下禀告：殿下，这是庆国公近半月来的行踪，并未发现他和朝中哪位官员走得近，都是正常办公，而且都是武官。萧荣彻快速地翻看记录，看来是因为宋金钊帮他们抓捕过朔北贼子，所以楚留云才帮他说话。既然如此，要不要把人收回来？把人撤回来，你派人将楚留云和宋金钊关系匪浅的消息告诉永嘉，该怎么说，用不着本王教吧。属下明白。碧落院内，萧永嘉正坐在榻上，专心绣手中的长河竹林。2名宫女匆匆从门外走来。公主，近日宫中有人说庆国公对一平凡女子动了心，
还请求皇上册封她为湘君。你说的平民女子是谁？宫女目光下垂，不敢直视萧永家的眼睛。叫宋今朝，听说是协助庆国公抓捕朔北贼子时相遇的。宋今朝，可是制造水利统车的那名女子？就是她。听保和殿的太监说，年前宋今朝又想出一个能在寒冬腊月种出新鲜果蔬的主意，皇上龙颜大悦，要恩赏他。翰林院费大人提出册封他为湘君，丞相不同意，庆国公就急匆匆进宫帮他说话，最后皇上册封宋今朝为灵惠湘君。宫里人都说了，庆国公是想给宋今朝抬身份，等他入京后好娶她。萧永家攥紧拳头，指甲刺进手心，一片通红。想着应该还没散朝呢，便带人来到了太和殿外等候。正在下阶梯的楚留云抬头看到一抹熟悉的身影。微臣拜见公主殿下。萧永家抬手示意他不用行礼。流云哥哥，我听说你在西宁城遇到了一个喜欢的女子，是不是真的？楚留云诧异地扬起了眉峰，疑惑地问道：西宁城？什么喜欢的女子？谁啊？你听谁说的？宫里都在传你喜欢上一名叫宋今朝的女子，所以才求父皇册封她为灵惠湘君。楚留云不敢相信地睁大了眼睛，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流言传出来，还是在宫中。我不喜欢她，册封湘君也不是我请求的，是翰林院的费大人先提出来的，我正好过去。皇上知道我见过宋今朝，询问我的意思，我就帮着说了2句话。我和宋今朝只见过2、3次面，我一点都不喜欢她。那流云哥哥喜欢什么样的女子啊？我喜欢笑起来天真浪漫，心地善良，平日里安静温柔体贴，遇到事情就咋咋呼呼，高兴的时候会想到我，难过的时候也会告诉我，最好左右脸上各有一颗小痣，看起来特别可爱。萧永家愣住后反应过来，眼底的喜悦浓到几乎要化成水溢出来。他极力咬紧贝齿，好不容易才将飞扬的嘴角压下去。我突然想起来，母后找我有事，我先走了。少女心口砰砰作响，好似敲响了擂鼓一般。她还害羞到不敢看楚留云，抓起裙摆快速跑开。扬起的裙边化成漫天花朵，洒在楚留云的心上。他低头抿嘴轻笑，还有6个月便是他年满16岁的生辰了，有些事啊，应该提前准备起来了。负责剿灭索命门的军队还没有回来，走完一系列复杂流程的宣旨太监就已经先一步抵达了安阳府。宋今朝接旨。已经接过一次圣旨的宋启明和宋诗雪提起衣服，相对淡定地跪下。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宋氏有女宋今朝，秉性聪颖，才德出众，屡立奇功，朕心甚慰，特封其为灵惠湘君，赐之诰命，享禄如至，钦此。谢皇上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什么？宋今朝被册封为灵惠湘君？哎呦！李天崇难以置信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胡子被扯断了2根，疼得他呀龇牙咧嘴。李子恩用力点头。现在全城都传遍了，前来宣旨的是礼部官员，还有一个内监，人就住在驿馆。为什么册封啊？原因是什么呀？肯定是大功，否则皇上不会下旨。不知道，宋家铺子今天没开门，就连驿馆都是关的。驿馆内，礼部员外郎
彭木正和安阳知府坐在一起饮酒。孟鹤川端起酒杯浅饮一口，好奇地问道：彭大人，皇上怎么会想到册封宋金钊为湘君？对平民女子来说，这可是少有的恩赐。彭木故作玩笑地端起酒杯恭维道：孟大人，您何必在下官面前说客套话？有费大人和庆国公帮忙，皇上想不答应都难。等来日叶大人官复原职，你就要升迁了吧？啊？彭大人何出此言？这跟费大人、庆国公又有何关系？彭木端着酒杯的手停住。难道这不是您和叶大人商量好的？什么商量好的？彭木见孟鹤川好像真的不知情，他放下酒杯，义正言辞道：您给宋金钊请功的奏折刚递上去，翰林院的费大人就提议皇上册封他为湘君，就连庆国公都帮着说话。费延璋和叶良玉乃是莫逆之交，宋金钊又是叶大人爱徒的亲姐姐，难道这一切不是你们提前计划好的？本官区区一介知府，哪里会有这么大的能耐？宋金钊屡立奇功，这个湘君他值得。想必费大人和庆国公也是这么想的。孟鹤川望着紧闭的宋府大门，眉心微皱一下后，让下属去敲门。奴婢拜见大人。起来吧，湘君在家吗？大小姐去了医馆，还有小半个时辰才回来。还去医馆？已经是湘君了，还在给人看病吗？他抬脚跨进门槛。无碍，本官坐等便是。丫鬟将人请到正厅后，忙跑进厨房。清水，知府大人来了，你赶紧上茶。我去医馆叫大小姐回来。大约2刻钟之后，宋金钊驾着马车回来。昨日医馆没有开门，今日病人有些多，让孟大人久等了。孟鹤川起身朝宋金钊作揖，躬身下拜。是本官礼数不周，未提前递上拜帖，没想到湘君今日还会去医馆。无论何种身份，我都还是大夫，不知孟大人今日上门所为何事？本官这次过来，一是恭喜宋姑娘被皇上册封为灵惠湘君，二呢是让人把您今年上半年的岁禄抬过来，一共40担稻米，都是去年下半年的新粮。我朝岁禄分2次领取，等到下半年之时，湘君可派下人管家去府衙领取。宋金钊瞥了一眼木盒，里面放着一个精致的白瓷花瓶，看花纹应该出自民窑，价格在20-30两银子左右，眼神示意清霜收下。大人下次不必如此破费，心意到了即可。孟鹤川见宋金钊收下礼物，沉吟片刻后说道：还有一件事，皇上已经下令普及反季节果蔬种植，趁着冬日还未过去，本官想以身作则，先带领安阳城的百姓种一茬。现在缺个有经验的，湘君能否把庄子上那个叫福顺的管事先借本官用几天？能让大人高看一眼是他的福气。旭丽庄上最后一批蔬菜采收时间还有半个月，到时候大人可得把人还回来。那是自然，无需半月，10日即可。盯着告示牌上新鲜出炉的反季节果蔬种植办法，还有官衙张贴的试种报名细则，李子恩一口血差点当场喷出来。他泄气地回到家，把消息讲给他爹听。哎呀，我当时怎么就没想到，他早就算计好了。爹，现在怎么办？我们钱都付了。还能怎么办？这个哑巴亏，我们只能自己吃。所幸现在种菜没那么快长出来，盯着各家酒楼的情况，要是客人嫌贵就降价，我们只能少赚点了。还有，你马上派人去府衙报名，别让其他人抢了钱。看着街上飞奔而过的骑兵，有些人身上还有血，
青霜站在宋今朝的身旁，小声说道：“大小姐，应该是去剿灭索命门的军队，看样子是成了。剿灭情况如何？有没有抓获什么人？让兰溪打听一下。”明白。出去1个时辰后，兰溪拎着一袋板栗回到医馆。原本抓到了7个活口，还活捉了索命门门主，可是在押回来的路上，他杀掉7个下属自己逃走了。等找到的时候，人已经掉下悬崖摔死了。宋今朝如冬雪般的眼眸微微转动。府衙内，孟鹤川神色苦恼地坐在椅子上。来人，告诉廖大人，让他今天晚上把他夫人院子里的丫鬟下人全都送过来，本官要挨个审问，还有之前下药的那个也要带过来。隔天，宋今朝照常去廖家问诊，还没进门就被廖府的管家给拦住了。他跪在地上，卑躬屈膝地解释：“回将军，我家大人吩咐，这几天府里闭门谢客，麻烦您过几日再来。”阴暗的地牢里，孟鹤川盯着口供上鲜红的指印儿，心沉到了崖底。被叫到府衙的廖望舒翻看着桌上一张一张口供，整个人的脸色都变了。事情就是这样，苏姨娘3次小产是你夫人做的，你夫人12次小产是苏姨娘做的。看着郎中口供上关于苏姨娘服药早产导致胎儿发育不全、身体羸弱、病态缠身的记录，廖望舒恨到牙齿都快要咬碎了。大人，表妹已死，她做的事情下官不想再追究。至于我夫人，她固然有错，却也是受害者。家丑不可外扬，府中内宅之事，还请大人让下官自行处理。苏姨娘被杀之事应该和你夫人没有关系，索命门已被剿灭，没有人证查不到幕后真凶，此案怕是要成为悬案了。他做了这么多恶事，也算死有余辜。这些天多谢大人劳心，此案下官也不想再追究了。等宋今朝3日后再上门，发现春水院里的下人丫鬟全都是生面孔，望着躺在床上仿佛被抽走了灵魂的孔婉如。宋大夫，你以后不用再来了。宋今朝转过身看向他，不想再怀孕了。妇人嘴角勾起了一抹极淡的笑容，说不清是自嘲还是苦笑。治与不治都一样，我永远不可能再有自己的孩子，能不能生又有什么意义呢？就像这暗无天日的春水院一样，再也出不去，直到老死。宋今朝拧眉，心中不满。廖希文不是你的孩子？孔婉如无力地闭上双眼。女儿终究是要嫁出去的，不能继承家产，有和没有都一样。宋今朝一个白眼翻上天，果断背起药箱离开。活该你这辈子生不出儿子。走出春水院没多久，宋今朝就在假山附近撞见了廖希文。宋姑娘，不，请相聚安。宋今朝见他眼底泛青，脸色有些蜡黄，明显是没睡好。我给你开的安神药没吃，心里烦就没吃。请问将军，我阿娘的病怎么样了？我听新的丫鬟说，她这2天都没吃饭。你没去看她？廖希文摇头，眼眶微微有些湿润。我阿爹说阿娘犯了错，不让我见她，还把春水院里的下人全都换了，门口有守卫，我进不去。宋今朝眨眨眼，心里已经猜了个7、8成，估计苏姨娘的几次小产是孔婉如做的。现在东窗事发，不仅夫妻关系破裂，孔婉如还被囚禁在院子里，所以他才不想治了。你母亲心存死意，让我以后不要再来。没有儿子，她不想活了。廖希文含着泪，呆呆地站在原地。天气渐暖，宋今朝让府里的下人把花园的花全部移植到花盆里，接着
把地都翻了。宋启明从书院回来，看到坑坑洼洼的花园，好奇地询问宋今朝要干嘛。农庄在城外，离家远不方便随时过去看，我准备把土豆种花园里。我看很多芽点都枯了，还能种活吗？有些表面泛青没完全发芽的应该能种活，之前发芽的那些有一半看着还有活性，先种下去试一试。阿姐，这个土豆真的能亩产上千斤？他问过好几次，总觉得很虚幻。等种出来就知道了。春杏儿拿着一张帖子进来。大小姐，这是孟府下午派人送过来的，孟夫人想邀您过几日一起踏青。看一眼帖子，帖子是孟夫人亲笔写的。来人是这么跟清水说的。送信的下人还说，孟夫人特别希望您这次能给面子。宋今朝盯着帖子上的碰面地点，明远，好像是在城外。清霜瞄了一眼帖子，低声提醒：大小姐，明园是李家的产业。马车停在山坡下，绕过大片碧波荡漾的清水湖，映入眼帘的山桃林已经开出了粉红色的小花。孟夫人端坐在石凳上，丫鬟抬头看见宋今朝过来，连忙低声提醒：夫人，林慧香君来了。香君万福。宋今朝望向周围，除了孟府的几个丫鬟，一个人都没有。孟夫人就邀请了我一个。知道香君不喜欢人多，便没有邀请别人。春日桃花点缀，迎春送暖，岂能辜负？香君整日在医馆忙碌，正好出来散散心。不是约在明园，孟夫人怎么待在外面？孟夫人左看右看，眼睛没有焦点，像是在找什么东西。我见外面景色不错，不忍辜负，便多待了一会儿。时辰还早，不如我带香君先逛逛。宋今朝抬眉，眼底若有所思。看来自己猜的没错，今天想见自己的不是孟夫人。听闻安阳书院每月发榜，香君的弟弟必定高选榜上前3。今年乡试，想必定能高中。那是之前，进入上社后，优秀同窗太多，这孩子都要被打击的抬不起头来了。上社学子个个才高八斗，宋公子能这么快考进，已经非常难得。有叶大人在，8月乡试必定不是问题。就是不知叶大人还能不能待到那个时候了。此话何意？香君不知道吗？皇上有意让叶大人官复原职，再过一段时间，他恐怕就要回京城了。启明没有跟我说过，想必是还没完全定下。孟夫人继续试探。听我家大人说，叶大人离开京城时，和京城2位皇子关系不太融洽，不知这次回去情况又会如何。令弟是叶大人唯一的学生，想必应该知道一些。启明才13岁，朝中大事叶先生怎么可能和他一个小孩说？叶先生之前是御史，容易得罪人，想必和谁关系都不会太好。孟夫人抿嘴移开视线，怎么就油盐不进呢？一点消息都不透露，自己回去怎么说呀？其实今天想见你的不是我，是英王侧妃李晴云。李天崇的女儿？她不是在京城，怎么会突然回来？后日便是李天崇的生辰，李侧妃受宠，英王又特意给了恩典，这才回来给他父亲贺寿。前日他忽然派人上门，说是想见您一面。碍于身份，我不好拒绝，这才邀请湘君一起踏青。李侧妃已经在里面等着了。李侧妃要见我，孟夫人可知所谓何事？说是想亲眼见识一下皇上亲封的湘君是何风采，其他什么都没说。进入明园没几步，宋今朝就看到了4个侍卫提着刀站在围栏外面，表情很严肃。
看见有女子靠近，其中一人转身朝里走，回来时带出一个丫鬟。想必这位就是林慧香君，回家娘娘早已等候您多时。承你参见侧妃娘娘。孟夫人紧跟着也行了一个万福礼。臣妇参见侧妃娘娘，娘娘万福金安。李青云亲切地上前一步，握住宋今朝的手，展颜一笑道：林慧香君不必拘礼，今日只当好友见面，不必太过规矩。落座后，李秦云的嘴巴就没停过，只要场面稍微冷下来，他就立刻换下一个话题继续聊。孟夫人很喜欢吃梅花糕。孟夫人张嘴咬下的动作停住，自己才拿起第一块，怎么就变成很喜欢吃了？可李秦云如此问，他只能附和着点头微笑。梅香扑鼻，臣妇很喜欢。厨房有刚做的，还热乎着，赶快给孟夫人再端一盘。明园正是梅花盛开的时节，春色不可辜负。林慧香君，陪我出去看看。孟夫人多吃些，冷了就不好吃了。嘴里滚烫的糕点，嚼也不是，咽也不是。自己刚才把人送到后，就不应该进来，这是嫌他多余，用吃的来堵他的嘴呢。走出屋子，李青云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歉意。听闻家兄和香君在生意上闹了些不愉快，他头脑简单，笨嘴拙舌的，如果有哪里做得不好，还请香君多见谅。都是一些小事，我并未放在心上。李青云停下脚步，满眼欣赏地望着宋今朝。香君不仅聪慧，还很有容人之量，怪不得庆国公会喜欢你。不过本妃想提醒香君的是，永嘉公主心悦于庆国公，她已经从齐王的口中得知庆国公心有所属，等你入京后，公主恐怕会找你麻烦。庆国公喜欢我？谁说的？我怎么不知？他跟楚留云只见过2次面，说是熟人都算不上，哪来的喜欢呢？皇上册封你为香君时，顾丞相极力反对，是庆国公在一旁力挺，难道他没告诉你吗？我和庆国公没有什么关系，他估计是为了朔北贼子的事情才帮我说话，毕竟我也算帮了他。既然没关系，为什么齐王那么肯定，还把事情捅到永嘉公主面前？那段时间宫里议论纷纷，谁都以为庆国公喜欢你，这不是在给你找麻烦吗？事关女儿家的清誉，齐王怎么能乱说？想来可能和令弟有关。叶大人辞官回乡前屡屡在朝中直言齐王一派的错处。令弟是叶良玉的学生，你又治好了他的腿，齐王这是恨上你了呀。原来如此，身为大夫，治病救人乃是天职，没有想到齐王殿下心胸如此狭隘。李秦云用手帕遮住嘴，压低声音悄悄说道：不瞒香君，叶良玉的腿就是齐王派人弄残的，要不是侍卫及时赶到，别说是一双腿，就连命都可能已经没了。娘娘从何得知那些刺客是齐王派的人？在猎场，我家王爷追过去的时候，抓到了一个刺客，刚吐出齐王2个字就被人暗杀了。没有证据，空口无凭，皇上一定会以为我家王爷是在刻意针对齐王，便没有把事情说出来。朝中危机四伏，叶大人性子烈，想着离开京城也好，没想到这才过去多久他又要回去。这次齐王肯定不会再放过他。湘君和叶大人相熟，一定要提醒他多提防，可千万不能丢了性命啊。宋今朝拧眉，故作沉思状。李秦云见他听进去了，抬头看向远处时，忍不住得意地勾起嘴角，但很快就被他给压了下去。见宋今朝久久没有开口，李秦云继续说道：虽然叶大人
和我家王爷有时也多有政见不合，但其实王爷还是很欣赏叶大人的。像他这样刚正不阿、有着铁骨铮铮的玉石，虽不得人喜欢，却是朝廷最需要的。要不了多久啊，皇上就会让叶大人官复原职。还请湘君告诉叶大人，回京后若遇到难处，或被齐王针对谋害，只要他一句话，我家王爷定会出手相助的。话我会带到，至于该怎么做，还是要看叶大人自己。深沉的语气加上忧愁的表情，愈发让李秦云相信宋今朝此刻已经满心忧虑。齐王看你不顺眼，以后若再有奇思妙想上书朝廷，皇上恩赏的时候，顾丞相必定还会跳出来阻拦。其实湘君大可先告诉我家王爷，他欣赏湘君的才能，必定为你争取最大的功劳。我一个女子要那么大功劳也没用，都是为了朝廷。我家王爷说的果然没错，湘君这颗为国为民的纯心善心是最难得的。坐了近半个时辰，孟夫人的屁股都快坐麻了，才等到他们回来。李秦云见桌子上的盘子都空了，笑着吩咐丫鬟去装一盘梅花糕，让孟夫人带回去。其他糕点也都多备一份，这甜的小孩都喜欢。湘君也带些回去给家中弟妹尝尝。宋今朝笑笑不语，孟夫人眼角抽搐，心里骂了李秦云100遍。碍于对方身份，最后千言万语只能化成一句：娘娘家的厨子手艺就是好，臣妇还没在其他地方尝过如此香甜的梅花糕呢。做糕点的厨子原是宫里的御厨，王爷建府后他就一直在英王府当差了。这次我阿爹过寿，王爷特意让他过来掌厨，后日寿宴2位可一定要来。英王殿下如此宠爱娘娘，真是羡煞旁人。宋今朝默默看着两人打嘴仗，羡慕什么呀？羡慕人家当妾呀。宋今朝没有回家，直接让清霜驾车去了叶宅。坐下后，宋今朝将李秦云说的话全部告诉了叶良玉，想知道他是什么想法。叶良玉越听眉头皱得越紧。国库空虚，前有北朔国虎视眈眈，后有西南一族风屯已据。身为皇子，不想着强国富民，整日就知道玩弄权术，结党营私。哼！等他们上位，我东赵国怕是要亡了。当今皇上就没有别的皇子？后宫有那么多嫔妃呢，怎么会没有其他皇子出生呢？难道被这2位皇子的母亲全都干掉了？叶良玉沉重摇头。别说皇子，就连公主都只有永嘉公主1位。怀孕呢？叶良玉再次摇头。永嘉公主出生后，没听说过后宫再有哪个妃子怀孕，想来是天不佑我东赵啊。宋今朝挑眉，这就奇了怪了。后宫妃嫔不避孕，每个月那么多次，怎么可能一个都不怀呢？会不会是皇上身体出了问题？有看过太医吗？宫中太医无数，想来应该不会有问题。宋今朝盯着他没说话，不符合常理的事情90%都有问题。宋姑娘啊，这事儿千万不能外传，不管真假，传到皇上耳边就是死罪。英王那边你不用管，3个月之后我就要回京，有什么事我挡着。启明是我唯一的学生，我把他当亲儿子看，以后无论有什么难处，宋姑娘可随时找我。皇上只有2位皇子，您全得罪了，以后无论谁上位，下场恐怕都不会太好。怕是要落得个死无全尸的地步。皇子德不配位，可以直接让位给皇孙。当今皇上年岁不过50，等得起。再不济，还可以挑有才能的宗室弟子上位。就算这些都不成，等皇上驾崩，我也老了，父母已逝，
这辈子无妻无子，哼，一条贱命他们随意拿去。永嘉公主是个什么样的人？皇子不靠谱，不是还有个公主吗？叶良玉以为宋今朝怕永嘉公主因为庆国公的事情针对他，缓了口气说道：你放心，安阳府距离京城隔着千里远，后宫不能干政，他不能对你怎么样。而且据我所知，永嘉公主不是嚣张跋扈之人，听说很是温婉乖巧，想来做不出什么出格的事。宋今朝笑笑没开口，想来在这些古人的思想里，应该没有让公主登基当女皇的想法，自己还是不要提了。宋府花园内，春杏等人正忙着挖土豆呢。比起6月下旬吃的嫩土豆，现在的老土豆大部分都有1个拳头大，有些更大的要2个拳头。春杏让人把杆秤拿过来，开始一筐一筐的称。大小姐，一共收获土豆270斤。10斤土豆苗，2分半地，亩产1080斤，简直惊人呐！把泥土清理干净，用黑布袋把土豆装起来，放进地窖里。地面要垫地板，地板上铺稻草，别靠墙放，注意避光避湿，别让它们发芽了。傍晚回来，宋启明知道产量后，激动地在原地转圈圈。亩产1000斤，竟然真的亩产1000斤，太好了！这么高的产量，要是家家户户全都种上，得养活多少人啊！不知想到什么，他停下脚步，朝宋今朝说道：阿姐，需要我马上写信告诉老师，让他把土豆献给皇上，为您请功吗？不用，这次我要亲自送。10月25日是当今皇上的生辰，丧事结束后，我们立刻前往京城，这土豆便是寿礼。乡试结果要到8月底才出来，10月25日，时间是不是太赶了？放榜后便出发，使用2架马车，路上不耽搁，应该能赶上。乡试带来的紧迫感在安阳府维持了数周，直到3场考试全部结束，上千名学子才彻底解放。而宋启明在考试结束的第2天上午便登门和穆红月探讨3场考试的题目和答案。宋启明将考试题目和自己写的答案尽数写在纸上，大概就是这些，准确率在90%以上。这是我第一个看到的答卷，但我确信它绝对是最完美的一份。你没辜负叶兄的期望，他真的是收了个好弟子啊！宋启明心中一喜，躬身作揖道：这2个月多谢院长指导，学生没齿难忘。受人之托，重人之事，无论有没有这2个月，你都能考上举人。明年2月便是春闱，你若是不急着进京，可继续来老夫这。多谢院长，只是老师临行前叮嘱我去京城找他，所以学生打算尽快启程，结果出来之后便出发。这般着急，不先回乡看看？京城路途遥远，距离春闱不足半年时间，学生想再奋进一番，还是早去京城为好。说的也是啊，叶兄肯定在等你。放榜前1天，所有行李都已经装车，150斤土豆放在铺了稻草的木箱里，比宋今朝他们4个的行李加起来还要重。放榜当天，贡院门口人山人海，宋启明和宋高丽站在一块儿，最右边第1行第1个名字显露出来后，2人全都愣在原地。第1名，启明，你是解元！我的天啊，我好兄弟是解元，是不是在做梦吧？宋启明正然点头。站在旁边的兰溪立刻转身，艰难地往外面挤，浑身的肉都被夹得生疼。隔着4、5个人的前排，何飞轩盯着榜单上自己的名字，深吸一口气，咽下去。果然是亚元，宋启明排在自己上面。回过神来的2人已经开始在黄榜上找宋高丽的名字，从右往左一排排一列列地看过去，生怕看漏了。贡院对面的屋檐下，哥哥怎么还没出来？我还是进去看看吧。
他刚往前迈了2步，披头散发的兰溪就迎面跑了过来。怎么样？第1名，大少爷是解元。阿姐，哥哥是解元。宋今朝两边嘴角勾起，轻轻颔首应了一声。另一边，还在人群里挤的宋启明和宋高丽同时瞪大眼睛。我考上了！我考上了！我考上了！宋启明看着他高兴的样子，笑弯了眼。府试最后1名，院试最后1名，现在乡试啊还是最后1名，兴奋程度比3次考第1还要强，简直就是天选之子。忽然一人抓住宋启明肩膀上的衣服，哈哈，解元老爷可有婚配呀？小女28年华，正是花容月貌之际，陪嫁良田1000亩，商铺10间，闹市3进出宅院1套。哦，我年纪尚小，暂时不打算娶妻。郭老爷不松开，争取道：哎，可以先定亲，过2年再成婚嘛。被打断兴奋冷静下来的宋高丽拦在2人中间，把他们隔开。这位老爷，我兄弟年仅13，令千金28年华，过2年就18了，属实是有点不合适啊。有什么不合适啊？女大3抱金砖，解元老爷13岁，再合适不过了。左手边又冲出来一个穿绸缎的富贵老爷。解元老爷，小女今年12岁，过2年成亲再合适不过。啊，多谢各位抬，我年纪尚小，暂时没有定亲成婚的打算。他用力地推开人群，朝外挤去。本次乡试一共有300人考中举人，但只有前20名才能被邀请参加鹿鸣宴。隔天，宋启明刚走到贡院门口，就碰到了穆红月走过来，旁边赫然跟着考了倒数第1的宋高丽。幸好有你在，否则我还真有点慌。宋启明压低嗓音，好奇地问道：你怎么来了？干站在这里干嘛呀？赶紧进去，人应该到的差不多了。宋高丽边走边回答，眉头纠结，有点懊恼。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回事啊，我正收拾东西呢，院长突然叫我参加鹿鸣宴，早点知道我还能去买套新衣裳，这身上这套呀还是去年买的，都有点掉色了。没事，青色穿着显文雅，你只要记住，你现在是举人就行了。鹿鸣宴结束后，回家的路上，宋高丽迫不及待地爬上宋启明的马车，眉眼开心地上扬。你猜段老师怎么说？收你当学生了。哼，你怎么知道？真收你当学生了？具体怎么说的？他说虽然我不是1等1的天才，但总感觉我跟他很有缘分。段老师当年会试时也是倒数第1，我乡试院试都是最后1名通过的，说我跟他的师徒关系乃是天意，老天爷牵的红线。宋启明越听越觉得有点悬，怎么好似有种忽悠人的感觉呢？宋高丽竖起一根手指。哎，对了，他知道我们明天要出发去京城，想和我们一起。哎，你有没有说我们会赶路啊？路上可能会没那么舒服。我说了，不过老师说他急着回京城也要赶路，正好顺趟，一路上朝夕相处更容易培养感情，我正好可以趁这个机会好好表现，争取留下一个更深刻的好学生印象。宋启明迟疑地吞咽口水，总觉得这件事儿啊顺畅的有点过分了，这段延华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回去后，宋启明把事情告诉了宋今朝。对段延华，你知道多少？宋启明坐下细细道来。也就是他的一些过往的功绩和文章诗篇，原本就是为了让高丽取个巧，没想到会变成这样。会是最后1名能进翰林院吗？宋启明愣住，摇头回答：应该不能吧，这个成绩只能去偏远地方当县令。可段延华却进了翰林院，有点奇怪。1个多月之后，
望着巍峨高耸的城墙，段延华捂着脖子从车厢里钻出来，深呼一口气，感慨道：哎呀，总算是到了。他撇过头看向宋今朝，林慧湘君若是不弃，在京城的这段时间可在下官的府中落脚。宋启明拱手：多谢段大人好意，学生出发前已经给老师写了信了，想必住处已经找好，就不叨扰大人您了。既如此，那就改日再聚。高丽，你在京城没有住处，就跟为师回府吧，也好日日督促你学习。宋高丽神色迟疑，尽管路上相处了近2个月，可他和段延华的关系总感觉还有点生疏，贸然住在对方家里好像有点不太妥当。段延华见他没反应，开口催促：住在府里，为师能日日指点你，你还有好几个师兄也都在，正好可以相互学习。多谢老师，那学生便叨扰了。茶摊上的男人猛然站起，打开手中的画像，仔细对比，是了，一模一样。他冲到宋启明的马匹旁边停住，弓着腰，扯开了嗓子，高声问候：是宋启明宋公子吗？你是？我是叶府的下人，奉命在这里等候宋公子和湘君，盼了几天，终于将您给盼到了。在男人的带领下，宋今朝一家被领到了叶府门口。快去告诉管家，宋公子他们来了。宋安好双脚刚落地，云鹤就从府里跑了出来，看到宋启明时，眼睛都在发光。他伸手招呼他们朝里走。林慧湘君，宋公子，里面请。老爷早就备好了客房，就等你们过来。云鹤边走边解释：老爷正在翰林院没回来，我已经让府里准备午膳，湘君和宋公子可以稍作休息。被带到房间后，云鹤伸手招来2个婶子：这是府里的下人，湘君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他们去做，我就不打扰了。多谢。宋今朝微微颔首。进府后一路走来，不说年轻点的丫鬟，就连女人都没看见一个。用过午膳后，一觉醒来，叶良玉就已经从翰林院赶回来了。书房内，他按住宋启明的肩膀，不停地夸赞：为师没想到你会考中解元，想来我离开安阳府后，你也没有放松功课呀。老师临走前为我安排好了一切，学生又怎会放松？你阿姐此次的来意我已经知晓，还有3日便是陛下寿辰，到时候我定能让你们如愿。隔天，叶府厨房里忙的是热火朝天。宋高丽顶着一双没睡好的黑眼圈找上了门。亭子内，宋高丽哭丧着脸趴在桌子上。昨天我进府后才知道，段延华的弟子有好多个，府里住了6个和我一样的穷学生，他们都比我先拜师，算是受重视的。没住在府里的还有好几个呢，我一双手都数不过来。我还以为我是特别的那个，结果是广撒网，捞住哪个算哪个。宋启明眉头紧蹙，当初只打听了段延华的文采和仕途，倒没想过这一层。他收这么多学生在家里，养得起吗？翰林院编修每年的俸禄好像不高。宋高丽的嘴巴鼓气半天，最后泄气地咽下去。他委屈巴巴地说：他没钱，但他妻子挺有钱，有钱到我都有点羡慕了。段延华养在府里的几个学生才华如何？有希望考中进士吗？我昨天和他们聊了1个时辰，比不上你，但比我好多了。能不能考上我也不确定。你现在打算怎么办？老师都已经拜了，现在反悔已经晚了。能怎么办啊？只能这样了。以我的条件本来就没得挑，那有总比没有好嘛。晚上，英王府后院，萧荣燕去了李秦云的院子。宋今朝和他弟弟已经到了京城，就住在叶良玉的府中。你不是说在安阳府和他相见甚欢？那改日请他们姐弟2人过府一叙如。哦，宋启明考中举人了。
龙北省乡试的解元，叶良玉还真教出了一个好学生。明年春闱，此子考中进士，几乎是十拿九稳。既如此，妾身明日便请宋今朝姐弟二人过府。后天就是父皇寿宴，还是等寿宴结束后再邀。本王要亲眼见一见这位13岁的解元。时值金秋，东赵国皇帝50大寿当天，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爱卿平身，今日寿宴，众爱卿与朕同贺，不必太过拘礼，都入席吧。一曲奏乐过后，献礼开始，众皇子公主为皇上庆贺。齐王率先起身，走到大殿中央，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萧荣彻的身上，想知道他会送皇上什么样的贺礼。萧荣彻拍了拍手，8名侍从抬着一幅长约数十尺的卷轴从殿外走进来。儿臣谨献黄鱼全览图，此图由30位名家走遍我东赵国每一寸土地，等比例绘制而成，一山一水皆为实景。儿臣仅以此图，愿父皇山河永寿，社稷长安。好啊！连说了3个好字，足以代表萧承景对这份寿礼的欢喜。齐王见状，得意地瞥了英王一眼，怎么样？你英王的寿山玉雕怎么可能比得过吗？英王微微一笑，显得十分淡定从容。没想到陈弟和皇兄会如此心有灵犀。父皇，儿臣遍览古籍，亲自绘制了一幅鱼图，想送给您，还请父皇和大臣们一观。望着卷轴上密密麻麻的数千座城池，图上不仅清楚地记录了东赵国的壮丽山河，就连朔北国的一城一池，甚至每一条路线都如此清晰。英王大步上前，双膝跪下，拱手高声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儿臣谨以此图，愿父皇德配天地，威加四海，承天受命，统一天下。萧荣燕背在身后的小手一挥，英王一派纷纷站出来恭维：陛下德配天地，威加四海，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帝萧承景一步步地从白玉台阶上走下来。哎呀，英王此物深得朕心，就是不知道谁能帮朕实现此愿。坐在英王下手的永嘉公主眸色忧心地看向楚留云，尽管知道征战沙场是大多数将军的宿命，可她还是担心。楚留云暗自朝他摇头，皇上啊，只是说说罢了，根本不可能主动出兵的。二弟能亲自绘制出昆鱼全图，想必已经对朔北国十分了解。来日两国开战，若你带兵出征，定能拿下朔北，完成父皇一统天下的宏伟愿景。皇兄，我先在这里恭喜二弟，恭喜父皇。荣彻说的有道理。英王身体一僵，难以置信地看向皇帝，可他压根儿没搭理，自管自的看向楚留云说道：晋国公，你手底下的兵军纪最为严明，朕把英王交给你，一定要帮朕培养出一位能横扫千军的帅才。他刚要走出来拒绝，已经半荣休的郑国公便抢先一步跪下：回皇上，犬子尚且年少，自己都不能在千军万马之中横扫敌军，又如何能将英王殿下培养成一个帅才？还请皇上收回成命。郑国公太过谦虚，刘云尚且年少，却还有你在。朕把英王交给你们父子二人，1年后无论教成什么样子，朕都认。若是成不了帅才，就当锻炼身体也无妨。洪家公主见场面缓和，沉下心，也该轮到自己了。她回过头接过侍女手中的锦盒，走到白玉台阶前跪下，
双手将锦盒抬高到头顶。这是儿臣自己绣的万寿无疆图，恭祝父皇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此图构思奇巧，草木生灵浑然一体，真乃是天衣无缝。哎呀，你看你眼睛都熬红了，定花了你不少时间精力，下次可不许这样，随便绣上几个寿字，这件是欢喜的。给父皇的寿礼自然得是最好的，儿臣愚笨，也就这点手艺能拿得出手，父皇喜欢便好。父皇很喜欢。皇子公主献礼过后，接着便是宗室和大臣。等到御史台开始献礼时，最先起身的便是御史台之首叶良玉。小人准备了一份特别的寿礼，托微臣献给皇上，还请陛下一尝。哦，谁送的？容臣先卖个关子，定不会让陛下失望。既如此，那便呈上来，让朕瞧瞧。坐在辫子上的鹰王眸色深沉地扫向叶良玉，难道是宋今朝？云鹤端着一个托盘，缓缓从殿外走进来。托盘中间摆着一个黑色砂锅，旁边还放了汤勺和筷子。内侍立刻走下台阶，将托盘接过去，形如面条状的土豆粉映入眼帘，白到发光，居然是一碗长寿面。萧承景惊讶地挑起眉梢，看向叶良玉。叶爱卿啊，这面条怎么这么粗啊？皇上先尝尝。叶爱卿，这面条是怎么做的？朕以前从未吃过这样的面条。皇上猜这面条是用什么做的？不是面粉。叶良玉笑着跪下。回陛下，不是面粉，是土豆粉。这便是灵慧将军千里迢迢从安阳府赶到京城，让微臣进献给陛下的寿礼，一种在场各位从未吃过的粮食。宋今朝来京城了。叶良玉点头。前几日刚到，连夜赶路，就是为了给陛下献上寿礼。齐王端起酒杯，轻笑了一声。林慧湘君真不愧是出自农家，父皇50大寿，连夜赶路送粮食当寿礼，还真是别具一格。齐王一派的大臣出声摇头附和。我东赵国万里河山，地广物博，没见过的吃食多了去了，这土豆粉算不上稀奇。面对大臣们的奚落，叶良玉神色淡定地看向端坐在龙椅上的皇帝。回皇上，若微臣告诉您，这土豆能亩产1000斤呢。亩产1000斤？怎么可能啊？亩产1000斤？真的有这样的神物吗？土豆到底长什么样子？我现在就想看。皇帝踉跄着从金碧辉煌的龙椅上站起来。叶爱卿，此话当真？这土豆真的能亩产1000斤？回皇上，灵慧将军已经试种过一茬，10斤土豆种，2分半土地，一共收获土豆270斤。灵慧将军何在？让他马上带着土豆来见朕。回皇上，灵慧将军此刻正在宫墙外等候陛下召见。萧承景大手一挥，迫不及待地喊道：赶快让他进来，让御林军驾马车去请，越快越好。见御林军带着一名女子缓缓爬上台阶，到近处后，内侍双手奉在腹前，高声喊出：灵慧将军觐见。萧承景盯着朝自己一步步走来的宋今朝，眼里不由自主地生出了赞叹之色。臣女宋今朝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才50岁，这个皇帝有些显老啊。灵慧将军，
盒子里装的是不是土豆？快拿来给朕看看。是。这土豆真的能亩产1000斤？回皇上，此物不仅产量高，而且不像其他农作物那般娇贵。它可以在贫瘠土地上进行种植，且极为抗旱，喜欢冷凉的气候。它的生长周期只需要3到4个月，1年可以种2茬，气候温暖的地方甚至可以种3茬，极大提高土地使用频率，做到年产3000斤。林慧将军啊，这土豆你是从何处得来的？宋金钊将码头发生的事情娓娓道来，接着从袖口抽出那张羊皮图纸呈上。林慧将军，这土豆你还有多少？回皇上，臣女8月一共收获土豆270斤，此次入京一共带了150斤。以上嘴角噙着笑，声音清朗且洪亮。林慧将军宋金钊上前接旨，朕承天命之责，重黎民温饱，土豆产量之高，解万千百姓脱饥饿贫苦之困，功垂竹帛，惠及千秋。为彰此功，为天下女子表率，朕特封你为临惠县主，赐黄金千两，良田1000亩，府宅1座，望你以后继续心怀家国，为朝廷效力。叶良玉刚抬起的屁股顿时悬停在半空中。太和殿内所有人瞪大眼睛望向萧承景，不是县君、郡君，是县主。臣女接旨，谢皇上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宋金钊才起身，萧承景就说道：剩下的120斤土豆，朕即刻命人去安阳府取。回皇上，那120斤，臣女已经让人种在农庄，并建造了蔬菜大棚，预计12月初才能采收。很好，那就等采收后再全部送到京城。是，臣女明日便写信回去。萧承景满意的点点头。来人，给林慧县主赐座。听闻你弟弟年仅12岁便考中秀才，不知今年乡试发挥的如何呀？幸蒙天恩祖德，家弟此次乡试侥幸考中解元，此次也一同上京，以备来年会试，希望不负皇上教化之隆恩。叶爱卿，没想到你不在朝中的这段时间，还能为朕培养出这样一位少年英才，你如此会教，理应多收几位学生才是啊。当时微臣以为自己此生再也无法为朝廷效力，所以才收的学生。他能考中解元，也不全是微臣的功劳，启明聪慧过人，或许是因为出生穷苦，所以格外珍惜能有读书的机会。加上启蒙太晚，他日日都要苦读到深夜，1年到头从未有过放松。能收到这样自觉的学生，微臣也觉得格外荣幸。长姐以身作则，想必弟弟也差不到哪里去。朕很期待他明年会试的成绩。能得皇上看重，是家弟的福气，定当日夜苦读，以报君恩。萧荣燕回到王府后，气势汹汹地冲到了李秦云的房间，兴师问罪。你不是说你和宋金钊相谈甚欢，他已经偏向本王，答应说服叶良玉投靠本王了吗？为什么今天县里土豆的事情他没告诉你，害本王错失了一份天大的功劳？被吵醒的李秦云还躺在床上，眼睛都没睁开，就是一阵劈头盖脸的责问：什么土豆啊？妾身不知道啊。明天给宋金钊下帖子，本王要亲自见他。望着萧荣燕甩手离开的背影，房门被重重地砸在门框上。李秦云瘫倒在床上，仿佛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今天不是皇上寿宴，怎么会牵扯到宋金钊呢？土豆又是怎么回事？
守在房间外面的侍女脸上血色尽失，等萧荣燕走了，这才急急忙忙地跑进房间。她跪趴在床边，一脸担心：“娘娘，您没事吧？”“没事儿。明日一早，你立刻去出府打听今日皇上寿宴上发生了何事，尤其是关于宋今朝的。”侍女疯狂点头，比小鸡啄米的速度还要快。奴婢明白，天一亮奴婢就去。李琴云的侍女天一亮就出门打听，半个时辰后匆匆而归。娘娘，昨日寿宴上，宋今朝送了一份寿礼给皇上，皇上龙颜大悦，当场册封他为灵慧县主。一晚上没睡好的李琴云头很疼，她当即质问：“什么寿礼？”“就是王爷说的土豆，据说能亩产1000斤，现在京城闹事已经传遍，都说是神物。”李琴云神色恍惚地跌坐在软榻上，自言自语道：“这么快就成县主了。”思量久后，李琴云亲自写了一份帖子交给侍女：“这份帖子你亲自送到叶府，交给宋今朝，就说安阳一别，我对他甚是惦念，请他们姐弟2人过府一叙。”宋今朝收到帖子时，宫里的内监刚走。“为什么哥哥也要去？英王侧妃是女眷，怎么会邀请男客？”宋今朝将帖子扔在桌上。“要见启明的不是英王侧妃，而是英王。”想到叶良玉和朝中2位皇子关系不和，宋诗雪握住拳头，神色有些担忧。“英王要对付哥哥。”和宋良玉谈完后，宋启明找到宋今朝，将自己要去国子监上学的事情告诉了他。正准备出门看宅子的宋今朝惊喜地挑起眉头：“正好，明天去英王府，我就告诉英王侧妃你去了国子监上学，没空。”“他请我干嘛？”“长姐。”宋安好被血团驮着，慢悠悠地晃过来。宋今朝弯腰将他抱起，扭头回应宋启明：“估计是想招揽你，顺带让你扳倒你老师。”书房里，宋启明蹙眉道：“你的意思是，段延华收你当学生目的不纯？”宋高丽眼皮耷拉着点头，心里丧气极了。“今天在望月楼遇见金朝姐，他一下子对我态度就特别好，还说叶大人也曾经教过我，非要明天拉着我上门。”宋启明扭头看向坐在椅子上的叶良玉：“老师，您对段延华了解多少？他是齐王的人，还是英王的人？”“他既不是齐王的人，也不是英王的人。此人空有野心，却喜好白日做梦，遇到难事就往后缩，想走捷径又没什么能力。在翰林院待了10几年，始终不上不下，齐王和英王都看不上他。从上次会试开始，他就开始收学生，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想着有朝一日能飞黄腾达，拉他一把。”“拉他一把？我能不能考上还是个问题呢？”“他收你当学生，应该不是想着你能考上，而是为了结交人脉，讨好他的上司。”宋高丽秒懂：“他上司又是谁啊？我不认识。”“翰林院学士费大人和老师关系匪浅。老师，当初我们打听的时候，别人都说这位段大人品行很好，而且很照顾晚辈的。”叶良玉勾着嘴角摆手：“段延华很在意名声，他3年前落榜的学生回乡时，对他是满口夸赞，离开京城时在城门口抱着他哭，场景很是感人呐。”“既然这样，那就没事了，大人您不理他就是，反正我也没想到这一次一定能考上，大不了回安阳府3年后再考就是了。”这点自知之明他还是有的。叶良玉深沉的眼神在宋启明和宋高丽身上打转。“明天启明要进国子监读书，他阿姐要去英王府，我会在御史台处理今天留下的公务。
你装作什么都不知情，跟段延华一起过来，其他事情就不用管了。侍女将宋金钊带到正厅后，火速转身回到院子，告诉李秦云：娘娘，只来了灵慧县主，宋公子没来。怎么会？我明明在帖子上写了请他们姐弟二人啊。可灵慧县主真的只带了一个丫鬟过来。啊，王爷还在书房吗？刚才王爷身边的古云已经来问过一次了，需要奴婢去告诉王爷吗？李青云深呼吸了一口气，捻了捻衣领。不用，我亲自过去说。你吩咐人多上几道点心，我稍后就过去。书房里听到宋启明没过来，萧荣燕挥手将桌上的笔架推倒在地。他这分明就是没把本王放在眼里。担心萧荣燕的怒火波及到自己身上，李秦云温声开口抚慰。或许是因为妾身相邀，宋启明才没来。毕竟是王府后院，他一个男客，总归是要避嫌的呀。宋金钊不是蠢货，他肯定知道本王想见宋启明，这是在刻意拒绝。看来叶良玉的教训还没吃够。听到脚步声，宋金钊抬起头，萧荣燕面色不愉地走进来，被带起的衣摆高高扬起，仿佛要打人似的。李青云跟在身后，尽管内心苦闷，脸上还带着笑。臣女拜见英王殿下。令弟怎么没来？王府后院不方便带他过来，毕竟家弟相貌也算不俗。李秦云难以置信地看着宋金钊，这话什么意思？难道自己会看上一个13岁的小屁孩不成？县主顾虑的未免也太多了。令弟身为陇北省此次乡试的解元，明年会试定能高中。本王只是想见见这位少年英才，不知明日能不能来。恐怕是不行。叶忠诚认为家弟见识尚浅，明年会试高手如云，担心他待在家里闭门造车，所以让他去国子监上学，今天就已经去了。国子监？这么快就安排进去了？叶良玉的权力还真是大。英王此言差矣，国子监收录各省优秀学子乃是寻常事，家弟本就有资格，何况他是我弟弟，就算叶忠诚不说，只要我向皇上开口要个名额，想必不是难事。萧荣燕瞳孔变黑，好似要把宋金钊给砍成骨头渣子。云儿回安阳府省亲叮嘱过县主，土豆这样的神物你应该交给本王，而不是贸然献给父皇。下次若再有什么，还请提前知会本王一声。不瞒殿下，我进京之前也曾考虑过要先告诉殿下，可我这个人特别粗俗，重利爱权，殿下的权力肯定没有皇上大，反正都是为了朝廷，所以我深思熟虑后，还是决定亲自献给皇上，正好也能给你省事。王爷的意思是说，如果他提前知道，肯定会为县主争取更大的赏赐，比起叶忠诚，肯定是殿下的地位更高啊。宋金钊张嘴，恍然大悟。原来如此，这么想来，县主的身份在京城好似排不上名号，不如英王殿下今日进宫，再给我求个郡主的封号，估计也就差不多了。萧荣燕快被气笑了。土豆已经被你献给了父皇，如今再说为时已晚。你若能说服叶良玉投靠本王，本王登基后倒是可以封你为郡主。呵呵，等你当上皇帝再说吧。不是我不想帮殿下，而是叶大人太过光明磊落，性子又倔，我说破嘴皮子他都没有松口，口口声声说为了朝廷，就算被奸佞之人五马分尸也不后悔。其实我觉得，既然殿下和叶大人都是为了朝廷好，投不投靠又有什么区别呢？等来日殿下当上皇帝，朝中所有官员都是殿下的臣民，像叶大人这样刚正不阿，不为权贵的争宠，到时候必定会成为殿下的骨梗之臣，继续为我东赵国效力。灵慧县主之事伶牙俐齿，令本王刮目相看。等他当皇帝了，一定要让他和叶良玉好看。多谢殿下赞誉，我不过是个农户出生的平民女子，
没读过什么书，见识短浅，若说错什么话，还请殿下包涵。宋今朝前脚刚离开，萧荣燕就掀翻了桌子，她气势汹汹地对着空气漫步。果然是乡野村妇，毫无教养。这样的女人白送都没人要，活该到现在都嫁不出去。将宋今朝送到门口后，侍女果断闪人，惹恼了王爷，这灵慧县主恐怕再也登不了英王府的大门，还是离远点比较好。青霜盯着对方匆匆离开的背影，回过头凑在宋今朝的耳边说道：大小姐，我们是不是把英王给彻底得罪了？从启明拜叶先生为师，我亲自把土豆献给皇上时，就已经把人给得罪了。不是一条路，又何必忍气吞声？否则他们还以为我们好欺负。宋今朝回到叶府后，拿出放地契的盒子，将放在里面的一叠厚厚的卖身契拿出来，摊在桌面上。青霜搬出另一个陈旧的大木箱子，下面4个角还有几个虫洞呢。大小姐，奴婢打开的时候，这里面全是账本，瞧着挺全，纸张和墨迹的年份也能对上，不像是假账，但又显得特别假。这2个庄子从来没有挣过钱，收支超乎寻常的平衡，可以说是自给自足，没找东家补贴过，有没有给过东家1文钱？内侍对着稻草人扎针的宋诗雪错愕地抬头看过来。2个加起来1000亩的庄子，养了20几个仆人就不挣钱了。站在旁边的兰溪迟疑道：是不是被农庄的管事贪污了？皇家大大小小的庄子数不胜数，没人细查，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兰溪在朔北国皇宫时，自己的吃穿用度就经常被宫女太监抢走，就连每个月的份例内务府都不给他。宋今朝接过青霜递过来的账本，上面清楚地写着佃户每年上交多少粮食，又因为什么原因收少了，旱涝蝗灾写得清清楚楚，理由很充分，就是产量实在摆不上台面，只要认真干，不至于收这么少的粮食。把庄子和佃户签的契书找出来给我看。此刻宋诗雪也已经走了过来，随手拿起一张契书，上面的签订日期是20年以前，也就是说这2个庄子20年都没换过佃户了。你们马上找人去打听一下，先看看上面写的是不是真的，反正这几日也没事，既然搬不了家，就上庄子里看看，明日便去。阿姐，我也要去，整天待在房间里，我都要发霉了。那把安好和雪团也带上。智力有问题的老虎也是老虎，他们人少压不住场子，把雪团带过去刚好。傍晚，宋启明从国子监回来的时候，整个人闷闷的，看起来心情不太好。哥哥，你怎么了？我今天才知道什么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感觉状元有点悬啊。宋诗雪一脸茫然的反问：状元不是2甲吗？这是我给自己提的要求，我想考状元。宋今朝浅笑着说道：在国子监遇到比你厉害的了？有点被打击到了。见到东方玉坤了。带着轻松笑意走进来的叶良玉意味深长地观察宋启明的反应。见到了，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经才绝艳，貌比潘安。老师，你是不是故意的呀？叶良玉笑着坐下喝茶。和东方玉坤比起来，你的确还差点。天下能人太多，不仅是一个国子监，所以我对你的要求只是2甲。宋今朝越听越感兴趣，所以能说一下这个东方玉坤到底是谁吗？宋启明鼓气道：哇，阿姐，你是不知道啊，我一只脚刚迈进学堂里，就被一个长得比女人还漂亮的男人给闪瞎了眼，真的是太俊美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然后我就赶上了他们斗艺，那修养，那体态，那琴弹得好听极了，像是在听天上曲，策马如飞，百步穿杨，剑术几乎可以和诗雪一较高下，一手行书笔走游龙，以达登峰造极之境，
他忽然想到什么，快速跑回隔壁房间，拿出一幅字交给了宋金钊。那，这是他送给我的书法，今天课堂上现做的诗。阿姐，你看看，是不是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笔力深厚，没有10几年功练不成这样。这首诗也写得不错，情景交融，很有画面感。他送你书法，还亲自写了诗，看来你们关系处得很好啊。宋启明沉吟一声，迟疑的点头。算是吧，我就坐在他的后面，是他主动和我说话的。谦谦君子，温润如玉，我觉得写的就是他。宋启明竖起手指，眼里透着光。啊不，这8个字还远远不够。哥，你都快把这个东方玉坤夸出花了，我现在特别好奇他到底长什么样子。站在房间门口的兰溪抬头看向宋诗雪，瞳孔凝缩，像是被针刺了一下。他用力咬紧牙齿摩擦，将心头的酸涩强压下来。如果真的如大少爷说的这般俊美，他是不是就喜欢了呢？东方玉坤是中书令东方元彬的孙子，虽然他如今16岁，还在国子监读书，其实他早在10岁时就已经考中举人，而且也是解元。那为什么他现在都没有考中进士？会是有那么难吗？我听国子监的同学说，东方玉坤是故意没考，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叶良玉耐心地跟他们解释，东方元彬是3朝元老，在中书令的位置上已经待了许多年。东方少廷，也就是东方玉坤的父亲，乃是吏部尚书，父子2人可以说是身居高位，大权在握。6年前，东方玉坤考中解元时，民间百姓都传的是文曲星下凡，如果参加了会试，必定能高中1甲。而当时年仅10岁的他，也的确有可能做到。子孙3代同朝为官，本就大权在握，再加一个千年难遇的神童，皇上会忌惮。县主不能入朝为官，实在是太过可惜呀。朝堂博弈，庙堂之争，你比启明还要合适。既然东方玉坤要参加明年会试，他祖父和亲爹是不是要退一个？东方元彬已经年迈，他明年就要致仕。如今朝堂上，丞相顾其山代掌尚书省，一时半会儿，东方少廷越不过他。宋启明紧蹙的眉头缓缓舒展。所以东方少廷会成为新的中书令？如果没有意外，10之8九会是。低沉的虎啸声在院子里响起，下人贴着墙边绕路走到房间门口回禀：老爷，宋公子在外求见。叶良玉起身出门，想来他已经去过费府了。宋启明眨眨眼，谁去过费府？高丽吗？望着师徒2人的背影，宋金钊拿起桌上的字交给兰溪，放到大少爷房间。兰溪接过卷轴，缓缓推出，手指下意识地握紧。等来到隔壁房间后，忍不住将卷轴摊开，又仔细地瞧了几眼。不就是行书吗？他也能写，肯定比东方玉坤写得好看。正在家中练习剑术的美少年手一松，箭头飞出去，正中靶心。少爷，赶紧把外衣披上，免得受凉。不用，估计是有谁想我了。小厮的嘴角忍不住抽了抽。略显昏暗的书房内少点了一盏灯，宋高丽睁大了眼睛看着叶良玉。所以非带人举荐我进国子监读书，真是您安排的？一下子插2个进去，太过引人注意，我就跟费延璋打了个招呼，他可以办。多谢先生费心安排，我就担心进了国子监，我明年没能考上，最后
最后白白浪费了这个名额。饭桌边，清霜拿着账本禀告：奴婢已经找城中的农户打听过，账本上记录的旱灾雨季确实发生过，但实际情况要比账本上记录的轻许多，远不到减产5成的地步，最多也就1成。宋金钊放下勺子，皇帝赏赐的这2个庄子到底是故意的，还是他自己也不知道是这个情况呢？现在既落到了自己的手里，1000亩地就不可能不让他们不赚钱，这趟是必须得去看看了。马车缓缓向外城驶去，根据地契上标注的地点，从出城到庄子差不多小1个时辰。不远处的官庄里，一望无际的田埂上隐约有几10个人在干活，而此时的宋金钊却眉头紧锁。几10个人里竟有一半身患残疾，且全是男丁。阿姐，你们是什么人呢？来这里干嘛？如果忽略他缺了3根手指的右手，在这群人中，他的确算得上4肢健全。听说这个庄子上有多余的土地空着，我想找你们管事问问租不租。哦，你们往前走半个时辰，能看到5间围在一起的瓦房，庄子上管事就住在里面。田里还没播种呢，你们可以骑马过去。多谢大哥。他没骑马，而是带人继续穿行在田埂上。见他们走远后，其中一个带孩子的妇人红了眼眶，她眼神担忧地看向刚才说话的男人。当家的，要是管事把田地租给别人，是不是就不会再租给我们了？别担心，管事心善，不会说不租就不租。估计是庄子上空了一些田地，管事不想浪费，我们又没精力种，所以才想租出去。众人眼中的担忧并没有因此退去。真的不会把地收走吗？他们心里没底。带着满心疑惑，宋金钊找到了男人说的地方，走到厨房门口，发现里面只有一个妇人在做饭。2位姑娘有什么事吗？等他走到门口，才看见站在4人身后的雪团，顿时发出了一声惊恐的尖叫。宋诗雪上前敲门：大娘，雪团是我养的宠物，它不咬人的。背靠在门上的妇人被吓得浑身一哆嗦，养老虎当宠物这小姑娘胆子也忒大了。大娘，它真的不咬人。你们找谁？我找庄上的管事，遇到佃户说他们住这里。他们正在田里干活，还没回来。你们有什么事儿吗？姨娘。粗糙的男声在身后响起，转身望去，10几个人扛着锄头铲子站在门口。站在最前面的50岁老丈在看清楚宋金钊等人的模样时，瞳孔紧缩，手里的锄头差点掉下来。妇人连忙绕过去，指着宋金钊他们说：当家的，这几位客人说要找你。老丈咬紧后槽牙，心中苦涩万分。他深吸一口气，给自己打气，将锄头放下，走到宋金钊的面前跪下：小人稻花庄管事陈福拜见灵慧县主。你认识我？老丈抬起头苦笑道：除了县主您，小人也想不到别人。简陋的正厅一点摆设都没有，陈旧的红木桌子已经没有原来的光泽，一看就是用了许多年。陈福跪坐在台阶下面的地板上。石泉庄的管事还在田里没回来，小人已经让人去叫了，应该马上就到。李后是跑回来的。小人石泉庄管事李后，拜见灵慧县主。我已经看过内务府送来的账本和契书，你们不打算说些什么吗？两人对视一眼，同时把头磕在地上。县主恕罪，是小人贪财，私吞了本该上交的粮食，求县主饶命。粗茶淡饭，破衣烂衫，你们私吞的粮食在哪里？本县主怎么没有瞧见？陈福心里直打咕噜。小人把粮食卖了，在临城置办了宅子，现在这副模样是装出来的，
怕内务府的人来检查。宋金钊语调上扬，轻飘飘地说道：是吗？那装的还挺像，势必公卿下地干活，想必很辛苦吧？两人心慌极了，不发一言，只是一直跪在地上不抬头，心脏咚咚咚，仿佛要血淋淋地跳出来一般。见他们不吭声，宋金钊继续说道：把你们买宅子的地契拿过来给我看看，本县主找人去临城核实，既然是赃物，那就得收回来。李后抬起头，咚的一下又撞在木板上。哎呦，县主恕罪，这几年我们二人染上毒瘾，宅子都输掉了。站在柱子旁边的兰溪没忍住翻了个白眼儿，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这话鬼都不信。宋金钊脸色变暗，沉声道：来的路上，本县主看见了很多身体有残的佃户，他们都当过兵吧？没当过兵，小人只管租地，没在意过他们身体是否残缺，只要能按时交租子，残不残缺也没什么关系。筷子啪的一声砸在桌子上。你当本县主好糊弄？一个两个身体有残也就罢了，整个庄子200多家佃户，家家户户男丁全是残废，你从哪儿找的人？是哪个大营集体退下的士兵？20年来，稻花庄和石泉庄一文不交，内务府视若无睹。本县主是不是该问问内务府总管，他脑子是不是有坑，还是你们给钱贿赂他了？宋金钊单手撑在桌子上起身。你们要是不说实话，我就只能秉公处理。3成租子太少，至少得提至6成。现在佃户租不起，我就租给别人。至于你们，秦霜，回去找个人牙子，把他们一家全部发卖了。本县主手底下容不得人欺上瞒下，监守自盗。僵在原地的妇人脸色一白，匆忙跪下磕头求饶：县主饶命，求您不要把我们卖了！哭喊声引得站在屋子外面玩耍的孩童跑进来，见妇人额头磕红，祖父又跪在地上，顿时抓住女人的衣袖哭嚷起来：阿伯，你怎么了？他指着宋金钊大喊：你们都是坏人，欺负我爷爷奶奶，我要打死你们！一个年轻点的妇人追着跪爬进来，将孩子紧紧搂在怀里，不停地磕头：县主恕罪，小孩子不懂事瞎说的，您别当真。把女人和小孩都带出去，关门。随着大门被关上，屋内顿时昏暗下来。本县主不是不讲情理的人，一旦曝光把事闹大，到时候人尽皆知，无论你们想隐瞒什么都晚了。陈福像是认命了一样低下了头。此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还请县主并退左右。这件事要从20几年前说起。县主可曾听过武家军？宋金钊摇头：没听说过。25年前，朔北国在边境开战，先皇下旨让武英侯带领武家军前往边境支援，双方交战1年都没有分出胜负。直到第2年开春赤乌河一战，武家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原因是因为武英侯叛国，泄露军机。皇上大怒，将武家满门抄斩，就连仅存的200多名武家军也要全部斩首。当时小人的主子和武英侯乃是至交好友，不相信他会叛国，可灭门之祸已经无法挽回，在京城的救不了，就想着保住这200多人的性命。无论武英侯是否叛国，这些普通士兵都是无辜的，于是便派人去边境使了银子，偷梁换柱救下了这些人。因为他们或多或少都已经残废，生存困难，也担心身份暴露被别人发现，所以就偷偷安排在了自家庄子里，给他们田地种。后来陈家被灭，庄子伐没充公，变成黄庄。小人和李后身为管事，也就把这些人瞒了下来。此事若被外人知晓，他们必死无疑呀。
此事除了你们两个，还有谁知道？陈福和李后同时摇头。除了我们2人，没有其他人知晓。老爷没有告诉旁人。那些佃户知道自己是已死之人吗？就刚才那几个照面，他们不像是知道的样子。陈福摆手，眼神无比复杂地说道：他们不知道，当时老爷把人带回来的时候，给他们办了新户籍，契书是用新户籍签的，但佃户手上拿的还是他们的旧户籍。20年来就没人发现，他们就没有联系过以前的家人。大难不死，肯定想一家团聚，怎么可能不联系？他们没有家人，他们的家早就被朔北国的军队踏平了。当时战况激烈，每天都在死人，这些人都是在边境参军的新兵，他们身患残疾，本就自卑，几乎从来不出庄子，老爷不让他们出去，所以不知道皇上要下旨杀他们。后来2国停战，时间过去，这件事也就渐渐没人再提起。他们娶媳妇的时候，对方就不问他们以前是干嘛的。陈福解释道：他们的媳妇儿都是我和李后找外地的媒婆牵线娶的，而且我还告诉他们，因为武英侯叛国，武家军名声不好听，让他们不要对别人说自己曾是武家军，就说是普通守军。宋金钊头疼地揉搓眉心。陈家没抄家之前，你们收租子吗？当时不收，只说是免费给他们种，后来变成黄庄不得不收，所以才有了契书。内务府又是怎么回事？3成租子，还时不时旱涝减产，他们为什么会容忍你们这么多年？陈福喉咙滚动。就跟县主猜测的一样，我们给内务府的管事塞了钱，我们告诉他契书上记3成，实际收6成，多出来的3成就是我们贪污的。内务府的管事拿多少？我们本来是打算给1成，结果他们贪得无厌，非要2成。我和李后没办法，只能答应，所以一直都是给2成。宋金钊闭上眼睛，不想再听。县主，这些人是无辜的，他们是为了保卫东赵国才被敌军砍断手脚，刺瞎眼睛，真的不应该杀呀。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京城也没人认识他们，只要您不说，没人会发现的。本县主今日只是来看看朝廷普及的蔬菜大棚有没有实践到庄上，其他什么都没有听到。陈福和李后不安的瞳孔被惊喜所取代，还没等他们叩谢，宋金钊便起身离开了。清霜回来时已经是半夜，宋金钊房间的烛火却还亮着。和小姐说的一样，建元74年秋，先皇下旨让武英侯带领武家军前往边境抗敌。永元元年，武家军在赤乌河畔战败，皇上下令满门抄斩。稻花庄和石泉庄之前的主人是当年的丞相陈岩。2年后，陈岩因不尽圣上被问罪，全家流放西南。传言路上遭遇山崩，一个都没活下来，但陈岩肯定死了。怎么年号不一样？下旨将武家满门抄斩的，不是先皇吗？宋金钊蹙眉问道。他以为是同一个皇帝。清霜摇头。先帝是在建元75年腊月去世的，后来新皇登基，就是现在的成景帝，是他下的旨。还有人说，皇上坚持下旨要将武家满门抄斩，是因为武家是已故靖王的外家，皇上要斩草除根，而陈家当年也都是支持靖王的，所以才会落得满门流放的下场。不过奴婢问到的人都说，那位丞相是一个一心为民的好官。宋金钊眉头皱得更死，怎么还牵扯到党争？其中事情越来越复杂了。永元元年，叶良玉是永元3年考中的进士，他当时应该经历过陈家流放一事，或许会知道一些内情。第2天，叶良玉从御史台下职回来后，宋金钊找到他，假意询问：叶大人，
我昨日去城外巡视皇上赏赐给我的田地，发现这庄上的管事是之前陈家留下的旧人，内务府把他们继续留在庄子上。我要是不想用，可以随便处理吗？叶良玉右手微顿，垂眸说道：按照规矩，庄子既然赏给了你，这些人的身契捏在你手上，想怎么处理都可以。不过你在京城没什么人手，短时间内调教新人比较麻烦，陈府的下人能做到管事，想必有些能力，你可以试着收为己用。听说他们以前是前任丞相陈岩的亲信，能力是有，我就担心品行有问题。陈家被流放不代表陈丞相行止有亏，他流放是被诬陷的。哦，大人此话何意？如今朝堂上齐王和英王分庭抗礼，无论将来谁登基，县主觉得他们会善待曾经站在他们对立面的官员吗？这两位皇子的品行我也算是见识过，心胸狭隘，怕是不会善待。当年的陈丞相也是一样，他虽没有直接站在晋王一派，但他和武英侯乃是一起长大的至交，武家又是晋王的外家，所以在外人眼里他也是晋王一派。武英侯叛国被满门抄斩，陈丞相却始终坚信武英侯是冤枉的，他屡次上书想要重查此案，都被皇上拒绝。直到2年后，陈丞相的门生顾其山在陈府书房里发现了一本日录，上面多有对皇帝不让他重查此案的谩骂之语，于是一个不敬皇上的罪名就落了下来。下场就是全府36口人全部被流放。宋今朝唏嘘不已，原来顾其山是通过举报自己老师才当上丞相的。那他真的写了吗？叶良玉气愤地说道：这分明就是顾其山这个欺世灭祖之徒为了上位刻意栽赃陷害。当今皇上早就因为晋王和武家之事容不下陈丞相，顾其山也是看准这点才动的手，只可恨我当时出入翰林院人微言轻，否则一定弹劾死他。陈岩为武英侯发案之心如此坚决，当年之事莫不是真冤枉？人证物证俱全，武家确实无从反驳。此案唯一有缺的是武英侯并未认罪，而是在逃走的途中被射杀，所以和他交情甚深的陈丞相才始终坚持他是清白的。但要说他因为皇上不让他翻案就心生不臣之心，我是不信的。宋今朝眨眨眼，过了这么多年，人都死了，叶良玉说到陈岩还一口一个陈丞相，说明他很敬重他。大人刚才说武家是晋王外家，手握重兵，他要是不死，皇上的龙椅恐怕都坐不稳。县主慎言。叶良玉竖起眼睛，起身确定房间外没有别人。这话不能乱说，会惹来杀身之祸。我就是随便猜猜，皇上连陈岩都容不下，又怎么会放过武家？连残疾的普通士兵都要全部斩首，萧承景当年应该挺狠。叶良玉背手站在宋今朝的面前。皇上当年不肯让陈丞相重查此案，也是有原因的。武家被满门抄斩后，驻守在越城的越城军竟然投奔了西南异族。西南虽然也是东赵国的领土，但这些异族却始终不安分，经常招兵买马，想要割据一方。越城军此举形同叛国。
岳城军主帅曾庆是武英侯一手提拔上来的，岳城军有一半曾在武家军中待过，皇上怎能不怒？既如此，那当时为何不打？现成的理由可以出兵。当时武家军在边境战败，镇国公率领剩下的兵马前去抗敌，朝中已经无兵可出。西南那时候没有趁火打劫，就已经谢天谢地了，皇上哪还有精力去对付他？两国和谈后，朝廷几乎赔掉了国库一半的银子，加上兵力空虚，短时间内不能再起战乱，只能任由西南一族在西南为所欲为。这些年来，他们军力日渐扩大，已然成为了朝廷的心腹大患。宋金钊不语，岳城军主帅肯定是担心萧承景会对付他，所以才先一步带兵逃走的。宋金钊从庄子上回来没几天，工部营膳司主事方之行便上门告知他县主府已经修缮打扫完毕。宋姑娘如今身为县主，也算是半只脚踏进京城的勋贵圈子，府宅又是皇上恩赐，搬家之后理应需要办一场乔迁宴，邀请京中的达官显贵前去府中温居。此事关系到宋府日后在京城的威望，宾客名单一定要全，无论他们来与不来，帖子一定要下，万不能因此得罪人。不瞒叶大人，我对京城各府的关系和人情走动确实不了解，这乔迁宴怕是不好办。叶良玉伸出手，站在一旁的云鹤当即上前一步。我府中没有女眷，对外的人情关系都是云鹤在打点，让他和你说。乔迁宴的时候，府里的下人你随意指派，办完再还回来就是。